小曹又来见上官长老。哼，他师尊都不待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要是我早把这个废物踢出玉灵宗了，估计又是来求上官长老想继续待下去。无视周围交谈的声音，看着眼前这座仙雾缭绕的大殿，曹孟德咬了咬牙，抬起脚步走了进去。真的是没想到，穿越18年了，居然混得如此凄惨，真的是给穿越者、想穿越的、等待穿越的广大同胞丢脸啊！踏入殿内，里面寒冷的空气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目光投向高座之上的尤物。只见上官希月端坐在宝座上，一袭素白宫装，未施浓妆，未配珠玉，只在腰间数条银丝绦带，衬得那纤细腰肢不盈一握。如瀑黑发被一只白玉凤簪挽起，几缕青丝垂落颈侧，更显肌肤胜雪。鹅蛋脸上黛眉似柳，琼鼻挺立，红唇如樱，一双桃花眼似笑非笑，左眼角下一点朱砂痣更显妖艳。这女人依旧是那么的清冷圣洁，可惜不是他能把握的。要是有机会，那曹孟德一定不会错过。师尊可是让他相当眼热，毕竟眼前这个濯清廉而不妖、高贵傲盛的上官希月，那股神圣不可征服的气质，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想要征服他。没等他站多久，一袋灵石被随意的丢在他脚边，发出清脆的响声。考虑好了没有？上官希月的声音很冷，眼神异常的不屑。是拿走这袋灵石滚出玉灵宗，还是去深渊搏一搏你那可怜的命运？看着脚旁的这袋灵石，足以够一个普通人在偏僻城市富足的过完一生，当然前提是能活着到城里。师尊，弟子曹孟德声音有些嘶哑，他知道大师兄派人盯着他，就等着他做选择，一旦选择离开宗门，他就得死在某片林子中。我没时间听你支支吾吾，选。你不选的话，我帮你选。上官希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深渊那地方连筑基圆满都是有去无回，更别说他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进去后恐怕连骨头都回不来。想来想去，两条路都是死路一条。曹孟德额头渗出冷汗。师尊，难道就没有第3项选择？比如让弟子在宗门内娶妻纳妾？放肆！上官希月拍案而起，强大的灵压让曹孟德直接趴在地上。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随即抬手凝出一道灵光。快点做选择！暗自咽了咽口水，曹孟德他根本不想死，只能继续挣扎一下。师尊，真的不能让徒儿尝试一下？最主要的还是想试一试有没有多子多福系统，有的话就起飞了。真是孽徒，18年就学了个油嘴滑舌，其他真本事什么都没有。说着，上官希月手上的那道灵光凝聚成鞭子。看着这道鞭子，曹孟德面容发苦。师尊怎么总是喜欢用鞭子抽人？我都快要被你逐出宗门了，还喜欢用鞭子抽我？为什么不抽龙傲天？就因为他是主角，就因为他天赋好。爱我孟德又不是没努力，每天修炼18小时，从可以自由行动开始，整整15年，终究还是败给了天赋。别让我带到机会，带到了肯定得好好报复回去。也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丁检测到宿主连炮灰都不是，献祭活命运掠夺系统，只要不断掠夺众主角机缘，就能笑傲天下。检测到现当前剧情提示，炮灰都不算的曹孟德面临生死选择，只因刚刚入宗时与师尊关系较好，从而被龙傲天记恨上。龙傲天，气运主角，上官希月首徒，玉灵宗大师兄，北境侯私生子，将上官希月、火灵视为自己的禁臠，会除掉和他们所有关系较好的男性。上官希月，气运女主，太阴圣体，玉灵宗大长老，龙傲天后宫红颜之一。系统，我终于有系统了，这种感觉谁能懂？18年了，你终于来了。激动过后吸收完信息，曹孟德精气神顿时就回来了。现在有系统相当于长矛沾屎，戳谁谁死。龙傲天颤抖吧。命运掠夺系统已激活，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抉择，提供以下选项。选项1，收下灵石，离开宗门，最后惨死于林中，被野狗分食，奖励复活1次，命途未知。选项2，前往深渊，博一线生机，被魔物撕碎，死无全尸，奖励转身黄漫异世界黄毛，无其他奖励。选项3，掠夺原本属于龙傲天的桃花运，获得新手大礼包。这还有必要仔细看。选项1，选项2有什么用？虽然都能活着，但不能长生，妹子也没那么多，就不用考虑了。选项3，掠夺上官希月的原因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他相信系统不会给不靠谱的选择。选3，恭喜宿主获得混沌圣体人黄幡子封禁卡，2个月改头换面。面具不是牛自己用的，主要用来改变体型，气势修为布局寻宝鼠。混沌圣体融合中，还站着的曹孟德突然感觉浑身骨骼发出爆豆般的脆响，每一根经脉肌肉都在剧烈抽搐。他痛苦地倒在地上蜷缩着，皮肤表面浮现出玄奥的金色纹路，
这些纹路不停地在皮肤表面游走，将原本堵塞的经脉贯通。他忍不住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七窍中喷出浑浊的黑色雾气，全是沉积在体内多年的杂质，此刻被混沌之力彻底净化。大殿内的灵气突然暴动，化作肉眼可见的青色漩涡，疯狂涌入他体内。瞧见这一幕，上官希月瞳孔骤缩，手中灵鞭趴地掉在地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废物徒弟，周身泛起混沌初开时的鸿蒙紫气，原本炼气3层的修为，正以恐怖的速度攀到4层、5层，转眼突破筑基门槛。这是后天道体，不比道体更，下意识地后退半步，先手一动，直接将整个大殿阵法启动，防止他人突然地闯入出啥岔子。作为化神大能，他比谁都清楚这种周身异象意味着什么。那个被他视为耻辱的徒弟，此刻居然觉醒了后天圣体。曹孟德的身体悬浮到半空，黑发尽数化作流金色。当最后一道混沌之气没入丹田时，他猛然睁眼，左瞳浮现日轮，右瞳映出月影。原本瘦弱的身躯变得挺拔如松，肌肉线条流畅如天道雕琢，皮肤下隐隐有星辰流转的光华。混沌圣体激活完毕，当前修为混沌筑基后期，获得天赋万法不侵初级，混沌本源亲和初级，天赋神通混沌之眼，混沌熔炉，无序领域。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曹孟德缓缓落地，眼中金芒渐敛。他抬头看向神色复杂的上官希月，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师尊，弟子突然觉得你好香啊。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神期、炼虚期、合体期、大成期、渡劫期。完成蜕变的曹孟德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被欺压了这么多年，他终于雄了起来。另外2个道具先不管，任务为重。修为封禁卡，使用后封印任意一位此世界强者，修为2个月。这等好东西，不对我这亲爱的师尊使用，未免太过浪费了。只要将上官希月修为封禁，虽然只有2个月，但也足够了。以自己的能力加上系统加持，不愁没办法。对上官希月使用封禁卡，使用成功。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包裹住上官希月。修为封禁的上官希月眉头一皱，似乎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体内的灵力直接凝滞，直接被强行封锁。这怎么回事？他惊愕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与丹田，往日流转自如的灵力，此刻如死水般沉寂。尝试调动神识，却发现连化神期的元神、分身都被禁锢在体内，根本无法外放。该死！上官希月暗骂一声，他应该随时随地放着一具分身在外面，好应对突发情况。这下好了，得赶紧糊弄过去，不能让孽徒发现自己修为异常，不然以自己收他为徒后，发现天赋很烂，不管不顾的情况，一定会狠狠报复他。上官希月强作镇定，冷声道：曹孟德，你的第3条选择本座答应了，速速退去。师尊，徒儿突然想改一下第3条选择的条件。曹孟德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放肆！本座给你机会已是恩典，你还敢得寸进尺？上官希月顿感不妙，强撑着威严呵斥，企图吓退这个有色心没色胆的逆徒。然而曹孟德却无所畏惧，得益于之前上官希月开启大殿阵法，外人这段时间根本无法进入，也方便了他。结！曹孟德发出几声怪异的笑声。师尊这些年对徒儿的照顾，徒儿可是铭记在心啊。为了报答师尊，不如将第3条选项改成让徒儿好好帮一帮师尊。说着便慢步靠近。上官希月听着这轻佻的话，直接明白这一切的缘由。你做了什么？上官希月猛地抬头，死死盯着曹孟德，美眸中尽是冰冷，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只见曹孟德露出炽热目光，咧嘴一笑，慢悠悠地拍了拍衣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一步步朝他走去。师尊，别紧张，弟子只是想跟您好好谈一谈良辰美景。孽徒，只要你现在离去，为师定保你一生平安。上官希月面色一沉，这种目光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作为宗门长老，世上角色，这种目光见到过太多。现在是一招虎落，可能被屠其。要是修为还在，非得让这孽徒尝尝什么是后悔、痛苦。对于上官希月的话，正常人都不会相信。他要是离开了，恐怕下一步对方就会联系宗主或爱屠龙傲天，将他灭杀的连渣都不剩。师尊，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这些年你对我如何，我心知肚明。曹孟德冷笑一声，眼中闪过战友。他猛地向前一步，直接逼近上官希月，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上官希月心中一颤，但面上依旧冷傲。放肆！你敢以下犯上！以下犯上！曹孟德嗤笑一声，师尊，现在你修为全无，还能奈我何？说着
他伸手一把扣住上官希月纤细的手腕，将她拉向自己。放开我！你这逆徒！上官希月脸色骤变，进行毫无作用的挣扎。然而已经彻底丧失修为的他，现在根本无法与曹孟德抗衡。另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师尊，你知道吗？这些年我做梦都想看到你这些表情，愤怒、不甘，却又无可奈何。逆徒，你若敢动我，师姐和傲天绝不会放过你。龙傲天？曹孟德哈哈大笑，他进得来。等他知道这一切已成定局，师尊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感受着逆徒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过他修长的脖颈、精致的锁骨。放肆！上官希月怒喝一声，抬手就要扇过去，却被曹孟德轻易抓住手腕。他这才惊觉自己如今竟连挣脱的力气都没有。师尊，也该到我收获的时候了。你别乱来！他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颤抖。盯着他慌乱的眼神，曹孟德忽然觉得无比畅快。18年的压抑，18年的屈辱，今日终于能讨回一点利息。乱来！他低头凑到他耳边轻声道：师尊，这才刚刚开始呢。随后他猛地将上官希月推倒在宝座上，俯身上去。逆徒，住手！现在回头为时不晚。上官希月终于慌了神，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后续为师绝对不会清算你。曹孟德邪魅一笑：师尊，我不是傻子，乖乖助我一臂之力。别怕，刚开始头昏疼痛是正常的。他低头狠狠吻了上去。逆徒你！上官希月瞪大了眼睛，眸中开始燃起熊熊怒火，企图将曹孟德瞪死，但没有用。住手！孽徒，你不得好死！时间缓缓流逝，3天就这样过去。寒月宫殿内一片狼藉，坐在一旁的曹孟德修为一路突破至筑基后期。果然不负虚名，之所以只突破到筑基后期，还是因为大部分的能量都被混沌圣体吸收了，要不然恐怕可以一举突破至金丹。就算能，曹孟德也不会想别到时候有了圣体还结个子丹拖了后腿。他可是混沌圣体，要突破也是混沌双金丹并存或无漏金丹。而经历过狂风暴雨摧残的上官希月靠坐在宝座上，一头黑发散乱，眼角还能看到反光的泪痕。素白的纱质宫装略显凌乱，衣服上的梅花还多了一朵。那双往日清冷的桃花眼此刻泛着水光，眼角的朱砂痣更显妖艳。曹孟德懒洋洋地撑起身子，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师尊，如何？孽障你不得好死！忍着心中怒火，上官希月别过脸去，声音沙哑而冰冷。是吗？曹孟德不以为意，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转过头来。可我看师尊刚才似乎也没多抗拒呢。你滚！上官希月羞愤交加，抬手就要打他，却被他轻易抓住手腕。无可奈何的上官希月只好咬着唇，倔强的别过脸去，不愿让曹孟德看到自己此刻的狼狈模样。然而此刻颤抖的他与那泛红的耳尖暴露了内心的不甘。他从未想象过自己堂堂化神期大能、玉灵宗高高在上的大长老，竟然会被曾经的废物弟子如此羞辱。更让他绝望的是，这3天他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坚强，让他既羞耻又杀心不止。师尊何必如此冷漠？曹孟德俯身在他耳边恶魔低语：那3天您可不是这般态度，热情得很。闭嘴！上官希月猛地转头过来，美眸含怒，两人对视。孽徒，你是不是很得意？曹孟德侧过身子拥住上官希月。师尊，该得意的不应该是你吗？毕竟徒儿年轻，气血旺，还觉醒了逆天体质，师尊可是一点都不吃亏。这话让他浑身僵住，完全不适应。真是可恶！这个恶徒，强行拿下他，居然说该得意的是自己。什么行为？什么体质？什么地位？逆徒，等为师恢复修为，定将你万般折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上官希月越想越气，不断扭动身子，想要挣脱怀抱，却不起丝毫作用。看来是恢复的不错，居然这般闹腾。曹孟德手臂微微用力，让上官希月白费一番功夫。既然精力如此充沛，那就只能让师尊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孽徒，你又想做什么？这下通过阿 Q 精神重新站起来的上官希月重新露出了惊骇之色。徒儿刚刚突破，修为还不是很稳固，经验不充足，想请师尊助徒儿修行。这下上官希月真的要裂开了。怎么敢的？逆徒，你现在住手！先前那3天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又是3天日夜。逆徒，你满意了吧？现在为师不是你的对手，能不能解开为师身上的封印？放心，为师不会计较的。师尊是不是当徒儿好忽悠？也是这时，一道声音从大殿门口传来：师尊，傲天有要事求见，不知可否进入？
这名身穿绿袍、玉树临风的青年正是大名鼎鼎的龙傲天。受到威胁的上官希月听到龙傲天的声音，眼中闪过喜色，自己的爱徒来了，有救了。随即凶狠地瞪着曹孟德：孽徒你死定了！只需要呼唤一下，以龙傲天筑基大圆满的实力和各种手段，这恶徒必定十死无生。哦，师尊似乎忘了你现在的处境。曹孟德一眼就看出了上官希月的想法，经过提醒，上官希月这才想起，他好像把宫殿的防御阵开了起来，除了其他长老和宗主，根本没人能进来。龙傲天根本不知道阵法的运行规律，也没有拥有特殊令牌，所以根本进不来。上官希月眼中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熄灭，他咬紧下唇，心中又急又怒。龙傲天就在门外，可他却无法求救，这种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几乎崩溃。师尊，您在里面吗？龙傲天的声音再次传来。弟子有要事禀报，关于邪魔余孽的动向。邪魔余孽，曹孟德眉头微微一挑，手上的动作却未停，自己现在也算之一，储物戒指中可是有人黄幡、万魂幡。他俯身在上官希月耳边低笑道：师尊，您说若是让龙师兄看到您现在的模样，他会作何感想？最亲爱的徒弟看到自己的师尊居然和最废的徒弟开小灶。上官希月浑身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脸上的喜色逐渐变得难看。他可以忍受曹孟德的羞辱，但绝不能让龙傲天看到自己如此不堪的一面。和恶徒的狗命相比，自己的名节和清白名气更为重要，此刻绝对不能声张，直到将恶徒斩杀为止。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傲天，为师正在闭关修炼，暂时不便见你，先回去，待为师出关后再议。门外的龙傲天似乎有些犹豫，但还是恭敬地答道：是，弟子告退。听着龙傲天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上官希月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但随即又被曹孟德的动作拉回现实。师尊真是配合呢。曹孟德轻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看来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上官希月别过脸去，声音冰冷，我真的后悔收你为徒。14年来带给我无尽的嘲笑，现在又如此无耻夺走我清白，多谢师尊夸奖，不过以后你会以今天为荣。曹孟德停下动作，伸手将不知何时放出来的石头收了起来。看到这几颗石头，上官希月瞬间破功。你居然还有石头，畜生！望着石头的上官希月又气又怒，却拿他无可奈何。有什么好激动的？这叫双重保险。师尊，你的修为若是想恢复，只要你乖乖听话，都会有的。这回是真的不能再继续了，虽然修炼容易上瘾，但也要考虑上官希月现在的情况。问了阵法的运行规律之后，曹孟德向上官希月告诫，那个封印是远古封印，只有徒儿会解，还有这石头，要是徒儿出了什么意外，师尊做好名扬大陆的准备吧。听着这些话，上官希月气得浑身颤抖，就差七窍生烟了。真是恶徒，对他百般羞辱，居然毫无悔意，竟然威胁他，想要他乖乖听话。心中纵然这般愤怒，上官希月依旧压着，生怕恶徒以此为借口再来犯上。离开之前还丢下一句：师尊先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过几日徒儿再来，咱们继续修炼。听着这话，上官希月的眸子中溢出些许春意，但更多的被怒火淹没。该死，真的该死！他都成凡体了，这恶徒也不体谅一下，整整6天6夜不眠不休的修炼就算了，过几日再来，把他当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终于得空，上官希月平复心情盘坐，尝试运转修为，没有丝毫动静，就连储物戒指都打不开。这下好了，他彻底被困在大殿里，阵法开启退化为凡体，无法按照阵法运行出去，更没办法取出储物戒指中的令牌。逆徒，你一定要来啊，要不然为师就饿死在这里面了。上官希月只能在内心祈祷着对方会记得。从大殿中出来的曹孟德正在查看系统的作用。命运掠夺系统通过提前预知主角的命运路径，提前一个将可以掠夺的机缘全部抢夺走。查看完系统的作用后，正在考虑是直接跑路，还是趁着有2个月时间疯狂登车，不要命的登，直到登出感情，实在不行就得跑路。宗主与大长老情同姐妹，没成长起来干不过，反正能看到主角的命运轨迹，1个半月可以截胡不少机缘。想到这，曹孟德直接启动系统，龙傲天的命运路径立刻出现在脑海中。气运之子龙傲天，近期命运路径。1周后，于玉灵宗第3杂役处，在夜间路过，发现第5口水井有异常，在水井底下的隔间中发现一块龙鳞，逆鳞，遭遇欲望幻境考验，通过后拿到逆鳞，并获得龙姬月好感。真龙，龙姬月逆鳞，未婚夫信物，遗失状态中，可从中随机获得龙族功法或法术，内有3滴真龙血龙姬月，化神期巅峰，
只因十分厌恶未婚夫的色欲，便将逆鳞送出，并设下幻境考验。此时正被父亲禁足，对逆鳞掌控能力最弱。逆鳞还是真龙的，这可是仅次于五爪金龙、先天龙族和祖龙的龙类，不知道是成年的还是婴幼。成年的话，那给的这个机缘是真的大，直接送了个化神期巅峰的未婚妻。龙骑士，这也太香了，必须是我的。气运主角果然恐怖如斯。而龙傲天得1周后才能路过第3杂役处第5口水井，他提前去，这逆鳞和未婚妻、功法、法术、真龙血不都是他的了？当下也不犹豫，发出几声反派标准的桀桀笑声，在周围弟子异样的目光下，抬腿直奔第3杂役处。什么鬼笑声？哼，估计是想装疯卖傻，以此不离开宗门。没天赋就算了，还没点眼力见。曹孟德丝毫不注意这些，他现在只想尽快拿到逆鳞。只是一些杂役弟子待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修为高的，除了偶尔会混进来一些气运之子、天命主角被废或者隐藏修为混在其中，有的话他还高兴嘞，又多了一个寻宝鼠。杂役处那比新手村还新手村，一路疾行，很快便来到了玉灵宗第3杂役处。此时正值晌午，杂役弟子们大多在林田劳作，院落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年迈的杂役在树荫下打盹。他依次看过去，迅速锁定了第5口水井的位置。那口井位于院落最偏僻的角落，井沿上长满了青苔，显然很少有人使用。就是这里了。曹孟德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趁着四下无人，迅速靠近井边。按照系统提示，龙鳞应该就藏在这井水之中，看来得下去一趟。曹孟德四下张望，确认无人注意后，纵身跳入井中，下落约莫3余丈，双脚终于触到了水面。曹孟德掐了个避水诀，周身泛起淡淡灵光，将井水隔绝在外，继续下潜。井水比他想象中更深，在下沉了约莫10丈才触到底部。借着井口透下的微光，他看到井壁上果然有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缝，果然有机关。他心中一喜，伸手在裂缝边缘摸索，指尖突然触到一块凸起的青石，用力一按，井壁竟无声划开，露出一个半人高的潮湿甬道。甬道内弥漫着腐朽的气息，井水无法涌入，似乎被逆鳞隔开。曹孟德屏息钻入，前行数丈后，空间豁然开朗。这是个被逆鳞侵蚀的天然石室，中央石台上静静躺着一枚巴掌大的暗金色鳞片，表面流转着细密的血色纹路。叮，检测到可掠夺物品，真龙龙姬月逆鳞。曹孟德小心翼翼地靠近石台，目光炽热地盯着那枚暗金色的逆鳞。他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坚硬、炙热，生命本源厚重，这就是真龙逆鳞。他伸出手，指尖在触碰到鳞片表面的一瞬间，突然眼前一黑，意识被拉入了一片混沌空间。欲望幻境启动，周围景象骤然变化。曹孟德发现自己站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四周珠帘轻晃，香气缭绕，数十名身披轻纱的绝色女子款款而来，眼波流转间尽是诱惑。公子为首的女子摆出诱惑姿势，欲指轻点他的胸膛。春宵苦短，何不与奴家共度良宵？看着这种场景，曹孟德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若是寻常修士，面对这等香艳场景，怕是早已把持不住。前世他可是储存超过20T资料，拥有过数千名老师的男人，这种诱惑不过尔尔，连开胃菜都算不上。就这，意志坚定的他大手一挥，幻象瞬间破碎。场景再变，这次出现在堆满灵石的宝库中，极品功法、神兵利器琳琅满目。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蛊惑：拿走他们，这些都是你的。曹孟德看都不看，抬脚踢飞了最近的一箱灵石。老子要的根本不是这个，谁稀罕这些破烂？幻境剧烈震荡，显然没料到有人会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第3次考验来得更为直接，龙姬月的虚影凭空出现，他一袭白衣胜雪，龙角晶莹剔透，清冷绝艳的容颜带着几分羞恼。夫君，月儿在此，何不共枕云月？若是真正的龙姬月在此，一个眼神就能让曹孟德魂飞魄散。但这不过是逆鳞中残留的一丝意识，威力在没有本人的控制下，全凭先前制定下的规则运行。又是这种无聊的幻境，没有一点难度。曹孟德看着眼前假模假样的龙姬月，直接伸手一挥，破。也就是在这一刻，被禁足于龙宫的龙姬月得到了逆鳞传递过来的投影录像。他慵懒地倚在寒玉榻上，指尖缠绕着一缕青丝，水晶宫外巡逻的虾兵蟹将影子倒映在琉璃壁上。有意思。他红唇微起，投影中那个黑衣少年破幻竟如撕废纸的姿态让他龙瞳微亮。300年了，总算有个像样的家伙碰到我的逆鳞。人类男子，你成功了，不止引起了我的好奇，更有可能成为本公主的未婚夫。看着少年一袭黑衣，眸中似有什么在流转，鼻梁高挺，浓眉大眼。他纤细的指尖在虚空中轻点，一道龙纹法阵缓缓浮现。
倒是生了一副好模样，可你所说是真实的，还是假模假样？来人！他慵懒地唤道。门口一名龙族侍女立刻进来。三公主有何吩咐？小绿，你去大陆东北查查这个人类。龙姬月将曹孟德的影像投入侍女眉心，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有危险就算了。侍女小绿领命退下，龙姬月则继续观察着投影中的景象。当他看到曹孟德毫不犹豫地破解最后一个幻境时，嘴角微微上扬，逆鳞居然落入人类手中。父王女儿，我可不想嫁给那色欲熏心的老腊龙。与此同时，曹孟德已经成功通过了所有幻境考验，拿到真龙逆鳞。他可不知道这块逆鳞的主人是位颜控，也是他本身就比龙傲天帅上许多，要不然为何上官西岳6位弟子中唯独看他不顺眼，就是因为他长得帅。没办法，有时候帅也是一种原罪，就像广大读者说不定只是没找到对的打扮衣着，被封印的颜值而已。这块逆鳞入手温润如玉，却隐隐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龙威。看着这块逆鳞，曹孟德逼出体内一滴精血滴了上去，血珠沾染在鳞片上，瞬间就被吸收进去。同时他便感觉到一股莫名环绕自身，一道光芒闪过，只觉得心口就传来一阵灼热，那逆鳞已飞至心口处，缓缓护住了此处位置。他下意识捂住胸口，什么都没摸到，低头一看，逆鳞与自己融为一体，只留下一道龙纹在心口位置。认主了，彻底掠夺了龙傲天的一项机缘，真爽，以后你的各种机缘包括桃花运都是我的了。曹孟德低声自语，随后盘膝而坐。现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他要试一试能获得哪些功法法术。随着心神沉入其中，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脑海中，直接获得2项秘术。龙族秘术龙威真龙变3滴真龙精血。得到后，他缓缓睁开双眼，眸底似有龙影游动。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3滴真龙精血在经脉中流淌，散发出灼热而霸道的气息。龙威，他轻声呢喃，心念微动间，一股无形的威压骤然扩散，笼罩这片狭小的空间。在龙威出现的那刹那，周围的空气甚至凝固了一瞬，连尘埃都停滞在半空。这是来自上位龙族的天然压制，足以让普通修士心神震颤，更让血脉比他低的各类妖族俯首贴耳。他站起身，轻抚心口的龙纹，随着意念催动，皮肤表面浮现出细密的龙鳞纹路，在空间中泛着暗金色的光泽。仅仅片刻，只觉得体内灵气骤然沸腾，全身血液在经脉中爆发出炽热洪流。他闷哼一声，单膝跪地，后背脊椎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咔声。哼！一声低吼从他喉咙深处迸发，竟带着龙吟般的震颤，全身的表面开始进行虚幻的变化，手指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长变硬，化作泛着金属光泽的龙爪。手背上青筋暴起，覆盖上一层细密的暗金色鳞片。最惊人的变化发生在脊背，随着一道金光从尾椎骨迸发，一条丈余长的龙尾破体而出，鳞片层层叠叠，如铠甲般铿锵作响。龙尾末端生着3根骨刺，在空中划出尖锐的破空声。这是……曹孟德抬起脸，原本漆黑的瞳孔已然化作树瞳，金芒流转间散发着莫名的龙性。额角两侧凸起2个小包，随即刺出2只晶莹如玉的龙角，角间缠绕着细小的电流，衣衫尽数碎裂的躯体上，龙鳞如潮水般自心口龙纹处蔓延，全身覆盖龙鳞、龙尾、龙爪、龙角。效果图大概参考继沧海变身器，是暗金色的。这就是龙化后的力量，比拥有混沌圣体后的我弱了不止一点，只能算第一形态变身。平常局面龙化足以应对，混沌圣体只打巅峰赛。沙哑的声音里混着低沉的龙吟回响。叹，真龙变第一重龙化，还是稍微让我有些失望。曹孟德能清晰感受到，虚幻龙化虽然尚未实体化，但防御力已远超普通护体罡气。他随手取出一柄反铁匕首，用力划过手臂，却只留下一道浅淡的白痕。褪去龙鳞后，再一次用力划过手臂，连白痕都没有。这聊胜于无吧？缺点就是会爆衣。储物戒指中得多放几套衣服。虽然在同等级状态下没有混沌体自带的防御强，但这相当于他套了2层防御。和敌人对打时，别人将龙鳞打破，就要面对终极形态的曹孟德。结，到时候打得他们连自家老妈老爹都认不出。对这项机缘还算满意，曹孟德心念一动，周身龙鳞如潮水般退去，龙尾与龙角也缓缓缩回体内。低头看了看心口的龙纹，嘴角勾起一抹的笑容，随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套崭新的黑衣换上，整理好衣冠后，站在与井水相隔的边，抬头望向井口的方向，掐了个避水诀，周身泛起一层淡淡的水蓝色光照，随后纵身一跃，顺着井水向上游去。井水在他身侧自动分开，不多时，他便浮出了水面，轻盈地落在井边。井边依旧静谧，仿佛无人来过，
他拍了拍衣袖上并不存在的水珠，走了一段路，问了一下杂役现在的时间。3天了，那女人该不会饿死了吧？他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戏谑。虽然上官西月曾对他百般刁难，但如今他修为尽失，若真出了什么意外，以他那角色倒是挺可惜。3天顶多饿得够呛，就当服从性测试。随即迈步朝上官西月所在的寝宫走去。曹孟德离开杂役区后，刚转过一片竹林，前方突然传来一声厉喝：“站住！”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曹孟德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一袭白衣的龙傲天负手而立，俊朗的面容上满是英志。他身后站着2名内门弟子，一副狗腿模样。曹孟德，3天前你为何从师尊寝宫出来？龙傲天眼中寒光闪烁，一个即将被驱逐出宗的废物弟子，还敢接近西岳师尊？微风拂过竹林，发出沙沙声响。曹孟德站在原地没动，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位曾经需要仰望的核心弟子。如今在他眼中，龙傲天也不过是他的寻宝鼠罢了，只手可灭。我在问你话。龙傲天见他不答，声音陡然提高：别以为长得比我帅就能让师尊一而再再而三偏袒你。听到这没有厘头的话，曹孟德忽然笑了，那笑容让龙傲天没来由的心头一颤。龙师兄，曹孟德慢条斯理地说，怎么，我去哪里还需要向你汇报？管这么宽？你家住何里？放肆！龙傲天身后一名弟子厉喝，你一个废物，怎么敢这样和龙师兄说话？瞧着这些嚣张的嘴脸，曹孟德眼中寒光一闪，懒得再与龙傲天废话，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他身形骤然暴起，右掌如刀，带起一道凌厉的劲风，直劈龙傲天面门。找死！龙傲天怒喝一声，没想到这个废物竟敢主动出手。他仓促间抬手格挡，却被这一掌震得连退3步，手臂发麻。怎么可能？龙傲天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看着曹孟德。他可是筑基圆满的修为，又有蛟龙血脉加持，竟被一个废物击退。即使这个废物刚刚展露出来的气势达到筑基后期，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一定是我大意了。而曹孟德不给龙傲天喘息之机，欺身而上，微微运转混沌破界拳，如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每一击都精准狠辣，逼得龙傲天节节败退。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仅仅3拳便让龙傲天狼狈招架，不得不丢下面子，朝身后2名狗腿子怒吼。2名狗腿子这才回过神来，一左一右扑向曹孟德。然而他们刚冲到近前，就见曹孟德连拳法都懒得用，左右开弓，啪啪2声脆响，2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半边脸瞬间肿起老高，摔在地上竟然直接昏死过去。废物，你们2个筑基是假的吧？这一场景让龙傲天目眦欲裂，额头青筋暴起，他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蛟龙变，霎时间，龙傲天周身泛起青黑色光芒，皮肤表面浮现出细密的鳞片，双手化作利爪，气息暴涨数倍，逼我动用血脉之力，你死定了！龙傲天狞笑着扑来，利爪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笑，让你见识下什么是真正的龙威。曹孟德冷笑一声，心口龙纹骤然亮起，暗金色的龙鳞如潮水般覆盖全身，龙尾破空而出，龙角峥嵘，一股来自上位龙族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方圆1里内的草木尽数伏倒。这是……龙傲天的蛟龙血脉瞬间被压制，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蛟龙之力正在疯狂示警，想让他跪下来俯首称臣。跪下！曹孟德缓步向前，每踏出一步，龙威便加重1分。龙傲天额头冷汗如雨，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他拼命催动灵力和血脉之力抵抗，却仍被那如山岳般的威压一点点压弯了膝盖。我可是高贵的蛟龙血脉！龙傲天双目充血，浑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区区杂血蛟龙也配在我面前站着？曹孟德龙瞳中金光大盛，龙威骤然提升到极致。砰！龙傲天终于支撑不住，双膝重重砸在地上，将地面都砸出2个浅坑。他羞愤欲死，却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只能眼睁睁看着曹孟德的龙爪掐住自己的咽喉，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发动混沌吞噬，把龙傲天体内的蛟龙血脉一点点的剥离出来。龙傲天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全身青筋暴起，面容扭曲的不成人形。他感觉到体内最珍贵的蛟龙精血正被一股霸道的力量硬生生抽离，那种痛苦比千刀万剐还要剧烈100倍。住手！快住手！你知不知道我爷爷是谁？龙傲天歇斯底里的咆哮，声音里充满绝望。他老人家是金丹大圆满的蛟龙真人，你敢动我？聒噪！曹孟德龙爪猛然收紧，直接将龙傲天的喉咙捏得变形，暗金色的龙纹在他掌心流转，吞
吞噬之力骤然加剧。只见一缕缕青黑色的蛟龙精血从龙傲天七窍中被强行抽出，在半空中凝聚成一条迷你蛟龙虚影，发出无声的哀鸣。远处观战的外门弟子们全都吓傻了，他们根本没想到有人敢这样对待龙傲天。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龙师兄，此刻就像条死狗般被人掐着脖子抽血。阿龙傲天的惨叫声渐渐微弱，面色变得苍白，修为从筑基圆满一路跌落至中期，原本壮硕的身躯也干瘪了些许。他眼神逐渐涣散，原本嚣张的气焰被彻底碾碎。当最后一丝蛟龙血脉被抽离时，龙傲天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几两，从对方手中滑下，瘫软在地，嘴角溢出白沫。我的血脉，我的修为。他颤抖着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臂，声音嘶哑的像是被砂纸磨过。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一切。突然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曹孟德，嘴角咧开一个癫狂的笑容。哈哈哈，你以为这就完了？曹孟德，你完了，你彻底完了。他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站着，像是疯狗般嘶吼。我爷爷是蛟龙真人，金丹大圆满的强者，他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你抽了我的血脉，他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抽你的筋，扒你的皮，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西岳师尊更不会饶过你，你就等着无尽的折磨吧。曹孟德冷冷看着他，龙瞳中的金光渐渐收敛，身上的龙鳞也缓缓褪去，恢复成原本的模样。他嗤笑一声，你觉得没有师尊的允许，我能成功在宗门内把你弄成这样？我这一身力量又是谁给的？西岳师尊已经彻底变成我的人了，他只会站在我这边，听得懂吗？听到这杀人诛心的话，龙傲天微微一僵，很快就反应过来。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哈哈哈，你只是怕了。晚了，西岳师尊待我如亲子，怎么可能会为了你个废物对付我？龙傲天识破了曹孟德的假话，以为对方忌惮自己的背景，笑得更加癫狂。你现在跪下来求我，自废修为，或许我还能大发慈悲，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否则，曹孟德微微眯起眼睛，否则我爷爷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折磨。龙傲天狞笑着，尽管修为跌落，但眼中的怨毒却更加浓烈。你以为你赢了？不，你只是给自己挖了一座坟墓，我会亲眼看着你被挫骨扬灰。哈哈，这笑得歇斯底里，甚至有些疯癫，仿佛已经看到曹孟德凄惨的下场。没办法，从人人敬仰的大师兄，龙家少家主，变成从前曹孟德那般的废物，心高气傲的他根本接受不了。周围的弟子们噤若寒蝉，没人敢出声。龙傲天虽然废了，但他背后的蛟龙真人可是宗门内元婴之下第一强者。曹孟德再强也不过是筑基期，如何抗衡金丹大圆满的存在？看见龙傲天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忘威胁自己，曹孟德正准备直接除掉他以绝后患。毕竟觉醒了混沌圣体，半身功法法宝这些全都有，还截胡了一个机缘，现在杀了也不亏。既然是第一个寻宝鼠，那就试一试天道对所有气运之子的庇护程度。曹孟德直接一拳直奔龙傲天命门，一道所有人都看不到的雷劫朝着未知艺术曹孟德这里劈过来。看到攻击袭来，不退也不闪，一把将龙傲天抓在手上，顶在前面。来啊，你电呀！老子混沌圣体，你根本电不死我，先电死耗费大陆气运产生的气运之子。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雷光翻滚，一股恐怖的天威锁定过来。一拳打过去的曹孟德心头一凛，抬头望去，只见一道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金色雷劫直直朝他劈了下来。是想要杀死我这个异端？你以为我会怕？袭击过去的拳头瞬间化为爪，直接抓住龙傲天顶在身前，同时全力运转混沌圣体，体表暗金龙鳞光芒大盛。来啊，先劈死你的气运之子！轰！金色雷劫劈在龙傲天身上，把他抽晕了又疼醒。啊啊！剩余的雷劫通过龙傲天传递到他身上，但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只是感到擒住龙傲天的双手发疼发麻。不能亲自下场，也就劈雷这点本事。天空上的雷劫云，在场的所有人都看不见，唯有成为异端的曹孟德可以瞧见。可是，一击过后，金色雷劫陷入了沉默，乌云滚滚，不停地翻。轰！又来一下，这次的会拐弯。可是雷劫往哪边拐，他就把龙傲天往哪边放，于是又劈在龙傲天身上，不过威力弱了许多。看到这个情况，雷劫云体彻底蒙住了，创造他的天道也没告诉这该怎么办。难不成去问他？那咋办？继续劈呗，加入一丝灵力给那个气运之子补充，不在他眼皮底下死了就行。龙傲天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全身突然烧焦，特别是小鸟烤得糊糊的，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一种直达灵魂的抽搐感？被擒住无法反抗的龙傲天双眼上翻，被抽昏过去了，然后又疼醒。
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但烧焦过后居然给他补充了些许灵力，真是天助他也，至少有能活下去的希望。你怎么可能杀得掉我？天雷都劈不死我，你杀不了我。看着疯癫的龙傲天，曹孟德把他丢了出去。这寻宝鼠身上还有不少机遇，事关前期能否拿下上官西月或者日服。而在地上划出一道深痕的龙傲天趁机疯狂燃烧血液，化作一道血光远遁。曹孟德，今日之辱，我龙傲天必百倍奉还，待我突破金丹，定将你碎尸万段。冷冷看着龙傲天逃遁的方向，曹孟德并未追击，他只想放声大笑。你以为你逃走了，实际上只是我放走你而已。小世界的天命也就这样，雷劫威力才金丹实力，打在还不是小成的混沌圣体上，也就相当于被狗咬了一口。他那掠夺系统只要将机缘全部夺走，天道，等他成长起来，他就是天道。要是天道是女的，嘿嘿嘿更好，我就更兴奋了。那天道我也要尝一尝你的滋味。至于大成，别开玩笑了，吞噬这方世界最顶级的资源，估计也只够混沌圣体小成。大成的渡劫飞升，看看再说。他转身离去，根本不用谋划如何削弱气运，只要有机缘能抢的全抢。这天道也只是给我铺路去干他。收敛气息，抹去雷劫的痕迹，瞬间消失在大众视野。仅仅只这会儿，混沌圣体便已自愈天劫所造成的伤害，是该去孝敬我那师尊喽。寝宫内帷帐无风自动，他斜倚在寒玉座上，素白裙裾凌乱散开，往日梳理精致的青丝如今随意披散。3天了，自从那场两人战斗以他落败告终，曹孟德什么也没准备直接离开，便在为现身。该死的孽徒！他咬着下唇，手掌放在腹部，饥饿如火烧，最后几枚灵果早已吃尽，连盒都被他嚼碎咽下。师尊，弟子来看您了。曹孟德推门而入，手里拎着食盒。宝座上的美人闻声抬头，素白衣衫松松垮垮地披着，露出些许处未消的淤痕。见是他，立刻别过脸冷哼道：逆徒，你还知道回来？这3天他度日如年，修为被封后与凡人无异，不得不靠殿内存放的灵果充饥。更可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休息时做梦，身体总会莫名回忆起那些荒唐画面。弟子这不是给师尊带好吃的来了。曹孟德笑着打开食盒，香气顿时弥漫大殿，有灵兽肉制成的酱肘子，灵米蒸的珍珠饭，还有一壶百花酿。上官西月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却强撑着冷笑：你以为这点小恩小惠就能……话未说完，一块肘子肉已经塞进他嘴里，肥而不腻的肉质在舌尖化开，饿了3天的胃立刻发出诚实的欢呼：乖，慢慢吃。曹孟德趁机坐到他身边，开始摸摸头。这个曾经高不可攀的师尊，此刻像只炸毛的猫般可爱。酒足饭饱后，上官西月恢复了些许力气，突然一把揪住他衣领：孽徒！立刻解开为师的封印。我可不想解开封印。曹孟德似笑非笑地摸出石头，万一西月恢复修为后翻脸不认人，我岂不惨了？你！上官西月气得浑身发抖，却拿他无可奈何，最终颓然松手，咬着唇道：那你要怎样才肯销毁石头？曹孟德凑近他耳畔：很简单，等师尊与徒儿有了共同的羁绊，就能帮你解开。他算是看明白了，这逆徒根本就是吃定了他，拿捏了所有的软肋，自己不得不从。这不可能，你休想！孽障！你当真以为本座会屈服于你？上官西月美眸含怒，声音微颤，却仍带着一丝倔强的高傲。几天不见，师尊底气见长啊！龌龊、下流、无耻！师尊，你看这是什么？曹孟德缓缓张开嘴巴，2排牙齿合拢，2排白净整洁的牙齿还上下咔咔2下，这样的动作很明显在反击证明自己有耻。上官西月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气得俏脸通红。孽障，你竟敢戏弄为师！这才是戏弄，拜托了，师尊。逆徒，你！1个时辰后，玉灵宗上空，一道青色流光如雷霆般穿梭于云层之间，所过之处灵气震荡，威压如海。到达寒月册封时，收敛威压，压住内心的怒火。上官长老，小龙求见。蛟龙真人龙清玄须发皆张，青色道袍无风自动，一双龙目仍然燃烧着滔天怒火，神识还在如潮水般扫过宗门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找不到那个胆敢伤害他孙儿的狂徒。他那孙儿可是族中最有希望成为真正的龙族，就这样被废了，实在让他愤怒无比。面对一尊化神强者，龙清玄收敛自己的怒火，神情恭敬，双手作揖：龙执事有何事？孟德在哪本座并不知晓，本座这几日闭关疗伤，已许久未见孟德。闻言，龙清玄将发生的一切全部告知。神？什么？那逆徒居然犯下如此恶行！
声音戛然而止。上官长老，可是疗伤出了什么岔子？小娇，这还有一株6品赤血参，富含生机，可修复身体损伤。你好，本座收下了。龙清玄为了孙儿不被逐出师门，特地下了血本，把赤血参拿了出来。他龙家能有今天很大的关系，都是龙傲天有位化神师尊。赤血参被上官西月的灵力牵引着歪歪扭扭的飞回去，虽然总感觉大长老的状态有点不对劲，但此刻他心系孙儿，也顾不得多想。上官长老，若那曹孟德回来，还请告知小龙，小龙感激不尽。此子心狠手辣，竟敢废我孙儿修为，小龙想问曹孟德一句，为什么？龙清玄咬牙强忍心中怒火，让声音听起来尽量平静。聒噪，本座自会，秉公处理。得到想要的结果，龙清玄拱手告辞，化作一道青光离去。他刚走，寒月宫内便响起一声羞愤至极的娇斥。而曹孟德对于龙清玄有些唏嘘，他自己资质最好的孙子，居然不是他儿子的种，是北境侯的私生子。要是知情的话，真就是归南家界盘侠了。孽徒，你竟敢如此对待龙傲天！师尊看来是还没有认清情况。曹孟德手上把玩着血灵参，那老焦真是小气，一株6品灵草就想赚师尊的人情。那血参本不想收下，没成想这恶徒让自己应下，还以为是送给他弟，结果恶徒自己收下了，直接气得他张嘴骂人。恶徒，你无耻！滚！帷帐内，上官西月死死咬着颈背一角，眼角还噙着未干的泪痕。他恶狠狠地瞪着身旁悠然自得的曹孟德。他刚起身要走，衣袖却被猛地拽住。恶徒，你现在出去是送死吗？上官西月咬着唇，声音里压着恼意，咬牙切齿道。龙清玄还未走远，你若现在出去撞上他，若是恶徒就这样死在外面，封印谁解？宗主发现后也解不开，他岂不是永远只能是个凡人？师尊这是在担心我。曹孟德垂眸看他，似笑非笑。少自作多情。他别过脸，耳尖却微微泛红。你若死了，谁替我解开封印？这女人想用龙清玄威胁他来解开封印，以混沌圣体的强大，我惧他锋芒。解开封印，师尊恢复修为后，第一件事怕是杀了我吧？上官西月呼吸一滞，随即冷笑。是又怎样？你若怕，就老实躲在这，等那老焦走远再离开。可我觉得，师尊现在这副嚣张模样，还得多教训教训。曹孟德俯身逼近，他羞愤交加，一把推开他。滚！死了干净。正欲让上官西月知道谁是大小王时，命运掠夺系统出现的提示：丁检测到气运之子运势发生改变，近期运势。3日后，无法忍受家族子弟嘲笑的龙傲天离开家族，在宗门山脉脚下武家庄中发现了一只被村民折磨的九尾白狐，救了下来。九尾白狐涂山凤仪，狐族少族长，未来狐主，9道圣体，龙傲天后宫红颜之一。后来为报答救命之恩，帮助龙傲天炼化血龙珠，重获蛟龙血脉，甚至更进一步，最终因受伤时小白狐的分神影响，两人走到一起。因为受不了嘲讽，离开后捡了只小狐狸，还是九尾白狐，有些离谱了。堂堂狐族最高天赋，重伤濒死，遗落在外找不着。这气运果然强悍，血脉被剥夺了。天道这么快就开始打补丁，不过也好，给我赠送助力，有什么好挑的？感叹归感叹，还有3天时间，这九尾白狐是在遭受折磨时被救下来的，证明受致命伤害后就被村民带住了，关了起来。既然是女主，那就不能放过，更何况还是只狐狸，与师尊相比，谁会更美？还有3天，先教训一会儿师尊再去。你，他瞪大眼睛，所有怒骂都被堵了回去。师尊这样才怪。曹孟德拍了拍现在听话的上官西月，留下些灵果吃食，直接朝外走去。到店门前，戴上改头换面，瞬间变了个人，气势直接飙升至金丹前期，伪装。待曹孟德走了，上官西月放下别的手，赤足跑到窗边上，确定真的走远后，畜生，恶徒，去死啊！本座当年就不该收你这充尸逆徒。他抬脚就踹，开始把床套上的枕头、被子当作曹孟德，开始不停地发泄、打骂、撕咬。大殿门前盯梢的龙家子弟见里面出来的是名执事，脸色怪异。不是听说那曹孟德为了躲避他们龙家金丹袭杀，进了上官西月的寒月宫吗？人没带到，反而发现其他的瓜，这该不会是西月长老的相好？山风呼啸，曹孟德脚踏一柄长剑，在云层间急速穿行。改头换面法宝让他整个人的气息完全改变，连衣袍都化作了玉灵宗外门执事的志士青衫。先拿白狐，然后培养感情，等3天后再过来打一顿龙傲天，让他把爷爷叫过来，试一试混沌圣体的威力。武家庄，他眯眼望着远处山脚下的村落，按照系统给的信息，那只小狐狸现在应该已经被村民抓住了。
落地后打听一番，得到具体位置便赶去。飞剑在村外3里处的树林降落。曹孟德收起法宝，整了整衣冠，脸上挂起和煦笑容，大步向村庄走去。他可不是滥杀无辜的魔道，虽是反派，却有反派的底线，只要敢针对他的，要么干服奴役，要么全家上下一个不留，包括地里的蚯蚓。村口几个玩耍的孩童见到有生人靠，立刻跑回村里报信。不多时，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带着几个壮年男子迎了出来。见过仙长老者恭敬行礼，老朽是武家庄李正，不知仙长驾临有何贵干？本座奉宗门之命巡查四方，路过此地，见村中似有妖邪气息，特来查看。曹孟德微微颔首，从袖中取出一块玉灵，宗令排晃了晃。妖邪！吴李正面色一变，与身后几个汉子交换了眼色。仙长明鉴，我们村前日确实捉了只白毛畜生，浑身是血，力道大的惊人，村里出了6名青壮，才按了下来。待本座去看看，若真是妖邪，本座自会替你们解决。曹孟德心中一喜，面上却更加严肃，果然早已经被抓了。一行人来到村中央一座木屋中，李正取出一把铜钥匙，打开了地窖的铁锁。潮湿霉烂的气味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淡淡血腥气。地窖深处，一个铁笼中蜷缩着一团白色身影。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一条尾巴无力地耷拉着，身上布满伤痕和血迹。它的前爪被铁钉贯穿，钉在笼底木板上。似乎是听到脚步声，白狐勉强抬起头，露出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恐惧地盯着过来的几人，狐嘴不停发出呜咽声。看来是受伤太重，直接退化为普通的白狐，就连本体都龟缩起来，只剩一个新生的外魂主导。看着笼子，曹孟德心中暗道：仙长，这处生凶得很，伤了我们好几个村民。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啐了一口：放了几天了，没人敢要，再放2天都打算宰。此妖物非寻常野兽，留在村中恐有大祸，本座需带回宗门处置。曹孟德抬手打断他的话，沉声道：仙长能替我们解决，感激不尽。李正面露难色，可是这狐妖伤了好几名青壮，自然不让你等白白受伤。曹孟德从储物袋中取出100灵币，这些足够治病，这让在场的村民们眼睛都直了。100块灵币够整个庄子3000人半年的用度了，还能买些打基础的药包。要是再出几个有天赋的孩子进入玉灵宗，何愁武家庄不兴？交易很快达成。曹孟德亲手打开铁笼，小心地拔出钉住狐爪的铁钉。白狐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是死死盯着他。别怕，我带你离开这里。曹孟德低声说着，脱下外袍，将白狐轻轻包裹，抱在怀中。抱着安安静静躺在怀中，不停呜咽撒娇的白狐，曹孟德重新回到寒月宫。此时的后殿中，上官希月已经制成了一个小人偶，上面还贴了张纸，有曹孟德3个大字：扎死你个恶徒，我扎死你！让你那么喜欢扎我，扎完后我还要揍你打你。人偶身上已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上官希月犹不解恨，抓起人偶往地上狠狠一摔，赤足踩上去撵了又撵。恶徒要是再敢捅我，信不信我咬死你？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怎么不说话？哼哼，上官希月舒心的轻恩几声。现在知道错了吧？逆徒，你现在就算跪在为师面前，为师也不可能原谅你。殿外风声呜咽，似在回应提醒着什么。上官希月突然停下动作，警惕地望向门口，同时将人偶藏入枕下，确认无人后，他长舒一口气，想要重新拿出来摸了个空。再回头时，便看见曹孟德笑眯眯地站在床榻前，那个用布缝制的人偶正被他拿在手上。上官希月的脸色瞬间煞白，又迅速涨得通红。师尊的手艺倒是精巧。曹孟德把玩着面目全非的人偶，都做得惟妙惟肖。还给我！上官希月耳尖瞬间通红，什么都不顾，扑上来就要抢夺。曹孟德轻松侧身避开，怀中白狐突然发出微弱呜咽。上官希月这才注意到他臂弯里那团雪白，动作猛地僵住。灵狐，你从哪抓来的？捡来的。曹孟德丢下这一句，带着白狐直接去往寒月池。逆徒不能让他泡在里面，太浪费了。池子里都是为师好不容易收集的千年寒水露。上官跟在身后，一直试图阻挡着恶徒的步伐。给一头灵狐使用，太浪费了。受限于修为被封、元神、神识被封，上官希月根本看不出这只狐狸的来历，当然不想让只有一池子的寒水露浪费部分。这好东西可是越泡越少的。伸手就要去抢，然而对方一个侧身，上官希月直接栽进池子中。啊，好冷！尖叫一声，从池子中蹦出来，哒哒哒地跑回去。这个师尊被封印修为后，怎么越来越像小女人了？从池子中控一些上来，涂抹在白狐、涂山凤仪伤口处，又放在电源中，布下手段，只能在这个园子中活动。他现在得去看一看傻师尊，
别冻坏了，冻小了。回到寝殿，只见上官希月裹着厚厚的锦被缩在床角，湿漉漉的长发还在滴水，嘴唇冻得发白，牙齿直打颤。师尊这冻得不好受吧？让徒儿帮你缓解冷冻痛苦。逆徒。这2日，曹孟德一直待在宫中修炼吞噬师尊储物界指中的各种天材地宝，顺带跟养一养白狐，连带着上官希月的脸色都红润了不少。只是整天咬牙切齿着，怒斥恶徒糟蹋东西。表面已经恢复不少的白狐贴在曹孟德腿边，不停地蹭着，摸摸脑袋。为了嗑果子，曹孟德站起：“师尊，徒儿有事出去一趟。”“去吧，注意安全，死外面更好。”由于不知道龙傲天到底何时会跑到武家庄，曹孟德提前过来守株待兔，还顺带捉了一只真正只有兽性的白狐，将其打伤关在木笼中，用威压笼罩，使其不敢动弹，准备随时丢在龙傲天前进路上。随后曹孟德闭目调息，混沌圣体的感知力延伸到方圆10里。没过多久，他眉头微动，东南方向传来熟悉的气息。终于来了。林间小道上，龙傲天垂头丧气地走着。这位曾经的龙家天才，如今衣衫虽整洁，却皱巴巴的，显然已经好几天没心思打理。废物就是废物，连蛟龙血脉都保不住，也就是他是族长孙子，不然早死了。他低声重复着今早在善堂听到的窃窃私语，拳头不自觉地攥紧。虽然爷爷龙清玄的威名让族中无人敢当面欺辱他，但那些如影随形的嘲笑声却比刀剑更伤人。忽然，一阵凄厉的狐鸣从不远处传入龙傲天耳中，心中十分郁闷，无处发泄的他瞬间就像是找到了目标，向着声音传来处靠近，很快就发现路旁的木笼子关着一只白狐。呸！我还以为是什么好灵兽。龙傲天失望地啐了一口，正准备离开，白狐突然暴起，把木笼直接打碎。看着这头狐狸暴走的模样，龙傲天直接一掌袭杀。啪啪啪，暗处曹孟德鼓了几下掌走出来，看着眼前这中年人，龙傲天眉头一皱，他不知为何竟升起一股反感。见过道友，在下龙傲天。在下厉飞羽。曹孟德装作第一次遇见龙傲天的模样。莫非道友就是玉灵宗被废物给废掉的天才？听到厉飞羽的话，龙傲天这几日积压的屈辱和不甘彻底爆发。你找死！他怒吼一声，吃了龙家多年积蓄重新恢复至筑基圆满的修为爆发开来。他虽然失去了蛟龙血脉，也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散修可以碰瓷的。哟，脾气倒是不小。看着一拳打过来的龙傲天，曹孟德直接回敬一掌。砰！崩碰！没有龙傲天想象中的碾压，更没有平分秋色，而是他被一掌直接扇飞出去，连续中断7、8棵树才停了下来。为什么？喷出一口血，龙傲天脑袋里的愤怒消失，只剩下这3个字，感觉老天爷都在针对他。蝼蚁而敢！来人正式回到家族，听闻孙子不好好疗伤，偷跑出去的龙清玄，正好目睹孙子被一掌拍出去，躺在地上咳血，当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以为我玉灵宗龙家好欺负。金丹大圆满的气势直接朝他压去。反观曹孟德，在这金丹威压中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本以为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让龙傲天引龙清玄出来，没成想找孙子过来了。正好杀不了龙傲天，先剁掉他的前妻顶梁柱。龙清玄一死，根基不稳的龙傲天就算待在龙家，资源待遇肯定大不如以前。这样寻宝鼠就会被逼着出去帮他探寻各种天道安排的机缘，拿得差不多就可以宰了，尽人黄幡万魂。老东西，怎么还不动手？曹孟德冷笑，难道是想看我承受不住威压跪下？爷爷把他废了，我要好好折磨他。空中龙清玄大怒，眼中寒芒暴涨，恨不得用眼睛瞪死这个嚣张的小子。小辈狂妄，今日便让你知道筑基与金丹的天堑之别。他双手掐诀，周身灵力翻涌，一道金色龙形虚影在身后凝聚。这是龙家绝学金龙镇天诀，需要配合蛟龙血脉和金丹大圆满的修为共同施展，足以碾压同阶大多修士金龙魄。一条金色尾真龙咆哮而出，所过之处地面龟裂，树木化为齑粉。这一击他用了足足80力，是要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筑基蝼蚁轰成渣子。曹孟德嘴角微扬，竟是不闪不避，任由金龙虚影轰在身上。轰！烟尘四起，地面被炸出10丈深坑。龙清玄冷笑，不知死活。话音未落，他的瞳孔骤然收缩。烟尘中，曹孟德缓步走出，周身缭绕着混沌气息，竟连衣角都未脏。更可怕的是，那金龙虚影的能量正被他体表缓缓吞噬。这怎么可能？龙清玄骇然失色。老东西，就这点本事，你是亲闻金丹吧？曹孟德活动了下手腕，那该轮到我了。他右拳缓缓握紧，运转混沌经，使混沌气息疯狂汇聚。
整片天地的灵气都在震颤，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混沌破界拳，见那混沌气息凝聚的拳芒呼啸而来，龙清玄脸色骤变，急忙厉喝一声：“玄龙盾！”一面雕刻着9条蛟龙的青铜巨盾瞬间浮现，盾面上刻着防御灵纹，散发出厚重的灵光。这是龙家传承1000年的防御至宝，曾挡下过元婴初期修士的一击。然而当混沌拳芒触及盾面的刹那，咔嚓一声，盾面竟如薄纸般撕裂，9条蛟龙虚影发出凄厉哀鸣，整面巨盾轰然炸成漫天碎片。打破玄盾，权势不减反增，裹挟着破碎的玄龙盾残片继续轰来。这不可能！龙清玄目眦欲裂，仓促间猛地一拍丹田，瞬间祭出金丹，想用金丹镇压攻击。一颗璀璨如烈日的金丹从他口中喷出，这是金丹修士最后的保命手段。金丹表面符现出3道青色龙纹，化作3层光幕拦在身前，每层光幕都坚固无比，寻常法宝难伤分毫。砰砰砰，混沌拳芒连续贯穿3层光幕，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朝龙清玄轰去。这下龙清玄这个老头子再也没有了云淡风轻的模样，迅速地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了所有可以用于防御的物品。然而这些防御法宝在有混沌之力加持的拳法下，如同纸糊一般纷纷崩碎。不！在龙清玄绝望的呐喊中，一拳狠狠击中了金丹，青纹金丹表面瞬间爬满裂纹。噗！龙清玄如遭雷击，喷出的鲜血中竟夹杂着内脏碎片，鲜血狂喷，他的身体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重重砸在100丈外的山壁上，整座山峰都为之震颤。烟尘散去，龙清玄浑身染血，胸口一个巨大的血洞触目惊心，气息萎靡到了极点。他颤抖着抬起手，指着曹孟德，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路过的筑基修士罢了。”曹孟德负手而立，脸上闪过一抹不屑的笑容：“筑基？”龙清玄惨笑，口中鲜血不断涌出，筑基修士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他艰难地运转体内残存的灵力，想要修复伤势，却发现那混沌之力仍在侵蚀他的经脉，根本无法愈合。别挣扎了！曹孟德迅速靠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该上路了，前辈，饶小老一命，龙家与玉灵宗一定会有所表示。龙家就算了，你一个青纹金丹连元婴都不是，居然有胆子代替玉灵宗。”曹孟德右手虚握混沌之刃，无主要形态，根据场合可以变换成合适的武器，吞噬成长性，凝聚成一柄漆黑长刀，刀身散发着混沌最基础的阴阳气息。你就安心去吧，老焦。刀光闪过，龙清玄的护体灵光如纸糊般破碎，龙清玄的头颅飞起，却没有鲜血喷溅。混沌之刃上的阴阳二气骤然翻涌，刀身微微震颤，漆黑的刃面符现出细密的血色纹路，如同饥饿的凶兽终于嗅到了猎物。蛟龙血脉与青纹金丹被混沌之刃吞噬得一干二净，只留下龙清玄干瘪的尸体，连灵魂都没留下，消失得一干二净。看着这一幕，曹孟德神色平静，在觉醒混沌圣体的时候，所有该有的都得到了，作用也知道，有些半生物还等待他去吞噬足够的天材地宝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直接混沌圣体小成多好，打遍这方小世界无敌手。不远处原本一脸兴奋，还在叫嚣要折磨厉飞羽的龙傲天彻底傻了。他望着爷爷干瘪的尸体，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半点声音。爷爷就这样死了，在他心目中无敌，龙家的擎天之柱，挥手间就能灭杀一大群筑基修士的金丹大圆满强者，就这样被一个筑基修士斩杀了。要不是对方身上散发的气息一直是筑基后期，他完全不敢信。直到曹孟德的脚步声临近，龙傲天才如梦初醒。他缓缓站直身体，闭上眼睛，脸上浮现出一抹凄然的笑意。厉飞羽，动手吧。他的声音出奇的平静。能死在你这等强者手中，也不算辱没我，只恨没有时间成长，不然孰强孰弱尚可未知。然而预想中的死亡并未降临。龙傲天疑惑地睁开眼，只见曹孟德正用一种玩味的眼神打量着他。杀你！曹孟德轻笑一声，那太便宜你了。话音未落，一道混沌气息如毒蛇般窜出，精准地贴着龙傲天下腹来了一刀。龙傲天只觉得某处一阵剧痛瞬间席卷全身。你居然切了我的小兄弟！龙傲天跪倒在地，脸色惨白如纸，额头冷汗涔涔。他低头看着自己染血的衣袍，浑身颤抖不止。你竟敢！他的声音嘶哑，眼中满是不可置信。曹孟德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嘴角噙着一抹冷笑。怎么？你不是要折磨我吗？现在谁折磨谁？龙傲天死死咬着牙，眼中怨毒之色几乎要溢出来，可他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混沌之刃的吞噬之力不仅废了命根，
更让他体内的灵力迅速流失，修为暴跌至炼气7。厉飞羽，你不杀我，此生我龙傲天必杀你！龙傲天嘶吼道。最疼爱他的爷爷没了，小兄弟也没了，他也没什么好怕的，一个劲的疯狂刺激曹孟德，想让他杀了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不然一定会满足他这个愿望。目的达成了，是时候该回寒月宫了。离开之前，看见龙傲天还在骂，便啪啪赏赐他2个耳光。这一下终于清静了。没过多久，便回到寒月宫。进去后便看到这个场景，上官希月正掐着灵狐后颈，嘟着嘴对灵狐吐槽：“好无聊啊，又不能修炼。你说那个恶徒怎么还不回来？”白狐在他手中挣扎了几下，无奈的翻了个白眼，似乎在说：“我怎么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就在这时，店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听到声响，上官希月猛地抬头，看到曹孟德倚在门框上，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怎么，你是想我了？谁想你这个恶徒了？”上官希月手一抖，白狐趁机挣脱，一溜烟跑向曹孟德边，蹭着小腿。他脸颊微红，强装镇定道：“你这个恶徒还知道回来？路上顺手宰了个不长眼的老头子，耽搁了一会儿。”上官希月闻言一怔，下意识问道：“什么老头子？”“龙家龙清玄。”曹孟德轻描淡写的说道。“龙清玄，你杀了他？”上官希月瞪大了眼睛，他可是金丹大圆满，你才筑基后期，怎么可能击杀的了？是啊，谁叫几天前觉醒的体质太过强悍？曹孟德耸了耸肩，一位亲闻金丹圆满罢了，要是无漏，或许要费些时间。原本觉得恶徒在吹牛的上官希月左瞧瞧，右看看，完全没有在他脸上发现一点虚假之色，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我的乖乖，这觉醒什么体质，竟如此强悍？仅凭获得不久的体质，就能抹除修为境界的差距和实战经验，越阶斩杀金丹大圆满的修士。看逆师的样子，怎么担心我？谁担心你了？上官希月后退一步，脸色发烫。我只是怕你死了，没人给我解除封印。曹孟德低笑一声，忽然伸手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看着自己。师尊也会口是心非啊！被牢牢钳制的上官希月心跳加速，想要挣脱却没啥作用，只能羞恼道：“放开我！你这个登徒子！”登徒子？曹孟德挑眉，那我是不是该做点登徒子该做的事？寝室门口，白狐歪着头，正准备一直看下去，反手就被关在外面，只能嗷嗷叫直挠门。一段时间过后，上官希月柔声道：“逆徒，你不尊师重道，还残害同门师兄，我不会轻易放过。”真的是杂鱼师尊曹孟德这般说着，看着已经失败的上官希月，乐呵呵的出去了。而上官希月过了不知多久，终于回过神来，迅速从床底下拿出好几个布娃娃板曹孟德，开始他的打击报复。这回出来，曹孟德没有使用改头换面，龙家唯一能威胁到他的被干掉了，剩下的估计还在争夺族长位置。那龙傲天还不知道厉飞羽就是他，可到时候告诉他得多绝望啊！不过现在是该清算宗门内那些受到龙傲指示，看他弱小，专门欺负占他便宜的那些人。李涛、赵长空、孙越，他轻声念着这些名字，迅速在宗门各处搜罗着他们的身影。哟，这不是那个废物曹孟德吗？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讥笑道：“怎么，今天没躲在你那破洞府里发抖？”王虎筑基中期，曾多次抢走他的修炼资源，看样子是今天才从洞府中闭关出门，并不知道他当众暴打了一顿龙傲天。王虎，曹孟德平静地开口：“你先去比斗台等我。”王虎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就凭你一个炼气废物也敢挑战我？不是挑战，是通知。”曹孟德眼中寒光一闪，话音未落，他身形已至王虎面前，一拳轰出。王虎仓促抵挡，却听咔嚓一声，手臂骨骼尽碎，整个人倒飞出去，撞断3根石柱才停下。全场寂静。我若来时你不在比斗台，以后见你一次打一次。曹孟德留下这句话，转身离去。接下来2个时辰，曹孟德走遍整个玉灵宗，将战书一一送到，大多数都恭恭敬敬地收下，表示一定到。他们可都知道曹孟德前段时间当众暴打筑基圆满的龙傲天。最后来到与龙傲天共称玉灵宗3星之一的赵长空洞府外，此刻赵长空正在修炼，感应到有人靠近，睁眼看到曹孟德，眉头一皱：“曹孟德，你来做什么？”“下战书。”曹孟德淡淡道。“现在去比斗台。”赵长空嗤笑一声：“你疯了吗？就算你筑基后期了，也打不过我。他赵长空可不是龙傲天那种废物，只能靠家族传承的血脉撑场面，本身就检测出火灵体，还是上品火土双灵根。既然你想继续被我教训，那就走吧。”赵长空站起，
率先朝比斗台御剑飞去。此刻比斗台周围全是听到风声的弟子，还有部分执事、执事长老。挑战的消息传开，他们都想知道曾经的废物是如何突然变得如此强悍。而比斗台上方已经站了30多人，全是欺压过曹孟德的人。本来他们还有些担心被虐打，但人数越来越多时，他们的担心反而消失了。你曹孟德再能打，也不可能一口气干翻30多人。他们之中虽然大多数为炼气8、9层，可筑基期也有7人。当看到赵长空站到比斗台上时，就更无所畏惧了。赵长空可是宗门弟子第一人，天弟子中他唯一不敢招惹的人只有黄海燕。赵长空的心上人要不是分配给赵长空诸多的资源被黄海燕分走一半，早就晋升金丹了。曹孟德走在赵长空身后，目光扫过台上众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都到齐了，他轻声问道。曹孟德，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李涛率先开口，眼中满是轻蔑。你以为你一个人能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就是。孙越附和道，车轮战都能耗死你，别说还有赵师兄在。既然都到齐了，那你们这群杂鱼就一起上吧。曹孟德一跃站在比斗台中央，衣袍无风自动，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台下一片哗然。狂妄！李涛第一个跳出来，筑基初期的灵力在周身涌动。你以为打败龙傲天就天下无敌了？30多人互相对视，眼中闪过狠色。他们不信这个曾经的废物能同时对抗这么多人，口气这么大，就是自己找死，成全他。孙越尖声叫道，手中已多出一把淬毒短剑。对付这些杂鱼，他可不准备使用混沌圣体，锦龙化都可以横推。真龙变，龙化。随着曹孟德低沉的声音在比斗台上炸开，空气迅速变得粘稠如水。这30多人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灵力运转速度骤减，整个人就像背了块大石头似的。咔咔咔，在令人牙酸的声音中，曹孟德身形拔高半尺，全身衣服爆开，迅速被暗金色鳞片包裹，手掌与脚幻化出锋利龙爪，连额头上也生成了2珊瑚弯曲分叉般的龙角，脊椎末端一条粗壮的龙尾同时生成。身体中的混沌眼还得自己稍微控制一下，才能变为树瞳的龙眸。在这种可怕的气息中，几位炼气8层居然直接瘫了。他居然掌握了龙族神通。丹药阁执事长老不可置信地站了起来，他原本以为对方也只是比蛟龙强点，逊色于真龙，可台上曾经欺压过曹孟德的人此刻面色如土。距离最近的李涛感受着那股龙威，双腿止不住的打颤。筑基初期的实力完全发挥不出来，现在的他多么想回到3个月前，就不应该为了一株洗髓草把曹孟德堵在炼丹房，羞辱对方。现在都知道怕了。龙化后的曹孟德缓步向前，对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龙爪轻轻搭上肩膀，李涛扑通跪地，肩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面色惨白，浑身颤抖。台上其余人见此一幕，顿时面露难色，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互相对视一眼，咬牙怒吼，纷纷祭出法器朝曹孟德攻去。一起上！他再强也只有一个人。孙越尖声叫道，手中淬毒短剑泛着幽绿寒光，直刺曹孟德咽喉。找死！曹孟德龙眸冰冷，龙尾一甩，空气爆鸣。砰！还未靠近，孙越便被龙尾抽中胸膛，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擂台边缘，胸口塌陷，肋骨尽断，口吐鲜血。孙师妹扛住大部分龙威，终于站起来的李涛目眦欲裂，手中长剑燃起烈焰，朝曹孟德斩去。龙爪一抬，竟直接捏住剑刃，咔嚓一声，金青剑如脆饼般碎裂。还未来得及反应，李涛胸口便挨了一记重拳，护体灵力瞬间溃散，整个人砸进后方目标人群，撞翻7、8名弟子。啊啊！惨叫声此起彼伏，龙爪所过之处，鲜血飞溅，骨骼碎裂声不绝于耳。一名筑基中期的弟子咬紧牙关，凝聚出一道土墙，试图阻挡。这样的招式，曹孟德看都不看，龙尾横扫，土墙轰然崩塌，他被余波震飞，跌落擂台，昏死过去。短短半刻钟，擂台上哀鸿遍野，30多名弟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手臂扭曲，有的胸口凹陷，最轻的也是经脉受损，短时间内无法再战。全场鸦雀无声，围观弟子们瞪大眼睛，喉咙发干。他们本以为会是一场围猎似的群攻，却没想到竟是一面倒的碾压。这真的是曹孟德？这个疑问同时浮现在场大多数弟子脑海中。龙族神通境恐怖如斯，执事长老喃喃自语，眼中满是震撼。台下众人这才发现，自始至终赵长空都抱刀而立，冷眼旁观。清理完了，赵长空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始终处于目空一切的状态。他缓步走到台中央，火红色长袍无风自动。现在让我看看
你的龙化有几分成色？赵师兄终于舍得出手了，怎么，不继续当你的舔狗了？曹孟德咧嘴一笑，龙瞳中闪过一丝戏谑。赵长空眉头一皱，没有听懂这话中的意思。你说什么？没什么，就是对你来说一个荣誉的称号罢了。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天骄。赵长空冷笑一声，周身燃起炽热火焰，手臂一挥，火焰瞬间化作一条狰狞火蟒，朝曹孟德扑去。高温灼烧空气，连擂台地面都被烤得皲裂。曹孟德不闪不避，龙眸中闪过一丝戏谑。吼！他张口一声龙吟，声浪如实质般轰出，火蟒还未近身便被震散。被这吼声波及到，赵长空闷哼一声，倒退数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不可能！赵长空瞳孔骤缩，他的火灵体神通竟被一声吼破。就这点本事？曹孟德一步步逼近。当年黄海燕跟你随口谈论我长得比较帅，为了这件事你 TM 打我3顿。听着这些话，赵长空脸色铁青，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血液在空中化作血色符文，融入火焰，全身的灵力疯狂涌入。焚天诀，火皇灵式。随着他一声暴喝，爆裂刀斩出一道火焰，化作一只巨大火皇，威势骇人。这是师尊给的最强底牌，以精血为引，可越阶抗衡金丹强者如此，他就能保住自己首席的位置。每个月海燕还会继续和他约会1天，虽是约会，实则过来拿每个月发放的修行资源。火皇长鸣，俯冲而下，这次依旧不躲，这样的攻击光灵力就能被他的圣体自动吸收不少，再加上万法不侵和龙化后一定程度上的火免，这攻击连挠痒痒都不算。轰！火皇将曹孟德彻底吞没，烈焰焚天。首席是我的，谁让你长得帅，让海燕记住了，海燕也只能是我的。赵长空喘着粗气，露出狰狞笑容。然而火焰散去后，他的笑容瞬间凝固。处于伤害中心的曹孟德站在原地，浑身鳞片熠熠生辉，竟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赵长空如见鬼魅。玩火！曹孟德嗤笑一声，跟他比玩火，对方还是更适合尿炕。唰，身影消失不见。赵长空双手持刀，如临大敌。轰！迅雷拳接引踪步，一拳打在赵长空大长脸上，对方受击倒飞出去，继续施展影踪步跟上，一拳狠狠砸在腹部。就在曹孟德正准备继续打下去时，一道莫名的力量将他推开，同时清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住手，此件事了，来见本座，自会给你一个交代。传音者正是宗主姬兰，人如其名，不仅英姿飒爽，还韵味十足，煽风挺立，还是上官希月的好闺蜜。既然是好闺蜜，那就不能放过了，得同甘共苦。交代，把你自己交给我还差不多。话虽如此，他还是收起了攻势。龙鳞缓缓退去，身形恢复常态，瞬间将衣物穿上。台下弟子们大气不敢出，今日一战彻底颠覆了他们对废物再度成长的认知。赵长空瘫倒在地，满脸血污，眼中尽是难以置信。他引以为傲的火灵体神通，在真龙血脉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不可能！赵长空咳出一口血，你才筑基后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曹孟德俯身低语，拿走赵长空的储物戒指后，将目光投向倒下的那些人，大手一挥，直接将他们的储物袋全部牵引过来。这些就当作是精神损失费，往后半年你们领取的修行资源都给我当作补偿，怎么样？众人闻言脸色更加惨白，但面对曹孟德那冰冷的神色，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应该的，我们还得多多感谢曹师兄的宽宏大量。李涛强撑着爬起来，第一个低头认怂。岁月捂着塌陷的胸口，眼中满是怨毒，却也只能咬牙点头。这种神色被曹孟德直接捕捉到，暗道此人不能留，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师尊还没有彻底忠诚臣服于他，没有完全可靠的山，只能找个机会扔了孙悦。满意的收起战利品，转身望向宗主居所。蓝山殿内，檀香袅袅，姬兰一袭白衣，端坐在主位之上，弟子曹孟德拜见宗主。曹孟德恭敬行礼，目光却不经意间扫过姬兰那傲人的身姿。那是一张美得令人屏息的面容，肌肤如雪，眉如远山寒带，眼若秋水寒波，鼻梁高挺，唇淡如初音。长袍下若隐若现的身姿修长优雅，全身上下有一股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让陌生人感到高冷和距离感，让熟悉的人想要征服。听闻西月前些日子受伤了，他如今可好些了。姬兰修长的玉指轻扣扶手，眸光落在曹孟德身上。曹孟德微微垂首，嘴角却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师尊他确实受了些伤，不过经过一番深入治疗，已经无碍了。哦，姬兰眉梢轻挑，语气中带着几分关切。
他性子倔，从不轻易示弱，若非伤得重，怎会传出消息？你且详细说说。听到宗主让他详细说说，曹孟德就有些无语，这怎么说？告诉他上官西月被他封印，好好报复了10几次了。要是真这样说，肯定会被一巴掌拍成肉泥。师尊却实受了些内伤，后面得到一株灵药调养了一番，如今已无大碍，只是还需静养月余。曹孟德心中念头急转，脸上却依旧恭敬。姬兰微微颔首，弟子不敢妄言，只是实话实说。得到具体状况，姬兰不再追问，转而说道：今日你与长空一战，表现不俗，真龙血脉果然非同凡响。不过本宗主记得你好像是废体，人各有机缘，弟子也不过是侥幸获得真龙血脉，不然此生便止步于炼气3层。也是，这些年你身上发生的一切，倒是本座管理的问题，这些就当作补偿。姬兰玉手轻拂，一枚精致的储物戒指便飘至曹孟德面前，这里面有5000块灵石，3瓶玄阶上品丹药，还有一部可以修炼到化神的功法九转龙象诀，算是本座替赵长空对你的补偿。宗门以前没有可看大用的人，不过今天后说不定就有了。姬兰笑眯眯地盯着曹孟德，你也需要一些左膀右臂，帮你分担来自其他势力的天骄。这叽里呱啦说的，要是真的直接宰了，他从哪些人手里打秋风？反正就是想把那5000块灵石与丹药，还有从那些弟子手中抢的资源，全都给混沌之刃吞噬。混沌圣体他尝试过，只吃好的。接过储物戒指，曹孟德轻声道：我有那么记仇吗？听到这弟子如此厚脸皮，姬兰直接揭穿：有，宗门内欺负过你的人，今天你都已经打回去了。行了，以后稳重点，修仙界不只有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回去吧。对于这个说法，曹孟德一点都不会信。还人情世故，只要我拳头比你大，我说我是你爹，我就是你爹。要是敢反驳，灭了你全族。只有对弱者来说才会有人情世故。这还没出去，一个人直接闯了进来，披头散发，双眼赤红，正是死了爷爷的龙傲天。一进来人都不看，直接对着曹孟德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口中大呼：宗主姐姐，你要替傲天做主啊！我爷爷他死得太惨了，被一个叫厉飞羽的老妖怪隐藏修为打死，吸精血噬金丹啊！爷爷他这么多年为宗门流过血流过汗，为宗门奋斗太多太多。说着头还是没有抬，却慢吞吞地爬过来，一把抱住曹孟德的靴子，伏在上面诉说自己的遭遇。宗主姐姐，我只是不想让师弟别去打扰师尊修炼，他就使用邪魔歪道剥夺了我的蛟龙血脉。宗主姐姐，砰！曹孟德实在是忍不住了，你跪错人就算了，还上手想蹭。被一脚踢飞的龙傲天这才发现宗主姬兰坐在主位上，肩膀忍不住的颤抖，显然在憋笑。而自己刚刚以为是姬兰的位置，正站着头号大敌曹孟德。龙傲天脸色瞬间涨得通红，眼中闪过一丝羞愤，但很快又转为悲戚，连滚带爬地扑向姬兰的方向。宗主姐姐，他声泪俱下，额头重重磕在地上。曹师弟不是故意用邪魔手段剥夺我的蛟龙血脉，还请姬姐姐明鉴。姬兰微微蹙眉，指尖轻敲扶手。龙傲天，此事可有证据？这场景，这话语，这动作，这表情，看得曹孟德还以为自己穿越18年来的是女频世界。要不是他知道龙傲天在师尊那扮演的是一个翩翩君子，在宗主这里装一个绿茶婊，难道姬兰喜欢这个调调？再转头去看姬兰，果然系统发出提示，正是姬兰与主角的命运轨迹。姬兰，气运红颜，命运。姬兰，气运红颜，命运。明天帮助龙傲天前往堕蛟泽获取血龙珠后，遭遇魂殿2殿主魂部首，双方爆发猛烈战斗，2败俱伤，最后龙傲天补刀抢人头，并获得姬兰好感。机缘，魂部首储物戒指、魂印、未知本源碎片、血龙珠，姬兰的好感，残破魂鞭、万魂幡碎片。没想到停下来看戏还有这种收获，太棒了！要是能把龙傲天拴在身边，那该多好！机缘里面的都是好东西，更别说未知本源，这东东应该有资格让混沌圣体吞噬，那不能让龙傲天与姬兰单独前去，他得掺一脚。曹孟德眯起眼睛，上前将龙傲天搀扶起来。你我之间不必行如此大礼，你对宗主这般是在逼迫吗？被扶起来的龙傲天猛地甩开曹孟德的手，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但很快又挤出2滴眼泪。曹师弟，你怎能如此污蔑我？师兄只是想为爷爷讨个公道。曹孟德的内心鸟你，表面上转头对姬兰拱手道：宗主，龙师兄丧亲之痛，弟子能够理解，但他说我使用邪魔手段，这纯属诬陷，弟子只是没把控好力度，失误了。为弥补我的歉意，弟子愿与龙傲天一同前往堕蛟泽，帮助他。姬兰微微颔首，目光在2人之间游移。他自然清楚龙傲天的性子，也知道2人之间的恩怨，
10几年的欺压，此事怨不得曹孟德，但龙傲天的爷爷毕竟是宗门执事，此事不能轻易接过。龙傲天，你爷爷之事，宗门会彻查到底。至于你和曹孟德的恩怨，在他剥夺你的血脉后就已经抵消了，如今还愿意帮你一同恢复，可见孟德之心。姬兰语气淡然，因为天赋的差距直接偏向曹孟德。此时龙傲天对于姬兰来说只是个小时候看她漂亮一直叫姐姐叫到大的混小子，但曹孟德何尝不是，自小进入宗门后也这样，还总是喜欢抱她的腿，只不过当得知天赋不好时便沉默下来，开始疯狂修炼。听到姬兰明显偏袒曹孟德的话语，龙傲天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很快又换上悲痛的神情。姬兰姐姐，我爷爷为宗门鞠躬尽瘁这么多年，够了。姬兰秀眉微蹙，衣袖轻拂，此事就此定下，明日你们2人随我一同前往堕交泽。弟子遵命。曹孟德心中暗喜，搭上线了，那这整个过程还不得在他的关照下走完。2人同时被一道柔和灵力推出去，龙傲天猛地转身，恶狠狠地盯着曹孟德，你怎么如此阴魂不散，在打什么鬼主意？曹孟德不慌不忙地整理衣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少在这跟我装，为表歉意跟我去堕交泽这种凶险之地，是想捣乱吧？说着龙傲天怒火中烧，要不是现在打不赢他，岂会如此憋屈？你我同门师兄弟，我若真想捣蛋，先前就不会略表歉意。你……龙傲天一时语塞，随即冷笑道，好，很好，最好如你所说。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望着龙傲天远去的背影，曹孟德转身准备回去。愚蠢的小傲天，你就等待着一步步被我蚕食，最后绝望的死去吧。站住！一声娇喝从身后传来，声音清脆却带着明显的怒意。行动脚步一顿，缓缓转身，只见一名身着淡紫色长裙的少女正站在不远处，杏眼圆睁，柳眉倒竖，一张精致的瓜子脸上满是怒容。她腰间系着一条银色丝带，随风飘动，衬得身姿更加曼妙。施飞雪。曹孟德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恢复平静。曹孟德，你这个卑鄙小人！施飞雪3步并作2步走到他面前，玉指直指他的鼻尖，你竟敢如此欺辱傲天哥哥！施飞雪，玉灵宗2长老的掌上明珠，自从2年前发生一场英雄救美帝老饕故事后，便注意到了龙傲天这位白马王子，听闻他的事迹，产生好奇，调查他的一切，最后慢慢的喜欢上龙傲天，只是不敢说出来，便默默在暗中替龙傲天扫除一切障碍。凭借这些情况，他自己都能猜测出来施飞雪大概命运路径。施师妹这话从何说起？曹孟德故作无辜地摊开双手，我与龙师兄之间只是有些小误会，方才在宗主的见证下已经调解。误会？施飞雪冷笑一声，眼中怒火更盛，你趁我闭关夺他血脉，害他修为大损，还敢说是误会？看着这眼前的少女，施飞雪约莫17、18岁年纪，修为在筑基初期，她周身灵力涌动，显然情绪激动之下已经运转了功法。施师妹似乎对我有些误解。曹孟德语气平和，我如此正直之人，龙师兄失去血脉一事，我动手了又如何？真当我怕你？更何况我已经和宗主说好了，明天同他去堕交泽寻血珠，助他恢复。胡说八道！施飞雪怒喝一声，傲天哥哥方才从我身边跑过时，眼睛都红了，都不理我，定是你又欺负他了。原来刚才龙傲天气冲冲离开时，施飞雪就在附近，看来这丫头是专门在这里堵自己的。施师妹若不信，不如去我洞府详细谈一谈此事。曹孟德作势欲走，施飞雪闻言更是气得俏脸通红，娇斥道，谁要去你的洞府？曹孟德，今日我就要替傲天哥哥讨个公道。说罢，他纤手一翻，一柄泛着寒光的玉剑已然握在手中，剑尖直指曹孟德。哦，施师妹，这是要与我切磋？曹孟德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少废话！看剑！施飞雪不再多言，身形一闪，玉剑化作一道流光直刺而来。曹孟德不慌不忙，身形微侧，轻松避开了这一剑。他负手而立，淡淡道，施师妹，你不是我的对手，何必自取其辱？狂妄！施飞雪见一击不中，心中更怒，剑势一转，灵力灌注剑身，顿时剑气纵横，如雨点般向曹孟德笼罩而去。然而曹孟德只是轻笑一声，袖袍一挥，一股浑厚的灵力涌出，瞬间将剑气尽数化解。怎么可能？施飞雪瞳孔一缩，他没想到自己的全力一击竟被对方如此轻易地挡下，随后迅速将试图反击的施飞雪擒住，对着小骨狠狠来了2下，让他原本不断挣扎的身子一僵。大庭广众之下，你竟如此对我，我一定会回来的。施飞雪脸色羞红，眸子含水，脑袋一片混乱。
至于龙傲天，已经被抛到九霄之外了。好好打了一顿施飞血屁股的曹孟德看着对方慌不择路的跑掉，无奈笑了笑。他好像发现了施飞雪某种天赋，而两人的动静早就吸引到了姬兰的注视。观看完全程的他陷入了沉默，手指轻扣墙体，两条柳眉微微蹙起。这种无心之举居然还能挖掘出这种喜好。西月，当你发现这些时会是哪种场景？你会不会也有这种喜好？他低声呢喃，语气中带着吃瓜的兴奋。教训完不知天高地厚的败犬师妹，曹孟德又回到寒月宫来。此番前来的目的没有其他的，教训上官西月和搜刮他的丹药、阵法这些。法器虽然有混沌之刃，但目前品级不高，对战斗状态下的化神强者无法产生致命威胁，那就得找上官西月要，多吞噬一些好东西，不就容易进阶了？要是不给，他敢不给？真不给，那就只能枪下无情。非常放肆地走进寒月宫，白狐听到声音立马就跑了过来，蹭来蹭去。曹孟德从储物戒指中拿出2颗灵果，将白狐抱起来喂了下去。吃完，白狐还舔了舔他手指，在怀里翻来翻去的撒娇，想要更多。小白没了哦，变胖了就不好看了。曹孟德熟悉的开始撸狐，已经完全免疫了狐狸状态下的撒娇。要是让涂山凤仪看到另一个灵魂控制着本体在一个男人怀中这样打滚，不知道会暴躁成什么样。揉捏了一会，曹孟德这才推开门走了进去。半日不见，如隔三秋，西月师尊有没有想我啊？恶徒，你这才出去多久又回来？上官西月的声音有些慌张。该死的，他的反击陷阱还没有做好，恶徒这么快回来了？想了自然就回来。听着不断靠近的脚步声，上官西月娇躯猛地一颤，美眸中闪过一丝慌乱，只能用身子挡住，强装镇定，冷声道：站住，谁允许你进来了？师尊的房间不就是我的房间？我想进来就进来。曹孟德不以为意，反而大摇大摆地走到他面前。上官西月银牙紧咬，一双美眸中满是羞愤。他此刻正站在书案前，宽大的衣袖微微颤抖，显然是在遮掩什么。你别过来。他强作镇定，但声音里的慌乱却出卖了他。目光一扫，便看到书案上摆着刺钉，这些精血连我的防御都破不开吧？胡说什么？这只是为师在殿内太过无聊，用来打发时间的。曹孟德居高临下的欣赏着他绝美的容颜。打发时间找徒儿不就行了？保满意哦。放肆！上官西月玉手一挥，试图以当前凡人之力给他一巴掌。曹孟德早有防备，身形一闪便躲了过去，同时欺身上前，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师尊脾气还是这么火爆，看来是弟子伺候的不够周到啊！你……上官西月羞愤交加，却无可奈何。曹孟德顺势将他拉入怀中，在他耳边轻声道：师尊别紧张，弟子这次来是想借点东西。休想！上官西月咬牙切齿，本座就是丢了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是吗？曹孟德邪魅一笑，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脸颊。那弟子只好自己取了。说着，他直接动手搜刮起来。上官西月气得浑身发抖，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储物戒指被夺走。啧，不愧是化神强者，收藏就是丰富。曹孟德翻看着戒指里的宝物，眼睛越来越亮。储物戒指中各色灵丹、法宝、符箓、古籍都有，直接让曹孟德看花了眼。神识认认真真的在里面挑选的东西。上官西月侧卧在床榻上，颈背紧紧裹住身子，连脑袋都蒙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缕凌乱的青丝。他一动不动，仿佛只要看不见，这一切就与他无关。啧，师尊的收藏还真是丰富。曹孟德从里面拿出一瓶9转物元丹，晃了晃，里面丹丸碰撞发出声响。这玩意吃一颗就能让元婴修士更加深层次感悟元神，可惜混沌圣体对这东西不感兴趣。他又翻出一叠符箓，每一张都泛着淡淡的荧光，显然是高阶符箓。天阶护体符，师尊这是给自己准备的保命手段。他咧嘴一笑，可惜现在用不上了。说完，毫不客气抽出3张，放自己的储物戒指中。看着看着，他的动作忽然一顿，从戒指中拿出一件薄如蝉翼的纱衣。他拎起来，对着殿内的明珠照了照，纱衣近乎透明，在光下泛着淡淡的月白色光华。师尊，没想到你的戒指中还有这样好的衣服。被子里的人影猛地一颤，但依旧死死蒙着头，不肯出声。曹孟德坏笑，故意抖了抖那件纱衣，材质不错啊，应该是用冰火蚕丝制成的吧？穿在身上冬暖夏凉，还能……住口！被子里终于传来闷闷的怒喝，但很快又归于沉寂，仿佛上官西月后悔自己出声了。曹孟德哈哈大笑，随手将那件纱衣也收了起来。师尊放心，他会派上用场的。他又找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小巧的玉盒，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耳坠，通体如冰晶雕琢，坠子内部似有星光流转。
这是耳坠。他挑了挑眉，作用这么强，抵挡一次致命攻击后，1周后又可以再次使用。被子里的人终于忍不住了，闷声道：“孟德，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声音里罕见的带上了一丝颤抖。曹孟德原本戏谑的表情微微一顿，但很快又恢复如常。哦，那为夫就好好帮世尊保管，正好明天要去剁焦泽。你……上官希月猛地掀开被子，一张绝美的脸庞涨得通红，眸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可偏偏又无可奈何。然后又听到聂屠要去剁焦泽，原本的怒火不知为何瞬间化为担忧。反观曹孟德笑眯眯地看着他，师尊终于肯露脸了。恶徒，把东西还我！上官希月挣扎着想要抢回来。师尊别急，弟子这就给你。1个时辰后，曹孟德心满意足地准备好物品。能不去吗？不行，必须要去。那逆徒，这耳坠你带着，记得回来。他声音嘶哑，缓缓将手中的星月坠递了过去。上官希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做出这个选择，只要一想到那沼泽地带有着最少3只化神堕蛟，10只元婴爪蟒，就一阵的不安。捏着那对星光流转的耳坠，看着上官希月的神情，心中微微一动。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寒月公主，此刻眼中竟含着几分哀求。师尊这是在担心弟子。他俯下身，故意凑近那张绝美脸庞。上官希月别过脸去，银牙紧咬，胡说什么？本座只是不断找的借口，心神早已大乱。他怎么能对这个孽徒产生情愫？要是曹孟德知道上官希月内心的想法，肯定会给说出那些至理名言的人点赞。女人通常会对自己第一个男人留下深刻印象，通往女人内心的道路是……可惜不清楚。看着师尊这既要又要的表情，曹孟德道：“只是怕我死在外面，没有人伺候师尊了。”无耻！上官希月气得发抖，却因刚才的激烈交流而无力反抗，只能恨恨地瞪着他。你要去送死就去，本座巴不得你永远回不来。话虽如此，他的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那对耳坠上。曹孟德注意到他的视线，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当然知道堕蛟泽的危险，师尊放心。他将耳坠收入怀中，故意贴近他耳边轻语：“弟子定会好好保管岳母大人的物品。”你……上官希月羞愤交加，却被他接下来的动作惊得说不出话来。曹孟德竟亲手为他戴上了一枚看着有些熟悉的戒指。逆徒，这是什么意思？他愣怔地看着手指上突然多出的物件。在我的家乡，当一个男子给女子左手无名指上戴上戒指时，便意味着许下一生的承诺。曹孟德执起他的柔蹄，在戒指上落下一吻，眼底难得浮现一丝认真。师尊，待我归来，我们重新开始可好？玄幻世界有辈分差距，先攻身，再攻心，还是行不通再让彼此之间多一些羁绊。只要不是修无情道的，心早晚会被捅出一个口子。这些话让上官希月心头一震，微微裂开了些许口子。谁要你的破戒指？他猛地抽回手，白玉般的耳垂却染上绯色。为师堂堂玉灵宗大长老，稀罕你这点。话音到这戛然而止，曹孟德突然捏住他下巴，稳住。后半夜，混沌之刃吞噬了不少特殊金属、矿石、药草，成功从宝器下品晋升至灵气中品，然后再怎么吞噬也没有任何进展。看来想要再次提升，需要吞噬等级相同或更高的物品才行。翌日清晨，曹孟德准时来到宗门广场，发现姬兰和龙傲天已经在那里等候。看到他，龙傲天原本就不好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昨天下午，他去找施飞雪，想让他从自己的爷爷那里拿一些毒丹好对付曹孟德，可没想到居然吃了第一次闭门羹。那妮子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说什么自己不干净了，不想见他。倒是准时，姬兰淡淡开口：“宗主相召，弟子岂敢怠慢。”曹孟德恭敬行礼，目光却不着痕迹地在姬兰曼妙的身姿上扫过。姬兰似乎察觉到了他的视线，但并未多言。既然人来了，那就出发吧。心神一动，脚下亮起一道金光，包裹住3人后冲天而起。姬兰身为化神期巅峰强者，眨眼之间就带着2人消失在天边。高空中，3人周围被灵力护罩环绕，姬兰站在最前方，避免2人受到罡风侵扰。实际情况是，2人没有感觉任何异样，如同如履平地，稳当无比。也不知道要飞多久，曹孟德直接坐了下来，开始四处打量。而龙傲天痴痴地望着专心飞行的姬兰。宗主姐姐好迷人，师尊也好迷人。没过多久，景色开始转换，罡风呼啸，云海翻腾。盘坐在灵力护罩内，曹孟德目光透过半透明的屏障俯瞰大地，万里山河如画卷般在脚下展开，苍翠群山似巨龙脊背蜿蜒起伏，银带般的江河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金光。这就是化神修士的手段。他指尖轻扣膝盖，感受着护罩上流转的磅礴灵力。
寻常金丹修士飞行最多离地100丈，而姬兰带着2人却直上9霄，速度之快让云层都化作模糊流影。姬兰一袭月白广袖流仙裙，3000青丝只用一根玉簪挽起，发梢扬弯弯弧度。从曹孟德的角度，恰好能看见她精致的侧颜长睫如雨，鼻梁挺秀，唇若点珠。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凤眸，明明含着化神大能的威严，眼尾却天然上挑，平添3分妩媚。难怪龙傲天那小子眼睛都看直了。曹孟德暗自好笑，余光瞥向身旁，龙傲天确实看得吃了。他站在曹孟德左侧3步处，双手不自觉地紧握成拳，喉结上下滚动。从曹孟德的角度，能清晰看到他太阳穴处跳动的青筋和泛红的耳根。宗主姐姐好美。龙傲天无意识地呢喃出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眼神炽热的几乎要在姬兰背上烧出2个洞来。随后咕咚一声，发出清晰的吞咽声。一直在观察着2人的姬兰神情僵住，真没想到龙傲天那混小子对他有想法。而曹孟德也偷偷看过好几次。龙傲天，曹孟德突然开口，声音恰好能让对方听见。你脸色怎么这么红？莫不是高空不适？这2问让龙傲天像被雷劈中般浑身一颤。胡说什么？我这是被你抽了血脉后有的后遗症。他慌忙扭头，却因动作太大扯到旧伤，疼得龇牙咧嘴。就在这时，姬兰忽然回首，刹那间云霞失色，那张7双赛雪的容颜完全展露。不同于上官西月清冷如月的孤高，她的美像正午骄阳，明艳的让人不敢直视。眉心一点朱砂印记更添神圣气息，让人想狠狠地将神圣气息给破坏掉，让姬兰忠诚臣服于他，任其摆弄，努力调整自身状态。再有1个时辰，剁椒泽就要到了，别拖后腿。另一边，3人刚离开不久，寒月宫中看着手上的戒指，上官西月不知道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只是这戒指越看越熟悉。忽然灵光一闪，他差点从床上蹦起来，这不是我储物戒指里面的普通戒指吗？曹孟德你个恶徒，居然用我的戒指诓我，别让我有机会带到你，不然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菊花残。到了。他猛地挥袖，带着2人顿时急速下坠。龙傲天发出惊恐大叫，曹孟德看见姬兰唇角的冷笑，就明白宗主表面上神圣端庄，其实内心也有自己的反差恶魔。在离地100丈时下坠骤停，曹孟德发现他们正悬在一片黑色沼泽上空，腐臭的雾气中隐约可见森森白骨。最骇人的是，沼泽中央那道延绵千里的沟壑，就像被抽打出的伤痕，那就是1200年前是血龙渡劫失败，陨落在此处摔出来的痕迹。血龙珠是由是血龙渡劫失败，由这头龙体内的精血和龙魂精魄形成的。血龙陨落在这片沼泽地，从而污染了这片沼泽，使其充满了毒气与欲物。其中精血洒落于这片大地，被此地的沼泽生物吞噬。这些吞噬了血龙精血的生物体内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且一直被残存的怨念影响，丧失了理智，狂暴无比。自从发现血龙珠有概率让人拥有蛟龙血脉后，不停地有人前来猎杀。现在还想要找到血龙珠，得猎杀隐藏在沼泽内圈或深处的元婴或化神血妖。他们体内的珠子得有龙族血脉的人牵引，不然血妖一死，珠子就会化为虚无，补充给这片沼泽。他说着，抬手轻拂，灵力护罩外忽然云开雾散，露出前方景象。只见沼泽深处突然掀起滔天黑浪，一头足有山岳大小的血色恶妖破水而出，鳞甲缝隙间不断渗出腥臭粘液。那对灯笼般的赤红眼珠直勾勾盯着3人，竟口吐人言：呵呵，又有血食送上门来了。姬兰冷哼一声，袖中飞出一道金光，瞬间将那恶妖钉死在沼泽中。腐肉炸裂时，飞溅的血肉在半空就化作密密麻麻的红色线虫，扭曲着钻回沼泽。血妖被打死后会化成血虫，会与最近的血妖共生，直到方圆100米再也没有血妖才会死去。姬兰指尖燃起灵火，将攀附护罩的线虫烧成灰烬。记住，在这里要万分小心。宗主姐姐，那是什么？龙傲天突然指着远处惊叫。顺着方向望去，沼泽里竟浮沉着无数半透明的人形，各个面容都与姬兰有7分相似，正嗤笑着朝他们招手。死在此处的怨念化形。姬兰突然掐诀封住龙傲天双目。别看，这些秽物最会蛊惑内心。这一番表现让曹孟德真的想狠狠揍他一顿。你丫的，装什么装？剁椒泽的各种详细资料不早就被探查得一干二净了，出发前看一下，什么都知道了，居然还在这里装绿茶龙傲天。我们来这是为了帮你获取血龙珠，你怎么连这种基础情况都不知道？曹孟德的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龙傲天脸上，让龙傲天神色一僵，压下怒火，故作委屈道：我自然知道，只是刚才一时紧张。紧张？曹孟德嗤笑一声，宗主亲自带队，你连最基本的准备都不做，是觉得宗主会替你兜底？
还是觉得血龙珠会自己跳到你手里？姬兰眉头微蹙，看向龙傲天的眼神多了几分审视，他是不是对这人太好了？感受到这股冰冷的目光，龙傲天浑身一哆嗦，怎么回事？平常他的这样不是很有用吗？可恶，一定是因为曹孟德。够了！姬兰指尖灵光闪烁，在三人面前展开一道光幕地图。血龙珠最可能出现在3个区域：伏骨潭、气血灵、龙脊渊。由于你们俩实力不济，就跟在我身后。孟德，你注意点龙傲天。他抬手一挥，2道金光分别打入曹孟德和龙傲天体内。这是本心咒，能抵御御物的侵蚀。曹孟德感受着体内流转的灵力，嘴角微扬。多谢姐姐。原本痴痴地望着姬兰的龙傲天，听到姐姐2个字，瞬间清醒过来，内心骂道：你混蛋，该死，这是我的词，跟紧我，不要掉队。姬兰不再多言，转身朝沼泽深处飞去。3人一路前行，周围的毒雾越来越浓，隐约能听到凄厉的嘶吼声从沼泽深处传来。随着不断的深入，玉雾越来越浓，毒气更是肉眼可见，将粉雾染成了紫色。也就是这时，粉色的雾气悄然间侵入进3人体内，腐臭的雾气如活物般缠绕在3人周围。曹孟德眯起眼睛，看着姬兰随手挥出一道金光，将前方沼泽中突然跃出的3头血妖斩成碎片。那些血妖残骸还未落地，便化作无数血色线虫，扭曲着钻回泥沼之中。跟紧！姬兰头也不回地说道。月白长裙在毒雾中纤尘不染，宛若一朵盛开的白莲。龙傲天紧跟在姬兰身后，装作眼中满是痴迷，实则看向曹孟德时闪过一丝阴狠，不知道在憋什么坏主意。这些怎么可能逃过曹孟德的注意？正好想教训教训气运之子，最好让他沾染上血妖的缺陷。随着深入沼泽，地形越发诡异，原本平坦的泥沼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缝，其中渗出暗红色的液体，散发出铁锈般的血腥味。四周开始出现半透明的怨灵，他们扭曲着人形，发出无声的尖叫。我们已进入堕蛟泽内圈。姬兰停下脚步，玉指轻点眉心，一道金光扩散开来，将周围怨灵尽数驱散。气血灵就在前方3里处，那里血妖更为密集。不过你们只需要应对筑基血妖，剩余的都交给我。姐姐，这些血妖似乎对灵气特别敏感。姬兰略显诧异地看了曹孟德一眼。不错，是血龙生前适时修饰精血，死后怨念使他的爪牙对灵气格外渴望。他顿了顿，你观察力倒是不错。感受到天平不断在倾，龙傲天闻言脸色一沉，急忙插话：宗主姐姐，我听说气血灵中有种血灵芝，对疗伤有奇效。我听闻师尊在闭关疗伤，不如我们先找血龙珠。姬兰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其他都是次要。碰了一鼻子灰，龙傲天脸色阴晴不定。他偷瞄曹孟德，发现对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顿时恼羞成怒。看什么看？曹孟德耸耸肩，故意提高音量：我只是好奇，某些人连血妖的基本特性都不清楚，怎么好意思提其他要求？你……龙傲天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却不敢多说什么。现在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过。这些仇我记下了，他日定百般奉还。反观姬兰，对龙傲天的表现越发不满。2人都是为了他才来堕蛟泽，结果这好小子居然什么都没了解。他带飞没错，可光人来了，其余的一问三不知，这不知道会造成多少麻烦。要不是这小家伙需要血龙珠，还是好友的大弟子，真想把他给丢出去。他不再多言，转身继续前行。3人很快来到一片诡异的红色树林前，这些树木通体血红，枝叶间不断滴落粘稠液体，宛如鲜血。这就是气血灵，跟紧我，不要触碰任何东西。进入气血灵的瞬间，曹孟德就感觉到一股阴冷黏腻的气息缠绕上来，那些滴血的树枝无风自动，仿佛无数双伸来的血手。啊！龙傲天突然惊叫一声，只见他的手臂被一条树枝上的血色藤蔓缠住，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溃烂。一旁的曹孟德拳风一扬，直接轰断这根接近金丹70粒的血藤。前面神识在搜寻原因及化神血妖的姬兰冷声道：再乱碰东西，你就留在这里喂血妖。宗主姐姐，我只是不小心。龙傲天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很快又换上委屈的表情。闭嘴，你该叫我宗主。姬兰这次连眼神都懒得给他。也就是在这时，原本还能隐隐约约通过肉眼看到四周的薄雾瞬间浓稠如血，而姬兰更是察觉到了什么，直接站立大喝一声注意。随后周身灵力与化神巅峰的威压疯狂向周围碾去，地面开始剧烈震颤，沼泽泥浆如沸水般翻涌，7道血色身影破土而出。为首的化神后期血蛟族有100丈长，鳞片缝隙间流淌着暗红粘液，独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这里之所以叫堕蛟泽，只因陨落的真龙吸引太多此界蛟龙过来，都想成功让自己的血脉晋升为真龙，
可惜时至今日仍无一交成功。美味强大的血肉，吃吃，嘶哑的声音如同金属摩擦，震得四周树木簌簌发抖。五头元婴血蛟呈五角方位围住，而那头化神中期的血蛟则盘旋在上空，封死了所有退路。更可怕的是，密密麻麻的金丹筑基血妖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三人团团围住。你们退后！姬兰厉喝一声，手中突然多出一柄通体晶莹的玉剑，剑身一震，无数金色符文流转，竟在空中凝结成一座小型剑阵。血蛟们发出刺耳嘶鸣，为首的化神后期血蛟猛地喷出一口腥臭血雾，杀了他，吞噬他！战斗瞬间爆发，姬兰身形如电，玉剑划出道道金光，与七头高阶血蛟战作一团。仅仅是接触的那一瞬间，周围数千血妖与五头元婴级别的血蛟便被瞬间斩杀，躯体等效后化成血虫，全部融入了化神后期血蛟体内。他的气息顿时暴涨，鳞片缝隙中喷出浓稠的血雾，独眼里的疯狂更甚。吼！炼虚近在眼前，这血蛟不可能退的。曹孟德见状，立即拉着龙傲天急速后退，同时混沌之刃化作一面漆黑盾牌挡在身前。放开我！龙傲天挣扎着想要挣脱，却直接被曹孟德扇了一巴掌。要不是不管这家伙，可能会导致姬兰分心，战斗可能更艰难，早就想把他丢开。想死就自己去，别连累别人。曹孟德冷声道，目光紧盯着战局。姬兰的剑阵如天罗地网，将两头化神血蛟困在其中。他衣袍翻飞，每一剑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逼得血蛟连连后退。轰噌！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姬兰的玉剑与蜕变为化神圆满血蛟的利爪狠狠相撞，气浪将方圆100丈的气血林夷为平地，漫天血雨混合着破碎的鳞片簌簌落下。宗主小心！躲在盾牌下，曹孟德突然暴喝。只见另一头化神初期的血蛟竟从姬兰背后偷袭，口中喷出的血雾瞬间凝结成无数尖锐冰锥。姬兰凤眸一凛，左手掐诀在身后展开金色光幕，右手玉剑突然分化出12道剑影，如孔雀开屏般刺向面前的血蛟。当当当，金属碰撞声震耳欲聋。两头血蛟配合默契，一攻一守间竟将姬兰逼退3步。被力量控制，竟有如此实力。姬兰唇角勾起一抹冷笑，眉心朱砂突然亮起妖艳红光。本座倒要看看，全力之下你们能撑多久。他突然咬破指尖，一滴精血落在玉剑上，剑身顿时暴涨10倍，化作一柄通天巨剑。剑身上的古老法则随着天地元气的注入，开始密密麻麻的浮现，散发出令天地色变得恐怖威压。天旋九转，随着轻喝，巨剑分化出9道虚影，每一道都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9剑齐出，在空中形成一座遮天蔽日的剑阵。后化神圆满的血蛟发出惊恐嘶吼，庞大身躯疯狂扭动，想要逃离，却被剑阵死死禁锢。噗嗤！第一剑贯穿他的独眼，第二剑斩断他的蛟尾。当第3剑落下时，这头称霸堕蛟则数千年的血兽竟发出凄厉哀鸣，浑身鳞片炸裂，喷出漫天血雾。没有丝毫犹豫，姬兰玉手一挥，剩余6剑同时落下。轰隆隆，整片沼泽都在震颤。待烟尘散去，那头化神圆满的血蛟已经变成一具千疮百孔的尸体，正在缓缓沉入沼泽。而所有的血虫在这一刻全部融入另一头血蛟中。可还不等他蜕变晋升，当我是摆设？哼！姬兰冷哼一声，玉剑脱手而出，如流星般穿透血蛟脑。血蛟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溅起的泥浆足有10丈高。随后血虫开始消融，凝聚成一颗猩红的珠子。姬兰凌空而立，衣袍猎猎，眉心的朱砂红光渐渐隐去。至于曹孟德，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在发现混沌之盾可以扛住威压与化神的灵力震荡时，就溜溜的四处看看能不能捡一些漏。这就导致躲在后面的龙傲天直接被威压与灵力给震晕了，双腿之间还缓缓流着血，不知道被什么所伤。看来变成小妹妹的小兄弟再次经历了一次摧残。什么物品都没搜罗到，曹孟德收起混沌之盾，朝着半空中的血龙珠飞去，而彻底凝实的血龙珠也向他飞了过来。很快，血龙珠被曹孟德握在手中，原本狂躁无比、摄人心智的血龙珠瞬间安静了下来。而下来的姬兰看着如此安静的血龙珠，差点就认不出了，是由真龙精血凝聚而成的。只是看着曹孟德，他的内心只剩下一个想法：押宝果然押对了，这小家伙肯定不是拥有部分龙化龙威那样。龙傲天呢？他的话突然顿住，目光转向倒在地上的龙傲天。只见他胯间衣物已被鲜血浸透，地面形成一小滩血泊。怎么回事？姬兰快步上前，指尖凝聚一道灵力探查，同时从储物戒指中取出疗伤丹药喂了下去。曹孟德收起血龙珠，也跟了过来。当他看清情况时，
嘴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一下。查看完整体情况的姬兰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纤手一挥，一块逆鳞从沼泽深处被拉了出来。这是一场战斗结束以后所有血蛟结合体唯一留下来的遗物。爆射过去的时候，他正在解决最后一只血蛟，阻止对方踏入半步炼虚。然后这一枚逆鳞携带着无尽的威势，直接横切了龙傲天两腿之间。他兄弟废了？曹孟德直截了当地问。恢复不了。姬兰点了点头，阴唇轻启。被逆鳞携带的暴虐与色孽彻底损坏，已经彻底平了。眼睛中闪过一丝复杂，是真的说不下去了。作为一宗之主，怎可如此讨论男性的？就在这时，龙傲天悠悠转醒。他先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随即感觉到下体传来的剧痛。啊，我的！他惊恐地伸手摸向胯间，当触碰到满手鲜血时，整张脸瞬间惨白如纸。宗主，宗主救我！龙傲天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挣扎着想要爬向姬兰。姬兰后退半步，眉头紧锁。别乱动，我已经给你服用了疗伤丹药，不会死的。以后忍着点暴虐色欲，不然我最后一点的肉，我的兄弟啊，明明还有复原的可能，彻底没了。龙傲天涕泪横流，突然恶狠狠地瞪向曹孟德。是你，一定是你趁我昏迷痛下狠手。你怎么那么狠的心？我只不过是……够了，龙傲天，你自己昏迷被血蛟逆鳞所伤，还有脸怪别人？姬兰眉头一皱，眼中出现了厌烦，冷声喝道。他玉手一挥，那枚染血的逆鳞悬浮在龙傲天面前，上面还残留着不少龙傲天的气息。被逆鳞所伤，反倒怪罪他人，真是丢尽了你师尊的脸面。龙傲天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他死死盯着那枚逆鳞，眼中满是怨毒与不甘。至于剩下的那一小坨肉，没有灵力的加持，早就在沼泽的侵蚀中跟这片大地融为一体。那血龙珠拿来，这是应该给我的。龙傲天咬着牙，通红的眼睛盯着曹孟德手中的血龙珠。想到血龙珠那状态，曹孟德内心坏笑了一下，走近递了过去，确定对方拿到了才松手。迫不及待接过血龙珠，龙傲天眼前神色一晃，便从堕蛟泽回到了玉灵宗。他立刻跑向师尊去告状，很快就得知了曹孟德即将被逐出师门，废掉修为的消息，便欣喜若狂地赶往对方洞府，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在哪。他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突然曹孟德从一个角落一脚将他踹翻，然后骑在身上就是一顿揍，完全无法反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在曹孟德和姬兰的眼中，他正抱着一棵枯树，一个劲地用脑袋在磕。醒醒！曹孟德怎么会错过这一个机会？根本就不用清心诀，直接连续啪啪10几个大耳光扇了上去，同时用一道灵力形成锁链将他捆住，方便打醒。没过多久，一边磕头一边傻笑的龙傲天终于从幻想中醒了过来。曹孟德把玩着重新回到手中的血龙珠，珠体在他掌心缓缓旋转，散发出妖异的红光。看来血龙珠对他人的影响比想象中厉害啊。然后他故意将珠子在龙傲天眼前晃了晃，再拉的话还有可能继续被蛊惑心神。此物凶性未除，本座先代为保管。姬兰袖中飞出一道白绫，将血龙珠卷走。他美目寒霜地扫过两人。当务之急是离开堕蛟泽，这里的血气会加重龙傲天伤势。此刻龙傲天被灵力锁链拖着漂浮，双目失焦的喃喃自语，显然还沉浸在幻想中。三人再次被包裹住，向着玉灵宗的方向前行。我的师尊，我的小师妹，都是我的。没一会儿便清醒过来，感受到现在的状态，随即剧烈挣扎起来。宗主姐姐干什么？这样捆着我？不对，血龙珠呢？明明在我手里。曹贼还我珠子！不想听这样逼逼赖赖，曹孟德直接把龙傲天的嘴巴封上。这下终于安静下来了。沼泽的雾气在身后渐渐稀薄，三人以极快的速度掠过荒原。站在季兰身后，看着这妖娆的身姿，曹孟德不知为何右眼直跳。想到自己家乡那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说法，一下就警惕了起来。这个世界可是玄幻修真世界，有各种因果业力关系，不得不防。忽然前方云层诡异的扭曲起来，数十道黑影如毒蛇般窜出，直接突破灵力护罩，瞬间缠上姬兰的脚踝。小心！时刻注意着的曹孟德下意识地去拉姬兰，可惜境界差距过大，晚了不少。黑影如活物般顺着姬兰修长的双腿缠绕而上，眨眼间就蔓延至腰际。被偷袭中的姬兰娇躯一震，周身灵力护罩轰然破碎，一口鲜血喷在面纱上，染出刺目的红梅。哈哈，姬宗主别来无恙啊！阴冷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云层中走出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黑色魂幡朝姬兰轰去。那人脸上戴着惨白的面具，只露出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正是臭名昭著的魂殿二殿主魂部首化神大圆满，比姬兰略强一些，已经半步踏入炼虚期。是你！
姬兰脸色微变，9道玉符从袖中激射而出，在周身旋转成阵，与魂幡撞在一起，连这片空间都产生了些许的波动。趁着这一波交手，把龙傲天与曹孟德推到百里之外。带着龙傲天走！姬兰头也不回的喝道，雪白的脖颈上青筋隐现，可以看见其中有丝丝黑影。看着姬兰与魂不守两人在高空中进行大战，曹孟德瞬间拍晕龙傲天，掏出特制迷药，整整半斤全部灌了下去。你呀，就抱着这棵树，在这做美梦吧。拍了拍龙傲天的脸，直接把他塞进岩石的缝隙中，还贴心的贴上了几张隐匿符。做完这些，曹孟德收敛气息，悄然潜回两人战斗边缘，等待着他们两败俱伤，毫补刀。此时，北国上空不断产生一道道灵力震荡，方圆百里的云层已经彻底被挤压成雨。最下方的位置被各种攻击波及到，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两大化神修士简单过招后开始对峙，让方圆千里的天地灵气都为之紊乱。姬兰白衣染血，面纱早已破碎，露出一张冷艳绝伦却苍白如雪的面容。他的双眸如寒星般锐利，死死盯着对面的黑袍身影。魂不守阴森一笑，手中万魂幡猎猎作响，无数怨魂嘶吼着从幡中涌出，化作滔天黑雾，遮蔽天日。姬宗主，我这魂幡还缺一个主魂，不知能否邀请姬宗主进去一叙。姬兰冷哼一声，指尖凝聚出一道璀璨的剑芒，寒声道：魂不守，你魂殿作恶多端，居然还敢来偷袭我，找死！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白虹，直冲魂不守。剑芒所过之处，空间都被撕裂出细小的裂痕。魂不守不慌不忙，万魂幡一挥，无数怨魂汇聚成一只巨大的鬼爪，狠狠抓向姬兰。鬼爪与剑芒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狂暴的灵力波动席卷四方。万魂是天，魂不守黑袍鼓荡，万魂幡骤然展开3000里阴云，翻面浮现出9张扭曲人脸，竟全是被他炼化的化神修士灵魂。其中一道青面獠牙的魂将嘶吼着扑出，爪刃划过之处，连空间都腐蚀出黑色痕迹。姬兰眉心亮起一点玉芒，本命元神韩玉仙显化真形，那是与他容貌相仿的冰雕玉人，手持虚幻长剑，凌空斩落。剑光过处，3000怨魂瞬间冻结成冰雕，又在剑气震荡中碎成齑粉，继续朝着魂不守攻去。见状，魂不守眉心骤然裂开，一道漆黑如墨的元神冲天而起，化作一尊3头6臂的鬼王法相，6只鬼爪各自持着阴煞法器，将剑光碾碎。姬兰冷哼一声，元神韩玉仙持一柄3尺清风，剑身缠绕着玉清神光，剑锋所过之处，空间都被割裂出细微的黑色裂缝。斩！清风与鬼王轰然相撞，刹那间，无形的神势风暴席卷八方。轰隆隆，虚空震颤，两人的元神在精神世界疯狂厮杀。鬼王嘶吼，6臂挥舞，招魂铃、丧魂钉、噬魂锁等阴气疯狂轰击神女清风，而姬兰的韩玉仙则如游龙般穿梭，每一次斩击都带着凌厉的玉清神霄雷，将鬼王的魂体劈得黑烟四溢。魂不守闷哼一声，嘴角溢出黑血，显然元神受创，但他狞笑一声，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万魂幡瞬间暴涨，无数厉鬼哀嚎着涌入他的元神，鬼王法相境再度凝实，甚至比之前更加凶厉。姬兰，你的元神再强，也敌不过我这万魂是神大法。眸光一寒，姬兰玉手一抬，身后元神开始扩张到1000丈法相。韩玉仙放大加强版3头6臂，手持拂尘、玉如意、降魔剑等法器，每一剑都散发着镇压天地的威能。玉清诛魔法相6臂齐动，一道璀璨神印从天而降，如天罚般轰向魂不守。魂不守瞳孔骤缩，3头鬼王法相发出刺耳尖笑。他双掌猛然合十，周身100丈内的空间突然扭曲塌陷，竟将漫天阴云都吸扯成漩涡状。黄泉戒法，随着一声厉喝，破碎的虚空裂缝中突然涌出浑浊黄泉，那水流看似缓慢，实则每一滴都重若山岳。黄泉水与玉清神印相撞的刹那，整片天空突然陷入诡异的静止，紧接着爆发出令日月失色的光芒，冲击波将100里外的山峰拦腰削平。这让50里之内的曹孟德瑟瑟发抖，得亏躲在巨石后面，还有混沌之刃所化的铠甲包裹住全身，这才没有被波及导致于龙傲天呐，反正死不了。血雨滂沱的天空突然裂开一道万丈沟壑，仿佛苍穹被某种至高力量硬生生撕开。姬兰的白玉发冠早已碎裂，青丝在狂暴的凌风中肆意飞扬。半步炼虚，他抹去唇角精血，韩玉仙元神突然收剑归鞘。那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斩杀你的。素手旋转如莲花绽放，100里内的雨幕突然静止，无数雨滴倒映着他指尖迸发的玉芒，转眼化作漫天剑胚。魂不守脸色骤变，鬼象、万魂幡防御阵法升起，周天星斗，听吾号令。
激兰的厉喝声中，正午的天空竟浮现璀璨星河，360颗星辰虚影投射在每滴羽箭之上，整个北国疆域的地脉灵气疯狂涌来。你居然有炼虚攻击手段！魂不守面容狰狞，他实在是没想到啊，对方居然有这等手段。100年前他就伏击过一次，当时姬兰拿出来的也不过是储存了半部炼虚强者的一击之力，这回更过分了，居然直接驱动炼虚强者的本命法宝，就是打算跟他以命换命啊！此刻他已经被锁定，避无可避，躲无可躲，只能硬扛。当360颗星辰箭雨坠落时，整片天地都仿佛变得不堪重负，脆弱如纸。在如此强压下，魂部首顶在最前方的万魂幡直接被打碎，就连元神法香也仅仅只是扛了不到10秒就寸寸崩碎。是生是命，魂部手七窍喷出黑血，破碎的元神裹挟着本命精血，刹那间将百里内所有的草木生命力强行抽离，形成一道屏障笼罩着。可惜没有丝毫作用，300多颗星辰凝聚成的箭雨轻轻松松穿透了所有的防御。当最后一道星辰剑芒穿透魂部手的眉心时，天空中的星河虚像突然扭曲崩解。姬兰喷出一口精血，千丈法相如琉璃般碎裂，寒玉仙元神变得近乎透明。他踉跄着从云端坠落，白衣被自己咳出的鲜血染成刺目的金红色。遭受此种攻击的魂部手神色呆滞地砸向地面。30里外，早就做好准备的曹孟德脚下御剑化作一道流光，冲向正在坠落的姬兰。终于在即将坠地之前，一个旋身将他稳稳接住。怀中女子白衣染血，青丝散乱，眉心那道常年不化的寒霜此刻竟透出几分脆弱。她睫毛轻颤着睁开眼，朦胧视线里映出青年紧绷的下颌线。你……姬兰沾血的唇瓣微动，气若游丝的呢喃：“为什么不逃？”两位化神之间大战，稍微靠近点的生物被波及到只有一死。这个小家伙能这么快接到他，只能说明一直位于中心附近。难不成是和龙傲天一样，对他图谋不轨？这般天赋也不是不行。没等姬兰过度乱想，他突然咳出一口精血，彻底昏死过去。看着怀中昏迷的姬兰，曹孟德迅速取出一枚疗伤丹药，轻轻掰开他的唇瓣喂了进去，然后看到因为激烈战斗导致破碎的法器衣物下散露出来少许圣光。得罪了，说不定以后就习惯了。他低声说道，同时从储物戒中取出斗篷，先将姬兰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换衣服什么的要等先捡完漏再说，要不然对方跑了，那可真就丢了送上嘴的肉。把姬兰固定好背在身上，开始寻找魂部手。到达一处乱石林中，发现了些许血迹，看来人就在这里面。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曹孟德心头一凛，循声望去，只见魂部手单手慢慢爬了上来，虽然半边身子都已经破碎，但周身依然缠绕着诡异的黑气。该死的老娘们！魂部手阴冷的目光直刺曹孟德，看见背上昏迷的姬兰时，眼底的浑浊瞬间消失。小辈，把那个女人交出来，本尊饶你不死。一位筑基蝼蚁还是很好对付的，现在自己重伤濒死，就连储物戒指都不知所踪，必须吞噬姬兰的血肉续命。看着魂部手强撑气势，曹孟德没有丝毫轻视，毕竟对方是一尊半部炼虚强者，怎么谨慎也不为过。让他交出姬兰那不可能，自己还想补刀魂部手舔包呢。他记得自己好像有个系统奖励的万魂幡，呸呸呸，是人皇幡，只是冒紫气而已。眯起眼睛，神识探入右手食指上的储物戒指，同时仔细观察。这魂部手表面看似气息充足，但破碎的元神和不断逸散的黑气已经暴露了真实状态。这老魔分明是强弩之末。前辈说笑了。曹孟德突然露出憨厚笑容，背着姬兰后退半步。晚辈这就……话音未落，右手一抬，金黄色冒着紫气的人皇幡出现在手上。小辈，你敢耍诈！魂部手瞳孔骤缩，感受到人皇幡上散发的不对劲。你这人皇幡怎么酷酷冒黑子的气？到底你是魂殿的还是我是魂殿的人？怎么感觉你这魂幡用的比我这个化神还要熟练？前辈既知是诈，又何必多言？曹孟德咧嘴一笑，眼中寒光乍现。一尊半部炼虚的灵魂一定能让人皇幡充实不少。他猛地挥动人皇幡，刹那间紫气翻涌，无数紫色锁链从幡面飞出，招魂部手缠绕而去。这些锁链上面的散发的黑紫气比他的万魂幡还要浓厚。找死！本座就算只剩一缕残魂，也不是你这等蝼蚁能抗衡的。魂部手怒喝一声，残存的左手挥出3道鬼爪。可当鬼爪触及锁链时，那些锁链竟如入无人之境，直接穿透黑气，将他残破的身躯死死捆住。被紫色锁链死死缠住后，魂部手惊骇地发现，这些锁链竟在吞噬他残存的力量。他疯狂挣扎，黑气翻涌，却始终无法挣脱。不可能！区区筑基蝼蚁怎会有如此邪气？他嘶吼着，眼中终于浮现出一丝恐惧邪气。
曹孟德咧嘴一笑，指着上面那3个字：“前辈可别乱说，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人皇番，冒的是紫气东来的紫气，祥瑞的很。当我不识货，名字而已，想怎么叫就怎么叫。”魂不守气的元神又散了几分，但很快他眼中闪过一丝阴狠：“小辈，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座？”他狞笑一声，最后些许残破元神骤然爆发，一股恐怖的精神冲击直冲曹孟德识海：“给本座陪葬吧！”然而，嗡，精神攻击撞在曹孟德身上，却像是撞上了一层无形的屏障，完全不起丝毫作用。什么？曹孟德摸了摸身上流转着暗金色纹路的衣物，咧嘴一笑：“不好意思，前辈看来是命不久矣，连件法衣的防护都穿透不过。魂不守，你个老六，不当人子！身为名门正派，居然如此行事！”内心骂凉皮兮，可人黄帆的锁链已然收紧，一股恐怖的吸力爆发，硬生生将他的残魂从破碎的肉身中扯出。不！魂不守发出凄厉的嘶吼，可他的挣扎毫无意义。噗！随着肉身彻底倒下，成为一滩烂泥，他的灵魂被彻底拽入人皇帆中，化作一道扭曲的黑影，在帆面上痛苦挣扎，最终被黑紫气彻底镇压奴役。恭喜前辈成为人皇帆第1位住户。曹孟德笑眯眯地抖了抖帆面：“放心，以后还会有更多邻居来陪你的。要是有好的对象，也可以给我吓死了吗订单，有机会晚辈把他们带进来，一起叙叙旧。”魂不守的灵魂在帆中疯狂咆哮，却再也无法挣脱。这魂帆不知是何种材质所致，他竟无法反噬帆主。已经解决最大的问题，现在要去找掉落的碎片和戒指在哪。通过一番搜寻，万魂帆碎片就在石林中，而储物戒指在一片林子中找到。戒指通体漆黑，散发着一股阴冷气息，上面化神强者的神识已经彻底消散。啧，这老魔还真是富得流油。曹孟德一边嘀咕，一边检查储物戒中的物品。神识探入，立刻感知到了几样极为珍贵的物件：混沌本源碎片、残破魂鞭、魂印，可给混沌之刃吞噬材料20块，法宝6件。残破魂鞭对灵魂精神力强大者伤害增加3倍，完整状态下伤害增加10倍。魂印滴血认主，奴役他人的印记，需对方放开自己的灵魂，被印下后，对方会变成自己的奴隶，可以操控对方的生死。其中甚至还有系统并没有提示的物品，让他都产生了想吞噬的兴趣。混沌本源碎片、混沌大道本源碎片、阴阳原液，蕴含天地阴阳法则的液体；星辰甘露，蕴含星辰之力的露水。6品青莲，赚大了！曹孟德双眼放光，这些东西随便一样拿出去都能引起腥风血雨，现在全归他了。他迅速将战利品收好，目光投向基兰，得先带离开。这战斗的波动，察觉到的强者估计很快就会来了。背起基兰，从落石堆里面翻出鼻青脸肿的龙傲天，继续绑着悬浮，随便挑了个方向，先跑为上。祝大家端午安康！感谢你们的关注与支持，愿生活如粽子多彩丰富，事业发展如龙舟勇往直前。距离万里之远的魂殿，随着魂不守的死亡开始发生剧烈的震颤。魂不守死了，他出去干什么？废物，什么都不知道，要你们有何用？给我去查！山风呼啸，卷起漫天枯叶。曹孟德背着昏迷的姬兰，左手拽着被灵力绳索捆住的龙傲天，在崎岖的山路上疾行。没过多久，就走到了一片荒漠上。龙傲天那张原本英俊的脸，此刻肿得像猪头，嘴里塞着破布，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别嚎了，再吵就把你丢这里！曹孟德头也不回地威胁道，同时警惕地环顾四周。化神强者打斗的动静太大，更别说还陨落了一位，定会引来其他修士。苏醒不久的龙傲天闻言立刻噤声，眼中的怨毒之色更甚。此时季兰的身体软软地靠在曹孟德背上，金色血液已经浸透了斗篷，在曹孟德肩头留下一片温热。他的呼吸微弱但平稳，连续喂了10几颗的疗伤丹药正在缓慢发挥作用。得找个安全地方。曹孟德暗自盘算，他神识扫过新得的储物戒，里面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现在不是清点的时候。远处传来几声妖兽的嘶吼，曹孟德眉头一皱，迅速改变方向，朝着有山那边掠去。倒不是害怕这些，主要是带着2个拖油瓶，动静大了点，那就麻烦了。刚进入山脉不久，就看到一处废弃的矿洞，倒可以用来藏身。就这里了，得赶紧帮姬兰处理一下伤口。曹孟德放下姬兰，随手把龙傲天打晕封住五感，神识捆住扔在角落，布下几道警戒阵法后，这才松了口气。洞内干燥通风，有一块还算平整的大石头，还有一些生火的痕迹，显然曾有人在这边过夜。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颗夜明珠，柔和的光芒立刻驱散了黑暗。小心翼翼地将姬兰瓶放在石头上，掀开斗篷检查她的伤势。斗篷下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姬兰的白色衣裙已经被鲜血染成金色，
多处破损处露出雪白的肌肤，胸口一道狰狞的伤口仍在缓慢渗血。这伤，曹孟德皱眉，取出几瓶上好的疗伤药，轻轻解开姬兰的衣襟。手指触碰到她冰凉的肌肤时，只感觉姬兰的皮肤如羊脂玉般细腻，此刻因失血过多而显得苍白。没办法，还得是我。曹孟德深吸一口气，专注地为她清理伤口。敷药时，姬兰在昏迷中微微蹙眉，发出一声轻哼。她的睫毛轻颤，脸颊微微抖动，让曹孟德不由多看了两眼这女人。安静时的模样倒是比醒着时可爱多了。姬兰突然轻吟一声，无意识地抓住了曹孟德的手腕，手指纤细却有力，紧紧地攥住他的手腕。曹孟德愣了一下，试着抽出手，却发现姬兰握得很紧，无奈地笑了笑。这可是你不松手的，他还得给这位高冷神圣的宗主大人换衣服呢。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套干净上官希月的素灰宫裙，曹孟德轻咳一声，目光在姬兰身上游移不定。宗主，这可是为了救你，别醒来后一剑劈了我。他嘀咕着，手指轻轻挑开她染血的衣襟。随着衣物褪下，姬兰如玉般的肌肤逐渐显露，在夜明珠的柔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看着这些蓝光限制级画面，曹孟德喉结微动，假装迅速移开视线，实则一直在大饱眼福。可要帮他穿衣服，手掌仍会不可避免会地触碰到他的肌肤，温凉细腻，让他打定了决心，必须拿下这伤。他目光落在他胸口那道狰狞的伤口上，黑气缭绕，显然是被魂不守的邪气侵蚀。若不及时清除，恐怕会留下隐患。既然收获了混沌本源碎片，那阴阳原液这种混沌材料之一就没那么重要了。取出从魂不守储物戒中搜刮的阴阳原液，此物蕴含大量阴阳之力，正好能中和邪气。指尖蘸取一滴晶莹液体，轻轻点在姬兰的伤口上。姬兰眉头紧蹙，无意识地轻哼一声，身体微微绷紧。阴阳原液渗入伤口，黑气如遇天敌，迅速消融。曹孟德见状，从黑戒中取出几滴星辰甘露，生命灵泉滴在他的伤口上。随着星辰与生命的力量流转，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还是化神老怪储物戒指里面的宝物多。师尊的回去后得问他戒指藏在哪里，他满意的点点头，继续手上的动作。待伤口处理完毕，他拿起素灰宫裙，小心翼翼地替她穿上。姬兰的身段修长柔美，即使昏迷不醒，仍带着一股不容亵渎的凛然气质，这让曹孟德很想征服她。在帮助穿衣时目不斜视，系衣带时更是正气四溢。只不过稍微感受了下，那如绸缎般光滑。呼，终于穿戴整齐，他长舒一口气，要是再继续下去，可保不准会捅出什么幺蛾子。忍着比打架还累，他擦了擦汗，目光落在姬兰沉静的睡颜上。此刻的她褪去了平日的冷傲，眉眼柔和，唇色虽淡，却如初绽的梨花般清丽。曹孟德伸手轻轻拂开她额前一缕散落的发丝，打量着额头中间的印记。他记得姬兰胸口前好像有星辰的纹身，之前的那一招召唤星辰剑语就是这样使出来的。宗主大人，你可欠我一条命了。他低声笑道。就在这时，姬兰的睫毛忽然颤了颤，眉头微蹙，似乎有苏醒的迹象。看见这一幕，曹孟德迅速收回手，正襟危坐。姬兰缓缓睁开眼，金色的眸子初时有些迷茫，但很快恢复清明。他目光一转，落在曹孟德身上，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崭新的衣裙，眼神骤然一冷。你，宗主别误会。曹孟德连忙摆手，我只是帮你疗伤换衣，绝对没有半点逾越之举。虽然有些恼怒对方的坦诚，但感知到自身的情况，姬兰沉默片刻，声音沙哑地问：情况怎么样？魂不守死了，我们现在位于北国虎牙山脉边缘一处洞中。孟德，带我和龙傲天继续离开，这里离战斗之地300里不到，太近了。赶，快吃下，我们连夜就走。说着，姬兰从储物戒指中拿出几枚隐息摒气丹药，伸手接了过来，两人分别吃下一颗，再给龙傲天喂下一颗，开始整装。由于姬兰只是刚刚醒来，一身修为暂时调动不了，只能由他背着，反正有神识可以观察。把他摆成一个坐姿，曹孟德调整了下姿势，让姬兰能更舒服地趴在自己背上。抓紧了，他低声道，身子往后一靠，触碰到柔软的身子，左手一挥，灵力凝聚成绳索，将昏迷的龙傲天捆着，看起来在拖拽，实则离得5厘米左右。姬兰的双臂环住他的脖颈，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畔，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背部肌肉的每一次起伏，那充满力量感的线条随着步伐微微绷紧。而曹孟德则能感觉到背后和师尊的感觉大为不同。往东南方向走。姬兰的声音虚弱但清晰。从那城池换一个方向回宗。曹孟德点点头，调整方向。只要感应到前方有妖兽出没，便会刻意避开，防止徒生事端。遇到野兽就简单吓走或瞬间秒杀，收进储物戒。龙傲天的身体在灵力牵引下像块破布一样拖在地上，
时不时撞到突出的物体，发出沉闷的声响。你对他倒是毫不客气。姬兰趴在脖间，感受着男子气息，心脏砰砰直跳，颤声道：“金色的眸子瞥了眼面容变化连亲妈都不认识的龙傲天，一路过来，只要醒了就不安分，只能这样了。”姬兰闻言轻笑了一声，温热的气息拂过曹孟德的耳廓。这死小子确实不让人省心。夜色如墨，林间偶尔传来几声妖兽的低吼。曹孟德背着姬兰，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谨慎，他的神识扩散开来，将方圆数里的动静尽收眼底。前方3里处有一群赤瞳狼，绕过去。姬兰的神识传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听到声音，曹孟德微微颔首，身形一转，悄然改变路线。他能感觉到姬兰的呼吸变得急促，显然刚苏醒过来，在不断的探查下消耗不小。宗主注意身体，他低声道。无碍。姬兰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只是伤势未愈，探查范围有限。由于增加了些许的距离，再加上曹孟德故意表现得颠簸一些，让背上的姬兰贴得更加紧，这让姬兰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以前抱着他大腿的小家伙，现在这样背着他。你的修为提升得不错。他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亏了西岳师尊。曹孟德微微侧头，唇角勾起一抹笑意。其实宗主你也能助我提升修为。姬兰轻哼一声，少贫嘴，专心赶路。两人一路疾行，终于在破晓时分抵达了那座边陲小城。城门还未开，但已有早起的商贩在城外摆摊，城门口排起了小队，将姬兰带入城中，进入客栈，开了一间房，把她放到床上，顺手把龙傲天丢在一旁的浴桶中。这小子路上醒了2回，全都被扇晕过去。龙傲天，我到底是不是人啊？我们先在这里休整一下，等风头过去再走。曹孟德说道。姬兰点点头，金色的眸子扫过四周，全都是凡人。随后看着曹孟德，心中不知为何莫名的安定下来。他忽然觉得好友的弟子获得机缘修为提升后，并没有目空一切，反而变得更加可靠。对方的天赋，现在的修为，这一路上的稳重，这么多年被区别对待，仍保留对宗门的忠诚。西岳我也担这么多年了，难得遇到一位知根知底的人，你还对其不好，别怪姐妹抢你弟子。姬兰内心说服自己，直接下定决心。回到宗门后，他要把曹孟德从上官西岳那抢过来，给自己当弟子。既然你不珍惜，那我就好好培养他。就在这时，龙傲天的手指微微动了动，似乎有醒来的迹象。曹孟德眼疾手快，一掌劈在他后颈，龙傲天又软绵绵地睡了过去。姬兰挑眉，你倒是果断，省得麻烦。曹孟德双手一摊，耸了耸肩，看着这干脆利落的动作，他嘴角微微上扬，靠在床头，又发现了一个突出的亮点，果断行动力强。你这些年在西岳门下过得如何？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探究。正在清点黑界中到底有多少资源的曹孟德顿了顿，随即笑道：师尊待我很好，虽然有伤，但仍倾囊相助，总是教导到深夜。是吗？姬兰轻哼一声，你天赋重新起来了，上官西岳不这样做，难道让你另投他们？那也只是最近的情况，没有获得你的机缘前，可是不怎么在乎。房间内一时安静下来，曹孟德没想到姬兰连这种事都知道。他转身看向床上的女子，发现她正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宗主。两人沉默片刻，姬兰面色逐渐变得红润。毕竟抢别人徒弟这种事情，做出来可是要被同辈修士笑话的，万一被拒绝，面子就更挂不住了。还是先慢慢试探吧。看着姬兰苍白中带着红润的脸色，沉吟片刻后开口道：宗主，我帮你运功疗伤吧，单纯的嗑药吃附神草补元丹，伤势恢复太慢了。不必了，我自行调息即可。姬兰闻言，金色的眸子闪过一丝犹豫，轻轻摇头。这样的方式的亲密接触不得行，此地距离宗门尚有万里之遥。我带着你和龙傲天，若是途中遇到强敌，恐怕难以应对。若宗主能恢复些实力，也能更快返回宗门。姬兰抿了抿唇，目光落在曹孟德坚定的面容上。他自然明白他说的有道理，但修士之间灵力疗伤颇为亲密，尤其是他身为宗主，让一个弟子为自己疗伤，总觉得有些不妥。可对方说的也是实话，按照伤势，光吞服这些疗伤丹药与修复灵魂元神的灵药草也需要个1-2个月才能恢复大半，想要彻底治好的，去让老祖帮忙。行吧。姬兰内心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后，还是同意下来。最主要让他同意下来的，就是给上官西岳传讯，没有丝毫回应。老祖处于必死关状态，无法沟通，给师拜天传讯，拜托，那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丢不起这个脸。太上长老正在准备突破合体地资源，不知道在大陆哪个位置，让元婴前来，被注意到就完了。这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站在他这一边，只是疗伤而已。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又不是和弟子发生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
孟德，拜托了，你也不想被敌对宗门的人发现，死于非命吧？姬兰看着曹孟德，想起以前看到画本中这样的话，直接开起了玩笑。听到这句话，曹孟德冒起一个问号，这不应该是我的词吗？看着小年轻愣住，姬兰对这句话还算满意，缓缓坐直身子，将散落的发丝拢到耳后，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来吧，不过你注意点，才筑基后期的修为，别为了疗伤让我吸干了。宗主放心，我自有分寸。曹孟德闻言一笑，眼中闪过一丝自信。笑话他可是身怀混沌圣体，就算修为没那么高，但以混沌的力量进行疗伤还是可行的。走到床边坐下，与姬兰面对面，两人之间不过1尺之距，他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幽香。双手轻轻搭在他手臂上，隔着薄薄的衣衫，感受到他传来的温热。请宗主运转功法，我会以灵力辅助。曹孟德伸出双手，掌心向上。姬兰略一迟疑，终究还是将纤细的玉手轻轻放在他的掌心上，相触的瞬间，他是微微一颤，而猛跟过师尊的曹孟德就比较熟练。开始吧。姬兰闭上双眸，睫毛轻颤，两人收敛心神。曹孟德运转混沌圣体，一股温和而浑厚的灵力自他掌心涌出，缓缓渡入姬兰体内。姬兰眉头微蹙，感受到那股灵力中蕴含的奇异力量，竟比他想象的还要精纯浑厚。看来对方还有更深层次的秘密没有被他发现，遇到的机缘显然不仅与龙族有关。他引导着这股灵力在经脉中游走，惊讶地发现不仅与魂部首战斗所产生的伤势正在被滋润，就连以前的暗伤都有所修复。只要再来上个100多次，这次战斗造成的伤害配合着各种天材地宝，有把握1个月就彻底恢复。你的灵力。他忍不住睁开眼，眸子里满是诧异。乖，专心疗伤。曹孟德嘴角微扬，故意加大了输出。混沌之力在他体内流转，通过两人相触的手掌源源不断地传递过去。姬兰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舒服的让他差点呻吟出声。他急忙咬住下唇，脸颊泛起一抹红晕。这种被他人灵力充满的感觉太过亲密，让他心跳不自觉地加快。窗外朝阳渐起，将两人身影投在墙上。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气息渐渐提升。曹孟德能清晰感受到姬兰体内每一处伤势的变化，而姬兰则震惊于这个弟子灵力的特殊，还隐隐带着一种令他站立的威压。差不多了。约莫1个时辰后，曹孟德缓缓收工，用1半的实力在额头逼出细密的汗珠，让姬兰误以为他消耗不小。而姬兰从奇妙的状态脱离开，看见面色略显苍白、满头大汗的曹孟德，这才想起来他连金丹都不是，帮他疗伤一定很吃力吧。而曹孟德抓住机会，眼皮沉重垂下，身体向前倾倒，避开胸口的伤处，精准地落入姬兰怀侧。曹孟德。姬兰的声音里罕见地带上了一丝慌乱。没有回应。怀中的人呼吸均匀而绵长，仿佛真的力竭昏睡。关心则乱，并没有动用神识去查看怀中人的伪装。真是胡闹，居然一点都不留。他低声斥责，没有将人推开，垂眸看着怀中人苍白的脸色，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情绪。他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更别说让对方靠在自己怀中。按理说他应该立刻将人丢开，可手臂却像有自己的意志般轻轻环住了他的肩膀。筑基后期就敢逞强，他轻声自语，指尖拂过他额前湿发。不知道这混小子除了获得龙族机缘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怀中曹孟德闭着眼睛，能感受到姬兰每一个动作，身上淡淡的幽香意外的令人心安，体内心跳声透过胸膛传来，起初有些急促，渐渐平稳下来。他暗自好笑，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宗主遭遇攻心之际，竟像个普通女子般手足无措。宗主，他装作虚弱的呢喃，故意动了动。姬兰身体一僵，仍没有推开他。醒了就自己坐好。他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却没有了往日的威严神圣。曹孟德假装吃力地撑起身子，却在半途虚弱地又倒回去，这次整张脸都埋进了姬兰的颈窝。他感觉到姬兰的呼吸一滞，手指抓紧了衣袖。弟子无力，声音表现得很虚弱，嘴角却微微上扬，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刻结束这荒唐的局面，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却让他无法动作。或许是感激他的疗伤之恩，或许是对未知机缘的好奇，又或许是那灵力交融时产生的奇异亲近感。姬兰心中天人交战罢了。他终于轻叹一声，一手扶着他的背，一手轻轻托住他的后脑，让他更舒适地靠在自己怀中。就这一次。窗外一只鸟落在枝头，好奇地歪头看着室内相拥的两人，呸了2口飞走了。宗主身上好香，他故意迷迷糊糊地嘟囔。而听到声音，姬兰的身体又是一僵。胡言乱语。姬兰小声斥责，低头看着怀中人俊朗的侧脸，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涟漪。这个弟子身上有太多秘密，此刻表现出的虚弱与依赖，
与他印象中那个自信从容的曹孟德判若两人。对啊，何不自己查看一下，说不定就知道了。随后悄然释放出一缕神识，探入曹孟德体内。这一探不要紧，除了发现有不认识的体质之外，还发现这小子体内灵力充沛，哪有什么力竭的迹象，分明是在装模作样。曹孟德，姬兰一字一顿地咬牙道，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曹孟德心知不妙，但戏都演到这份上了，干脆继续装死，甚至还故意往他怀里又蹭了蹭，装得挺像啊，灵力充沛得很，却装成力竭昏迷的样子，占便宜占到我头上来了。说着，姬兰直接无师自通，伸手掐向怀中人腰间。司曹孟德倒吸一口凉气，猛地弹坐起来，捂着腰侧龇牙咧嘴。宗主，您这是要谋杀亲夫啊？不是谋杀功臣啊！姬兰在话语中精准地捕捉到谋杀亲夫这4个字，眸光微闪，心中竟莫名泛起一丝得意。他轻抬下巴，指尖优雅地拂过自己的发丝，心想这小子倒是眼光不错，知道本宗主风华绝代，举世无双，他会动心也在情理之中。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镜中自己的倒影，黛眉如远山，杏眸含秋水，朱唇不点红，尤其是那一身神圣的气质，确实不是寻常女修能比的。现在曹孟德确实不错，颜值很顶，天赋目前来看比他还好，可以好好培养。要是以此给他定下一个正向的目标，努力修行，恐怕200年内就能突破化神。若是当真了，算是为自己培养了夫君，也不错。正沉浸在思绪中，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竟在认真考虑这种荒唐事，顿时耳根一热。放肆！他板起脸来，指尖作势要弹曹孟德额头。谁给你的胆子细弄本宗主？曹孟德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接触的瞬间让姬兰心神微颤。弟子知错。他嘴上认错，眼中却带着狡黠。只是宗主太美，弟子一时情难自禁，油嘴滑舌。姬兰想抽回手，却发现被他握得极稳。只见曹孟德的神色忽然变得非常正经。宗主恢复的怎么样？可以行动了不？该回宗了。这种转变让姬兰瞪大了金色凤眸，这正经的语气，恭敬的神色，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仿佛之前那些轻佻言语不是出自他口。不知为何，这让姬兰心中有些郁闷，这小家伙到底是看上了还是没看上？这不上不下的感觉真让他难受。本宗主行动方面已无大碍，既然如此，即刻上路。说着，姬兰从储物戒中取出法宝千幻面纱，她纤细的手指轻轻一抖，那看似普通的纱巾便如活物般展开，散发出淡淡灵光。此物可改变身形气息，合体圆满以下难以看破。姬兰的声音依旧虚弱，但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威严。我的实力现在不宜使用，容貌太过突出，一招惹祸端，还是改头换面为好。看着这件法宝，曹孟德觉得还是系统给的改头换面更好，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他甚至还能变成上官西月和姬兰。只见姬兰将面纱附在脸上，灵光流转间，瞬息之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肩膀变宽，腰身变粗，面容逐渐棱角分明。眨眼功夫，那个高冷神圣的玉灵宗宗主竟变成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大汉。我现在叫铁三，是一名天赋还不错的散修，想进入玉灵宗修行，正好路上碰见了你，便结伴而行。莫得问题。曹孟德比了个 OK 的手势，表示自己清楚。这时浴桶中的龙傲天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只觉得全身到处都痛，眼前还有些发黑，还被束缚住，很不舒服。待视线逐渐清晰，他看到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大汉正居高临下地盯着自己。你是谁？龙傲天挣扎着弄断了绳子，挣脱出来，扶着腰颤颤巍巍地站起。醒了。粗犷的声音从大汉口中传出。我叫铁三，是北国散修，想去拜访传说中的玉灵宗，正好碰到寒月仙子座下3弟子曹孟德，正巧结伴而去。而龙傲天整个人还是有些迷糊，转头看向一旁的曹孟德。曹师弟。曹孟德强忍笑意，表面上什么都没说，实则传音将这一切假话一本正经地告诉了龙傲天。听着这些话，龙傲天将信将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尤其是那大汉看自己的眼神带着几分嫌弃和无奈，让他浑身不自在。还有宗主和魂殿强者大战一场后，竟然不管他们，直接回宗门去了。特别是战斗后居然抛弃了他，该死！既然别让我的修为超过你，不然……这一刻按道理原本会走到一起的两人，直接互相嫌弃厌恶起来。3人简单收拾一下，离开客栈时已是正午。这座叫青岩的小城虽不繁华，但街道上人来人往，也挺热闹。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食物香气，先填饱肚子再赶路。铁山模样的姬兰摸了摸肚子，曹孟德暗自好笑，没想到高冷的宗主伪装起粗汉来如此惟妙惟肖。
他们找了家看起来干净的食肆坐下，店小二热情地迎上来：“几位客官，吃些什么？有什么特色？”“我们青岩城的特色有火灵鱼和盐蜂蜜糕，方圆100里就我们这儿独一份。都上来，再来壶好酒。”铁三豪迈地拍桌。青岩城酒楼内，店小二刚把酒菜上计，便有一道画神强者的神识迅速扫了过去，并没有发现他想要寻找的这3人就在下面这座小城中。除了姬兰有所察觉外，那2人没感到任何异常。铁三兄，尝尝这火灵鱼，本地特色，在水中会冒火的鱼，需要通过特殊火焰才可以炒。曹孟德将一块鱼肉夹到姬兰碗中，姬兰伪装成的铁三眉头一皱，粗声粗气道：“曹兄，我自己会夹。”但手却很诚实地将鱼肉送入口中。鱼肉入口即化，带着一股独特的火焰气息，让他眼前一亮。这凡俗小城的特色也别具一番风味。哼，勉强能吃。他故作嫌弃，却又夹了一大块。龙傲天在一旁默默扒饭，总觉得这个叫铁三的散修处处透着古怪，尤其是对方时不时瞥向曹师弟的眼神，让他心里直发毛。难不成曹孟德和这个叫铁三的2人对上眼了？想到那种画面，龙傲天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默默挪动了一下位置，远离了2人。现在快吃完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银铃声，叮铃叮，整个酒楼瞬间安静了几分。其他石蓉皆面露恐惧地看着，不敢动弹。走上来的是一位身着粉纱的少女，约莫28年华，眉心一点朱砂痣，腰间银铃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悦耳声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穿着，只能用1个字来形容：若隐若现，不断吸引着凡人的眼光。他却没有丝毫的愤怒，让盯着他看的人眼珠子都快掉地上去了。是合欢宗圣女苏妖娆，她又来了。有人低声惊呼，显然已经认出来了。怎么办？这回哪个倒霉蛋会被选上？千万别是我，上一回差点把小命丢了，整个人都快不成人样了。就连曹孟德都盯着苏妖娆，不是被吸引，而是又听到了命运的交响。这位公车圣女居然会被天道安排给龙傲天，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命运的交响曲再次波动了，他看到了合欢宗圣女的命运。苏妖娆、宋宝红颜，命运。由于各项资源被为之截取，天道篡改命运为恋爱脑，由未来的敌对改变为对龙傲天一见钟情。他决定要和龙傲天一生一世一双人，将108位夫君贬为炉鼎，与青岩城2658位凡人炉鼎断开联系。为了助龙傲天恢复斗志，开始将多年收集天地灵物赠送给龙傲天，后被龙傲天抛弃。机缘：5000年人参、九叶云芩、龙岩精、回阳心露、养魂木、紫胶果、玄灵叶。看到合欢宗圣女有108位夫君，2658位情夫，肉身菩萨，这让曹孟德头皮炸裂。玩得这么花，放得这么开，天道看来是瞧见安排的机缘不断被劫，对这位气运之子开始崩坏了。可这机缘如何截胡？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就能上，他可不想碰公交车。伪装成铁三的姬兰眉头一皱，粗犷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他发现曹孟德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合欢宗圣女，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如此放荡的宗门圣女，不知与多少修士发生过。哼！他冷哼一声，抬起桌下的脚，狠狠踩在曹孟德脚背上。司曹孟德倒吸一口凉气，虽然没有动用修为加持，但化神肉体岂会废物？他转头看向铁三模样的姬兰，只见对方正用那双铜铃大的眼睛瞪着自己，眼中满是警告。铁三兄，这是何意？曹孟德龇牙咧嘴地问道。姬兰粗声粗气地开口：曹兄，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他刻意加重了看字的发音，同时脚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这下曹孟德恍然大悟，原来是很像吃醋了，连忙收回目光。没什么，就是觉得那铃铛挺别致的。哦。姬兰眯起眼睛，脚底又捻了捻。曹兄对铃铛这么感兴趣？继续传音道：这么喜欢看，我也有一对，回去给你看个够。听至这话，曹孟德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要不是眼前是铁三的外貌与大庭广众之下，他一定会上手去看看那铃铛有什么不同之处。嗨嗨，铁三兄说笑了。曹孟德干笑2声，赶紧转移话题：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就在这时，苏妖娆的目光突然扫了过来，他先是瞥了一眼龙傲天，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随后又看向曹孟德和铁三。这位道友。苏妖娆摇曳生姿地走到龙傲天身边，声音酥麻入骨：小女子苏妖娆见你气宇轩昂，不知可否赏脸共饮一杯？龙傲天正埋头扒饭，闻言抬头，顿时被眼前这若隐若现的美景堵住了2只眼睛。苏道友请自重。咽下口中的饭菜，龙傲天违心地开口。听到这话，看到对方的表情，便知道这是面子上的拒绝。苏妖娆眼唇轻笑，
眼波流转间尽是风情，直接顺势坐在龙傲天身旁，玉臂似有若无地蹭着他的肩膀。公子面生得很，是第一次来青岩城吗？奴家可是经常来青岩城游玩呢。闻着扑鼻的香气，感受到手臂间的柔软，龙傲天有些口干舌燥，下意识地点头。是的。看着刚见面就靠在一起的两人，曹孟德再次从龙傲天身上获得了命运提醒。龙傲天，气运之子，圣于3。命运。回宗后因冒犯师尊被关入听风崖，在崖边失足掉落入崖底水潭，沉入潭底，进入一品天阶炼丹师遇无穷的传承考验，通过考验拿到一品天阶炼丹师传承。机缘。一品天阶炼丹师传承，地阶法宝丹塔一座，9品、8品、7品。一品，每一品按效果分黄玄的天。这次除了能看到的命运和机缘外，还多了个数字3。由此可见，天道最多再给龙傲天安排3次助力，剩下的都得靠他自己。毕竟这方世界如此多的气运之子，天道并没有把宝全部压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这次掉入悬崖的机缘有些离谱了，不光能获到一品天阶炼丹师传承，还能获得丹塔。这位炼丹师一生所获得的所有丹方全在里面，还有炼丹投影。看着龙傲天和苏妖娆两人眉来眼去，曹孟德心中暗笑。这合欢宗圣女苏妖娆表面上一副清纯可人的模样，实则早已阅人无数，如今却被天道强行安排成恋爱脑，对龙傲天一见钟情，甚至愿意抛弃他的108位夫君和2658位情夫。至少龙傲天这段时间内不知道他刚刚看上的车早已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这剧情简直离谱。不过既然天道已经安排好了，那他自然不能浪费这个机会，因为他已经在命运中找到了关键，一见钟情和恋爱脑。只要稍加手段让苏妖娆变成病娇，这样可以让他用那些资源当作报酬，我来撮合他与龙傲天。想到这里，曹孟德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他轻咳一声，故意提高声音对龙傲天说道：龙兄，这位姑娘如此热情，不如咱们一起喝一杯。龙傲天正被苏妖娆撩拨的心猿意马，听到曹孟德的话，顿时如蒙大赦，连忙点头。好啊。被打扰磨蹭的苏妖娆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娇媚的模样，轻笑道：这位道有事。在下曹孟德，这位是我的好友铁三。曹孟德拱了拱手，笑容温和。姬兰、铁三冷哼一声，粗声粗气道：曹兄，咱们还要回去，不便久留。铁兄稍安勿躁，此女好像对龙傲天有意，说不定能促成一对良缘。小兰儿，玉简传。他装作啥也不知道，用玉简传讯，防止被金丹圆满的苏妖娆察觉到，同时也是对姬兰对自己好感程度的一次试探。要是不反感，他这样叫，以后就不叫宗主了。宗主这个称呼的在拿下后，出现在某些特殊场合，增加氛围和情绪。到时候的神圣和堕落反差一同出现在他的身上，想想就让人兴奋。姬兰听到传音中的兰儿2字，心头猛地一跳，脸上浮现出一抹可疑的红晕。好在千幻面纱的遮掩下并不明显，也无人看到那一抹羞红。他强压下心中异样，迅速用玉简回应：随你便。短短3个字，却让曹孟德嘴角的弧度更深了几分。他已经能确认上次大战后所获得了好感，在经过亲密接触的治疗提升的不止1星半点，居然能够忍受如此亲密的称呼。这种称呼他在玉灵宗18年可没有听到有人敢这么叫，也许那些敢这么叫的人都已经18岁了吧。正想着，一道铃声传来，叮铃，苏妖娆腰间的银铃轻响，位置改换到他一旁，眼波流转间的盯着他。曹公子这般盯着奴家看，莫不是？虽然本圣女对龙傲天一见钟情，可不代表不能有其他异性朋友。这位曹公子长得真俊俏，若是能发生些什么深入关系，也很不错。想到这里，苏妖娆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她故意轻身向前，让人能更好地看见里面的春光。苏姑娘请自重。曹孟德微微一笑，目光却不着痕迹地扫过一旁的龙傲天。果然，龙傲天的脸色已经有些发青，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虽然他对这位合欢宗圣女的过往一无所知，但男人的占有欲让他本能地感到不爽。哎呀，曹公子真是正人君子呢。苏妖娆眼唇轻笑，指尖却悄悄在桌下划过曹孟德的手背。这突如其来的触感让曹孟德感到一阵恶寒。好家伙，公交车想让我上车。余光瞥见龙傲天的表情更加难看了，迅速将手抽了回来，面露厌恶。你这般行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青楼头牌呢。苏妖娆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与羞恼。她身为合欢宗圣女，向来只有她挑人的份，何曾被人如此嫌弃过？更别说对方还拿她与青楼女子相比。曹公子这话未免太过分了吧？他声音微冷，指尖轻轻敲击桌面，腰间的银铃无风自动，发出摄人心魄的声响。酒楼内的食客们纷纷低头，生怕被波及。
合欢宗虽非魔道，但行事亦正亦邪，尤其是这位圣女，喜怒无常，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其媚术所惑，沦为炉鼎，不停汲取。而曹孟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表面上轻声道：“苏姑娘误会了，我只是觉得你既对龙兄有意，又何必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不如专心一点，免得两头落空。”随即直接传音过去：“我观苏道友好似特别喜欢龙师兄，对于此事我能帮忙。不过……”此话一出，令苏妖娆一愣，而这传音就像没传一样，居然还传入了龙傲天耳中。这曹师弟是在帮自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之前他可是3番4次与我作对。苏妖娆则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曹孟德，他确实对龙傲天一见钟情，可这曹孟德竟能一眼看穿他的心思，有趣。他忽然娇笑一声，玉手轻抚发丝，媚眼如丝的看向龙傲天：“龙公子，你觉得呢？”他被他这一眼看得心跳加速，但想到曹孟德刚才的话，又强行镇定下来，故作冷淡道：“苏姑娘，你我萍水相逢，彼此还不了解。苏姑娘，我们素不相识，还是保持距离为好。龙公子真是正人君子呢。”他指尖轻轻一挑，一枚玉简悄然滑入龙傲天袖中。“想了解，随时可以联系奴家哦。”说完，他翩然起身，腰肢轻扭，银铃叮咚作响，带着一阵香风离开了酒楼。同时，一道传音响起：“曹公子，奴家等你哦。”酒楼内的气氛这才缓和下来，食客们纷纷松了口气，捏了捏袖中的玉简。龙傲天心中既兴奋又忐忑，曹孟德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很好，鱼儿已经上钩了，接下来只需要推波助澜，让这位恋爱脑圣女彻底变成病娇。”他转头看向姬兰，传音道：“兰儿，咱们该走了。”姬兰、铁三冷哼一声，粗声粗气道：“曹兄倒是热心，还帮人牵红线，助人为乐嘛。况且龙兄若能抱得美人归，也是好事。”然后曹孟德立刻从戒指中掏出普通灵泉水，开始洗手，着重照顾刚刚被碰过的地方。而姬兰、铁三缓缓坐到一旁，咬牙切齿的传音：“曹公子，奴家等你哦。不知好坏，这种女人你也想睡？”听到姬兰这酸溜溜的传音，曹孟德差点笑出声来。他一边慢条斯理的擦着手，一边传音回道：“兰儿，这是吃醋了。放心，我对这种万人岂可没兴趣。”“胡说什么？”姬兰伪装成的铁三猛地一拍桌子，震得碗碟叮当作响。本宗只是担心你被合欢宗的妖女迷惑，你不准叫我兰儿。”这一巴掌声响把正在偷看玉简的龙傲天吓了一跳，连忙将袖子里的玉简藏得更深了些。“走吧，走吧，继续赶路，还得回玉灵宗。”曹孟德看着姬兰那负气鼓鼓的样子，心中暗笑，表面上却一本正经的点头：“铁三兄说的对，咱们这就启程。”三人结账离开酒楼，走出青岩城后，朝着玉灵宗的方向前进。由于是以曹孟德最快速度前进，仅仅1天就走了1000公里，在天黑前赶到了距离玉灵宗还有3天路程的栖霞镇。今晚在此歇息。姬兰化身的铁三粗声粗气地说道，大步走向镇上最大的客栈。“掌柜的，2间上房。”铁三拍出一锭银子在柜台上。银子通常在凡俗国度流通，宗门山脚下的村子、村庄、城镇使用较少。龙傲天闻言一愣：“铁三兄，我们3人为何只开2间？你1间，我和曹兄1间。”铁三铜铃大的眼睛瞪了龙傲天一眼：“怎么，你有意见？”这下龙傲天更加确定铁三和曹孟德这丝关系不对劲，恶寒的缩了缩脖子，不再多言。现在他实力不好，要是被盯上了，可就容易后门失守。对于只开2间房，曹孟德却知道是为啥，因为要帮姬兰疗伤，多开1间房还不好盯着他。“我先去休息了。”龙傲天接过钥匙，快步上楼。自从得到苏妖娆的玉简后，他就一直兴奋精神，此刻巴不得独处约一约。而曹孟德直接被姬兰强行拉拽进入另一间房间。“我有话问你。”2人进了房间，姬兰立刻布下隔音结界，这才取下千幻面纱，恢复了本来面目。那张绝美的容颜此刻带着几分愠怒，金色凤眸直视曹孟德。为何想撮合苏妖娆与龙傲天？因为他对兰儿不怀好意。姬兰一怔，羞恼道：“胡说什么？谁要你管了？”话落不好意思的别过脸去，却掩饰不住眼中的一丝慌乱。该死的混小子，要不是有伤在身，害怕吸引到魂殿注意，老娘真想拍死你。想是这样想，但姬兰的心情还是变好了起来。曹孟德走近一步，低声道：“龙傲天此人表面正直，实则心思龌龊，他看你的眼神，我可都记着呢。”说完顿了顿，然后曹孟德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既然如此，不如给他找个好归宿。那你也不该和那妖女传音，谁知道你们说了什么？”姬兰轻哼一声，但话中的语气已软了不少。怎么感觉这是吃醋了？
曹孟德进一步试探，伸出了手。谁吃醋了？姬兰拍开他的手，瞪了他一眼。我只是担心你被那妖女迷惑，误了正事。不信我，那苏妖娆不过是柯棋子，我利用她牵制龙傲天罢了。再说了，他忽然凑近，在他耳边轻声道：有宗主这样的角色在眼前，我哪还看得上别人？姬兰心虽然表面平静，内心惊喜异常，还是十分吃这一套的。他猛地推开曹孟德，羞怒道：你少来这套！谁要你看了？这副羞恼模样让曹孟德哈哈大笑，心情甚是愉悦，也确定了今晚可以更加过分。他适可而止地退开2步，正色道：好了，说正事。苏妖娆对龙傲天有意，而龙傲天以他的心智和状态根本无法炼化血龙珠，刚好可以和苏妖娆凑一对，可以让他为龙傲天付出不少。后面龙傲天得知苏妖娆的真实目的，肯定会抛弃他，最后因爱生恨，为玉灵宗解决一个想要抛弃的废物，还不会承担多少坏名声，岂不是双赢？听完曹孟德的计划，姬兰眸中闪过一丝讶异，没想到废物了这么多年，获得机遇崛起后，心思竟如此缜密。你这计划……他轻咬朱唇，犹豫道：会不会太狠了些？西月他，放心，师尊不会心疼这个龙傲天的。那就行，你动手记得处理得干净一些，不要被别人发现同门相残。谁说我们要亲自动手了？曹孟德摊手道：我只是给他们创造机会罢了，至于结果如何，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姬兰沉默片刻，忽然想起什么：等等，你方才说龙傲天无法炼化血龙珠？不错。曹孟德点头，血龙珠乃真龙精血凝聚而成，以他的修为和心性以及残存的蛟龙血脉，根本驾驭不了，若强行炼化，只会堕落成龙人。那这颗珠子还是给你吧。说完，姬兰重新化为铁三，撤去防御，坐到床上。早点回来，还要给我疗伤呢。好。离开客栈时，暮色已沉，栖霞阵笼罩在淡紫色的晚霞中。曹孟德刚踏出客栈大门，2道香风便一左一右拦住了他的去路。曹公子，我家圣女有请。左侧女子身着轻纱，纱下肌肤若隐若现，声音酥的能滴出水来。右侧女子更为大胆，直接伸手要挽他的胳膊。圣女说了，若请不到人，今晚我们姐妹可要受罚呢。面对放荡女修的斧臂，曹孟德侧身避开，目光在2人腰间一扫，同样的银铃，只是比苏妖娆的少了几分灵韵。带路吧。声音透露着几分冷意。2女对视一眼，毫不在意，眼唇轻笑，扭动着腰肢在前引路。银铃声清脆悦耳，引得着急回家的路人纷纷侧目。穿过3条街巷，来到一处僻静小院，院中栽满合欢花，粉红花瓣在晚风中簌簌飘落，香气浓郁的几乎让人窒息。曹公子请进，圣女在内室等您。2女停在廊下。曹孟德整了整衣襟，推门而入。内室烛火通明，苏妖娆躺着，一袭红衣半解露出精致的锁骨。见他进来，他慵懒地支起上身，银铃轻响。曹公子来得真慢，他手指不停转着一缕青丝，莫不是舍不得那位铁三兄弟？显然这位合欢宗圣女也误会了什么，但正好帮他减去了其他麻烦。绕了一圈，在离他最远的椅子上坐下。苏圣女深夜相邀，不会就会说这个吧？哎呀，这么生分做什么？苏妖娆赤足下榻，莲步轻移。他在曹孟德面前俯身，吐气如兰。你白天说要帮我拿下龙傲天，这个角度曹孟德能清晰地看见他衣领下。他不动声色的后仰，拉开距离。圣女修为已达金丹圆满，若真有意，直接掳走便是，何必大费周章？你懂什么？苏妖娆突然变脸，一掌拍碎身旁茶几。我要的是他心甘情愿。碎木飞剑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血色。自从在酒楼见到他，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这天道篡改的力量比想象中更强，竟能让合欢宗圣女这种女子都短暂收心。有办法让龙傲天对你死心塌地，就是……说着，曹孟德的摊开了手掌。我帮你要点报酬，很合理吧？合理，合理。苏妖娆语气急切。什么办法？很简单，让他的目标女性全都对他产生厌恶、反感，让他只能依赖你，离不开你。具体呢？苏妖娆眼睛发亮。这下曹孟德不说了，摆了摆手，意思很明显。这里有5000年人参、9叶云芩、龙岩精、回阳心露、养魂木、紫胶果、玄灵叶，全都算作定金。事成之后还有其他重金酬劳。成交？我会给你传讯，按照我的要求一步步来，他绝对是你的。时候不早了，曹某告辞。拿到想要的东西，曹孟德就打算溜了。而苏妖娆还有其他问题。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龙傲天过于好色，只要是个女的就有想法，所以达成统一目的后，曹孟德回到客栈房间内，
姬兰已经沐浴完，正等着他回来运功疗伤。幽香扑面，周围已经重新布满了迷惑阵法和各种禁制，而重新将注意力投射过来的天道则是差点崩散。什么玩意？我才将注意力切换到其他众多主角身上，送的机缘这么快就被抢了，造孽啊！还推算不出是谁抢的，气得天道银牙紧咬，不要让我发现你是谁，不然有你好果子吃。夜色渐深，客栈房间内烛火摇曳，确定安全，布下手段后，姬兰已经卸下铁三的伪装，换了一身素白内衫，正盘坐在床榻上调息。他听到动静，微微抬眸，金色凤眸扫了他一眼，淡淡道：“回来了。”曹孟德随口应了一声，径直走向屏风后的浴桶。宗主姐姐已经贴心地给他准备好了沐浴所需的一切。水声淅沥，雾气氤氲，靠在浴桶边缘，闭目调息，体内混沌灵力缓缓流转，将今日从苏妖娆那里吞噬的天材地宝、5000年人参、养魂木、紫胶果等尽数炼化，也将混沌本源碎片同时炼化，药力融入血脉，混沌圣体微微震颤，灵力越发精纯浑厚。差不多了。他睁开眼，满脸无奈之色。这些药材圣体都不屑吞噬，可是按照他所知，现在所处的就是个小千世界或小位面，像混沌本源碎片那样的，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没事，只要抱的美腿多了，到时候和夫人提一提，就能吃软饭了。擦干身体，换上干净衣衫，曹孟德走出屏风，见姬兰在闭目调息养伤，便径直走到床榻边坐下。开始吧。姬兰睁开眼，语气平静，但眸光微闪，似有一丝不自在。曹孟德点头，与他面对面盘坐，双掌缓缓贴上他的掌心。再次相触，姬兰发现内心仍然平静不下来，然后将注意力都转移到伤口上去。运转周天，两人灵力交汇，以彼此为循环，混沌灵力在姬兰体内流淌，如春雨般滋润损伤的经脉。不同于普通灵力，混沌之力蕴含造化之机，不仅能根据拥有者的修为来缓慢修复伤势，甚至能滋养他多年积累的暗伤。再次体验这股奇异的力量，心中的震撼越积越多，这到底是何种体质？古籍中好像没有任何记载，怪哉怪哉！他忍不住睁眼看向曹孟德，却见他神色专注，额角渗出细密汗珠，显然消耗不小。你的灵力，他低声开口，试图问些什么。专心。曹孟德打断他，掌心微微用力，混沌灵力流转更快。姬兰抿唇，不再多言，闭目配合。然而曹孟德浑身灵力气息激荡，身体内因为吞噬了那混沌碎片而发生变化。仅仅只是吞噬了一碎片，就让他的修为差点冲破金丹，停在筑基圆满。这样的结果还是混沌碎片99%被圣体吞噬，仅遗漏了一些。疗伤整整持续了2个时辰。快了，曹孟德这回是真的脸色苍白，灵力消耗过度，一个小小筑基给化神圆满疗伤本就比较吃力，更别说不停的持续2个时辰，就仿佛被榨干似的。结束时，季兰长舒一口气，发现自己的伤势已经好了不少，连神魂都清明了许多，明天就能带着他们回宗了，不需要苦哈哈的在地上慢吞吞的飞。他抬眸看向曹孟德，却见他身形微晃，有些脱力。你没事吧？他下意识伸手扶住他的肩膀，眼前微微发黑。曹孟德向前一倾，额头抵在他肩上，呼吸略显急促，有点累，这回是真的耗尽了。温热的吐息拂过颈侧，季兰身体一僵，本以为又是伪装，随意感知一下就知道是真的燃尽了，便没有推开。逞强，他低声斥责，任由他靠着，甚至还环着腰，在心中和自己说，是好友的晚辈，为了自己才这样的，没事的，只是抱一下而已。曹孟德闭着眼，嘴角微不可察的勾起。吞噬的药材已经炼化完毕，他的修为距离金丹只差临门一脚，而季兰的伤势好转，对他的依赖和信任也在无形中加深。更重要的是，他并未察觉两人关系的递进，底线的拉低，容忍提高。果然，一心向道，没谈过对象的仙子，最适合被他拉下，将一张白纸描绘成属于他曹孟德的专属。靠在洁白的肩头，鼻尖围绕着幽兰香气，曹孟德故意将呼吸变得更沉更急促，这声音和一直喷出来的热气让季兰有些不自然，但终究还是担心占据了上风。你好些了吗？好姐姐再让我靠一会儿。曹孟德低声道，声音里透着疲惫，灵力耗尽了，头晕。季兰沉默片刻，终究还是轻叹一声，你为我疗伤，消耗过度，我自当照拂。他说着，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背上，缓缓渡入一丝温和的灵力，助他调息。果然剧情在按照他设想的发展，感受着身体的虚弱在被补充。曹孟德得下些猛药，今晚最好有关键性突破，要不然回宗门了就不好搞小动作。兰姐姐的灵力真暖和。先是用亲昵的称呼分散注意力，然后微微使劲，两人倒下。
听到称呼，季兰身子微微一僵，显然对这个称呼有些不适应。本就失神的他没预料对方的动作，明明可以反应过来，可想到他虚弱的样子，是为了自己就强硬不起来，便任由地躺下。房间内一时静谧，只有烛火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拥着半边身子，曹孟德悄悄睁开一只眼，瞥见季兰白皙的脖颈和微微泛红的耳尖，心中得意更甚。别乱动。季兰的声音有些紧绷。没事，为你疗伤，现在休息而已。曹孟德假装无辜，却又得寸进尺地将手臂环上他的腰。感受到腰间的手臂，季兰身体微微绷紧，心乱如麻。察觉到他的默许，心中暗喜下，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处，闷声道：兰姐姐身上好香。胡说什么？季兰轻斥，声音却不再清冷，反而多了慌乱。真的。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他，眼中带着几分虚弱和依恋，像是雪后的幽兰，清冷又温柔，像天边的云朵，高贵而雍容。被他直白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季兰偏过头去，莫要胡言乱语，好好调息。这下好了。曹孟德不依不饶，撑起身子凑近他：兰姐姐，你对我真好。两人的距离骤然拉近，呼吸交错。季兰心头一跳，浓烈的气息下神色有些迷糊，想要推开他，却被握住了手腕。就是这个机会，曹孟德目光灼热地凝视着他：兰姐姐，你真美。话音未落，他的唇已经轻轻贴上了。季兰瞳孔骤缩，脑中一片空白，那温软如同一道电流，瞬间席卷全身。他下意识地想要反抗，却被他扣住了后脑，加深了这个吻。放。破碎的抗议缓缓淹没，而在剁椒泽最后残存的剁椒泽雾气也是抓住了机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夜色深沉，烛火渐渐暗淡，被突袭的姬兰只觉得脑海中一片混沌，原本清明的思绪被一股奇异的热度所笼罩，想推开面前的人，最后的动作却变了。你。声音微颤，金色的凤眸中闪过一丝迷离。察觉到他的异常，曹孟德正欲开口，却见姬兰突然恢复过来的部分修为爆发，她的长发垂落，有几缕扫过她的脸颊，带着淡淡的幽香。兰姐姐。姬兰没有回答，只是定定地看着他，内心的情绪翻涌不止，剁椒泽残留的雾终于在此刻彻底爆发，侵蚀了他最后的理智。接下来的事仿佛一场旖旎的梦境。第二天清晨，两只小鸟站在窗外柳树的枝条上，叽叽喳喳叫着不停，仿佛在通报的喜讯。曹孟德率先醒来，只觉得胸口沉甸甸的，低头一看，姬兰正蜷缩在他怀中，睡得正熟，平日里的清冷威严、神圣高贵全部消失，只剩下脸蛋两边的羞红。轻轻动了动，想要起身，却惊醒了怀中的人。醒了。他语气之平静，就仿佛昨夜什么都没发生过。还在半梦半醒间的姬兰睁开眼，金色的眸子还带着初醒的迷茫。待看清眼前的景象后，他的瞳孔骤然紧缩，昨夜的一幕幕如潮水般涌来，清晰无比，像是做了个荒唐的梦。你。他的声音有些哑，随即猛地坐起身，却因动作太大而导致了伤口疼痛。曹孟德连忙扶住他：小心。姬兰一把拍开他的手，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起身后抬手一挥，素白衣袍就从储物戒指中取了出来，整齐地穿在身上，彻底遮住了那些暧昧痕迹。兰姐姐，我。闭嘴。姬兰厉声打断，却不敢看他。昨夜之事只是意外，你我两人不必再提。回宗之后，你我仍是宗主与弟子。哟，宗主大人这是准备始乱终弃？曹孟德坐起，慢条斯理地穿好衣衫，脸上没有任何玩笑的神色，目光认真地盯着他。我不会当作没发生过，既然都这样了，兰儿只能是我的。姬兰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被他强行压下。他背过身去，声音冷冽如霜：放肆！谁准你如此称呼本宗主？昨夜不过是意外，你若再敢胡言乱语……话音未落，曹孟德已从身后将他揽入怀中，温热的呼吸拂过他耳畔，让他浑身一颤。意外？他低笑一声：那这些天又算什么？兰儿，你当真对我毫无感觉？姬兰挣开他的怀抱，长剑已然出鞘，剑尖直指他咽喉，可握剑的手却在微微发抖。本宗主最后警告你一次，要杀便杀。曹孟德不退反进，任由剑尖刺破皮肤，渗出血珠。这些所有的表现都在他意料之中，眼中的惊慌失措，握剑不停抖动的手，内心的逃避，对他的于心不忍。这些种种叠加在一起，让曹孟德的胆子变得更加大，要一口作气，彻底将宗主吃干抹净。反正昨夜之后，我这条命早就是你的了。两人的距离很近，可以清晰地看见眼中的执着，这锲而不舍的光灼的他心间不停地跳动，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手一松，生有灵智的长剑当的落地，又迅速地飘起来，不停地震动着。
仿佛在说：“主人别听他的话，这是在骗人。”然而走进死胡同的姬兰什么都不顾，仓皇转身欲走，却被一把拽回天旋地转间，唇已被人封住。这下是真的将他所有逞强尽数碾碎。混账！捶打他肩膀的力道越来越小，最终化为一声呜咽。远处晨钟响起，惊起满山飞鸟。曹孟德失去他眼角的泪光。你若敢负本宗主，定将你抽筋扒皮，炼魂煮肉。说完，他迅速整理好一切，快步走向房门，却在门口停顿了一下，背对着他轻声道：“收拾一下，1个时辰后启程回宗。”望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曹孟德摸了摸下巴，非常满意。他知道有些东西只要品尝过就会变得不一样。而姬兰出来时才发现，原本的伤口居然比正常灵力流转治疗修复的还快。这么说只要多次。很快，曹孟德将整片战场打扫好，那些遗落的装备成为了他的战利品。来到客栈外面时，龙傲天正站在姬兰3米外，脸上有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目光扫视这一切，姬兰传音道：“想叫我姐姐，被扇了一巴掌。”没想到仅仅2次，这神圣雍容华贵的宗主大人居然会主动解释，内心非常满意，表面上装作恭敬：“见过宗主，是要回宗了吗？”看见曹孟德站在姬兰一旁没有被打，龙傲天才慢慢的挪过来：“师弟，铁三呢？”“哦，他昨晚上出去被人偷袭，中毒，口吐白沫而死。”龙傲天闻言大惊失色：“什么？昨天晚上铁三死了？”“是啊，昨夜我发现铁三走后没有回来，出去查看时他已经……站在前方，姬兰脸蛋上出现一抹红，但很快又消了下去，不自然地捋了捋衣服，声音保持平静：“既如此，这就是他的命，那便启程吧。”这回姬兰仅恢复到元婴，但也足够了。他带着2人御剑而起，朝着御灵宗方向飞去。一路上始终保持着宗主应该有的威严和距离，只是每当目光不经意间与曹孟德相撞，便会迅速移开视线，防止大脑胡思乱想。而龙傲天捂着红肿的脸颊，站在最后面的位置，瑟瑟发抖，生怕不小心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飞行途中，曹孟德悄悄传音道：“兰儿，伤口还疼吗？”声音落入姬兰脑海中，他身形微不可察的一颤，扭头狠狠瞪了曹孟德一眼，传音中带着羞恼：“再敢胡言乱语，回去后看我怎么好好训练你。”曹孟德却笑得越发灿烂，他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宗主大人越是色厉内荏，就越说明他心已乱。剩下的路程飞了1日左右，终于回到御灵宗。2人跳了下来，曹孟德悄悄地拍了拍圆润，迅速地朝着寒月殿飞去。这让姬兰恨不得一口咬死这个负心汉，下来居然直接走了，什么话都不留下，还不关心他。而龙傲天站在不远处，眼巴巴地盯着姬兰，等待着宗主把血龙珠给他。察觉到龙傲天的目光，姬兰取出血龙珠：“龙傲天，此物蕴含真龙精血，现在你手上控制不住，若强行吞噬，只会让你堕落，成龙人丧失理智，沦为半妖。”听闻此言，龙傲天脸色骤变，眼中闪过一丝不甘：“宗主弟子身具蛟龙血脉，未必不能驾驭，请给弟子一个机会。”“机会？”姬兰摇了摇头：“你现在连金丹都不是，拿什么炼化真龙之物？该死！姬兰这贱人，血龙珠本应该是给我的。”龙傲天心中怒吼不止，一定是曹孟德从中作梗，剥夺了我的蛟龙血脉还不够，就连血龙珠都要掺一脚。而姬兰一早就发现神色不对，抬手就是一巴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我刚刚替你问过了，你若是想炼化这颗血龙珠，必须要有另一种顶级妖兽血脉相符才行。”龙傲天被这一巴掌打得踉跄后退，嘴角渗出一丝鲜血，眼中却燃烧着更加炽烈的怒火。顶级妖兽血脉！他咬牙低吼：“宗主，这分明是在刁难于我。这世间顶级妖兽血脉何其稀少，我上哪里去寻？”姬兰冷冷一笑，袖袍一挥，血龙珠在他掌心悬浮旋转，散发出妖异的红光。机缘就在眼前，但也要有命享用，条件不够，大可自己去寻。龙傲天拳头紧握，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死死盯着血龙珠，心中翻涌着滔天恨意。曹孟德，若非你夺我蛟龙血脉，我何至于此？听见龙傲天竟然说这种不知死活的话，姬兰眸光一寒，袖袍一挥，一股无形威压笼罩而下。龙傲天，是你自己没本事，居然还敢随意诬陷他人，罚你去打扫宗门卫生3年。被威压震慑，龙傲天额头渗出冷汗，拿到惩罚，终于低下了头。弟子知错，甘愿领罚。冷哼一声，姬兰身形一闪，进入宗主后殿。又不是先前小家伙嘱托了他，惩罚龙傲天不能将他派去什么山崖、什么禁地这些地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也不会受如此轻的处罚。而一直被记恨着的曹孟德不知道此事，
他心系上官西月，迅速进入寒月殿，神识一扫，专属洗浴的殿内水雾氤氲，师尊上官西月正在浴桶中泡澡，朱唇白齿，雪玉琼鼻，肌肤如凝玉光泽，姿容清冷出尘。他闭目靠在墨玉雕琢的浴桶边缘，3000青丝如瀑垂落，发梢浸在水中荡漾开丝丝缕缕的墨色。师尊好雅兴！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上官西月睫毛轻颤，却未睁眼。现在整个宗门也只有曹孟德这个冲师逆徒掌握了进出的各种手段。逆徒，别进来！上官西月红唇微起，声音清冷，隐藏着颤抖。这种要求，曹孟德怎么会拒绝？只见他指尖轻弹，一道水蓝色灵光闪过，身上衣物瞬间化作灵气消散，整个人瞬间迈入浴池。弟子抗命，甘愿领罚他缓缓贴近，温热掌心贴上师尊不盈一握的腰肢。不如罚弟子伺候师尊沐浴。这下上官西月终于无法无视他，想反抗又拿他没办法。胡闹！这一声呵斥是他最后的抗议。2个时辰后，徒儿，再给为师做一些你的拿手菜。修为被封印的上官西月躺在曹孟德怀中，提出了需求。看着怀中慵懒如猫的师尊，他轻轻抚过他湿润的发丝，低声道：师尊想吃什么？下菜单吧。上官西月微微仰头，今日想吃些清淡的，你那碧海玄冰块，还有那个会发光的汤，是玉髓灵之羹。曹孟德失笑，手指轻点师尊鼻尖，想吃却连名字都没记住。上官西月轻哼一声，却未反驳。自从曹孟德天赋不行后，不仅努力修炼，休息时就研究那些稀奇古怪的烹饪方法做菜，确实做出了很多口味让人惊艳的菜。尤其是总能在修真界找到与现代食材对应的灵物，做出的菜肴不仅美味绝伦，更能助长修为。现在他修为被封印，根本难以维持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五脏庙。师尊稍后，弟子这就去准备。曹孟德恋恋不舍地松开怀中温香软玉，随手一招，衣物便自动穿回身上。弄好菜，曹孟德推门而入，见上官西月已换上月白纱衣，慵懒地倚在软榻上。他清冷的眸子扫过3道菜肴，嘴角微扬，怎么多了一道新的9转灵果酥？曹孟德笑着舀起玉髓灵之羹喂他。上官西月轻抿一口，暖流顿时游走全身，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尚可。他嘴上冷淡，手却拽住他的衣袖，讨要更多。尝完碧海玄冰块后，他脸颊泛红，眼中寒意尽消。曹孟德趁机含住灵果酥，吻上他的唇，9重果香在唇齿间绽放。逆徒！他耳根通红的挣扎，谁准你这般放肆？师尊方才不是很享受吗？曹孟德轻笑，将他抱得更紧。又是一番折腾，而玉灵宗上下则炸开了锅。只因宗主季兰宣布要闭关一段时间，将处理宗门暂时交给3长老与执法长老。实际上，季兰宣布要闭关后，迅速收拾好东西，一个人悄咪咪地溜了出来。至于目标嘛，就是曹孟德的洞府。身上的伤要是自己慢慢治疗恢复，最快还得1-2个月，但和自己男人多来几次，说不定1周就好了。可是摸到洞内时傻眼了，所有的物品都落了一层灰，显然许久没人居住了。季兰眉头微蹙，指尖轻抚过积灰的桌面，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小家伙跑哪去了？忽然想起刚回到宗门，他就急匆匆地走了，方向是寒月殿，如此也算是明白曹孟德现在在何处。原来如此，看来是去找他那位好师尊了。心念一动，整个洞府就干净了。再拿出玉简向曹孟德传讯过去，而寒月殿这里面尽是怒骂声：你个牲口，滚啊！上官西月已经感觉自己不是自己的了，被封印住如此折腾，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怀孕了。到时候他该怎么办？生下还是……可是这些天的相处，他已经不是那么厌恶逆徒了，还有些沉沦进去了。思索不久，回过神来就发现原本躺在身旁曹孟德人又不见了。上官西月见怪不怪，估计是去找养的那只狐狸去了，自己养的结果丢在他这，一点都不负责任。养狐狸都这样，那以后有了孩子咋办？该不会是个渣爹吧？在床上又躺了片刻，终于发现不对劲，人呢？无力站起，小碎步到处看了一遍，只在小白那看到了一些烧鸡、烧鸭、灵果残羹。曹孟德正在被念叨着曹孟德在给小白投喂的时候，收到了姬兰传讯，便先离开了。现在还不是和上官西月、姬兰两女摊牌彼此之间关系的时间。踏入姬兰洞府时，只见他正斜倚在榻上。小男人，不给你传讯，是不是就不来见我？姬兰慵懒地抬起眼眸，指尖轻轻勾了勾。曹孟德咽了咽口水，兰儿，哪能啊，不是好几天没回来吗？我回去给师尊报个平安。喝报个平安。姬兰起身，缓缓走到曹孟德身旁。
我记得西月妹妹和你的关系不是很好，前段时间都想将你驱逐出宗，你怎么会如此记挂上官西月？该不会……听着姬兰的话，曹孟德心头一跳，面上却不动声色，连忙轻笑着握住姬兰的柔蹄。兰儿说笑了，师尊待我严厉是应该的，作为修行路上的恩师，我对他可是敬重有加，尊师重道。只是内心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一日为师，教书育人，一条龙不如是也，快哉快哉！说着，为了防止姬兰继续乱想，想到真的直接贴近耳畔。我这不是惦记着兰儿的伤势吗？闪至孟德身后，姬兰轻哼一声，油嘴滑舌，要不是本宗主传讯，你会过来，却任由他将自己揽入怀中。怎么不会？我可是在路上接到传讯的，本来正在去宗主殿的，我还听到弟子说你闭关了，算你过关。这下曹孟德暗自松口气，以后得注意一些，先瞒着，等日后感情再深一点，任意一方有了羁绊时，再慢慢拖出也不迟。上榻疗伤，听我的，毕竟你也不想弟子们知道高高在上的宗主竟是这般模样。姬兰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这话虽然威胁性十足，可他听着却十分满意，玉指轻轻戳在曹孟德胸口。你这小混蛋，疗伤都便宜你了。话音未落，曹孟德已将他拦腰抱起，大步走向内室。被抱住姬兰象征性的挣扎了2下，便任由他施为。以他的修为，若是不想，曹孟德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红纱轻落，两人对坐，双掌相合，混沌灵力自本源丹田不断涌出。此等灵力在两人身体中形成大周天，不停循环，慢慢消耗。姬兰因为大战所导致的伤口，早在2次灌溉疗伤法下痊愈，现在还有小问题的是全身经脉、丹田。熟悉的感觉，熟悉的特殊灵力不断修复着全身上下，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那种疗法那种彻底。感受着前面一战中受损的缓慢恢复，姬兰眉头微蹙，随即舒展开来。兰儿，忍着点。曹孟德换了个方向，双手抚上他光洁的后背，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灵力。随着治疗深入，姬兰额间渗出细密的汗珠，她咬着唇，忽然转身将曹孟德扑倒在榻上。你这小混蛋是不是故意的？宗主大人明鉴，弟子这是在认真疗伤啊。曹孟德装作一脸不知道，表情十分疑问。少来！姬兰一把扯开他的衣襟。现在你惹到我了，本宗主现在要用刑法堂里面单独的处罚惩罚你。2个时辰后。小男人，你这疗伤的法子倒是特别，本宗主身上多处伤已经消失，宗主满意就好，治疗效果看起来也十分不错。似乎想到什么，姬兰正色道：昨晚龙傲天向我讨要血龙珠，按你的吩咐拒绝了，只是有些不明白，就算想要惩罚他，为何不关进那些专门惩罚弟子的场地？怎么处置他的？曹孟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坦白这个的时候，不想告诉我就算了。姬兰红唇撅着，都能勾个油壶了。安排他扫地去了。什么？正比划着到底是宗主的还是师尊的更有规模，却听到了这句话。曹孟德也顾不得对比了，连忙问：咱们宗门有没有那种喜欢隐藏身份的化神修士？怎么可能？那这化神癖好也太特殊了，要真是有这种人，老祖会直接冲出来暴打一顿。听到姬兰的回答，曹孟德就算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还是眉头紧锁，心中警铃大作。按照他前世看过的无数网文套路，像龙傲天这样的气运之子被罚去扫地，绝对会触发奇遇，要么在藏经阁遇到隐士高人，要么在后山捡到上古秘宝，最次也能在茅册里发现绝世功法。虽然系统的命运提示并没有说明在近期龙傲天会有哪些机缘，但不得不防啊。兰儿，你立刻传令取消龙傲天现有的惩罚，换成禁足180天，不得出去洞府。姬兰狐疑地眯起美眸，你的安排和计划怎一直对龙傲天如此上心？也是，他欺负你这么多年，被你算计到死也是应该的。突然像是想到些什么，他玉指突然掐住他腰间软肉。你该不会和那些人一样，对龙傲天这个欺负你的人产生什么不该有的？司曹孟德倒抽冷气，连忙握住他作乱的手。你乱说什么？我可正经的很，那种特殊的喜好才不会有。将手牵引至某处，他忽然想起更重要的事。对了，血龙珠在这呢。姬兰红唇微起，一颗龙眼大小的血色珠子正在舌下，妖异的光芒将整个人都显得十分媚态。来拿！曹孟德喉结滚动，这女人总能把正经事弄得活色生香，正要伸手去拿，却被他避开。想要？姬兰媚眼如丝，继续帮我疗伤来换。宗主你真是害苦了我。曹孟德大笑，也不墨迹，直接扑了上去。经过一番折腾，曹孟德终于把血龙珠拿到，接下来需要去谋划的就是截胡一品天阶炼丹传承。
那道传承在听风崖崖底，得先恶补一些和炼丹相关的知识，万一过去需要考教这些，一问三不知被赶出来了咋办？孟德，你到底是什么体质？灵力居然如此特殊。姬兰躺着，治疗已经结束，那些伤口得到了修复，目的已经达成，现在更想深入了解一下混沌圣体，一种来自更强大世界的超级体质。姬兰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震惊，随即又化作浓浓的疑惑。她支起身子，青丝如瀑垂落，露出少许肌肤。混沌圣体，从未听说过此等体质，更强大世界又是什么意思？说完，目光灼灼地盯着曹孟德。兰儿可曾想过，我们所在的世界或许只是万千世界中的一粒微尘？什么？姬兰满脸震惊，显然被这番话震撼到了。你是说飞升吗？那确实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是也不是？曹孟德点头又摇头。混沌圣体便是源自比飞升后位面更高的位面中无上体质，可容纳万法，演化诸天。沉默片刻，姬兰忽然轻笑一声，一手突袭要害。小混蛋，编的还挺像那么回事。显然他并未完全相信。曹孟德也不急，只是握住他的手，换了个方向，轻轻按在自己丹田处。兰儿，感受一下。闻言，姬兰闭上眼，神识探入，顿时娇躯一颤。他清晰地感知到曹孟德的丹田内竟有一团混沌之气缓缓旋转，仿佛蕴含着一方未开的天地，浩瀚无垠，深不可测。这怎么可能？他猛地睁开眼，满脸不可思议。现在信了。曹孟德笑道。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撼，姬兰美眸中闪过一丝狡黠。既然你这般厉害，那本宗主更不能轻易放过你了。他迅速靠近。小男人，你的秘密，本宗主要一点一点全部挖出来。曹孟德大笑，一把搂住他的纤腰。求之不得。半月后，刚刚休息不到10分钟，曹孟德扶着腰，颤颤巍巍地逃出自己的洞府。再也不复先前的意气风发，爆表战斗力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没想到往日的神圣端庄、雍容华贵，居然封印着如此可怕的恶魔，比海绵还恐怖。得亏抓住机会溜了，不然恐怕会。而这半个月，姬兰是缓慢恢复自身的修为，不断的被加强。而曹孟德随着治疗时间的流逝，不停的被削弱。洞府内，假装熟睡的姬兰睁开眼睛，金色的眸子滴溜滴溜的转，神识盯着逃出去的曹孟德，嘴角不由得勾起坏笑。小男人，姐姐得让你知道，招惹一位年纪大这么多、修为高那么多的娘子会有什么下场，不然就你那定力，肯定管不住你自己。在你能够彻底压制我之前，就乖乖的受着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孕育出孩子。按照小男人所说的，只要继承了一丝他的体质，飞升肯定是轻轻松松的。摸着肚子，季兰翻了个身，没有再继续盯着曹孟德，开始了摆烂生活。这宗主媚起来简直是要人命啊！站在不远处，看着对方没有追出来，曹孟德还有些遗憾，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略显苍白的手掌，灵力几乎枯竭，除了混沌圣体没有毛事，其他方面都萎了很多。半月不眠不休的疗伤，这种艳福只能等他圣体小成大战众仙子，现在真的不合适，得去找师尊。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回气丹含在舌下，朝寒月峰方向踉跄飞去。寒月峰顶有一座上官西月收集而来的千年寒池，这是上官西月独有的修炼圣地，用来恢复还是很不错的。作为可以威胁上官西月的弟子，对方的一切包括他自己都是曹孟德的所属物。大大咧咧进来，没有丝毫的遮掩，却只引来了小白这头母狐狸，看来还在睡懒觉。曹孟德神识扫过峰顶，在大床上看到还在呼呼大睡的上官西月，强忍着想扇一巴掌的情绪，走到池边3下5除2脱去衣袍，扑通一声跳入池中。刺骨寒意瞬间侵入四肢百骸，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但紧接着他开始驱动混沌圣体吸收这一潭池水，池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淡蓝色光点，纷纷钻入他体内。身体的虚弱和些许苍白迅速的消失，被红润所充斥。果然打不过嗑药才是正道理。曹孟德长舒一口气，靠在池边闭目调息，体内混沌之气缓缓旋转，将吸入的极寒灵气转化为精纯能量，滋润着干涸的经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熟悉的幽香飘入鼻尖。逆徒这是怎么了？如此狼狈，是被谁狠狠收拾了一顿？清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曹孟德猛地睁眼，只见一袭白衣的上官西月正俯视着他，眉目如画，却带着几分戏谑。曹孟德先是咧嘴一笑，然后露出几分委屈。师尊，弟子被宗主欺负惨了，狠狠惩罚了我半个月。闻言，上官西月冷哼一声，语气中带着欣喜。逆徒，活该，定是你去招惹了麻烦，被狠狠教训了吧？哎，师尊不疼弟子也就罢了，还这般嘲讽。说完，曹孟德叹了口气，故作虚弱的摇头。
见他这副模样，上官希月心中一软，但面上仍维持着清冷，缓步靠近。少装可怜，让为师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伤口。然而他话未说完，曹孟德突然抱起，一把扣住他的手腕，猛地将他抱住。啊！逆徒，您太过分了！上官希月惊呼一声，还未反应过来，便被曹孟德压制在边。寒池水花四溅，雾气氤氲中，曹孟德笑声不止。师尊既然觉得弟子活该，那逆徒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好好惩罚惩罚。如此偏心的师尊，你放肆！别得意，等为师修为恢复的那一刻，定要你好看。偏心师尊，看到我被欺负了，很开心，以后还偏不偏心？半个时辰后，被孽徒教训了一番，上官希月浑身狼狈地从电源中逃出，没有修为的情况下，身体敏捷，头也不回地哒哒哒跑掉。池边只留下一句羞恼的呵斥：孽障，本座迟早废了你。内心早就沉醉不已，欢喜异常。听到这句话，曹孟德懒洋洋地靠在池边，笑得肆意。师尊慢走，弟子随时恭候，只怕到时候徒儿还多了位仔仔。话音未落，一道雪白的身影轻盈地跃入池中，溅起几朵水花。正是观战许久的小白，涂山凤仪。前面截胡的一只母狐狸，在这方世界的血脉出众。小白优雅地游到他身边，粉色的眸子带着几分狡黠。这具身体新生的灵魂已经认曹孟德为主，感情深厚，喂养了几天后，依靠元灵魂涂山凤仪之机，便能口吐人言。小白口吐人言，主人可真是威风凛凛，连希月姐都不是主人的对手。怎么，小白也想试试？曹孟德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小白舒服地眯起眼，壶嘴中吐出清脆的声音：若小白自然。只是小白还未化形，恐怕不能展现出战斗力。听到这话，曹孟德哈哈大笑，手指轻轻弹了下小白的鼻尖。小白倒是机灵，都知道化形这些知识了。小白眨巴着粉色的眸子，9条雪白的尾巴在池水中舒展开来，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主人，等小白化形了，定要让主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狐族媚术。说着，还故意用毛茸茸的尾巴尖不停地蹭啊蹭。好你个小白，这么调皮！曹孟德一把抓住那调皮的尾巴，看来得先给你点教训呀！主人轻点，小白娇呼一声，开始四处躲着。一人一狐正嬉闹间，忽然寒池水面无风自动，泛起阵阵涟漪。怀中的小白狐全身亮起淡淡光泽，片刻后就升到空中，然后一闪，水花四溅间，曹孟德只觉怀中一沉。方才还毛茸茸的小狐狸，此刻进化做温香软玉落了个满怀。曹孟德下意识伸手托住那截纤细腰肢，掌心传来羊脂玉般的滑腻触感，双目对视，上下不停移动。方才还毛茸茸的小白狐，此刻竟变成了一位绝色女子，白发如雪，狐耳轻颤，9条蓬松的尾巴在身后舒展，粉色眸子正冷冷地盯着他。放肆！一声轻喝，曹孟德只觉手腕一痒，涂山凤仪修长的指甲已在他皮肤上留下3道浅浅的痕迹。看来涂山凤仪苏醒了，于是就松开了手。那具温香软玉立刻从他怀中挣脱，轻盈地落在3丈开外的池边青石上。水珠顺着涂山凤仪雪白的肌肤滚落，他玉手一挥，一件素白纱衣凭空出现，裹住了曼妙的身躯。9条尾巴在他身后如扇面般展开，每一条尾巴都透着莹润的光泽。曹孟德，你居然敢亵渎本宫！融合小白的记忆后，涂山凤仪粉眸中寒光闪烁，声音里带着与小白截然不同的威严与冷傲。抬手抹了媚脸上不存在的水珠，知道是涂山凤仪掌控了身体。曹孟德嘴一点都不带怕的。有趣，小白化形后连性子都变了。住口！谁准你换那个名字？听到了屈辱的2个字，涂山凤仪玉手一挥，一道白光如利刃般劈向曹孟德面门。早有准备的曹孟德不躲不闪，站在原地。那道白光在距离他英俊的脸庞3寸处突然消散，完全掌控大局。曹孟德懒洋洋地靠在池边，甚至还有心情继续吸收着寒池。怎么，刚化形就要是主？主！涂山凤仪冷笑一声，狐耳因愤怒而微微抖动。本宫乃涂山皇族9尾天狐，岂是你这蝼蚁能奴役的？说完，他忽然蹙眉，察觉到体内那道束缚主仆契约仍在，恨不得直接将曹孟德咬死。居然趁他灵魂沉睡，驯化新生的灵魂，签订妖兽主仆契约，还是最为恶毒的主死仆死，仆死主无碍的无解契约，除非对方主动解除，否则想要解脱，至少现在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这些表现全部落入曹孟德眼中，他可是能够提前看到命运的男人，怎么会不做2手准备？看来我准备的契约还不错，让小白或者说涂山小姐有些束手无措。闭嘴！涂山凤仪羞恼交加，脑海中不断涌现那些令他面红耳赤的记忆，是如何被眼前这个男人投喂、共眠、抚摸，
甚至帮忙洗澡。更令他愤怒的是，这些记忆带来的不仅是厌恶，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熟悉与留恋。这些都是他苏醒时吞噬小白灵魂所导致的结果，连主仆契约都一同继承了。曹孟德慢条斯理地从池中站起，水珠顺着他肌肉分明的身躯滚落。他随手一招，岸边的玄色长袍飞入手中，随意披在身上，腰间玉带一系，又恢复了那副风流倜傥的模样。既然不是小白，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他拱手一礼，眼中无半分恭敬。在下曹孟德，寒月封灭图，现是你的主人。最后2个字他故意拖长了音调，果然看到涂山凤仪眼中怒火更盛。找死！涂山凤仪右手一指，9条尾巴同时竖起，空气中弥漫起淡淡的桃花香气，这是狐族施展天赋媚术的前兆。然而他刚催动腰力，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剧痛，仿佛有千万根细针同时刺入心脏。闷哼一声，涂山凤仪单膝跪地，9条尾巴无力的垂落。契约反噬的滋味不好受吧？曹孟德踱步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位曾经的狐族之主。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你现在修为不足全盛17亿成，强行违抗契约只会自讨苦吃。涂山凤仪抬头怒视，粉眸中满是屈辱与不甘。他堂堂涂山皇族，元婴圆满大妖，9道圣体，竟沦落到被一个人类修士奴役的地步。更可恨的是，他体内还残留着小白时期对这个男人的亲近感，这种矛盾让他几乎发狂。你到底想怎样？他咬牙切齿地问。曹孟德蹲下身与他平视，忽然伸手捏住他精致的下巴。涂山凤仪想躲，却发现因为融合了小白灵魂的原因，身体居然往前凑了凑，主动贴到他的手掌边。很简单，只要你成为自己人，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登徒子而敢，因契约的影响，无法动用修为，更无法反抗，对方一个念头，他就只能任人宰割。这种情况下，触摸后让涂山凤仪羞愤欲绝，9条血尾炸毛般竖起。他万万没想到，融合小白灵魂后的身体竟然不反感这个男人。被触碰的地方让涂山凤仪主灵魂感到无比厌恶，却不知为何也让他越发没有力量可以反抗，只有牙齿咔咔作响。不顾涂山凤仪的反抗，直接将涂山凤仪抱起。既是异族，便有异心，对待异族是用各种手段都不为过。对于涂山一族，只要彻底拿下涂山凤仪，说不定能收入麾下。放开本宫！怀中涂山凤仪剧烈挣扎，9条尾巴不停地抽动，手上的各种攻击闪现。但契约之力让他所有攻击性妖力在触及曹孟德皮肤时都会自动消散，反而让涂山凤仪不断遭受反噬。这下钟氏明白这种反抗没有任何效果，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解除契约。登徒子，你休想让本宫臣服！松手！涂山凤仪刚要骂出口，就被自己发出的声音惊得浑身一颤。那本该是威严冷傲的呵斥，尾音却不受控制的上扬，带着几分狐族天生的娇媚。更让他羞愤的是，身体竟然违背意志，主动往曹孟德怀里蹭了蹭。看来小白还是没有忘记我对他的好。结！曹孟德邪笑几声，手掌正准备抓他尾根，绝对会让涂山凤仪直接失败。按照各种情节和记录，9根尾巴绝对特别害怕被抓，而9尾集中之处是弱点，何必抗拒？这具身体可比你诚实多了。放肆！涂山凤仪粉眸含怒，9条尾巴如孔雀开屏般炸起，下意识做出反抗，却在下一秒又软绵绵的垂落。契约的反噬让他体内妖力紊乱，连最基本的威压都释放不出，软地直接滑落到地面上。曹孟德再次将他抱起，雪白纱衣下的身躯轻若无物。涂山凤仪又要挣扎，就听见耳边传来温热的气息。别白费力气了，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你要做什么？涂山凤仪声音微颤，9条尾巴却不等对方来抓，不自觉地缠上曹孟德的手臂，身体对主人的亲近让他又羞又恼。曹孟德没有回答，抱着他大步走向寒月峰西侧的偏殿，那是上官西月平日炼丹的地方，此刻空无一人。他抬脚踹开雕花木门，惊起几只栖息在梁上的灵雀。放我下来，本宫乃涂山皇族，岂容你？涂山凤仪的抗议被突然抛到软榻上的动作打断。他刚要起身，曹孟德已经单手结印，一道淡金色光幕瞬间笼罩整个偏殿，阵法形成的波纹在空气中流转，将内外彻底隔绝。小范围的隔音阵，外加3重防护，放心，外面不会听到的。曹孟德慢条斯理地解开腰间玉带，玄色外袍滑落在地，免得我那没事到处溜达的师尊突然闯进来，看到不该看的。看见庞然大物，涂山凤仪瞳孔微缩，9条尾巴不自觉地收拢在身前，形成一道雪白的屏障。他此刻才意识等待他的遭遇究竟会是什么，身子不断后退，涂山凤仪蜷缩在软榻一角，9条雪尾紧紧缠绕着身。他强撑着最后的威严，冷声道：
你若敢碰本宫一根手指，待契约解除之日，定会百般折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结，曹孟德却笑得越发肆意，用手掌微微划过炸毛的尾巴。可你现在连一根手指都反抗不了呢。话音未落，他抓住尾巴。啊！混蛋，别抓本皇尾巴，本皇身上的好东西都给你。涂山凤仪浑身剧颤，不停地从储物戒指中丢出天才地宝什么的。现在他多么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多尾巴，或者说不是一只天狐。一掌之下，理智都差点被冲垮，如同被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涂山凤仪张了张嘴，却连完整的一个字都没有吐出。在各种方面的影响，他既排斥又不排斥，很矛盾。你是不是傻？你人都是我的了，储物戒指里的不都是我的？抓着尾巴，曹孟德俯身直视着那双微微失神的粉眸，然后呢？怎么不继续骂了？你不是很高贵吗？继续自称本宫啊，称本皇啊，本皇此生必杀。曹孟德听到这话毫不在意，一点都不带怕的，都落入他手中了，根本逃不掉。别动！呵呵，曹孟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你向我道歉，我就暂时放你一马。休想！涂山凤仪怒目而视。那没办法了，摇了摇头。曹孟德没有丝毫留情。3个时辰，收拾好的曹孟德现在不仅帅，还威风凛凛，眼睛中还未彻底觉醒的混沌之眼依旧充满吸引力。被收拾了一顿的上官希月恢复后，发现聂屠又走了，收起失落的心情，开始在整座殿内寻找小白的身影。小白，别躲了，小白，让我揉一揉，摸一摸。慢慢的，上官希月一路寻找到偏殿外。小白，由于并没有隔离外界的声音传入，上官希月清冷的声音穿透进偏殿，让在软榻上一直处于无所谓无神状况的涂山凤仪浑身一颤。她雪白的狐儿警觉竖起，9条尾巴下意识的立起。这时偏殿外发现自己进不去的上官希月顿时就明白，肯定是聂屠在此，不知道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背着他。曹孟德，你在里面作甚？听见这声音，涂山凤仪眼中刚闪过希冀，就瞬间暗了下来。这卑鄙小人连师尊都不放过，他真来了也只是助兴。然后就听曹孟德对着隔音阵外传音：弟子在学习炼丹仙艺，好让修仙路途上多些傍身的手段。小白呢？在你那吗？对呢，炼丹太过枯燥无味，所以就将小白带了进来，好打发日子。曹孟德这样说着，要不师尊进来，这里面有软榻，足够我俩。够了，为师还有事先走了。上官希月听见逆徒邀请自己一同进去学习炼丹，直接脚底生风跑了。涂山凤仪死死咬住阴唇，绝对不能发出声响，让这卑鄙小人以为自己服软了，绝对不向他道歉。当上官希月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曹孟德却开始让涂山凤仪献出自己忠诚的第一步。殿内只剩下涂山凤仪的呼吸声，9条狐尾无力的垂落，狐狸眼中交织着屈辱与不甘，却无法挣脱契约带来的限制，能感觉身体和灵魂在告诉他不要反抗了，尽情投入卑鄙小人的怀抱吧。哼，堂堂涂山皇女，如今却连声音都不敢出，你这个卑鄙小人！涂山凤仪声音冷漠至极，她恨极了这具不争气的身体，明明自己抗拒至极，却仍被契约和小白本能驱使着迎合，也恨极了暗夜幽狼一族。若不是他们伏击自己，怎会不慎之下被打入空间乱流？幸亏有保命法宝，就算如此，也被迫变回原形，灵魂沉眠保命。那可抗渡劫攻击的法宝，也在乱流中被摧毁得一干二净。既然你不肯求饶，那就继续。不，等等！涂山凤仪终于慌了。经过多次后，他感受到体内的紊乱，再这样下去，恐怕连最后一丝理智都会被吞噬，完全不敢想象陷入那种状态，他会多么如曹孟德所期待。所有万万不能！以下数字较多为改版。怎么，终于肯低头了？曹孟德戏谑地挑眉。涂山凤仪死死攥紧软榻上的锦缎，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对不起，我错了。你错哪了？他故意追问。涂山凤仪羞愤欲死，粉眸含泪，却不得不屈服。我涂山凤仪错了，大错特错。说出来的声音冰冷，没有带任何情绪。他明白这是痛苦不够，没有得到允许。已经明白的他一咬牙，眼睛一闭，不管不顾，全部说了出来。我涂山凤仪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经过这次改正，不会有下一次。这才对。曹孟德满意的勾起唇角，对于这种道歉非常满意。不过既然知道错了，那就让你更加清楚错在哪里，以后避免再犯。你不讲武德，好自为之。他瞪大眼睛，却看见他眸中尽是征服之色。既然认识到错误，那也应该遭受处罚。身为你的主约人，我宣布从今日起，你不再是涂山的皇女，而是我曹孟德的人。
而此刻，涂山凤仪不再压制最后的理智，脑袋一抽，选择了其他的反抗之路。既然平修为无法战胜，那就让曹孟德彻底相信于他，等言听计从之时，便让他解除契约，再极尽折磨。喜欢吃强扭的瓜，是吧？老娘噎死你！只要没人知道，他涂山凤仪永远都是涂山一族高高在上的女皇。在丹室中陆陆续续待了1个月，丹炉中的火焰映照着曹孟德俊朗无比的侧脸上，可以看到他单手操控着火，另一只手则开启了自动导航。涂山凤仪咬紧下唇，9条穴尾在身后不安的摆动，却不敢有丝毫反抗。第7种药材该放了，曹孟德头也不抬地说道，发出自己的指令。涂山凤仪强忍着，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株普通灵芝，用妖力精准地投入丹炉。两人经过1个月的学习炼丹，曹孟德进步非常快，完全掌握9品丹药，就连涂山凤仪也被拉了过来一起学习。为了早日脱离苦海，涂山凤仪异常配合。现在放妖火，释放时控制好比例，不要多也不要少，要刚刚好。凤仪知道了。涂山凤仪减少妖力，缓慢控制着输出比例。他急忙调整，一边控制炼丹的火焰大小，一边完成其他炼丹任务，一心二用。捏着虎尾，曹孟德越发觉得自己这才像个反派。威胁一族女皇，虽然只是少族长身份，但谁让涂山凤仪的血脉纯度最高，天赋最好。不过这些都便宜了他。想着这些，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俯身在他耳边发出恶魔低语。堂堂涂山皇女，现在却像个乖巧的炉鼎。你说若是让你的族人看到？不要。涂山凤仪猛地转头，粉眸中怒火燃烧，却在契约之力的压制下瞬间萎靡。凤仪可能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会乖乖听话的，请不要泄露出去。这才乖。曹孟德满意的点了点头，感受着对方还是有些不安，给出了暂时承诺，只要对方一直和他是一条船上的人，那后面的东西永远就只能是他曹孟德的收藏品。只要你乖乖听我话，这些事情都不会传出去，石头也不会泄露出去。什么？随着涂山凤仪的一声惊呼，灵火直接增大好几倍，对方居然还留影了。承受不住这股火焰的丹炉直接炸开，丹炉炸裂的瞬间，狂暴的灵力裹挟着碎片四散飞溅。轰！爆炸的余波震的整座洞府簌簌落灰，待烟尘散去，只见涂山凤仪被曹孟德牢牢扣在怀里，连控火都能走神。曹孟德掐着他后颈拎到眼前，冷眼看着他，毕竟他们在炸炉之前还是命运共同体，万一伤到了就不好。你的心境还太嫩，需要更多的锻炼。闻言，涂山凤仪气急，你故意用石头挤我，怎么就不许我留下美好生活？你无耻之徒！曹孟德张开嘴巴，上下2排牙齿轻轻一撞，有的有的，你还尝过味道。听到这无耻的言论，涂山凤仪被气得浑身发抖，粉眸含泪，咬着唇瓣的模样既委屈又倔强。你怎么能这样？你究竟要怎样才肯销毁证据？他声音微颤，带着几分哀求。主仆契约没有解开，又凭空多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烂石头，这要是真的传出去了，他将成为重要笑谈。销毁？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之间最美好的回忆，怎么能轻易毁掉？你……涂山凤仪胸口剧烈起伏，却又无可奈何，受制于人，想要某一个条件，就会有更多的让步。见他这副模样，曹孟德心中越发愉悦。不过，如果你表现得好，我倒是可以考虑。这1个月来，他早已摸清涂山凤仪的各种情况，不管是他清醒时说的，还是不清醒时说的，亦或者对身体的熟悉程度，反正十分确定，其实对方也没那么反感，只是偶尔会清醒过来，记得自己受制于人，想要摆脱，但没多久又重新进入状态。什么表现？没事，以后你会达成的，到时候就知道了。曹孟德笑眯眯地盯着高耸，让涂山凤仪感到不寒而栗。总不能直接和对方说生个孩子就行了。好吧，那炼丹确定了以后能销毁。涂山凤仪指了指被炸成碎片的丹炉，我去再拿几尊丹炉过来，你趁这点时间好好休息，回来后继续学习。如此持续1个月。这2个月时间内，偏殿里曹孟德偶尔出去陪一陪宗主和师尊，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炼丹。不过2个月时间早在半个月前就到了。师尊上官西月并没有履行2个月前说的将曹孟德碎尸万段，百般折磨，他内心非常复杂，在恢复的当天就已经躲了起来。曹孟德根本找不到他人在哪，索性也不找了，一位化神强者，不想让他发现，那根本就发现不了。至于龙傲天，受他的吩咐被姬兰一直死死地盯着，只要在洞府中有任何不对劲的状态，立刻干扰。而涂山凤仪早就褪去了当初的青涩，现在举手投足间皆是妩媚风情，连眼尾都染着撩人的嫣红，充满莫名韵味。对方懒懒地靠在软榻上，9条雪白的虎尾轻轻摆动，丝毫不注意形象，
手上握着石头。曹孟德，你也有把柄在我手上的了。刚踏入店内，曹孟德就听到此话，脚步一顿，看向他手中的石头。牛，你倒是反应快，可我不在乎。不怕吗？要是流传出去，他们知道你是这副模样，啧，哈哈，那可能让你失望了。他之前废物了这么多年，就算突然崛起，很多人也只是认为是走了狗屎运，以后可没那么多狗屎运可以走。涂山凤仪，我管你传不传出去，不过你倒是长本事了，还想继续体验别是吧？切就你这软脚虾，也就是本宫还没有适应。对于这种威胁的话，涂山凤仪丝毫不惧，反而仰起脸，满脸挑衅地看着他。你来啊，小杂碎！靠，是我最近对你太温柔了，居然这么嚣张。话音未落，涂山凤仪便觉腰间一紧，整个人被他按倒。他轻哼一声，佯装挣扎几下，然后环住他的脖颈，在他耳边吹气。怎么，被说中了，恼羞成怒了？你该不会是不行吧？这话真的让曹孟德如当头一棒，这是在挑衅他，安敢如此？你是不是忘了谁才是主人？粉眸眨了眨，涂山凤仪故作无辜。可主人不是说过要好好疼我吗？曹孟德沉默一会儿，还是用行动说话好一些。给我坐下。可这一次，不管走哪一条道，涂山凤仪始终没有求饶，反而整个弧像是有使不完的劲，连眼睛都要化了。最后这模样反而就像是真正臣服似的，抱着手臂靠在怀里，涂山凤仪蹭了蹭娇滴滴地说：主人该不会很快就腻了吧？伸手挑起怀中家人的下巴，他目光灼灼。腻？你这样的尤物，我怎么会腻？抓住机会，涂山凤仪顺势贴近他，指尖轻轻地打转，声音带着几分蛊惑。想不想来一些更特殊的？哦。曹孟德挑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姐，你是想多来点？涂山凤仪红唇轻启。我们狐族有一秘术，名为魂气双炼，可让双方灵魂交融，修为暴涨。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曹孟德的反应，这是他暗中计划的一环。若曹孟德答应，他便能借机反客为主，甚至可能反过来控制他的灵魂。然而曹孟德却只看着他，没有回答，这智谋就像灰太狼砍树，连光头强都不如。听你说这还行，不是身为主人。他忽然凑近贴着他的耳朵道：你是不是忘了有着主仆契约在，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你对我有没有恶意。涂山凤仪瞳孔一缩，心中暗叫不好，把这一茬给忘了。果然下一秒，契约之力骤然发动，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僵住，一股强烈的臣服感席卷全身。看来还是平日里对你太过放松。曹孟德叹息一声，说话的语气逐渐冰冷。得让你好好知道主仆之分，如此不知恭敬，你该受罚了。随后俯身带着他大步走向内室。既然你这么有精力，不如我们继续学习，那些炼丹知识可还没学完。咬着红唇，涂山凤仪眼中闪过一丝懊恼，但很快又被淹没。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失败了，但没关系，他有的是耐心和精力，总有一天他会让他万劫不复。后来确实万劫不复了，只是沦陷堕落的是他涂山凤仪，还把整个狐族打包一起送了。抬起来就是这样，丹炉需要悬空，两根手指间的灵活保持住，比好耶，持续输入妖力，丹很快就要炼好了，要是没弄好你就该罚。此时炉中的药液开始沸腾，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曹孟德从涂山凤仪身后离开，解除命运共同体，时刻注意着丹炉内的情况。之前他试图用狐族秘术影响曹孟德心智，却被他识破，好使用气魂，结果便是长达6个时辰的惩罚，让他至今发软。先前好歹有命运共同体支柱站着，现在支柱离开，他只想躺着，虎眼都转了不知道多少遍，在想着借口。我能去帮你拿药材吗？涂山凤仪终于想到一个，他必须忍耐，必须让这个卑鄙的人类放松警惕。听到要求的曹孟德没有答应，这些色彩可不能随便乱给，要不然早晚有一天骑到他头上。丹炉突然发出嗡鸣，一颗通体碧绿的丹药缓缓升起。8品清心丹成了。曹孟德伸手接住丹药，眼中闪过一丝满意。这1个月来，他不仅天天晚上教导了涂山凤仪，炼丹术也在有教导奖励的情况下突飞猛进。奖励是什么？当然是任意安排涂山凤仪，虽然他本身就可以这么做，前面自己放几个任务也是可以的，更能增加2人的投入。涂山凤仪看着那颗丹药，心中暗惊。寻常丹师需要数年才能出入9品，而曹孟德仅用1个月就连破2品。这种天赋若一直认真用在正途，那该是多么恐怖。张嘴！听到命令，涂山凤仪下意识地张开阴唇，随即意识到什么，急忙想要合上，却为时已晚。曹孟德将刚炼成的清心丹塞入他口中，
手指还恶作剧般的在他舌尖上轻轻一刮。丹药入口即化，清凉的药力瞬间流遍全身。这股冰凉感过后，紧随而来的就是全身的无力。他慌忙运转妖力抵抗，却被曹孟德直接捏住他的下巴。别做无谓的挣扎了，这丹药加入我的血，对你作用不小。在契约的下，你的反抗没有任何用，只会让我越发开心，又多了些戏可以看。你无耻卑鄙下流，看老娘下回踹不踹死你！这种呵斥声音应该是冷漠无情或痛恨的，在契约和丹药的作用下，反而变得反差十足。这些话等晚上再说，以后我出去的时候，你也要跟着，但必须变回原形，只有咱们俩独处时才能恢复人身。你要我伪装成你的灵宠？涂山凤仪闻言，忽而猛地竖起，内心感到一丝羞恼，气得胸口直疼，腿也疼，手也疼。怎么，不愿意？对于这种反抗，在不使用契约的力量下，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些动物通常都有同一个弱点，就是它们的尾巴和肚皮。变回去。曹孟德命令道。不，他倔强地摇头，看见伸向尾巴的手只能乖乖听话，身体逐渐缩小，最终化作一只通体雪白的九尾狐。看着这不情愿又不得不听话的样子，曹孟德直接把狐狸拉进怀中，开始上下其手，不停蹂躏。住手，不要摸本皇的头鹰，好舒坦。好吧，仆人，本皇准许你进行按摩。变回狐狸的涂山凤仪不甘地扭动身躯，肢体被牢牢地控制着，只能发出些许的呜咽声。曹孟德直接将脑袋埋进毛发中，不停地蹭啊蹭。变回本体后怎么还那么香？让我闻闻，别乱动。良久，曹孟德从寒月宫出来，涂山凤仪趴在背肩上，已经准备妥当，这时候去结胡炼丹传承喽。主人，我们去呢。少问多看，你不会后悔跟着我的。曹孟德御剑飞回自己的洞府，在离开之前得好好交代嘱咐一下姬兰，绝对不能让龙傲天趁着自己不再钻了空子。此时曹孟德的洞府内，姬兰正百无聊赖地翻着几本书。威猛弟子与娇软宗主不得不说的秘密，让狗男人爱不释手的2008种手段，这狗男人该不会对他腻了吧？2个月时间，平均1周来一次，就跟交任务似的。他准备的各种衣服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效果，是不是这些衣服不够诱人啊？要是让玉灵宗那些元婴执事长老、化神长老、太上长老和宗门弟子看见宗主这副模样和打扮，估计都会认为是他们滋生了心魔。正在思考中，感知到小男人出了寒月宫，上下打量一下，没有变小，穿着性感妖娆，微微整理一下，竟在高阳路虎口没多久，曹孟德走了进来，肩上还有白狐坐着，装模作样的姬兰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书。阿嬷，你这是？姬兰的目光落在雪白的九尾狐上，那狐狸正用一双粉色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新收的灵宠。曹孟德随手将涂山凤仪丢在软榻上，将自身血脉隐藏好的狐狸在落地一瞬间做出下意识举动，来个小翻身，优雅地缓冲了冲击。唯一露出的尾巴疯狂地打转，他在心中将曹孟德咒骂了千百遍，居然直接将他带到一位化神巅峰强者这，该不会是拿他换好处？狐不理解，狐瑟瑟发抖。明明前面还你侬我侬，互相温暖，转眼就来这。堂堂涂山皇女被当作宠物般抛来丢去就算了，还要被转手成二手的。好漂亮的狐狸！看见这只母狐狸，姬兰忍不住伸手想摸，却被一记狐尾抽在手背上。认生啊！没抓到狐狸，姬兰还是有些手痒。哟呵，你脾气还挺大的。看着一直在随便蹭来蹭去的涂山凤仪，曹孟德简直不敢置信，怎么突然改性子了？涂山凤仪顿时浑身僵硬，将脑袋低伏在前爪上，做出一副臣服姿态，然后就被姬兰的罪恶之手给薅过去，抱在怀中，如同先前一样被2只手狠狠蹂躏。然后涂山凤仪狐狸眼睛闭上，干脆享受起来，脑袋里一个劲的催眠自己，是他的仆人在给自己做全身按摩。我准备去一趟听风崖崖底。曹孟德在案几前坐下，将自己这一次过来主要的目的说了出来。龙傲天那边，兰儿你继续盯着，他要是有不对劲的举动和行为，及时制止就行，能把他关在洞府里就不准出来。在那里暂时不清楚会消耗多少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拜托兰儿了。离别前的一番交代，彻底嘱托了姬兰需要注意的事，特别是和龙傲天有关的，要时刻注意着。禁闭期间，只要发现有任何可能获得机缘的情况，能抢走就抢走。半个月前炼丹时就被要求过这样，只是经验不足，这下得到了完美的补充，下次可以做得更好。这无耻之徒是真厉害，居然连化神强者都可以睡到，就是身体撑得住吗？就算是修士也不能天天起飞啊。很快战场转移，涂山凤仪完全被2人忽视。既然是觉得一只灵狐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曹孟德，嘿嘿，提前适应适应。第2天，
涂山凤仪整夜未睡，不是不想，而是耳边的叽叽喳喳声实在是太吵了。坐在地上看着两人你侬我侬，涂山凤仪感觉自己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有上官希月和姬兰在，他怎么让曹孟德沉迷于自己，从而解除契约？兰儿，我走了，记得。姬兰并没有出来，依旧躺在床上，小手捂着肚子，显然十分期待着中枪，但真正的中枪者另有其人。那人正躲在寒月宫顶上，直到看见曹孟德离开，这才撤去所有隐藏手段，从琉璃瓦上悄咪咪地溜下来，偷感十足，神识一直注意着曹孟德，直到看见他回洞府去了，这才安心下来。上官希月身上依旧穿着素白长裙，红唇死死地咬住，遥望着曹孟德所在的方向，恨不得现在就过去一刀剁了他。可恨归恨，内心纠结无比，想杀又不想杀，更不敢面对。堂堂化神修士竟必触及锋芒，逆徒，畜生，孽徒，冲尸孽徒，你也是个废物，孽徒都这样对你2个月，恢复自由后居然下不去手。操，去割以永志啊，不行真割了以后自己怎么办？他骂一句说一句，一直都在为自己找借口，内心的位置其实早已经被曹孟德用蛮力捅了进去。作为化神修士，本不应该如此失态，但这种遭遇放在任何一位化神女修，合欢宗除外，身上恐怕都会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其大卸8块。曾经的废物弟子崛起后，第一时间居然是逆推师尊，这一推就推了2个月之久，被封进修为任。为了回避对方，他还特意躲了1个月，现在终于重新回归了寒月宫。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的阵法和禁制更改，让孽徒再也进不来，再把曹孟德的所有东西一股脑的丢外面去，这才闲了下来。然后坐到桌旁开始吃饭，桌上的饭菜是曹孟德离开前留下来的，也是唯一没有被丢掉的。这一口躲了1个月，可是想死上官希月嘞，直接双手抓起一大块肘子，狠狠啃了2口，嚼了嚼咽下去，还是那么好吃，可是为什么本宫复制不出来？吃着吃着忽然有些反胃，上官希月没有在乎，只当是太油腻。可经过2个月凡人时期，甚至有些忘了自己已经恢复，想呕是不正常的，除非怀孕了。由于多红颜流派，孩子并不会占太多戏份，但不会真的不管。刚开始没注意，直到吃完1个，又拿起1块猪蹄啃了起来。突如其来的反胃感打断享受美食的过程，上官希月猛地捂住嘴，2条柳眉紧紧皱在一起。忽然想起自己修为恢复了，有这种反应对于化神修士而言简直荒唐，不应该生病才对。想着想着，上官希月忽然呆住了，手中的猪蹄直接掉了下去。化神女修有反胃感，要么是身受重伤，要不就是有了。于上官希月而言，选项只有后者。不可能！上官希月素手颤抖着盖在小腹上，刚刚触碰就如触电般缩了回来。他突然想起来，那2个月曹孟德孽徒每次都不曾采取任何措施，自己修为被封，困于寒月宫中无力反抗，后来竟渐渐沉。不，怎么能怀孕？上官希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面容呆滞，心情困惑，怀疑、欣喜、害爽、兴奋。正常情况下，化神修士受孕概率堪比凡人徒手摘星，以曹孟德筑基修为，根本不可能让他怀上，可意外出现了。修为神识元神被封，除了寿命以外，其余和凡人一样。按照时间来推算，是头一次就中标了，然后孕育了3个月，直到现在才察觉出。素手再次贴到小肚子上，感受到体内这股若有若无的新生气息，上官希月真正错乱了，该咋办？生下来还是打掉？曹孟德，你还真是说到做到，想要产生羁绊，结果头一次就中了。摸着小肚子靠在椅子上，内心纠结，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本宫绝对不是害怕孽徒还有手段可以封修为，本宫只是不忍心看到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内心这般说道。上官希月终于是心安理得地坐下，挑了些清淡的开吃，简单果腹后，坐在公主位上，先手搭在肚子上，眼睛闭上那实体内，细细感知着腹中还未成型，身体微弱却异常坚韧的小生命。起初他只是震惊于自己竟真的怀上了曹孟德的孩子，但随着探查深入，他的神色渐渐凝重起来。这孩子的气息不对劲，寻常胎儿在母体内孕育，不过是凡胎肉体，需待出生后慢慢修炼。可自己体内这尚未形成的生命，周身居然萦绕着道运，仿佛天生与道共鸣，每一次微弱的心跳都隐隐牵动他体内的灵力流转，洗涤自身。更令他心惊的是，那股气息与曹孟德极为相似。虽然只知道他的体质逆天，确实没怎么仔细问过逆徒，每次见面不是拔萝卜就是过山车，偶尔还能感受到逆徒身上那霸道混沌的气息。而此刻他腹中的孩子竟也带着同样的气息，只是似乎根本上有些不同。
好像结合了他的太阴圣体，但整体来看，曹孟德的体质在这孩子身上继承的最多。这孽徒到底是什么来头？体质血脉如此特殊，幸好有了孩子。上官希月越想越偏，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就在神识即将撤开时，又有了新的发现。孩子还未彻底形成的手掌处，居然漂浮着一座小钟。那小钟通体玄黄，表面镌刻着繁复的先天道纹，在胎儿掌心缓缓旋转，每转一圈就有丝丝混沌气息溢出，与胎儿血脉交融。神识刚一触及那座小钟，便感到一阵心悸，他连忙收回神识，额间已沁出细密的汗珠。这是半生道气。上官希月眉眼睁开，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之色。根据记载，半生道气乃是传说中某些逆天体质或血脉的修士在孕育时同时诞生的可成长道气。拥有半生道气的修士，无疑不是惊才绝艳之辈，成长起来后足以撼动一方天地。可这样的存在，100万年都未必能出一个。孩子好啊，这个哪够啊？得多来几个，要是每一个都这般优秀，生10个8个都不够。他原以为曹孟德只是机缘巧合得了某种上古传承，可如今看来，他的体质恐怕远非寻常，甚至可能是某种未曾记载过的逆天血脉。若此事传出去，恐怕整个修真界都会为之震动。他深吸一口气，素手轻轻抚上小腹，对自己之前做的决定非常满意。得亏没有一气之下直接将孩子抹除了，不然高耸良心的多痛。不管怎么样，既然是本宫的孩子，那本宫自当尽心尽力。至于曹孟德，他冷哼一声，眸光复杂。待你出生后，本宫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此再好好问问你那混账父亲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刚刚做好打算，一道清脆的声音在殿外响起，弟子火灵帝接金丹已成，现来拜见师尊。寒月宫前，火灵一身红色雨衣，双手抱拳，恭敬地立在门前。知道是二徒弟过来的上官希月收回神识，抬手间撤去寝宫阵法禁制，端坐于寒玉座上，面色已恢复往日的清冷威严，只是仍有一只手牢牢地护住小腹。进来。得到他的允许，殿门开启，一女子迅速走了进来。火灵周身气息凝练，一身气息比闭关前强了不少。他正要行礼，忽然惊觉殿内偏边案几上残留淡淡昏星，不由诧异地偷瞄了眼。回过神来，火灵跪伏在地。师尊，您想吃些什么，和徒儿说就行，不必吃这些凡俗杂食。不必。上官希月板着脸直接拒绝。听到这个二徒弟如此贬低逆徒的拿手技能，不由分说的对火灵产生了些许厌恶之感。师尊，弟子刚出关就听说大师兄被曹孟德那厮废了修为，此事当真？见到自己被拒绝，火灵直接问了出来，压下心中的疑惑，直奔主题。上官希月神色平静，没有丝毫隐瞒说出来，确有此事。那师尊为何不惩罚曹孟德？大师兄可是我们寒月宫的首席弟子。火灵声音陡然提高，殿内的温度因火灵的情绪波动而不断上升。听到这质问，上官希月有些发热，没想到修为进展最快的徒弟居然是一根筋。一股化神威压释放而出，瞬间将火灵的气势压了下去。火灵，你刚突破金丹，就敢在为师面前放肆？火灵脸色一白，连忙跪下。弟子不敢，只是大师兄他，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大道才是永恒。而且身为同门师兄弟，龙傲天如对待曹孟德，为师也有错，正是因此才让他获得如此下场。废了是罪有应得，更何况只是血脉没了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资质依旧还存在。相对曹孟德18年的坚持，他要是做不到，就准备好离开。上官希月这话就像涂了毒，让火灵不敢置信。这居然会是师尊说出来的话，师尊不是最喜爱龙傲天师兄吗？站在原地，火灵眼中满是震惊与疑惑，看着师尊这张熟悉的清冷面孔，不知为何带着别样的风韵，好像变得更有女人味了。可这种变化让火灵感到陌生。师尊，您变了。火灵喃喃道，原来对徒弟的师徒之情只是暂时的。从最开始的曹孟德到现在的龙傲天大师兄，以后自己废了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遭遇？听着您变了这3字，上官希月因火灵请求惩罚曹孟德刚刚升起的怒火还没有发作就降了下来，先手不自觉地抚上小腹，语气却依旧冰冷。放肆！为师行事何须向你解释？记住，没事不得去烦曹孟德，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候别来告状。震慑过后，上官希月告诫一句，火灵由天地灵火诞生灵智，后修行中化人形，天性单纯，一心只为修炼，不懂男女之事，要是被那孽徒哄骗拿下，也怀上，这种画面简直不敢想。火灵觉得世界很魔幻，曹孟德很危险吗？这反而产生了些许好奇。他虽不明白为何师尊会
如此维护那个曹孟德，更不明白为何师尊会突然变得这般陌生。虽然不解，可作为在宗门内，他是既听话又有些叛逆，还有些神经质，只要想了解通透，好奇心一多，石头灵牛都拉不动。弟子知错。火灵低下头认错，内心却觉得没错，准备好好去打听一下最近的事件。龙师兄天赋不错，假以时日，说不定可晋升化神。但曹孟德这位小师弟如此努力，厚积薄发吗？只手镇压龙傲天，有趣，有趣。师尊如此行为，肯定和曹孟德有关。坐着就坐着，怎么一直捂着肚子？难道肚子不舒服？呀，想什么呢？化神修士怎么可能会肚子不舒服？是直接去曹孟德洞府找他，还是在这里守株待曹？火灵内心戏十分充足，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哀伤，一会儿感悟人生。殿内陷入一片沉默，良久，上官希月才缓缓开口：“你既已突破金丹，便该专心巩固修为。至于其他事，为师自有决断，你莫要多管，免得引火上身。”是师尊。火灵嘴上是这样说着，内心却不以为意。就算他修为厚积薄发起来了，又如何？自己可是金丹修士，他要是不乖，就揍一顿。想着想着又跑偏了，感受到大殿内凝重的氛围，火灵直接告退，呼啦啦的跑了。望着这一道红色身影，上官希月对以前忽略曹孟德感到抱歉。之所以让他回去还给不少资源，是想让他安度晚年。可没想到事态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他都怀了聂图德孩子，也算是一种别样的补偿。自己也告诫了火灵，后续发展以他现在的状态不合适出手干预，容易被同级别的发现有了孩子。总不能把火灵囚禁，那这和曹孟德有什么区别？摇了摇头，把这些杂乱的思绪甩出去。上官希月从座位底下拿出藏了许久的储物戒指，对于这种特殊的胎儿，应该从一开始就要用各种宝物来滋润。听风崖底，曹孟德站在这一潭池边，悠悠潭水漆黑如墨，散发着冷冽气息。站在潭边感受了一下潭水，冰冷，青石般的冰冷，一丝灵力注入，没一会儿就被潭水吸收干净。主人，你真要下去？涂山凤仪蹲坐在一块青石上，终于放出来的9条雪白的尾巴不安地摆动。他的狐狸眼转啊转，尽是狡黠。本皇单独在这，可以尝试呼唤族人前来救援。怎么？担心我还是准备搞小动作？曹孟德头也不回，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碧水珠，含在口中。哼，本皇只是怕你死在里面，连累我也魂飞魄散。涂山凤仪扬起小脑袋，一副高傲模样，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若是趁此换来族中合体强者，将他救了回去，还带走了这混蛋，到时候想怎么折磨就这么折磨，还能尝试能不能获得这混蛋的特殊体质。涂山凤仪能清晰地感觉到曹孟德的体质特殊，能吞噬他人血脉强化自身，这让他既忌惮又觊觎。若能获得这种能力，他重返涂山位置绝对是最稳的。放心，我死了你也一起死，咱们俩做一对亡命鸳鸯。曹孟德瞥了他一眼，说出的话却让涂山凤仪全身炸毛。那些小动作还是不要有了，安安静静的待着，不要试图有任何动作。要知道，这可是玉灵宗核心区域，合体来了可是要被揍的。说完，还是有些不放心，直接凝聚出几缕混沌链条，将涂山凤仪像捆猪一样捆着，还用契约彻底封闭了一身修为。知道涂山凤仪疯狂的缩脖子，依旧就逃脱不了捆绑的命运，只能在心中暗骂：该死的曹孟德，去他娘的契约，到底是谁发明的？等本皇找到破解之法，定要你曹孟德生不如死！居然这样对待本皇，回去后本皇做死你，炸死你！满意的看着被当成猪捆好挂在树上的涂山凤仪，曹孟德将他隐藏好，纵身跃入潭中。冰冷的潭水瞬间将他包裹，碧水珠在口中散发出淡淡蓝光，形成一个气泡将他笼罩。下潜约100丈后，压力骤增。寻常筑基修士此刻早已被压成肉泥，但曹孟德根本没多大感受，不仅混沌圣体没有任何表示，单单获得真龙精血的加持后，在水中比鱼还溜。只是这诡异的水会不断吞噬灵力，只能用碧水珠隔开。继续下潜，很快就有所发现。果然在这里，曹孟德目光锁定潭底一处发光区域，那里有一扇青铜古门，门上雕刻着各种珍稀药材图案，正中是一个丹炉浮雕。当他靠近时，丹炉突然亮起红光，一个让人浑身一颤的女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这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个要人命的妖精，普通人听到了肯定会陷入欲望的漩涡中不可自拔。来者何人？欲求何道？曹孟德不卑不亢。晚辈曹孟德为炼丹大道而来。善。女生回应。一品天阶炼丹师传承，需过3关，第1关控火。这么简单，最顶尖的炼丹师传承，第1关如此简单。不待他多想，
青铜门缓缓开启，一股吸力将曹孟德拉入门内。眼前景象骤变，他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石室中，中央悬浮着9朵颜色各异的火焰。9焰择一，炼化入体，方可继续。对于这个选择，曹孟德表示，为什么要选择？整片世界都是从混沌逐渐演化过来，他身怀混沌圣体，混沌的侵蚀吞噬之力对万物都起作用。9种火焰而已，全都炼化又如何？曹孟德丝毫不惧，盯着那9朵悬浮的火焰，充满了自信。区区9焰而已，何须择一？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他大步上前，混沌圣体运转，周身泛起朦胧的混沌之气，朝向9朵火焰笼罩而去。9朵火焰似乎感应到了威胁，瞬间躁动起来。黑白红等9种截然不同的火焰之力交织在一起，狂暴的能量充满整个考验场地。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混沌之气所过之处，一切暴动都被压制。混沌包容万物，亦可吞噬万物，那些释放出来的伤害被吞噬了部分，还有更多的被身体给吸收了。给我炼！将9种灵火凝聚在一起，曹孟德低喝一声，混沌圣体催动，9朵火焰被强行拉扯，逐渐融入他的体内。轰！狂暴的火焰之力在身体中肆虐，想将他的身体烧成灰烬。但曹孟德神色不变，混沌圣体不断吞噬、转化，将9种火焰之力一一降服。外界，涂山凤仪突然感到灵魂契约传来丁点波动，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依旧扭头望向潭水。这家伙在下面干什么？动静这么大。不知过了多久，石室内终于恢复平静。曹孟德缓缓睁开双眼，瞳孔深处似有9色火光流转，很快就被混沌炎给吞噬得一干二净。他抬手一挥，9种火焰还保留着呢。或是想到些什么，曹孟德直接取出其中黑白2色，拼成一朵火莲。9焰归一，混沌为炉，这才是真正的控火之道。就在此时，石室中央浮现一道虚幻的身影，正是先前那清冷女生的主人。他目光复杂地看向曹孟德，缓缓道：万载以来，你是第一个敢同时炼化9焰之人，非常不错，我期待你后面的表现。看见这位灵魂体，曹孟德心中瞬间出现2个想法：天底下怎有如此大的邪恶？靠如此宽大的磨盘，气运之子如此桃花运，真是太爽了，都归自己了，嘿嘿，找机会把这灵魂一起夺走。脑海中胡乱想了几秒，立刻反应过来，前辈设此考验，不正是为了寻找真正的丹道天才？女子微微颔首，不错，但第2关可没这么简单了。话音未落，石室骤然崩塌，曹孟德眼前景象在变。第2关，食药。眼前景象再次变换，原本的石室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无垠的药田。药田之中，灵药遍地，各种清香缭绕，仙雾氤氲，浓郁的药香几乎凝成实质，特别是种类繁多的各类灵草灵药，让人眼花缭乱。此关需在3日之内辨识100株灵药，并准确说出其药性、年份及搭配之法。100株灵药，这个数字对在1个月内深度学习过的曹孟德来说不成问题。小小问题随手拿捏，何须3日之久？走入药田，开始速度观察。9品灵药青灵草，性寒味苦，100年份者可做清心丹主材，若与3叶玄冰花搭配，可中和火毒。紧接着，他又走向一株开着7色小花的植物。7品灵药七彩月见，每100年增1色花瓣，此株7色当有700年药龄，与赤焰果同炼，可成6品破障丹。随着他不断辨认，药田中的灵药一株接一株消失，曹孟德步伐越来越快，辨认速度也愈发惊人。9品紫灵芝需生长在雷击木上，6品玄阴参根须成龙行者为上品，8品火灵藻表皮有金色纹路时药效最佳。用时半日，曹孟德分辨完所有认识的草药，速度之快让残魂女子知晓对方是有备而来的，这让原本准备炼丹的第3关直接被改变了。不能简单的炼制丹药，何为丹道？女子直接发问。对于这个问题，曹孟德愣那么一会儿，随即嘴角微扬，负手而立。丹道，丹道即是掠夺之道。女子眉头微蹙，此言何解？天地灵药本为天生地养，炼丹师取其精华，夺其造化，炼为丹药，这不是掠夺又是什么？女子灵魂因为这一番言论更加疑实。好一个掠夺之道！她突然放声大笑，仿佛是找到了同道中人。那你可知为何万年来无人能得我完整传承？没有丝毫犹豫，曹孟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前辈要等的正是一个敢夺天地造化的狂徒，一个有能力吞天噬地之人。女子大笑，笑声中竟带着几分癫狂。好，好，好！等这么久，终于来了一位还算有趣的人。
癫狂过后，女子虚幻的身影飘然而下，竟显化出实体。她一袭白衣胜雪，眉目如画，只是那双眸子一直注视着曹孟德的眼睛。片刻后，什么都没瞧出来。随后衣袖轻挥，药田幻象如烟消散。他凌空而立，俯视着曹孟德。3关已过，你有资格成我衣钵，还未请教前辈名讳？曹孟德拱手问道。名讳。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恍惚，似在追忆活着光阴。本座玉无穷，当年为炼酒转轮回丹，遭天劫反噬，仅余这缕残魂守候传承。虽不了解丹药之微，但如此名字肯定不是凡品。此丹的天劫居然直接将渡劫强者轰杀了。玉无穷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怎么对如此丹药心动了？其实曹孟德并没有对这种丹药心动，他觉得此番机缘最应该收下的就是玉无穷，简直人如其名。上身超大的邪恶，下宽过肩膀的磨盘，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臀宽过肩。这般身材配上那清冷孤傲的气质，反差感令人。掠夺的哪里是丹药，分明是男人的命。只要成功收走这残魂，帮其复生后，可是就能获得一位炼丹至圣，这买卖很划算。曹孟德心中想着，面上却恭敬道：前辈风姿绝世，晚辈只是惊叹于您的丹道造诣。这番话说的脸不红心不跳，目光却毫不避讳地在对方身上游走。玉无穷冷哼一声，玉指轻点，霎时间无数丹道典籍、经验、玉简从虚空中浮现，出现在曹孟德周围。本作传承分3部分，丹经万卷，丹火9种，特殊火种可以增加炼丹成功率。还有，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本作亲自调教。曹孟德心头一跳，这最后一部分怎么听着有些暧昧？他可不喜欢被动，更喜欢当执行者。前辈要如何调教？他故作天真地问道。玉无穷衣袖轻拂，一尊古朴丹炉凭空出现。你天赋如此出众，自然是教你炼丹。若是表现更为妖孽，本座也不介意教你些别的。曹孟德呼吸一滞，这女人是在撩他。只剩一缕残魂了，还能干啥？除非实力足够将对方复活，肯定是有这种丹药的。仅仅不正经这一会，玉无穷便恢复清冷模样。这里面含有本座毕生所学，不过既觉得是掠夺之道，那在我这传承也是要夺的。话音未落，所有传承四散飞离，在此处空间中消失不见。想拿传承，先让本座看看你是否找得到。拿得到。对此，曹孟德没有任何动作，反而笑盈盈地盯着玉无穷。这些经验和传承最大的机缘其实是前辈，晚辈何故放着前辈不管，反而要去搜寻在方天地轻而易举就能被找出来的机缘？闻言，玉无穷薄眉微挑，原本平淡的眸子里产生了些许波动，也仅仅只是波动而已，这种情绪瞬息之间就消失。看着眼前这后辈，玉无穷的心情中是从稍微有趣转变成了感慨。哦，你倒是聪明，不过本座不过一缕残魂，你居然也想带走，当真好贪。贪？此言差矣，前辈作为一名一品炼丹师，只要能救活其价值不可估量。曹孟德不断发动大忽悠术，半真半假半谎话地说，活生生的丹道至圣可比典籍珍贵多了，若是就这样死了，那多可惜啊。前辈知道现在外界的一颗9品的丹药多贵吗？整整90块灵石，相当于9000灵币，是普通散修需要耗费1年才能赚到的数量，而丹药整体成本价才不过2块灵石。天下散修苦炼丹师协会已久，你这嘴不去说书倒是可惜了。玉无穷冷哼一声，他虽有些心动，但显然没有相信。油嘴滑舌，不过本座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带走我。话音未落，整个空间突然扭曲变换，原本悬浮的丹炉化作万千星辰，四周景象竟变成浩瀚星空。曹孟德只觉得脚下一空，整个人已漂浮在无垠宇宙之中。这是本座的丹道领域。玉无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回声重重。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要带走本座，就看你能从领域中领悟出什么来。好一个丹道领域！他眼中金光闪烁，体内灵力疯狂运转。既然要考验晚辈的悟性，那成功之后，前辈就是晚辈的师尊之一了。此刻无比的安静，玉无穷并没有回应，可沉默就代表着默认，也就是说同意了这个点。对曹孟德而言，这就是好事，为以后当冲师逆途打下基础。这种上万年看起来还单身的女修，获得了对方的芳心，那反差感、开放程度很润。没过多久，盘膝而坐的曹孟德周身开始被混沌星辰旋转，每一颗星辰都散发着不同的药香，竟然以领域内的星辰陨石为料铸丹，星辰中间飘荡着类似银河的光幕斑点。暗处中的玉无穷杏眼瞪大，红唇微张，内心受到暴击。他领悟了1000年之久才学会的周天星斗炼丹术，
居然被眼前这个比自己小了至少2万岁的后辈不到1炷香时间就领悟出来。难道这就是天意？此子定是有大气运之人，我可以不用面对死亡了。如此天骄，肯定被各种异族暗中虎视眈眈，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需要我，不仅是教导，更是护道。我这所剩不多的灵魂，危急时刻还是能救他几命的。在这处空间里待了那么久，这个小家伙还是唯一一个进来了且通过3重随机考验。之前的3项考验为何这么简单？玉无穷也不知道，就感觉脑袋像是抽了一下，就放了大海。其实还是天道下的手。想到这里，玉无穷的残魂更加凝实，对这片空间的掌控减弱，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进入曹孟德体内。看着曹孟德周身环绕的星辰丹火，那从生疏到熟练的操控手法，还是很满意的。他的眼光依旧不错，只要努力教书育人，这名弟子绝对不会比他3位师姐差。没过多久，曹孟德领悟完毕，睁开双眼，直接看向彻底显出身形的玉无求，依旧是一袭白色道袍，却不再如最初那般疏离。前辈，领悟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这周天星斗炼丹术可还入得了您的眼？要是有肉身在，玉无穷恐怕会嘴角抽搐。1炷香时间久了点。曹，他飘然落在曹孟德面前，玉指轻点他眉心。你倒是让本座刮目相看。他语气依旧清冷，但眼底的欣赏却掩饰不住。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第4名亲传弟子。话音未落，他突然化作一道流光，直接没入曹孟德眉心。曹孟德来不及反应，只觉识海中多了一道清冷的气息。别慌，玉无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本座既答应做你师尊，自然要时刻教导。师尊暂且寄居在你灵魂中，待你晋升2品炼丹师，寻到9转还魂丹的材料，再为本座重塑肉身不迟。这可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曹孟德心中暗喜，不仅能随时请教丹道，多了个灵魂保镖，慢慢培养感情，还能当冲师。玉无穷有些痛苦的声音传入他脑海。玉无穷的残魂才刚刚进入曹孟德的识海，以他对筑基修士见解，根本没有提防，依旧在嘱托着一些事情。结果一股浩瀚无边的混沌灵魂威压从4面8方向他涌来。玉无穷这火爆的灵魂身材直接被威压压得形象狼狈，头低后高的趴着，根本动弹不得，实在是令人羞耻。这是什么体质？灵魂居然如此强大！玉无穷心中大骇，自己堂堂渡劫期残魂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镇压，连动弹都做不到。主要还是不敢贸然动手，怕伤了徒弟的灵魂识海。这种妖孽可舍不得下手，除非敢背叛玉无欲。得亏曹孟德没有内视灵魂，不然那刚收的徒儿看到原本清冷孤傲的师尊，现在如同小动物般被死死禁锢趴在识海。他原本的高深莫测的姿态瞬间崩塌，倒有些无助。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叫不叫徒儿呢？玉无穷内心开始挣扎，要是叫了徒儿，肯定会注意到这边的情况，说不定就会获得形象坍塌，师尊好像不正经，靠谱吗？等隐形称号。他尝试挣扎，却发现自己的残魂像是被一座太古神山镇压，翻个身都无比困难，连传音都变得极为艰难，再度几经尝试，没有任何作用。无奈之下，他只能勉强凝聚为数不多的魂力，向曹孟德传音：逆徒，救为师，你的特殊体质，为师一不注意就被困住了。声音不再清冷，反而带着一丝慌乱和羞恼。从未想过自己堂堂丹道至圣，竟会被一个小辈的灵魂镇压得动弹不得。刚刚消化完二师尊给的大部分传承，曹孟德正沉浸在又结胡成功的喜悦中，忽然听到玉无穷的传音，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那是识海。这一看，他顿时乐了。只见玉无穷的残魂被他获得混沌圣体一同升级了的混沌灵魂自主散发出的威压死死禁锢，整个人魂被限制住，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这两边低中间高，然后压了下来，现在还是缕灵魂也行，但没有真身带来的震撼。先培养感情，实在行不通，灵魂镇压后在一起也是行低。什么？你说他是师傅？师尊，拜托，这不是加分项吗？玉无穷此时的表情再不复先前的孤傲，反而带着一丝羞愤和无奈，甚至有点委屈。师尊，您这是怎么了？曹孟德故作茫然，实则心里已经笑翻了。为什么灵魂类不能用流影石截取画面啊？你这逆徒，少装傻！玉无穷咬牙切齿的传音，快把你的灵魂威压收敛一下。本座动不了了。堂堂一代丹圣，何时受过这种委屈？被一个徒弟的灵魂镇压得毫无反抗之力。曹孟德强忍笑意，故作正经道：哎呀，师尊，我这体质天生混沌，全方面无敌，可能是把您当成入侵者了。少废话，快放开本座！玉无穷又羞又恼，声音都有些颤。
能感觉到那些混沌灵魂居然开始侵蚀、融合些许到他的灵魂内，修复灵魂倒是很舒服的一种体验。可我玉无穷是什么人，不可能自甘堕落。好好，师尊别急。曹孟德心念一动，灵魂识海稍微一动，无边的混沌气息立刻撤开。轰！镇压之力刚一减弱，玉无穷的残魂立刻挣脱束缚，但他显然心有余悸，正用打量的眼神不停地检查自己未来1000年的居住场所。这徒儿的识海核心到底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全身上下看了一遍，阴阳之体为何有些混乱？侵蚀、火灼感、吞噬、烦。师尊，您没事吧？曹孟德一脸关切。玉无穷张了张嘴，吸了一口气，根本找不到有关记忆，只能猜测灵魂的强大是因体质的原因。平复下复杂心情，带着求知欲问道：徒儿，你这体质到底是什么来历？见师尊玉无穷一脸震撼与茫然，曹孟德心中暗爽，表面却故作谦虚。师尊，徒儿这体质名为混沌圣体，乃是诸天万界第一体质，可容万法，演万道，肉身不朽，灵魂不灭。玉无穷此刻随时可以被他灵魂镇压，没有他的允许根本出不来，不带怕地。混沌圣体，玉无穷眉头紧了紧。为师纵横求魔大陆数千年，从未听闻过此等体质，你且详细说说。识海中曹孟德负手而立，灵魂虚影在识海中显化出一派高人风范，实则内心狂喜装逼时刻道：混沌圣体诞生于鸿蒙之初，可吞噬天地万气，演化混沌，修炼至大成，一拳可碎顶阁世界星辰，一念可乱时空。师尊方才感受到的灵魂威压，不过是混沌圣体觉醒后我的灵魂自主护主罢了，甚至于圣体都没有启动，要是启动的话，师尊恐怕已经魂飞魄散。这话明显有着其他含义，要是想夺舍我的话，不死也得死。玉无穷听得残魂发麻，传音都有些莫名的意味。那你如今修炼到何等地步了？惭愧，徒儿如今才住机期，此方世界天地之宝拿不到多少，混沌圣体连1/1000的威能都未激发，连圣体小程度未达到。说着，曹孟德摇头叹气。对于这种炫耀式发言，玉无穷有些噎住了，更多的是羡慕与欣喜。这混沌圣体越逆天，以后自己复生的希望就越大。我的这个徒弟一定会名扬求魔大陆。实际上，真正让曹孟德名扬大陆的是，他的女人太多了，且个个是当代角色，还有不少师徒等木驴，增长了一番见识。世界还有如此体质，降生在求魔世界，定是天道来终结魔界的。徒儿，你这体质确实不凡，不过修炼一途讲究循序渐进，切莫好高骛远。玉无穷嘱咐道。这师尊明明被吓得不轻，还要端着架子教训他。他故作乖巧的点头。师尊教训的是，徒儿谨记。见他态度恭敬，心中稍安，又恢复了那副清冷孤傲的模样。你且好好修炼，待为师恢复一些魂力，再传你更高深的丹道。然而他话音刚落，曹孟德的混沌灵魂突然又波动了一下，吓得他残魂一颤，差点下意识地趴下去。想好躲避，忽然想起来根本无法避开。玉无穷心中暗自吐槽自己，本座堂堂渡劫期修士，竟被一个徒弟的灵魂威压下成这样，真是越活越回去了。都怪这1万多年没跟人动手，连最基本的警惕性都没了。现在倒好，残魂状态下还一惊一乍，得找个时间好好教导教导徒弟。察觉到便宜师尊那一个哆嗦，他便真正确定对方确实没能力反抗，然后才一脸歉意。抱歉师尊，这圣体刚觉醒不久，有些能力我还控制不好。玉无穷总感觉这逆徒绝对是故意的，可看着这个恭敬的样子又不像。无妨，徒儿，你多加练习便是。也不知道进入他的识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万一吞了我咋办？看他不像是冲师逆徒，如此恭敬正直光明之人，怎么可能是那种卑劣之徒？当然若干年后，大着肚子的他不知道骂了多少句孽徒、逆徒、孽障，甚至于他那几个徒弟都一个个没有逃脱魔掌，被曹孟德一一拿下。看着师尊那疑惑思索的样子，曹孟德心中乐开了花，又想到自己几乎万能的体质，只要打开一个口子，绝对让便宜师尊上瘾，于是开口询问：师尊，您这残魂状态是否需要徒儿帮忙稳固？我的混沌之气应当有巩固滋养本源之效。听闻此言，残魂状态下的玉无穷有些心动。他确实需要恢复灵魂力，但方才被混沌灵魂力那瞬间制服他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看出他的顾虑，曹孟德笑道：师尊放心，这次我会小心控制的。那你试试吧。权衡再三，为了能尽早恢复，他终于点头应下。得到允许，曹孟德立刻调动一丝温和混沌之气，缓缓渡入玉无穷的残魂中。输入过程中极为小心，控制着力道和速度，
让那混沌之气温和地滋养着神魂。玉无穷只觉一股暖流涌入魂体，原本虚弱的残魂竟真的开始缓缓恢复。随后惊讶地发现，这混沌之气不仅没有伤害他，反而让他的魂体更加凝实。吃惊过后，难以置信地感受着魂体的变化。徒儿，你这混沌竟有如此神效，师尊感觉如何？可还舒服？说着，曹孟德缓慢增加输入量和输入速度。玉无穷下意识地点了点头，随即意识到这种行为有些失态，连忙板气脸。尚可。这一切都落入某人眼中，师尊明明很享受，还要装模作样，真的是嘴硬啊。他继续加大力度，混沌之气继续滋润着玉无穷千疮百孔的魂体，恢复的舒适感让他差点呻吟出声。逆徒，你收敛些。玉无穷强忍着那奇异的感觉，羞恼地喝道：师尊，我是在帮您恢复魂力啊。曹孟德装成十分无奈，实则正在不断把口子撕开，让更多的混沌气进入，当做以后的保险。没办法，身为反派，安全感太少了，手段龌龊下作怎么了？能保命就行。只是整个过程会让便宜师尊感觉到不一样的感觉。随着混沌之气的增多，魂体深处泛起一阵奇异，那混沌之气仿佛有生命般在他体内游走，每一缕气息都难以言喻。被混沌气不断冲刷的玉无穷能感觉到残魂有部分正在被修复，但更多的混沌气息在和自己融为一体，这上头感让人癫狂。徒儿，够了！传过来的灵魂之音有些发颤，话语间试图维持师尊的威严。为师一缕残魂，不能过多消耗你的混沌气。曹孟德装作没听见，直接放开混沌之气的频率，让他们疯狂涌入啊！玉无穷突然轻呼一声，随即羞愤交加，自己的魂体被庞大的混沌气直击深处。作为曾经的大乘期修士，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介弟子面前如此失态。孽徒，你做了什么？他声音里带着慌乱。师尊前面说让徒儿不要继续了。曹孟德继续忽悠。徒儿见混沌之气还有些许，不想一口气都给了，算了。这话让人产生了矛盾，想要修复又不想要修复。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即叫停，但魂体传来的治愈却让他舍不得中断。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的魂体竟然开始主动吸收那些混沌之气，就像上瘾一般。行了，停下。在感觉到有问题的那一刹那，玉无穷瞬间清醒过来，让曹孟德停下。终于连接起来，混沌气断开，这股气息退去，玉无穷感觉到些许不舍。师尊，觉得怎么样？曹孟德问一句，再追加一句，留有余地。下次有需要咱们继续。而玉无穷只是一道残魂，徒弟如此强悍的情况下，他无可奈何。现在再傻，他也发现自己这个徒弟简直是个妖孽，不仅体质逆天，连心思都如此狡黠。此刻他俩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只能希望这个不正经的徒弟心系人足。好了，今日就到此为止。他强作镇定，思绪混乱，想了些许有的没的。为师要进修了，你且去忙你的吧。见好就收，恭恭敬敬，转身就走，整体表现当真是位好弟子。是，师尊。徒儿告退。退出识海后，曹孟德忍不住笑出声来。这高高在上的丹圣师尊，在他面前竟如此吃瘪迷离，实在是痛快。而识海中，玉无穷的残魂依旧没有动静，回想着方才的种种，心中五味杂陈。他堂堂大乘期强者，竟被一个筑基期的小辈拿捏得死死的，这要是传出去，他还有何颜面？这徒弟还没怎么培养，就起了逆反之心。不行，本尊一定要将他扳正回来。玉无穷在识海中暗暗发誓，一定要重振师道威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之前混沌之气治疗恢复灵魂时，他已经彻底被曹孟德的混沌之气套上枷锁。而曹孟德接下来就要准备去拿地阶法宝丹塔。这座丹塔也是玉无穷活着的时候耗费一生心血、时间游历天下，为收集丹方、储存炼丹经验炼制而成。这座丹塔共有9层，每一层代表一个品级。按照玉无穷的指引，曹孟德成功找到了丹塔的位置。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认他为主，彻底掌控丹塔，增加他个人的底蕴。站在丹塔前，仰望着这座通体灰白的9层宝塔。塔共9层，每一层高约1丈半，眼角挂着纯白风铃，塔身表面流转着灰色的丹纹，每一道纹路都蕴含着玉无穷毕生的丹道感悟。大门口有着一对联字：上一塔纳乾坤，下9层收万丹，横批草木有灵。曹孟德文化有限，觉得写得不错，有道理，这东西是他的了。直接向脑袋里的二师尊询问：师尊，丹塔上面有没有应急手段？没有，徒儿，你直接滴精血认主就行。融合血液后，
沉睡的气灵就会苏醒。识海中，玉无穷的残魂翻了个白眼，继续道：本座又不是恶趣味之人，传承不是那些俗套话本，单道重在悟性，设那些花里胡哨的关卡有何用？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复杂。况且此塔已有灵性，他若不愿认主，你连门都摸不到。曹孟德眼中金光一闪，他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关键信息。丹塔有自主意识，那是好事，以他逆天之姿，这塔手到擒来。看来他挺喜欢我。他咧嘴一笑，指尖逼出一滴精血，血珠悬浮在空中，散发着淡淡的混沌气息。就在血珠即将触及塔门的瞬间，整座丹塔突然震动起来，灰白色的塔身绽放出七彩光华，没有出现任何攻击或考验，而是所有风铃齐鸣，塔身丹纹如同活过来一般不断转动着。那滴混沌精血瞬息之间就被吸入丹内，片刻光芒大盛。仅仅片刻，曹孟德就感受到与此塔产生了联系。丹塔第9层门户同时开启，他可以去任意想去的楼层。就在他准备有所行动时，一个小萝莉一样的气灵突然从塔顶摔了下来，捂着身体不停地翻滚，口中还在喊着：好烫啊，好烫啊，这血液怎么这么烫？看着地上打滚的小萝莉，曹孟德不由得愣住了。这气灵约莫11、12岁的模样，一身灰白色的衣裙，头上扎着2个小丸子，脸蛋圆润可爱，此刻却疼得眼泪汪汪，小脸皱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就像一只小虫子。哇，烫死我了！你的血怎么这么霸道？小萝莉一边滚一边控诉，声音软糯，却带着哭腔。听得这些话，嘴角抽了抽，曹孟德转头看向识海中的玉无穷。师尊，这气灵怎么看着有些精神不正常？乃知是海中玉无穷的残魂也愣住了，半晌才回道：奇怪，丹塔的气灵虽然外表看着小，可一直都是比较沉稳的。想了想，得到一个结论，他在装嫩。他蹲下身，伸手戳了戳小萝莉的脸。喂，小东西，我的精血少说也是天地宝物，不想要吐出来，给你点普通血得了。谁说不要？小萝莉气鼓鼓地拍开他的手，眼泪汪汪地瞪着他。这是什么血？太霸道了，差点把我灵体烧化。是你太弱了，承受不住混沌精血的融合。小萝莉委屈巴巴地点头。我本来睡得好好的，谁知道你一滴血砸进来，差点把我灵体融化。对于这种吐槽，曹孟德笑了。难道身体本源太强也是错？混沌本就是大道起源，天地之初就是混沌，不强如何演化整个世界，分化数千数万的大道？那现在呢？认主成功了没？小萝莉瘪着嘴，疯狂上下点头。认了，本来就应该认你为主的，前主人你都收走了，我怎么不可能跟着？再说现在主人的血都融进塔心了，我能不认吗？他揉了揉全身还在发烫，小声嘀咕：早知道这么凶，我就不出来了。看着小萝莉低着脑袋，摇着丸子头，还在不停的啰嗦，曹孟德直接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放心，以后跟着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谁要跟你吃香的喝辣的？我是气灵，又不用吃饭。小萝莉嫌弃的躲开他的手。曹孟德不以为意，站起身看向丹塔，等他拿到那些天地灵矿类物品，你这个气灵不直接扑上来都是好样的。现在他要好好逛一逛里面，既然认主了，那就一起进去瞧瞧。走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小主人，第9层的东西现在碰不了，容易出问题。小萝莉哼了一声，小手一挥，塔门轰然洞开。别当谜语人，直接告诉我就行。第9层封印着大主人当年收集的禁忌丹方和几样大凶之物，小主人修为太低，靠近了会被反噬，至少要化神才能过去。行，那第9层我就不去了，前8层还可以到处看看。曹孟德知道第9层如此之凶，惜命的他可不会去贸然查看。气灵说至少要化神，那个时候以他的战斗力，说不定都能跟合体55开了。想着他抬脚就往塔内走去，而小萝莉这个气蹦蹦跳跳的跟在后面，嘴巴依旧在不停的巴拉巴拉。小主人，你今年多大呀？小主人，你是什么体质？作用好大哦，能不能再给我几滴精血？小主人，觉得大主人漂不漂亮啊？小主人，我能帮你拿下大主人哦。大主人那山峰，那大漠。气灵还准备说些什么，脑海中就充满了前任主人玉无穷的怒吼声。够了，你自己装嫩就算了，还要出卖我，再这样不正常，老娘把你珍藏了1万多年的黄色画本全烧了。这下一直说的不听小萝莉终于消停下来了，整只萝莉正常些，话语也变得正经，伸手拉住曹孟德。小主人，第9层最危险，7、8层也有点小问题，很多问题丹药需要注意。本来不想搭理，看着在发疯的气灵，听到正常的话，这才低头看他。怎么担心我？小萝莉脸一红，松开手，扭过头。谁担心你？
我是怕塔没了主人，我又得一直睡觉。行，那你就跟着我，免得我乱来。曹孟德一把将他拎起来，抱在怀里。小萝莉挣扎了2下，发现挣脱不开，只好气呼呼地趴在他肩上。无赖主人，居然抱我！不理会他的抗议，大步踏入丹塔。塔内空间远比外观宏大，第1层陈列着无数基础和9品丹方和灵药典籍，书架高耸入顶，浩瀚如海。每一种丹方周围都有可以重复使用的投影石教学，整体可谓是一条龙服务。了解过后，他满意的点点头。不错，以后炼丹不愁没资料了。肩膀上的小萝莉嗡嗡道：这些只是最基础的，上面的才是好东西。那还等什么？走起，看到底有哪些好东西。拍开他的手，从他怀里跳下来，生怕小主人乱动东西遭殃，只好主动带路。跟我来，东西别乱碰，先问一下。跟在他身后，一层层往上探索。第2层是8品丹方，第3层是7品，越往上，丹方的品级越高，甚至还有一些失传的古法炼丹术。到了第7层，曹孟德终于停下脚步。这一层存放的全是3品丹方，甚至还有几枚成品丹药，被封印在特制的玉盒中，散发着惊人的能量波动。原本还比较放松的小萝莉警惕地看着他，这里的丹药你现在还不能用，吃了会爆体而亡。放心，我没那么忙。他环顾四周，忽然目光一凝，落在角落里的一个黑色匣子上。那是什么？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气灵脸色一变。别碰那个！气灵的话音落下，原本预料中对方升起好奇心，直接拿起盒子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反倒是对他摆了摆手。不给主人我介绍一下这款特殊丹药。心中的恶趣味没有实现，他得到命令只能飞了过去，控制黑色盒子过来。里面其实放的也不是危害极大的丹药，这丹药名称叫娘们丹。曹孟德猛地抬头，原本还以为是什么毒丹，没想到居然是娘化。此丹只要任何男性生灵触碰一下，就会立即生效，使触碰生灵在一息之间变为女性，而且是最妖媚的那一种。听完气灵的介绍，真是大开眼界。娘们丹，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恶作剧吗？他盯着那黑色匣子，表情古怪。小萝莉气灵右手掐着小下巴回忆道，好像是前主人当年游历大陆时从一个奇怪的丹师手里赢来的。据说那丹师专门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丹药，什么夺性丹、反同环老丹、后门长出味蕾丹、说话全身冒泡泡丹、金枪不倒百年丹，很难评。就那个金枪不倒可以让虚弱修士眼前一亮，可起来100年不下去，出门就得顶着。没办法，实力强的不需要，实力弱的用了，就算隐藏了也挡不住修为更高的前辈。这丹师怕不是个天才。谁知道呢？小萝莉摊手，反正这丹药挺邪门的，前主人觉得好玩就收着了，但一直没用过。盯着那黑色匣子，他只好提一个问题：这丹药能解吗？能啊。小萝莉点头，只要再吃1颗爷们丹就能变回来。爷们丹？对，就是配套的，前主人顺手一起收来了。小萝莉指了指盒子位置旁边的一个白色小瓶子。那还行，至少不会让人一辈子当妹子。不过小萝莉忽然露出邪恶的笑容，这丹药有个特点，就是变回去后身体会保留一部分其他特征哦。曹孟德瞪大眼睛，什么意思？你没用过？呸呸呸，谁会用这种下流丹药？只是拿一些邪修当材料做过实验，会让皮肤会更细腻，嗓音会更柔和，甚至某些嗨，总之不会完全恢复原样了。小萝莉笑嘻嘻地说道。曹孟德真天才，如此邪门的丹药他喜欢，反正又不是自己用，给那些敌人。嘿嘿，一想到后面碰到的主角，特别是大势力的主角，他们的父母最终养儿育女，内心是什么感受？要是在洞房花烛夜之时变成妹子，姐，这画面太呕了。行了，这东西我就拿走了，太危险了，得交给主人保管。主人是想一个人偷偷在被窝里试一试吗？听到这话，得亏曹孟德口中没含水，要不然得一口喷出来。他是什么很重口的人吗？颇为无语的他一把捏住小萝莉的脸蛋。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放手！小萝莉含糊不清的抗议。他松开手，迅速将黑色匣子和白色药瓶收入储物间。这等邪物，当然要由我亲自看管，免得祸害苍生。对了，其他的特殊丹药在哪里？带我过去，我要全部拿走。揉着发红的脸颊，气灵小声嘀咕，说的那么正义，明明就是想拿去整人。曹孟德眯起眼睛，没什么。小萝莉立刻挺直腰板，主人英明神武，心怀天下，是世界上最帅的人。他轻哼一声，快点带路，那些我全要了。走在前面，确定曹孟德看不到他的表情，直接做了个鬼脸，这话谁能信啊？小主人，这边。他出现在第7层的另一侧，
小手一挥，墙壁上浮现出一道暗门。这里存放的都是大主人收集的所有特殊丹药，有些连名字都没起，效果千奇百怪，还有很多。曹孟德眼睛一亮，大步跟上。暗门后是一间不大的密室，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每个容器上都贴着简短的说明。他随手拿起一个翠绿色的小瓶，瓶身上写着笑死丹，服下此丹，金丹级以下，只要身上还有修为在身，就会狂笑不止，直到死亡，免除方法，自废修为，注对元婴及以上无效。曹孟德倒吸一口凉气，这玩意儿够狠啊！他立刻就想到了亲爱的大师兄，随后又摇了摇头，不合适，已经给龙傲天安排好了死法，被化为病娇的合欢宗圣女废掉修为后囚禁。小萝莉凑过来，笑嘻嘻地说道：“这个丹药可好玩了，前主人曾经给一个仇家后人喂了一颗，那人整整笑了3天3夜，最后活活笑死了。你们玩得挺花。”又拿起旁边的一个血红色玉瓶，上面写着软骨丹，服用后全身骨骼软化，可随意扭曲身体，但痛感翻100倍，对元婴及以下有效。邪门玩意儿。这个啊，小萝莉歪着头回忆，好像是某个邪修炼制出来折磨人的，前主人觉得有趣就抢，就借过来了。怪癖丹，服下后会随即产生一种奇怪癖好，且喜欢当众展示，对化神及以上无效。谎话罚丹，服用后说一句谎话，就会获得一个负面 buff 或随机惩罚，对化神及以上无效。水爆丹，服用后每一次接近任何水体都会产生大爆炸，可以伤到服丹者，此丹对化神及以上无效。那这个身上的血液和其他液体算不算？越看越离谱，曹孟德甚至怀疑这些丹药的创造者是不是脑子被驴踢过。但不得不说，这些玩意儿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发挥奇效。全收了。他大手一挥，直接将这些丹药全部扫进储物界。小萝莉眨了眨眼，主人，你拿过去祸害人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胡说。曹孟德义正言辞，我们这是替天行道，到时候一起。哦，好的。小萝莉拖长音调，一脸我信你个鬼的表情，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还很满足的。这些丹药他肯定用得上，至于是用在谁身上，那就看后面哪些人是主角，哪些人得罪了他。收完这些，又在第7层逛了一下，这里的每一颗丹药都价值连城，但有了娘们丹的不知所措在前，其他丹药就显得非常正经。走吧，去第8层看看。小萝莉这次没有阻拦，蹦蹦跳跳的在前引路。通往第8层的楼梯泛着淡淡的金光，每一级台阶都开始有了丹纹。第8层主要存放2品丹方和成品丹药。小萝莉边走边解释，不过最珍贵的是一整套突破大成所需要的2品天阶丹药，合体大成可以用的天阶丹药。曹孟德挑了挑眉，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小萝莉气灵原本期待看到自家小主人震惊的表情，结果发现对方居然毫无波澜，顿时有些泄气。主人，这可是能让大成修士抢破头的宝贝。还行。曹孟德随意地点点头，目光扫过第8层中央悬浮的7色丹云师尊是一品至圣丹师，这些2品丹药对他来说不过是练手之作。识海中遇无穷的残魂轻笑一声，徒儿倒是了解为师。小萝莉气灵鼓起腮帮子，可是这些丹药放在外界，能引起腥风血雨是吧？是的，现在都是我的了，连你也是我的了。曹孟德指了指气灵，给我介绍一下，哪些是我肯定会用到的。小主人，这边是9转渡劫丹，能帮助合体修士在渡劫时提升30%成功率。小萝莉气灵指着一枚紫金色的丹药介绍道，这个是炼虚悟道丹，服用后可以进入顿悟状态3天3夜。还有合体、大成这些的。就在曹孟德崖底之行时，火灵儿也是差不多打听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失魂落魄地躺在床上，用枕头蒙住自己的脑袋。不会是这样，曹师弟不是修行天赋有限，终身无法突破炼气吗？怎么了？闭关一段时间出来，居然筑基了，师尊就给他开小灶了。大师兄居然被胖揍了一顿，还被剥夺了蛟龙血脉，现在还被宗主下令禁足洞府，不得出来。越想火灵的脑袋越混乱，想去找宗主打听一下消息，结果被告知宗主闭关了。他便想去找曹孟德，可是不知道为何，走着走着自己居然找回了自己的洞府。算了，想这么多干啥？先吃饭。说完，火灵从储物戒指中掏出烈焰草，开始吭哧吭哧地吃起来。这个时候，房门被敲响，来者正是施飞雪。他爷爷根本不肯帮他，反而感谢曹孟德帮施家解决了龙傲天这个麻烦。在知道这个消息时，让他不要过多插手大长老弟子之间的恩怨，还约束了手下人。这下好了，平时围着他转的那些男弟子知道要对付曹孟德，不是消失不见，就是找借口离开。现在只能来找身为2师姐的火灵。
而且火灵还是金丹强者，一定能狠狠教训曹孟德。火灵正欢快啃着烈焰草，听到敲门声，含糊不清地喊了声进来。门一开，施飞雪眼眶微红地站在门口，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火师姐。火灵眨了眨眼，咽下嘴里的草叶。咦，师师妹，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她拍了拍床沿，坐这里慢慢哭，别急。施飞雪被火灵这直白的安慰弄得一噎，原本酝酿好的情绪瞬间消失，只好大大咧咧地坐在床边。师姐，那个曹孟德，曹师弟。火灵眼睛一亮，又往嘴里塞了把烈焰草。我打听过了，他最近老厉害嘞。就是因为他。施飞雪突然拔高声音，废了龙傲天血脉，还害得大师兄被禁足。可我听说是龙师兄先找曹师弟麻烦。火灵歪着头问。以前的我也具体问过了，都是龙师兄没事找事，故意刁难曹师弟。那是因为……施飞雪一时语塞，转而抓住火灵的手。师姐，你可是金丹期，能不能帮我教训他？只要肯帮我，炎火矿、火焰我有的都给你。不去，我不能去欺负师弟。火灵摇了摇头，虽然他很想吃火石头和火水，可欺负师弟才能拿到，那就没啥意思。施飞雪见火灵不为所动，气得脑口生疼，仿佛又大了几圈，咬着银牙。好，既然师姐不肯帮我，那我自己去。师妹，你打不过曹师弟的，他现在可厉害了，小心被按着打屁股哦。看着烈焰草，火灵儿好心提醒。听到这话，施飞雪脸色瞬间涨得通红，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日在宗主殿旁林子里的羞耻场景境，被反扣手腕按在树干上，屁股上感到一阵阵痛，被狠狠地教育了一顿。施师妹，下次找茬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你胡说什么？他猛地站起身，心里又羞又恼。火师姐是不是知道那件事？可这清澈的愚蠢眼神看着也不像，应该是误打误撞。真的传出来了，我爷爷要是知道，不会放过他的。盯着烈焰草，火灵完全没注意到施飞雪的表情不断变化，还补了一刀。真的哦，连龙师兄都被他揍得嗷嗷叫呢。这下施飞雪脑子里嗡嗡作响，仿佛又听到那日声回响在耳边，很清晰的感觉让他一软。我施飞雪只想报复他，绝对不是想再体验一次败北。我突然想起还有事。他转身就往门外冲，结果左脚绊右脚，差点来个平地摔。亏他还是筑基初期，心境凌乱之下，差点被门砍来一下。师妹，你的脸好红啊，是不是功法运转出错了？听到声音，火灵将目光转了过来，要不要帮忙治疗？尴尬惊慌之下，施飞雪并没有回应，就像屁股着火似的跑回去，都忘记遇见了。回到自己的洞府，想到那个场景，脸烫得跟个熟鸡蛋似的，用力搓了搓脸，心里骂曹孟德不下800余遍，都怪这个登徒子。咬着下唇，从储物袋中掏出一面铜镜，镜中的少女杏眼含雾，鼻尖微红，哪还有半分玉灵宗天之娇女的模样。他猛地将铜镜扣在石桌上，指节发白。火灵师姐不肯帮忙，爷爷又态度回避，那些平日里围着他转的跟班们更是躲得一个比一个远。都不来是吧？本小姐自己来。于是施飞雪费了很大劲的功夫，终于打听到有弟子看见曹孟德去了听风崖方向。有了方向，这就好办了，直接送货。呸，直接在路上埋伏，守株待曹。听风崖底，淡淡的薄雾笼罩着这片林子，这里由于是惩罚弟子的场所，平时根本没人会来。施飞雪来到离崖底最近的一条路，他决定就在这里埋伏。前往崖底的路不止这一条，还有另一条道，特意花了点灵石让告诉他消息那男弟子盯着那条道，有所发现就传讯，如此也算是万无一失。嘿嘿嘿，曹孟德被我抓住后，先要把你捆住，然后再狠狠的抽。施飞雪幻想着战胜对方的结算画面，内心一阵舒爽。在路上布置好陷阱、暗器等等，躲在一棵庞大的古松上，杏眼盯着前方蜿蜒的道，摸了摸腰间从爷爷那偷出来的附灵锁，他小脸蛋上满是得意。这可是他专门从爷爷宝库中挑选出来的灵阶法宝，对付一个小小筑基修士，岂不是手到擒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等了将近6个时辰，太阳都回家睡觉喽。施飞雪依旧没有看到朝思暮想的人，甚至连传讯玉简都没有丝毫动静。早走了？不对吧？以曹孟德现在的知名度，可是被时刻关注着，真出现了应该有消息才对。不管了，继续等。施飞雪从戒指中掏出一个伪装屋子，干脆躲在里面等。而被心心念念的曹孟德刚刚出来不久，他给这座地阶丹塔重新取了个名字白灵，不给同一个姓，是因为弃灵又不是不可以。虽然有些变态，可自己是反派，为所欲为，怎么了？有机会天道都要捅。秘境中的丹塔已经缩小到只有挂饰大小，正好别在腰间，以后干架时还可以用塔砸人。走到涂山凤仪这，
依旧是他进去时的样子，双手双脚被捆住，整个狐身被一根棍子倒挂在树中间，全身修为五感全被封印着。心念一动，解开主仆契约的限制，得到解放的涂山凤仪迅速挣脱，主动跳入怀中，蹭啊蹭不停的撒娇。主人，不要这么粗鲁对待人家嘛，怎么不自称本皇了？主人，凤仪想通了，就想跟着主人为主人生小崽子。涂山凤仪为了自己的逃脱计划，也是豁了出去，反正自己现在是一张狐狸脸，没那么容易红温。对于涂山凤仪的挣扎，曹孟德是真的想笑，果然还是被天狐族保护得太好，自己都说过了，通过契约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想法善恶目的。还想跑？跑得掉吗？回去就着手准备让你彻底堕落成我的人。这时白灵声音从丹塔传入脑海，小主人，直接给他服下堕丹就行，一支元婴九尾天狐嫡系，彻底收复安全点。这倒是提醒了曹孟德，奇葩丹药太多了，他也不知道有多少奇葩作用的，但这个堕丹绝对是最喜欢的。不着急，曹孟德能够感觉到，现在也就是这只狐狸嘴硬，好面子不敢轻易承认罢了。实际上已经深受小白灵魂的影响，怀中抱着涂山凤仪，御剑朝着寒月峰而去。在天上飞没多久，听到地上有声音，好像在叫自己曹师兄。曹师兄，等等我！在身后地面上疯狂追赶的，正是卡在炼气8层10年，卖消息给施飞雪的男弟子古鄂。对方与未崛起的曹孟德当时并称玉灵宗双废，两人初见时真的是相见恨晚，感叹人生无常。古鄂经常和欺负曹孟德的人对骂，见曹孟德修行如此努力，还分自己的资源给他。不过古鄂并不是废物，修行天赋不错，只是体质为比较恶心的事物体，首次发现。一边修炼，体质一边吞噬，如今将近50岁，气血逐渐下滑，20年花费宗门巨资，依旧无法突破筑基，也就被放弃了。2年前就在玉灵宗附属城池里成家，不过经常泡在宗门内接任务，有时在有时不在，连曹孟德起来后想去找他一趟都不知道人在哪。现在古鄂拼尽全力，依旧只能掉在末尾。他抹了把额头的汗水，心中暗骂自己修为不济，连曾经把酒同欢的师弟都追不上。听见声音的曹孟德停下，稳稳落在古鄂面前1丈处。古鄂兄，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师兄。古鄂喘匀了气，警惕的四下张望，压低声恭敬道：二长老的孙女施飞雪，她想要对付你，就在听风崖设了埋伏，小心为上。哦。曹孟德眉毛一挑，看来是上次给的教训上瘾了，居然又来。详细说说。他花了10块灵石买你的行踪。古鄂搓了搓手，脸上露出几分尴尬。你也知道我突破是不可能的，娶了几房小妾，想着以后孩子，就告诉他你可能会去听风崖底，这是卖了你。我心有不安，他的具体情况也打听清楚了，只有一个人，手上没什么法宝，应该都藏在戒指，除了我提供了一些消息，没有一个愿意帮他埋伏孟德兄的。在怀中的涂山凤仪嗤笑一声，人类修士间的勾心斗角是真的多。曹孟德捏了捏他的耳朵，以示警告，对古鄂笑道：古鄂兄倒是实诚，不怕我借此打杀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帮孩子准备的资源够了，明天就可以开始检测资质，踏入修行，我死而无悔。行了，别这样伤感春秋。曹孟德从储物戒中取出一瓶丹药，抛给古鄂，这是3颗聚气丹，就当我送给那3个小家伙的礼物。古鄂手忙脚乱地接住丹药瓶，打开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睛，居然是筑基期修士都梦寐以求的8品聚气丹。这太贵重了。古鄂结结巴巴地说，手虽然紧紧地攥着瓶子，却递了过来。孟德兄因机缘突破筑基，比我更需要，让你收着就收着。曹孟德打断他，若你日后有子孙资质不错，资源不够，我可以提供3份。古鄂浑身一震，眼眶突然红了。他深深作揖，声音哽咽：曹师兄大恩，古鄂永世不忘。行了，我希望咱们不会变成我讲过的闰土故事，人生在世知心朋友不多。说着也不管古鄂，再丢下30灵石直接跑了，根本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你曾经帮助过我，我孟德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为什么不给更多？他给了古鄂可不敢要，守不住会被其他修士抢夺。天空中一道流光闪过，曹孟德出现在这小道上，一眼就看见了被施飞雪搞得漏洞百出的伪装屋。这娘们怕不是个傻子，雪地伪装屋你放在林子里，这不就是自欺欺人？想埋伏人还藏屋里面玩绳子，这技术是去水沟学的吧？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适合被便宜师尊玉无穷和白灵看见，直接用混沌之气将石海彻底封死。涂山凤仪，你就待在外面帮忙放风。屋中全然没有注意到外体是白色的施飞雪，由于太过无聊打了个哈欠。他是不是被骗了？曹孟德其实根本就没有去听风崖，是继续等还是算了？就在施飞雪无比纠结的时候，
他感觉室内的温度好像高了不少，感受到耳边传来温气，有些痒痒的。一直盯着前方的施飞雪身体忽然僵住，身后居然有温气，不是有道行的妖兽，就是曹孟德。也不再犹豫，直接一掌向后温气位置打去，被这个可恶的男人轻轻松松扣住。他心头一惊，倔脾气上来，反而咬牙迎了上去，另一只手迅速从腰间抽出缚灵锁，朝曹孟德甩去。曹孟德，看招！有此物相助，我才不怕你。缚灵锁在空中化作一道金光，如灵蛇般缠绕向曹孟德。面对袭来的绳子，他只是微微侧身，手指轻轻一弹，一道凌厉精准地打在缚灵锁的薄弱处。原本气势汹汹的绳索被击中要害，瞬间丧失战斗力，软绵绵地垂落下来。怎么可能？施飞雪瞪大眼睛，这可是灵阶法器，怎么会被他如此轻易找到弱点？他不信邪，再次催动缚灵锁，同时脚下步伐变换，试图近身缠斗。然而曹孟德仿佛早已看穿他的动作，每一次闪避都恰到好处，甚至还有闲心点评：会不会用绳子啊？不会用，等会儿我来教你。这么急干什么？想去我家吃饭？这力道软趴趴的，今天没吃饭吗？这爆炎术温度这么低，怎么学的？一顿言语轰炸，差点让对方灵力运转出岔子。要你管！施飞雪气得脸颊通红，攻势更加凌厉。可无论他如何出招，曹孟德始终游刃有余，甚至单手负于身后，仅用一只手就化解了他所有攻击。终于在一次猛扑落空后，曹孟德反手扣住他的手腕，顺势一带，施飞雪整个人失去平衡，直接被他按在了伪装屋子的墙壁上。师妹，你这埋伏技术有待提高啊！曹孟德感叹一句，另一只手重重地拍下，这触感让他再次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事，俏脸羞愤交加，挣扎道：放开我！有本事堂堂正正打一场。刚刚不就是堂堂正正？曹孟德挑眉，你偷袭在先，我都没计较，怎么还倒打一耙？你！施飞雪语塞，可仍不服输，就算在怀中也要还击。早有防备，曹孟德膝盖一顶，直接压制住他的动作，同时手腕一翻，这被他偷出来的绳子直接被扯到曹孟德手中。前面我说了，师妹，既然这么喜欢玩绳子，又不会，那就只能我教你了。拿着绳子，两手灵活的翻动，缚灵锁瞬间绑住施飞雪的手腕，等将他牢牢捆住。管他什么奇形怪状，是不是捆住了？被捆着的施飞雪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声，他是谁？他在哪里？怎么会是这种情况？不对吧？不应该是自己捆着他吗？该死！他死死咬住下唇，眼眶发红。这该死的缚灵锁，明明是他偷来对付曹孟德的法器，此刻却限制在自己身上，他气得浑身发抖，微微动了动，却不反感这种。曹孟德，你无耻！他声音颤着，根本不敢挣扎。有本事解开绳子，我们重新打过。呵！曹孟德蹲下来与他平视，菜就多练，玩不起就别玩。你知不知道，弱小的你就算发脾气，看起来也像是在撒娇。这番话落入施飞雪耳中，让他彻底处于红温状态。我很菜，玩不起。曹孟德，你知不知道我爷爷是谁？他可是宗门二长老，快放了我，不然我爷爷一定会杀了你。听到这威胁的话，曹孟德顿时没了好脸色。哪有那么好的事？在他的小脸蛋上轻轻地拍了拍。你现在想走？晚了。你要干什么？施飞雪一股子傲娇终于消失，十分慌张地盯着他。在施飞雪的眼中，对方逐渐勾起坏心。放开灵魂限制，让我种下手段，我饶你不死。你只有这一次机会，种下还能活，不种就得死。你爷爷可打不过西岳师尊和宗主。他的声音不似之前的普通玩乐，更多的是冰冷以及杀意。你敢！话语看似底气十足，实则慌乱无比。曹孟德伸手掐住他的下巴，将头扭了过来，力道之大，痛得施飞雪眼角泪流，却倔强的不肯出声。3息时间，他另一只手燃起黑白混沌侵蚀之力。3话音落下，混沌侵蚀之力便朝施飞雪刺去。我答应。反应过来，他急忙大喊，生怕下一秒小命就丢了。施飞雪话音未落，混沌之力已抵在他眉心。他紧闭双眼，纤长的睫毛不住颤抖，却听见曹孟德轻笑一声：早这么做不就好了？放开心神，不要有任何抵抗。他交代着。施飞雪一言而洞见情况何事。曹孟德从储物戒指中取出四四方方的黑色魂印，魂印往施飞雪眉心一按，出来道黑色小光芒瞬间窜了进来，直达深处，在灵魂识海最中间位置留下。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娇躯剧烈颤抖，只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烙铁灼烧，
一股冰冷而霸道的力量深深嵌入其中。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掌控感，仿佛自己的生死已完全系于他人之手。这回曹孟德满意的收回手，婚姻已成，从今往后，你的命就是我的了。手掌一松，施飞雪身上的缚灵锁自动松开，化作一道金光落在他手上。得到解放的施飞雪瘫软在地，脸色苍白如纸，颤抖着摸了摸自己的眉心，那里隐约有道暗黑类星纹一闪而逝。他抬头看向曹孟德，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愤怒、不甘、恐惧，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臣服。飞雪，拜见主人。他声音清晰，根本不像之前会说出来的话。现在的施飞雪身体意识灵魂的关键被他控制住，这下好了，彻底落进他的手中。等两人走出雪地伪装屋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他都不知道之前秘境中待了多久，想来没有过去多少时间，不然这小妞怎么会送上门来？身后的施飞雪以往都是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他，现在是炙热、激动。师尊，轻轻念了一声，他想继续跟着。停！曹孟德摆了摆手，哪能不知道他的意思，单纯就是又菜又爱，打不过还想继续跟他练。咱俩可是说好了，只有咱俩的时候才能这样，平时你就好好当你的掌上明珠，我给你的东西记得带好，不要弄丢了，关键时刻能保命。施飞雪闻言，脸颊微红，乖巧的点了点头，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徒儿明白，一定不会让师尊失望的。果然被完全发掘出来的人就不会让他失望，伸手替他整理下缠住的头发，语气带着肯定。这才对嘛，我的好徒儿。回去后记得多多学习，吸收经验。听到鼓励，施飞雪鹅蛋脸都涨得通红，显然十分开心，立马掏出发鞭，将垂落的青丝绑了起来。此刻的寒月峰首席大师胸洞府，灵气仅次于寒月宫的地方。龙傲天已经被关在里面许久了，一直维持着双目赤红、气喘如牛的状态。到底是谁给他做局了？师尊不管他。宗主姐姐下令禁足，不得出来，直到有通知为止，否则死。施飞雪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都不曾过来看望过一次。火灵这傻妞也是，亏她以前还浪费时间天天陪着说话。我龙傲天一生如履薄冰，还能走到对岸吗？现在他已经完全感受不到身体血脉的呼唤，甚至于有些时刻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远离自己。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苏妖娆在宗门内对他高调示爱，想到那妖娆的身姿、魅惑的气息，低头看了看已经变成姐妹的自己。悠悠苍天，何至如此？而此方世界的天道看着气运之子龙傲天正在遭受合欢圣女的追求，这项机缘并没有走偏，满意的点了点头。可当他看向崖底机缘时，不对劲，我那么大一个炼丹传承跑哪去了？老费劲从魔渊中翻了出来，就是让龙傲天多一项炼丹，还要放回去的，不然另一个气运之子就少一个机缘。此刻这方小秘境光秃秃的，不说灵草药了，连地上的灵土全被扒走了，只剩下最底层的普通土壤。这种场面让天道化形出来的女子薄唇微张，气得宏伟的山峰升腾。操天，黑天杀的小贼，别被老道我带住，居然敢偷我的东西！感受到气息，应该是刚离开没多久，一息都不到，直接扫描了整片大陆。距离最近的也就他随意安排给龙傲天中途上的助力施飞雪，再和一只伪装成普通狐狸的九尾天狐，两人身上都没有秘境空间的气息。天道仔细查看完两人，看着施飞雪清冷的脸庞上终于产生了一丝波动。听风崖周围，他一个人盘着头发蹲着，看样子是在练习某种特殊的法门。不忍直视，不忍直视啊！看来活了千万年之久，终究是老道过时了。以女天道的能力，现在根本无法发觉、看见、察觉有系统加持的曹孟德，除非曹孟德要强行袭杀气运资源特别茂盛主角，才会被附着的天道之力察觉到，从而发现意外的威胁，提前禁锢空间锁定位置。不然，就算曹孟德在他身边，也发现不了。现在施飞雪那边就是这样的。龙傲天这也太菜了，本到最后再给3次机会，若是依旧废，就滚吧。天道被气的直接走了，将最后3道机缘一口气发了下去。现在他世界内所有气运之子都安排好了，几十年内不会再注意这里，就等他们成长起来。他自己也不轻松，一个劲的培养气运之子，还不是为了应对其他世界天道的围杀。好了，奖励你也拿了，该回去了。宗门大比，记得给龙傲天惊喜。施飞雪点头示意知道，整个人气势从洛凡沉感瞬间恢复为先前的桀骜不驯，只是不敢大踏步，迈着小步的走了，不敢回头看，更不敢停留，生怕自己忍不住又见嘻嘻的凑上去。这时目睹一切的涂山凤仪才从树顶跳下，落在曹孟德肩膀上，虎嘴一张：“主人，你简直比深渊中的魔物还要恐怖。”他眼角瞥了一眼这只小狐狸：“你不也一样吗？反差皇女，你在宫殿里更为放肆。”
对于这些话，涂山凤仪无法反驳，谁让她是一只狐狸精呢？上头时变态是不是很正常吗？只能低着头无声抗议。现在曹孟德可没有心思管这些，他要赶快去宗主姬兰那一趟，几天没见，不知道会憋成什么样，顺便打听打听龙傲天最近的情况。就着月色，两人分道扬镳，把身上不对劲的地方清理干净。一炷香时间不到，带着继续伪装成普通狐狸的涂山凤仪回到自己洞府。回来了，刚踏入洞府，一道清冷的声音便从内室传来。曹孟德嘴角微扬，随手解开外袍挂在门口的玉钩上。此时的洞府内和以往的场景已经发生了大变化，被姬兰掏出各种东西一阵布置。这玉钩看似普通，实则是用千年寒玉雕琢而成，是姬兰放在专门挂衣服的。内室中，姬兰正盘膝坐在玉床上，一袭素白长袍，墨发如瀑垂落。她面前悬浮着一枚传讯玉简，散发着淡淡的清光。听到脚步声，她指尖轻点，玉简立刻化作齑粉消散在空气中。不是对外宣称闭关了吗？曹孟德走到他身后，双手自然地搭在他肩上。怎么开始处理宗门事务了？一些核心事情必须由我处理，长老拿不定主意。姬兰缓缓靠上，温声道：只会修炼吗？能力这么差，咱俩干脆生个孩子，10几年后让他管理宗门。姬兰闻言，耳根微红，轻轻掐着他的手，嗔怪道：这可是你说的，今晚可别想睡了。曹孟德大笑，一把将姬兰拦腰抱起，求之不得。在肩膀上的涂山凤仪识趣地跳下，溜到外室，趴在门口，两只狐爪捂着耳朵。你……姬兰还未来得及反应，便被他封住，剩下的话语尽数消失。外室，涂山凤仪就算是双掌捂耳，依旧无法避免。唉，真是恐怖。他嘀咕着，捂不住便不捂了，放开耳朵竖起，听着内室的动静，说不定还能听到非常有用的消息。可惜从昨晚听墙角到现在，什么对他有用的消息都没听到，全都是一些废话。听到结束了，涂山凤仪连忙装模作样的趴着，闭上虎眼。出来的曹孟德也不再是昨晚的神清气爽，整个人表现有点劳累，但不多。这一整晚还获得了一周宗门内所有信息。合欢宗当代9位圣女之一的苏妖娆已经暂时入住玉灵宗山下的附属城中，这属于计划中的一部分，对方正在严格执行，没毛病。宗门大比将在1周后开始，门内的金丹、核心亲传弟子、筑基、炼器弟子皆可以报名参加。形式主要有2种，擂台和爬塔。擂台分3个大区块，低区块可向高区块打擂，每个区块有9位擂主。爬塔类似于游戏中的进 BOSS 房，先打金丹，然后慢慢提升，一直到失败为止。除此之外，从姬兰还得到了一个额外消息，清圣方将会在1周后带众亲传弟子前来拜访。清圣方作为这片区域的全女势力，一定会与气运之子产生密切联系。现在自己在睡觉，睡得筑基圆满了，需要天道筑基突破混沌金丹，直接抱了2条大腿。天道筑基的材料是不缺，唯一发愁的就是混沌圣体需要吞噬的天地灵物，这个他需要去寻找。这些消息凑在一起，龙傲天一直安安静静被关着，反倒没什么看法，但还是得去瞧一瞧，万一又触发了气运之子的特殊情况。什么墙壁突然裂开了，里面掉出来一枚戒指，藏着一位绝世老爷爷。在洞府中修炼，一只绝世灵兽突然从地底上来，还有龙傲天那个便宜老爹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该不会也是机缘。想到这里，曹孟德还得再去看看龙傲天的命运有没有刷新。他换上一身素色长袍，收敛气息，准备前往。涂山凤仪见状，化作一道白影落在他肩膀上。主人，你这是要去哪儿？他小声问道。一个狐他真不想待在这里，会被那个姬兰抓过去不停地揉捏，被玉灵宗宗主玩弄得越久，容易暴露出他身份。可惜曹孟德并没有带他去的想法，一把抓住，封印所有特征和修为，直接一个横向弧线丢了过去。啊，不要！涂山凤仪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终精准落入姬兰的怀中。他挣扎着想要逃脱，却被姬兰一把按住。小狐狸，跑什么？姬兰轻笑着，2只手掌不停地在毛发间揉来揉去。昨晚听了一夜墙角，现在该轮到我好好玩玩小狐狸了。涂山凤仪浑身一僵，虎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只能装成普通灵狐的智商反应，装作很不适应离开主人。见状，曹孟德满意点头，慢慢相处，好好相处，以后来知道涂山凤仪后不会有多大的反应。转身离开洞府，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流光，直奔龙傲天的洞府。韩岳峰首席大师凶洞府外，2名执法堂弟子正百无聊赖地守着大门。忽然一阵清风拂过，2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再定睛一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奇怪，刚才是不是有人过去了？其中一人挠头道：你眼花了吧？这禁制可是宗主亲自设下的，
谁能悄无声息地进去？另一人不以为然。而此时，曹孟德已经站在了洞府内，来到了龙傲天的内室门前。只要对方有命运轨迹，那就能放他出去，让苏妖娆配合，再传爷们单、娘们单消息，龙傲天就能成为真正的姐妹了。直接推开石门进去，在龙傲天疑惑、震惊、不解的目光下坐着。不是哥们，这是我家，你不打招呼就直接坐下。我不是在禁足吗？你怎么能进来？该死的，如此看不起他，你已有取死之道。直接坐下的曹孟德只觉得这一趟他没来错，命运掠夺直接看到龙傲天身上出现了最后3项机缘。龙傲天，气运之子，机缘气数即将耗尽，已引起天道不满，被忽视中。命运1，北静侯由于年年征战，身体暗伤导致无法生育，家中长子遇袭身亡，自此血脉断绝。当得知自己在外还有一个私生子，便于最快的时间找了过来，于半个月后与龙傲天相认。机缘1，获得北国北静侯支持，大量修行资源，元婴巅峰护道者1名，金丹护卫20人。命运2，禁足解除后，参加宗门大比时，被清圣方少方主李圣母注意到龙傲天在筑基境大杀四方，于夜间约谈，准备给予资源支持。实则李圣母是将龙傲天当作功法道魔，准备以身饲魔，若干年突破化神时，准备将其法杀以完善自在无情圣法。机缘2，将会获得大量修行资源，来自清圣方的保护，进入清圣方秘境的机会。命运3，禁足出来后，由于最近心境受损，龙傲天决定前往深渊边缘猎杀魔物，以提升实战能力和换取宗门珍贵资源。发现有众多画皮验尸守护场地，杀入其中，发现诸多宝物。机缘3，获得合体巅峰魅魔女皇主人纹石，大量深渊魔物，金丹到化神炼器炼丹布阵材料，天阶到气女皇的护肤甲。卧槽，最后3个居然都是大的，这次居然给我送了个合体巅峰魅魔女皇。结，主人纹石是他想的那个吗？看完这3条，曹孟德大呼真香，又是送机缘，又是送红颜，最关键的居然出现了天阶道气，一件防护甲，这东西绝对是传承下来的。命运2很容易破解的，宗门大比的时候我就守着筑基区，上一个删下去一个，把这位叫李圣母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会被当作道魔。反噬，搞笑我曹孟德又不是正人君子，老子不吃牛肉，找个机会直接种下魂印，再服下特殊丹药中的吃主丹，完美解决。在心中盘算完毕，看向龙傲天的眼神充满了戏谑，要不是觉醒系统，他的下场恐怕会凄惨无比。不像自己真是个大善人，准备用娘化丹把龙傲天彻底变为女帝，再夺走所有机缘，变为天厌之人。接着北静侯发现意外一夜居然生儿育女，把这条路堵死。再种下是新丹，万无一失后，余生被病娇化的苏妖娆囚禁在密室中，天天磨豆腐，真的是太善良了，他还活着爱。龙傲天被他盯得发毛，根本想不到以后的生活已经被安排好了，只能压着心中怒火道：曹孟德擅闯首席洞府，可是违反宗规的。宗规？曹孟德轻笑一声，摇了摇头。龙傲天，你现在的情况，哪来的底气跟我谈规矩？龙傲天脸色一沉，拳头暗暗攥紧，但想到自己打不过这个曾经的废物，只能将怒火重新咽下去。你到底想干什么？龙傲天啊，龙傲天，我说你是真的不是好人心。曹孟德站了起来，绕着他走了一圈，经过肉眼和神识的探查，确定这家伙并没有藏好东西，这才继续说：我可是帮你在宗主那求情求了一晚上，让他放你出来。这很正常的话从曹孟德口中说出来，让龙傲天就像见鬼似的，眼中充满了怀疑之色，但很快又恢复了冷漠。曹孟德，你会有这么好心？我好歹帮你把合欢宗苏妖娆忽悠过来了，让你余生不再寂寞。他故作受伤的捂住胸口。哎呀，你这话说的，你我好歹一宗同门。表演的同时，曹孟德背在身后的手扬了一圈可以让人心神放松下来的飘忽粉，无色无味，中招后身体无反应，被灵力一触碰就会立刻挥发进空中。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只要是个人就会中招。我要是想针对你，为什么要去找宗主求情？曹孟德往前逼近2步，吓得龙傲天猛吸2口气，缓解内心的震惊，连退6步，直接靠在墙壁上。停，你不用再过来了。不知为何，他现在的敌意好似就因为这2句话，对这个从小就厌恶无比的师弟降低了许多。要不是一直记得曹孟德当众将自己的蛟龙血脉剥夺出来，恐怕现在2人就能坐在一旁淡然交谈。用力甩了甩头，试图将这种情绪压下去，好让自己清醒一些，可没有任何作用。不对劲，非常不对劲。龙傲天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让曹孟德有如此行径。你到底有何目的？如果不说出来，我是不会出去的。现在
唯一能带给他安全感的就是首席洞府。这回轮到曹孟德不耐烦了，靠！说着一巴掌扇上去，啪！打在龙傲天格挡的手臂上。在这一掌之下，他全身修为爆发，可恶！给我扛住！只觉得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砸进洞府岩壁之中。扑轰！没有失望，扛住了，整个人被打进岩体中，进入巨灵阵中。真的是好好请你出去，你不出去，想一直待在这里。你知不知道苏妖娆想你想的发疯？我还好心撮合你俩，胆子那么小，去当合同吧。曹孟德做事又要一掌，吓得刚从墙壁中出来，龙傲天连忙朝外跑去，直接撞到听到动静进来查看的2名弟子。2位刑罚堂的弟子刚准备去追，就被曹孟德拦下。曹师兄，干嘛放走他？我俩是奉了宗主的命令，在这里守着，放走了他宗主呢。曹孟德微微一笑，拍了拍2位师弟的肩膀。放心，我就是奉宗主的命令过来，龙傲天的事不用继续关照了。2名弟子对视一眼，想到曹孟德如今的实力，也没有求证，直接点头应下。真是麻烦曹师兄跑这一趟。对啊，传讯刑罚堂就行。你们先回去吧，修炼要紧。曹孟德挥了挥手，待2人离开后，他看着龙傲天离开的方向，是时候该进行下一步计划。已经没有小鸟的龙傲天，肯定无比期望有相关的丹药可以助他重振2弟，用爷们丹之名放娘们丹。嘿嘿，龙傲天啊龙傲天，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与此同时，逃出洞府的龙傲天一路狂奔，直到确认没人追来才停下脚步。该死的曹孟德！他咬牙切齿地垂向身旁的树干，居然敢这样对我！老子咒你生孩子没屁眼，活该被师尊厌恶，还说什么师尊彻底站在你这边，肯定是又被师尊教训了一遍，来我这找存在。不过正好让我出来，天下之大任我行。但很快他又陷入了沉思，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难道苏妖娆真来了？可自己2弟已经变2妹了，只能看不能吃啊。不对，也能吃。想到这里，龙傲天心中莫名升起一丝期待。哼，既然出来了，先去城里瞧一瞧。打定主意后，他整理了下衣衫，朝山下玉灵宗附属玉城的方向飞去。另一边，曹孟德回到姬兰的洞府，一进门就看到涂山凤仪生无可恋地趴在软垫上，浑身毛发被揉得乱七八糟。姬兰见他回来，笑着迎上前：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他按照你规划的走了没？说着就把曹孟德按在位置上，给他揉揉肩，捶捶腿。这一番表现是真让曹孟德征服感和心情特别满足。堂堂玉灵宗宗主，化神巅峰修为，圣雅清冷如谪仙般的姬兰，此刻乖巧如猫般。放心，一切都在安排中。曹孟德点了点头。趴在地上的涂山凤仪忽而动了，听着这莫名其妙的对话，不明所以。兰儿真是心灵手巧。昨晚曹孟德已经将大致的计划与姬兰这位全身心都挂在他身上的二老婆说了，还透露了一些消息，如他的体质然后提升，就需要不停地吞噬各种绝世珍品，而气运较多之人遇到的绝世珍品概率比较大。结果姬兰先是把戒指递了过来，然后说：看看我这里有没有需要的，没有的话我去帮夫君抢。2人感情上的进展比上官希月还要快，似乎是姬兰真的上头了，特别上的那种，只要一有机会可以帮忙的他都想帮。只能说有些高高在上的仙子一旦堕落，那么下坠的速度是不可估量的。就算在进行仙子的修行，曹孟德也没有忘记他的同门好好师兄，直接传讯告诉施飞雪，他该登场了。已经完全忠诚于曹孟德的施飞雪开始执行计划，直接火力全开，一路冲了出去，以气运之子快了些许时间。被忽悠的龙傲天已晃晃悠悠来到玉城，飞了进去，神识一扫就发现苏妖娆坐在茶楼喝茶，一旁还站着穿着更为暴露的2名弟子。现在他也只能咽咽口水。对于这方面现在是难受，但天地之间有能修复身体残缺的灵物，以他的实力和地位，努力个几年还是能获得身形一闪，朝着茶楼激射而去。地面上的凡俗百姓早已见怪不怪，作为附属城池，能在里面生活的大多数家里有或曾经出现过修士。到达茶楼，神识一直注意着苏妖娆的身姿，诱人心智，这很好吃。而感受到龙傲天神识的苏妖娆特意动了动，让龙傲天感受更清晰。落在茶楼门口，龙傲天低头仔细整了整衣服着装，调整一下状态，激动地向3楼走去。他可不能让自己的印象在苏妖娆这降低。3楼整层楼道被一张张薄纱隔开，神识隐约可见里面坐着3个曼妙的身影。推开一层层薄纱进入3楼，一种莫名的香味始终充斥着四周。这位道友，此处已被包下，还请。一名穿着暴露的合欢宗女弟子掀开纱帘，
话说到一半，看清来人后，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换上妩媚的笑容。原来是龙公子，圣女正在里面品茶，请进。这话龙傲天心中一喜，果然对他有意思。往前走，一股幽兰香气扑面而来。雅座内，苏妖娆倚在窗边软榻上，纱红衣半遮半掩，长腿交叠着，脚轻轻晃动。他手中握着一盏青瓷茶杯，轻抿一口，眼角带着特有的魅惑。傲天，好久不见。苏妖娆放下茶杯，声音酥软入骨。怎么现在才来见我？心头一热，龙傲天连忙上前几步，却又不敢靠得太近，生怕唐突了家人。他强压下心中的躁动，故作潇洒地拱手道：真是难为妖娆了，等候，我这不是来了吗？轻笑一声，苏妖娆微微侧身，向他露出半边香肩。是吗？我还以为你忘了我呢。怎会？龙傲天急忙摇头，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晃动身姿上，喉咙滚动了一下。妖娆的身姿，我可是记在脑海中，现在都未曾忘记。一旁的2名合欢宗弟子眼唇轻笑，眼神中隐藏着几分戏谑。自家圣女在这里可没多难受，还特意在这边开了个鸭店，只是今日不知为何居然坐在这饮图。其中一人娇声道：龙公子，我家圣女可是等了你许多天呢，茶都凉了。闻言，他心中更是激动，连忙道：都怪在下被宗主关着，不过现在来了，可否促膝长谈？谈话逐渐变得私密，站在一旁的2位弟子非常识趣的退走。哦，促膝长谈，龙公子想怎么谈呢？说话的同时，苏妖娆不停地运转媚功。龙傲天被他这一眼看得浑身燥热，感觉脚下一软，低头一瞧，不知何时地面上竟铺满了柔软的粉色花瓣与地毯。怎么不行吗？哎呀，这么心急。苏妖娆轻笑一声，缓缓起身，纱衣滑落一些，露出少许肌肤。他看得眼睛都直了，血液疯狂往。然后就没然后了，根本没有任何感觉，就像浇了一盆冷水，瞬间索然无味。现在他已经不是男人了，什么都做不了。可是让龙傲天将这件事情说出来，这 TM 谁说得出口啊？看着苏妖娆起身，踩在地毯上，缓缓靠近，随着轻微的步伐而微微晃动，里面的风景一览无余。可是面对如此场景，龙傲天却无动于衷，仿佛如空气一般。面对递过来的鱼足，避开视线，闻着淡淡的香味，良久，他心中只剩苦笑。还不等龙傲天有所表示，2楼就传来一阵骚动。你们还没资格拦我，滚！原来就在一炷香之前，龙傲天刚走进去没多久，准备带去的施飞雪立即跟上，然后还带着3位姿色上乘的少妇，带着3名人来到茶楼3楼入口。2名合欢宗弟子立刻拦住了他们的去路。3楼已被包下，还请仙子另寻他处。其中1名合欢宗弟子温声道，眼神警惕地打量着施飞雪一行人。施飞雪微微一笑，语气柔和却不失威严。2位妹妹，我们找龙傲天有要事相商，还请行个方便。龙公子正与我家圣女叙旧，没空见仙子。哦，我可没空找你们圣女，今天我可是带着他们3人来找龙傲天讨一个公道的。让开！抱歉，没有圣女命令，你别想进去。施飞雪眸光一冷，唇角却勾起一抹浅笑。既然好言相劝不听，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素手轻扬，袖中突然飞出一道银光，那2人还未反应过来，便被一条银丝长绫缠住了脖颈，瞬间被甩飞出去，重重撞在楼梯栏杆上。啊！2女痛呼一声，其中1人怒道：你敢在玉城动手？飞雪，你怎么来了？圣女看见2人下来，他们退到一旁。正是听到动静的龙傲天、苏妖娆。听到这亲密的称呼，施飞雪强忍着恶心，面上扯出一抹微笑。龙傲天，你个渣男，得到他们的身子就不管了。看见和自己关系很好的施飞雪，心情是不错的，可对方只见面说出的话让他心中不妙。不等他开口，后面3名少妇瞬间围了上来，开始叽叽喳喳。龙傲天，你这个负心汉，混蛋，畜生，始乱终弃，人渣，得到了身子不珍惜，玩腻了就跑，天天在我耳边说什么只爱我一人，你却偷跑了。各种话语不停地冒出来，让龙傲天说的你们认错了完全淹没在声音中。想杀了他仨，可苏妖娆与施飞雪在，不好下手。为你怀了骨肉，你居然一走了之，而且你那方面居然不行，胡说八道。龙傲天听到这话，实在是忍不住，一身修为向3女压去。一直等待机会的施飞雪也释放出自己的气息抗衡。你还是和你的小3还是小4商量一下吧。他缓缓扭头，看见身后先前笑容满面的苏妖娆，此刻面露寒霜。妖娆，你我虽然相识不久，可你也知道我是……啪！清脆的耳光声在茶楼内回荡。龙傲天捂着脸颊，难以置信地望着苏妖娆。龙傲天，我真是看错你了。苏妖娆眼中含泪，
声音颤抖，演技再现。原来你竟是这般薄情寡义之人。妖娆，你听我解释。龙傲天急切地上前一步，可想到自己无机可证，转身想让同门师妹不要玩闹了，让对方正常点。可这一瞧人都不见了。再回过神来，苏妖娆也溜了，只留下了一句话仍然环绕在他耳边：你真的不行吗？怎么会这样？师妹怎么会这样对我？就连师妹都变了，全都变了，更别说了口口声声说一直喜欢他的苏妖娆。可是完全不对劲，想着想着，总觉得有一只大手在操控着他前进的方向。到底是谁有能耐让苏妖娆与施飞雪都听话？曹孟德。施飞雪与他根本没有交集，只有苏妖娆路上认识，还是通过曹孟德才留下来的。可是他也不可能啊，如果没有我，估计妖娆搭都不会搭理曹孟德。那就先排除他。金城虎他爹，原因执事长老。拿着一壶酒，龙傲天并没有用灵力消除醉意，喝一口想一下，完美的将正确答案排除了。正醉醺醺的走在街上，手中的酒壶已经空了大半。忽然一阵清幽的香气飘过鼻尖，让他混沌的头脑微微一震。下意识抬头，只见一名青衣女子与他擦肩而过。那女子身姿窈窕，青丝如瀑，面容被轻纱盖住。更令他心惊的是，体内沉寂已久的蛟龙血脉竟在此刻剧烈颤动，仿佛遇到了什么令他畏惧的存在。这是……龙傲天瞳孔一缩，酒意瞬间醒了大半。他猛地转身想要叫住那女子，却发现对方已消失在人群中，仿佛从未出现过。不可能，我的蛟龙血脉就算废了，也不会因一个陌生女子而战栗。他喃喃自语，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可这时他猛然抬起头，蛟龙之上不是龙，就是凤或其他凶兽异兽。难道他身上有高级别的血脉？龙傲天握紧拳头，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与贪婪。若能得到这未知血脉，他就能从宗主那获得血龙珠，从而修复身体残缺，再融合这种未知血脉。想来就算是问鼎化神，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是拥有如此血脉的人，修为必定不凡。他最大的倚仗金丹期的爷爷已经被厉飞羽杀了。真是的，想那么多干嘛？先跟再说。龙傲天的神识在城内疯狂寻找，根本探查不到青衣女子所在的位置，机会就这么错过了。这时一旁便宜的烧饼摊，两个忙了许久的汉子终于腾出空来，坐在一旁聊天。听说前段时间有2人袭杀一位丹道邪修，炼丹师还有邪修。嘿，那可不，我跟你讲，就不是正经炼丹师弄出来的丹药，那是怪异无比。怎么说？有用婴儿魂魄炼制万婴丸，还有扶他丹、爷们丹这些闻所未闻的丹药。听到爷们丹3个字，龙傲天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装模作样的喝了口酒，继续听。扶他丹？会问。讲述消息的大汉称赞了一句，继续道：就是让女子死好邪恶的丹药，那丹修确实该杀。吐槽过后，汉子继续追问：爷们丹，这又是什么邪门玩意儿？嘿嘿，据说这丹药能让太监重新长出来。说着还压低了声音，还可以雄风大振，夜夜8次不是梦。我觉得这丹是亦正亦邪，那种扶他丹还是要不得，像爷们丹这样可以造福皇宫太监们的，着实不错。在听到爷们丹作用的时候，龙傲天就有些待不住了，耐着性子继续听了一会，发现2人一直在扯其他奇葩丹药，并没有说他想要的消息。这下是真的忍不住了，龙傲天完全不管宗门城市执法队，一个箭步冲到那2名汉子面前，一把揪住其中1人的衣领，急切地问道：那邪修现在何处？快说！2名汉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手中的烧饼都掉在了地上。这位仙师大人，小的只是道听途说。被抓住的汉子结结巴巴地说道。少废话！龙傲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筑基期的威压瞬间释放。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否则死！我说。那汉子吓得脸色发白，连忙道：那邪修据说已经被2位神秘高手斩杀，但坊间传闻他的洞府还未被发现。听说洞府就藏在往西50里的北野林中，至于具体在哪里就不知道了。仙师饶命啊！龙傲天松开手，眼中闪过一丝喜色。北野林，那地方他曾经去过，但位置是在玉灵宗的管辖内，想来肯定很安全的。那邪修应该是被宗门巡查的弟子发现了，从而斩杀。你最好没有骗我。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转身便走。2名汉子面面相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再也不敢多言。龙傲天自己最快的速度离开玉城后，立刻祭出飞剑，朝着北野林的方向疾驰而去，心中盘算着各种可能。如果真能找到那邪修的洞府，或许就能得到剩下的爷们丹，就算没有丹药，有丹方也行。只要能恢复男儿身，苏妖娆、施飞雪，你们这群婊子一个都跑不了。他咬牙切齿地想着，
眼中满是阴狠。一路疾驰，很快便抵达了北野林，没有发现通过改头换面幻化成一颗石头的曹孟德。这片森林位于玉灵宗管辖范围内，附近既没村庄也没人类聚落，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他降下飞剑，小心翼翼地踏入林中，神识扩散开来，仔细搜寻着任何可疑的痕迹。邪修的洞府必定有阵法遮掩，得仔细找找。龙傲天喃喃自语。就在他深入森林约莫半个时辰后，忽然察觉到一丝微弱的灵力波动。他循着波动找去，在一处隐蔽的山崖下发现了一个被藤蔓遮掩的洞口。找到了！龙傲天心中一喜，连忙上前。他谨慎地检查了一番，确认没有陷阱后，才小心翼翼地进入洞中。洞内昏暗潮湿，但隐约可见一些瓶瓶罐罐和炼丹器具。看来这里确实是那邪修的洞府。他快步走向洞府深处，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石室。石室内摆放着一个炼丹炉，周围散落着一些玉简和丹药瓶。龙傲天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玉瓶，瓶身上正写着“爷们丹”3个大字。再仔细检查了一遍，只有最开始拿到的那一瓶是他需要的，其他的都是些普通丹药，而且没有丹方。天助我也！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倒出来一看，怎么只有一颗？他还想去试验试验到底有没有用。这下好了，只有一颗，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想要恢复身体残缺的天灵地宝，至少数量稀少，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这般想着，龙傲天仅仅看了一息就吃下了这颗爷们丹。没有人会一直输，我龙傲天更是如此，横竖都是赌，不如赌个痛快。他仰头将丹药一口吞下，丹药入口即化，一股辛辣中带着甜酸的味道在口腔中扩散开来。龙傲天皱起眉头，这丹药的味道更像小时候吃过那些哄小孩用的糖丸。难道这爷们丹其实是人杜撰出来的？其实根本不存在，那他岂不是白跑一趟？还未等他细想，一股灼热感便从胃部炸开，迅速蔓延至全身。啊！他闷哼一声，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五脏六腑仿佛被无数细小的针扎着，又像是有人在他体内无数的小刀不停地割着，只感觉身上的肉正在被撕扯。有用！龙傲天脸上浮现喜色，汗水瞬间浸透了衣衫，顺着下巴滴落在石地上。可随着时间的过去，脸上的喜色逐渐变得难看，发黑。这不对劲！龙傲天艰难地喘息着，试图运转灵力压制体内的异变，却发现自己的灵力如同被什么东西阻塞了一般，运行得异常缓慢。就在他痛苦挣扎时，一阵奇异的酥麻感从胸口传来。龙傲天惊恐地低头，看到自己的胸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柔软，两处微微隆起。这不可能！他撕开衣襟，颤抖的手摸向自己的胸膛，触手不再是熟悉的坚硬肌肉，而是某种柔软而有弹性的组织。那两处隆起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规模。他尖叫一声，可不再是从前那般阳刚的声音，而是略微有些尖细的在洞府内回荡。龙傲天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从储物戒指中掏出一面镜子，镜中映出的脸还是他自己的，但脖子上的喉结已经消失不见，锁骨变得更加明显，肩膀线条也柔和了许多。这不是爷们丹，这不是！他声音颤抖，声音保留着龙傲天原本的细，却丢掉了那阳。更可怕的还在后面，一阵剧烈的疼痛从下腹传来，龙傲天弯下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体内收缩、消失，而另一些部位却在膨胀、改变。他不敢去看，但身体的感觉已经告诉了他一切。自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假妹妹变成妹妹了，而且貌似没有解决办法。不！疯狂摇着头，双手死死抓住石桌，手指因内心的失控狠狠陷入其中。过了片刻，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想到镜中的自己已变成熟悉模样的女子，对自身模样感到熟悉。变成小石头的曹孟德神识盯着全程变化，丹药的效果令他十分满意，只会消除熊的特征，并不会大幅度改变样貌，这样对方也不能利用自身的外表去。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噩梦。他颤抖着伸出手，再次确认那可怕的现实，双手无力地垂下。他将永远会记得如此至暗的一天。就在这时，洞府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谁？龙傲天猛地抬头，警惕地看向入口，一道青色身影缓步走入石室，正是之前在城中擦肩而过的青衣女子，依旧带着轻纱，那妙曼的身姿却让龙傲天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是你！龙傲天体内残存的蛟龙血脉再次剧烈震颤，这次甚至让他感到一阵眩晕。小绿原本打算在玉灵宗山脚下等影像中的人，通过从城中购买信息，得知他叫曹孟德，多年废物伪装，有所成后横扫玉灵宗50岁以内所有年轻弟子。可这样的消息不完善，
就这样回去会受到惩罚的。忽然感受到逆鳞的些许关联就在此处地方，可赶来时却发现关联早就断了，根本找不到人在哪，只有一个有交血脉的人，还被废了。至于进玉灵宗，在没有拜帖的情况下，他一个元婴境妖族可不敢随意进去。这片区域只有这人怎么一会儿男一会儿女的？果然某些人族的爱好就是特殊，不知道姬月公主让我寻找的这名男人是不是也这样？看来他已经离开了。小绿内心叹息一声，转身离开，呆呆地看着青衣女子转身离去，心中一片混乱。现在他没办法夺取血脉，更加不会想起这些，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突然想起什么，龙傲天猛地抓起地上散落的玉简，指至丹方，疯狂地翻找着，一定有解药，一定有记载。他喃喃自语。然而当他读完所有丹方，再次检查完所有丹药后，脸色更加惨白。根本没有解药，让他绝望的是其中一玉简里记载，此丹一旦服用，效果不可逆转不。龙傲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将手中的玉简狠狠摔在地上。他跌跌撞撞地站起身，突然感到身前不自然，低头一看，那两山耸坠了一下。龙傲天羞愤欲死，急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件宽大的斗篷，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迅速离开。他要去找那俩汉子算账。对此曹孟德就算知道也无所畏惧，他又不是用真容去让两人散播假消息的。改头换面一代，谁都认不出他是曹孟德，现在叫厉飞羽。不过怎么会出现元婴龙女？通过感知可以认出这绿龙女的血脉不是很高，应该是被纯血龙族赏赐后才进化成龙的。能找到这边来，不是好奇龙傲天就是找他。从刚刚那无所谓的表现可以确定是来找他的。正好大老婆二老婆的各种灵物药草吞噬了不少，圣体小成进度已经来到 30%， 其中混沌本源碎片直接增加 21%，5%， 战斗力可是成倍增加。天赋神通中除了无序领域外，又增加了个混沌之眼可以使用，可以试试能否干翻元婴期的绿龙。提前向通知二老婆姬兰，继续用改头换面遮掩着全身，赶往玉灵宗山脚。龙傲天已经回到玉城，必须找到那两人拷打一番，问问背后之人是谁。然而当他回到玉城时，那两个烧饼摊的汉子早已不见踪影，整个城市都找不到人在哪，仿佛蒸发一般。可恶！龙傲天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身体的变化让他无法接受，更无法面对宗门内的其他人，尤其是施飞雪和苏妖娆，若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想到这里，龙傲天浑身一颤，决定暂时不回宗门。他需要时间适应这具新的身体，更需要想办法找到恢复的方法。虽然玉简上记载此丹效果不可逆转，但他不信邪，天下之大，总有解决之道。与此同时，曹孟德化作的厉飞羽已经悄然来到玉灵宗西边山脚的巨石桩的标志性超大石头上面。姬兰二老婆也给了回应，通知了宗门周围的人不要干预，他会清场，让他人无法注意到这场战斗，不用隐藏，夫君尽情战斗。确定一切准备就绪，曹孟德卸去改头换面的遮掩，就这样躺在块巨石上，嘴里叼着一节玉竹果，慢慢啃着。很快，那道青色身影便感知到了姬月公主逆鳞若有若无的气息。为了防止曹孟德再次消失，小绿迅速朝着对方所在位置赶去。当他赶到山脚下时，只见一名男子正慵懒地躺在巨石上，嘴里叼着一节玉竹果，慢悠悠地啃着。阳光洒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勾勒出一幅闲适的画面。终于找到你了。小绿松了口气，轻纱下的眼眸闪过一丝欣喜。曹孟德慢条斯理地坐起身，将剩下的玉竹果一口吞下，拍了拍手道：不知这位龙族小姐找在下有何事？曹孟德，小绿像是问了一句，实际上在感知到对方身上龙姬月气息时，就已经确定这位就是公主要找的人。真搞不懂公主为何注意到你。想到从城中购买到的已知信息，14年废物，一朝崛起，最会隐藏自己的天才等等，在小绿看来，不过是因为获得公主逆鳞内的奖励，才从废材变成所谓的天才。没有公主，这个叫曹孟德的估计还是像以前那般废物。想到这里，小绿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发现对方获得如此大机缘，居然才筑基巅峰，连金丹都不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气血雄厚，阳气爆满，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好色之徒，也是唯一满足公主要求的。这下小绿彻底失去了兴趣，用石头记录了一下，就准备离开。喂，你这龙好生无礼，什么眼神？龙姬月就是这么交代你的？曹孟德站起身，有些不爽地看着这条女龙。听到这不敬的话，小绿停下脚步，轻纱下的眉头微蹙。区区筑基修士也敢直呼公主全名？龙姬月。曹孟德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放心，你尊敬的龙姬月公主一定会向我低头俯首献忠诚。
为了公平，我就不用龙族神通对付你。话音未落，他周身突然爆发出耀眼的混沌光芒，无边威压瞬间席卷开来。曹贼找死，居然对姬月公主不敬！你……话语戛然而止，小绿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气势暴涨的男子。你……这不可能！对方紧筑肌所散发的威势，居然比他还强盛几分。你这条女龙，接小爷一拳！狂暴的混沌之气席卷这片天地，脚下的巨石甚至都承受不住这股能量，发出一阵咔咔声，裂成两半。瞬息不到，曹孟德那沙包大的拳头已近在眼前。仓促间，小绿抬起双臂格挡，龙鳞瞬间覆盖全身。轰！拳风与龙鳞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只觉双臂传来剧痛，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接连撞断6棵树，在地上拖拽出一条50米长的深沟。噗，他喷出一口青色龙血，面纱被震落，露出那张清丽却布满惊骇的脸庞。这绝不是筑基期能有的力量。从地上爬起，小绿龙瞳中倒映着那个缓步走来的身影。阳光从他背后洒落，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宛如魔神降临。曹孟德甩了甩手腕，咧嘴一笑：刚刚不是很拽吗？你不是元婴吗？怎么被我个筑基按在地上锤？话音未落，身形缓缓消散，是残影。小绿同时心头紧招大作，本能的侧身闪避，却见一只手掌擦着他脖颈划过，差点就被锁喉了。反应不错。曹孟德的声音如鬼魅般在他耳畔响起，但还不够快。龙吟九霄。小绿厉喝一声，周身青光暴涨，化作一条10余丈长的青龙冲天而起，龙威浩荡，震得四周树木横倒。曹孟德仰头望去，眼中混沌黑白之气越发旺盛。这才有意思。他双足猛踏地面，整个人如炮弹般射向空中。半空中，混沌之气与青芒激烈碰撞，爆发出耀眼的光华。曹孟德以肉身硬汉龙躯，拳拳到肉，每一击都带着开山裂石之威。小绿吃痛，龙目中闪过一丝惊惧。他从未想过自己堂堂元婴期龙族，竟会被一个筑基修士逼到如此境地。他张口喷出一道炽热的青色龙炎，瞬间将曹孟德吞没。然而火焰中传来一声轻笑：就这，你这龙炎挺适合用来做烧烤。话音未落，他身形如电，趁着小绿喷吐龙息的间隙，一个纵跃竟直接攀上了龙颈。青龙修长的身躯在空中剧烈翻腾，试图将骑在他头上的男人甩下去。给我下来！小绿怒喝一声，龙躯在空中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回旋姿势，龙爪朝着自己脖颈处抓去。曹孟德却如复古之驹，单手死死扣住龙鳞，另一只手握拳狠狠砸向龙角根部。老实点！这一拳震的小绿整个龙头都为之一偏。啊！龙女小绿发出一声痛呼，修长的龙身在空中扭曲出夸张的弧度。曹孟德趁机双腿一夹，整个人如同骑马般跨坐在了龙颈与头颅的连接处。你！小绿又惊又怒，龙瞳中青光暴涨，他直接控制着10余丈长的龙躯，背朝下如流星般朝地面坠去，想借用地面直接将他砸下去。想摆脱我？曹孟德直接拿出混沌之刃，幻化成龙链，瞬间套住整个龙头。给我起！双手猛然发力，硬生生将下坠的龙躯拽停在半空。小绿龙瞳骤缩，难以置信地感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将他拉回。龙链缠绕着他的头颅，控制他的飞行方向。你这是什么法宝？他惊怒交加，龙躯疯狂扭动，却始终无法甩开曹孟德的束缚。专门治你们这些不听话的龙。曹孟德咧嘴一笑，手中龙链一抖，驾！听着这骑马的声音，小绿心一狠，直接放弃控制，巨大的青龙之躯狠狠砸向地面，山石崩裂，尘土飞扬。他闷哼一声，龙躯在撞击下被迫缩小，转眼间重新化为人形，狼狈地半跪在地，嘴角溢出一丝龙血。身上绿袍裙破损严重，完全遮不住身上的春光。曹孟德轻巧落地，混沌之刃化作龙链，依旧缠绕在他脖颈上，只是更为小巧，另一端变成一条长长的，被他牵着。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没想到自己已经强成这样，单纯运转圣体就能压着元婴女龙打。现在的自己全力爆发之下，估计化神初期一个不注意就会肉身被打爆，真的是爽爆了。特别是还能骑大龙。看向大意之下诸多手段都没有动用便败北的小绿，女倔强的抬着头，青色的龙瞳中满是屈辱和不甘。两只手想要扯断脖颈上的龙链，却发现这诡异的锁链竟在不断吸收他的妖力龙血，越是挣扎束缚的越紧，让他感觉愈发的虚弱。身上的龙尾、龙角和少数青色龙鳞直接显现出来，其他部位却还是个人形，让曹孟德眼前一亮。这种半人半兽还是龙族，果然别有一番风味。卑鄙的人族！他咬牙切齿道：用这种下作手段！
曹孟德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拽了拽手中的龙链。输了就是输了，哪来这么多借口？你们龙族不是最崇尚力量吗？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别想得到任何信息，以我龙族尊严，绝对不会向你屈服。这话他觉得没啥意思，得激发本性才会说话。心念一动，手中混沌之刃从龙链瞬间幻化成一件炼衣，将小绿捆绑成极其侮辱人的状态，还挺有骨气的。希望你会坚持自己的言行。哼哼哼哼！曹孟德桀桀怪笑几声，让小绿龙躯一颤，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话要从他口中蹦出来。你也不想，你的姬月公主因为你收集的情报没有带回去，从而继续派人来送死吧？万一龙姬月她自己来了，被我陷阱所擒，你说她会得到什么遭遇？听到这不尊敬公主的话，小绿身上为数不多暴露出来的龙鳞居然立了起来，发出一阵咔咔声，试图突破炼衣的限制，却没有效果。你敢？要是敢这么做，就不怕东海龙族覆灭，你玉灵宗？最后只能用言语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被炼衣束缚的姿态却显得格外可笑。看着对方这依旧高傲的神态，让曹孟德十分不爽，伸手挑起他的下巴。你以为我不敢？你……小绿刚要怒斥，突然意识到什么，就凭你拥有未知手段打败我已是幸运，竟如此异想天开。摇摇头，手一招二老婆姬兰直接出现在身旁。夫君，这条小龙还挺倔的吗？姬兰轻笑一声，玉手轻抬，一道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在小绿身上。小绿瞳孔骤缩，要不是被捆着，估计立刻转身就要逃。化神巅峰，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绝美女子，对方身上散发的气息与姬月公主相当，可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刚刚说了什么？叫他夫君。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堂堂化神巅峰的强者，竟然称呼这个筑基期的人族为夫君，这世界疯了吗？这怎么可能？小绿失声道，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应。曹孟德咧嘴一笑，伸手搂住姬兰的纤腰，还顺势亲了亲小嘴，给意道：怎么，很意外？算了。他又突然变得没有任何兴趣，不准备再用正常的方式询问，让刚刚出来的姬兰一脸雾水，摸不着头脑。要是遭遇过的施飞雪与涂山凤仪在这瞬间就能反应过来，然后脸颊迅速染上桃红，眸子含水，乖乖地跟在身后。兰儿，把我和他带回寒月峰。好，都听夫君的。他先将小绿彻底封印全部，再玉手轻挥，三人瞬间消失在原地。寒月峰洞府内，经过一顿忽悠，终于让姬兰去处理宗门事务，尤其是负责即将到来的清圣方。这一下他就好为所欲为了。将捆成粽子的小绿随手扔在寒月监视中后，曹孟德为了以防万一，先回姬兰宗主居所，喂饱了他才回来。刚刚回来就看见到龙女已经滚到地下，像条虫子一样孤勇着，已经到了监视门口。哟，这么不安分，看来得好好教育一番。曹孟德说着，一把提起来，直接扔到监视的石床上。卑鄙的人族，你到底想干什么？小绿龙眼中尽是愤怒，绿色的龙尾不安地拍打着床面。听说龙族肉身强横，我今天倒要亲自验证一下。你……小绿感到不妙，这人类居然想……可恶！他疯狂挣扎起来，做着无用功。你敢碰我一下，东海龙族必将你碎尸万段。放心，我要碰也是碰龙姬月，你只能当我的坐骑。曹孟德笑呵呵地看着他，从储物戒指中拿出来学习炼丹时给涂山凤仪定制的器具。小绿看到那些七七八八的道具，咽了口龙唾，内心压制几百年的本性有了丝丝松动。你要做什么？曹孟德慢条斯理地拿起一根细长的玉质龙须刷，在手中轻轻敲打。你说到底是你的龙角感知清晰些，还是你那条尾巴？住手！小绿脸色大变，挣扎得更加剧烈。你敢啊！一只手擒住左边龙角，玉刷轻轻扫过他右龙角，小绿整个龙躯就像遭受打击似，最后发出痛苦娇呼。龙尾不受控制地拍打着床面，发出巨响。无耻之徒，卑鄙小人，竟然用这种下作手段，有本事杀了我！不要！混账！我要杀了你！看着因龙角而痛苦不已的小绿，曹孟德暂时放过了他。怎么样？只要你和我签订主仆契约，让我种下魂印，我就放过你。这话让小绿原本急促的呼吸停了下来，龙瞳不断生成的水雾瞬间停止，红唇愤怒的张合。你休想！放心，我时间多着嘞，你1年半载回不去龙姬月不会感到有任何问题。你根本就不是，你比深渊魔族更像魔。听到这话，曹孟德很是满意，谢谢夸奖，作为奖励，咱们继续。而龙傲天这遇到了个大麻烦，他原本是想先躲2天，适应一下，学习一下变换之法，将自己表面上重新变回成个男人。得亏不是很大，
不仔细触摸的话根本发现不了。结果刚回到玉城，居然被苏妖娆堵住了。家人们谁懂啊？天塌了，被心上人堵住了。就算戴着面具，龙傲天依旧赶到，因为现在的苏妖娆居然和3位合欢宗女弟子手拿绳索，从3个方向包围而来。他这次可是带着必胜的信心过来。那位曹兄还是给了好丹药，只要他吃下主丹，傲天吃下次丹，就会永远属于他了。想想就让人流口水。其实曹孟德给的丹药效果是对调的，本来按照苏妖娆的性子，肯定会检查一番，只是听到曹孟德和玉灵宗内消息，准备1周后让龙傲天与李圣母结缘。这下彻底只能先用了。唯有无取心，开阳加更，今日还有1张礼物累积起来还有1个，明天加。哼哈哈，嘿哼！苏妖娆发出怪异的笑容，眼神中尽是志在必得的光芒。傲天，这次你逃不掉了。他们1个金丹，3个筑基后期，再配合欢好擒拿阵，专抓心上人。位于中心的龙傲天想到如今的处境和改变，他忽然有了底气。我都变成女的了，装作不认识他们不就行了？退后几步，正准备开口呵斥，却撞上了合欢宗弟子布下的结界。快点，别被巡逻的玉灵宗弟子发现！瞬间，10几道粉色的绳子将他捆住，浑身立刻发软，一阵阵难以言语的感觉从被捆着的各皮肤传递到大脑，然后1张禁符直接贴了上去。你们，他刚想说你们认错人，就被静音了。随即脑袋一阵昏昏沉沉，很困，鼻尖萦绕着桃花、幽兰、粉和各种香味。傲天乖，先睡一觉。只听到这最后一句，便昏睡过去了。内心唯一担心的就是他现在这副女儿身，若是被苏妖娆发现。当龙傲天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铺满玫瑰花瓣的木床上，手腕脚踝上缠绕着细链，将他一生修为完全封印住。现在就是个凡人，连一只灵鸡都打不过。不过好在一身衣服并没有更换。醒了，苏妖娆就坐在床边，一双媚眼死死地盯着龙傲天，右手抬起，捏着颗莹润的丹药。知道这是什么吗？忘了你被封印了，就由我来为傲天解答一下。这是痴情丹，吃主丹，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共4粒，只要吃下去，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在苏妖娆的认知中，手中4颗全是痴情丹，只是效果高低不同。先是强制性给龙傲天喂下吃主丹，自己吃下吃丹，丹药入口即化，一股股能量向4周传递着，些许相同的锁链将2人的内心禁锢着。苏妖娆感觉这丹药效果真好，看着龙傲天越发的顺眼了。可对方表现并不是很明显，药效还不够。说着便将厌同丹、厌恶同性给龙傲天喂了下去，自己又吃了吃丹。熟悉的过程，可结果却是不同。按照预想中的情节并没有出现，反倒是龙傲天看着苏妖娆，不知为何感到一阵恶心。可他又被捆着封着，只能疯狂用眼睛示意松开的。而苏妖娆根本没有发现，反而像个痴女似的。她痴迷地凑近龙傲天的颈窝，深深吸了一口气，陶醉地眯起眼睛。熟悉又陌生的味道，这就是傲天的气味吗？香香的，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指尖顺着他的锁骨缓缓下滑，却在触碰到他身体时猛地僵住，这是摸到了什么？胸肌，可为何软软的？等等，苏妖娆突然直起身子，狐疑地盯着龙傲天微微起伏的胸口，10根涂着粉色指甲油的手指颤抖着戳了戳，触感告诉他确实是柔软且富有弹性。一个不好的念头涌上苏妖娆心间，双手一用力，直接扯开衣襟，映入眼帘是一对小馒头。这不可能！苏妖娆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看着床上龙傲天的那一张脸，不停地摇头。明明长得那么像，他还派人远远地跟着，怎么突然就变成女子了？万一只是特征有点像而已。这样想着，直接贴近，双手放了上去，再仔细观察脖子，没有喉结。最后松开掐馒头的手，把裤子一扒，这下悬着的心彻底死了。居然真的是女子！此刻苏妖娆眼底尽是杀意，她居然弄错了，没有确定就把曹兄帮他千辛万苦寻找过来的丹药糟蹋了。反观龙傲天，此刻已经彻底社死了。他紧闭双眼，脸颊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告诉熟人？苏妖娆脸色阴沉的可怕，他一把掐住龙傲天的下巴，强迫对方睁开眼睛与自己对视。你是谁？苏妖娆声音冰冷刺骨，仿佛先前的痴迷是假象。为何长着一张与傲天一模一样的脸？北野林的傲天呢？这让龙傲天心中叫苦不迭，但此刻修为被封，被捆得严严实实，又不能实话实说，只能硬着头皮装傻。他眨了眨眼，露出无辜的表情，示意自己还被禁言着，无法说话。冷哼一声，苏妖娆抬手一挥，解开了禁言。说话，我要知道傲天去哪了。终于可以说话，龙傲天缓了缓，决定就装不认识，反正也无从探查。这位，
道友，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龙傲天。放屁！苏妖娆怒极反笑，你这张脸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心中暗骂，但面上依旧装出茫然的样子。可我真的不是他啊，我叫叶小凤，只是个路过的散修，莫名其妙就被你们抓来了。他可是男子，我是女子，如此明显的差距。对于这话，苏妖娆显然不信。当时整个北野林就3个活人，龙傲天他派过去跟踪的人，还有一位察觉不出修为的，可并没有久就离开了。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面金镜，直接对到龙傲天面前。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和傲天长得一模一样？龙傲天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曾经英俊潇洒，如今逐渐变得娇艳如花的脸，心中一阵崩溃。他总不能说我就是龙傲天，只不过变成女的了吧？得不到答案，怒火中烧的苏妖娆也不管了，手一挥，再次禁言。既然浪费我那些丹药，那你准备好接受惩罚吧。言罢，他闪身不见，叫人去了。没过一会儿，2名中年大汉推门而入，手上还拿着大锤子，显然是铁匠。他俩上身赤裸，一身肌肉胡子拉碴，浑身汗臭，双眼无神，被苏妖娆用魅惑之术控了进去。看着进来的2人，龙傲天满脸惊恐，前面只是解除禁言，手脚可没有被释放，然后又被禁言了。被脱下的衣服，扒开的裤子可没有回归正道，拼命挣扎着想要后退，却被细链牢牢锁住。人还没有靠近，鼻子就被浓重的汗臭味彻底淹没。好好伺候这位姑娘。苏妖娆站在门边冷笑，这就是你冒充傲天的代价。2名精壮铁匠被苏妖娆魅惑着扑了上去，这是龙傲天一生中比剥夺血脉还要痛苦的至暗时刻。站在门口看戏的苏妖娆眼里已经生水，真是便宜你了，这可是我平日最喜欢。他调整一个站姿，身体绷紧，真是便宜你了，这可是本圣女最喜欢的组合之一。不，你不能这样对我，快让他们离开。妖娆妖娆，我就是龙傲天。呸，不知悔改，傲天可是英俊神朗，气宇不凡。别，都给我滚！不要，好好享受，保证你会爱上这种的。听了许久，丢下这一句话，苏妖娆就离开了。傲天，你为什么要躲我？躲到哪里去了？妖娆忍了这么久，真的很馋了。对不起，就这一次。没有傲天在，又看了一部戏，现在他也想吃鸭，急鸭子解馋。幸亏在玉城开了个鸭店，要不然这种事没在合欢宗范围都没啥自愿的，只能强行抓些凡人，让他们顺从少妇意见。他们又不亏，和几千位做过同道之人，超有成就感，好不？回到鸭店，直接让店里上帝王套。而龙傲天从最开始的抗拒、厌恶、无法反抗，到身体居然开始产生本能。就这样，如此过去了3天。韩月峰监视中，只有小绿一龙女安安静静的躺着，不是没有尝试过逃离，只是被封印后，现在双手双脚都被捆住，完全任人宰割。此刻的小绿已经没有先前那般抗拒，虽然身上的束缚还在，已经懂得配合。他半龙半人模样躺着一动不动，一双龙眸只剩下龙白，呼气吸气的声音特别大，每一次吸气呼气都像是要将心中的火给浇灭，却不起任何作用，反而因为呼吸不规范，呛了不少口水。封印状态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呛住了，小绿这时才回过神来，看向监视的顶上。现龙族那股欲望正在不断被曹孟德放大，放大再放大。出生没多久便被龙姬月当班底养着，后面还赐予他化龙机遇。如果不是有如此大恩支撑着小绿，恐怕他早就低下龙手臣服了。杂碎，竟敢如此辱我！等了呢，小绿活着回去，一定如实禀报你就是个混蛋。公主，也不知道小绿能否再见您最后一面。双眼又开始逐渐无神，脑袋一片混乱，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公主公主，混蛋，登徒子，又在骂我。曹孟德人未道升仙智，听到这声音，小绿全身一颤，骂人的话瞬间转变。没有，小绿氏的自言自语，并没有骂您，都是一些胡话。哼，你这嘴倒是比一身的鳞片还要硬。他向前走了几步，坐在床边，看着小绿身上少部分显化出来的龙鳞。你的逆鳞是哪一块？没有了，早就取下来了，从那时起就交给了姬月公主，任她为主。倒是忠心耿耿，早点和我签订主仆契约，也不用再遭受这些罪了。曹孟德蹲在小绿面前，伸手掐住下巴，捏着整张脸转过来。你越这样，我就越欣赏，越欣赏，我就会想彻底拿下你。内心则在吐槽，果然他就说怎么吃了一颗吃主次丹，反应这么小，原来早就用逆鳞认主了。不过没事，这种认主是可以在精神层次彻底占有，让小绿彻底离不开自己。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是第2回，有着充足的经验。四目相对那瞬，小绿连忙将眼神离开，他不知道对方到底为他吃了什么，只知道已经过去3天了，
自己对他的抵抗越来越弱了，满脑子都是曹孟德的身影，其中那些教材功不可没，语文和数学不断加深印象。小律师没想到，本以为轻轻松松的一趟旅程，结果竟然是这般曲，自己居然没打过一位筑基人类，更是被其擒下囚禁。此次曹孟德过来是要进行日常训练，当然都是些外部的训练，让这头从青蛇进化而来的小青龙不再压抑自己，放自己自由。您到底要怎么才能放过我？小绿龙尾不停地摇摆着，吐息的音中带着颤抖，龙眸的视野逐渐变得赤红。签了这个，曹孟德再次拿出了这份主仆契约，上面的内容与涂山凤仪签订的一模一样。只要签了这个，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只要签了这个，你的修为就能不被封禁。只要签了这个，你就能得到自由的发现。这三道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伴随着曹孟德的动作，一直刺激着小绿。他聚集为数不多的神采，注视的契约，不是想对我反击吗？签了它，你就能彻底翻身，甚至压住我。真的吗？小绿的内心就像在吃毒药似的，明知道可能会让自己坠入无边地狱，可好想签。他体内那股被压制了4天的邪念正不断将欲望壮大，配合着回荡在耳边的话，逐步吞噬着理智。就在那翠绿眼眸不断的挣扎，快要将理智拉扯出深渊时，曹孟德的致命一击来了。所有防线尽皆崩溃。此刻的小绿已经化身邪念魔鬼，想要彻底压制曹孟德，可双手双脚都被束缚着，根本动弹不得。曹孟德满意的看着小绿的反应，一条元婴龙女依旧拜倒在大教育法学下，松开被吻着的唇。看来你终于想通了。小绿的龙尾剧烈的摆动，束缚不停的发出摩擦声，他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痛苦。我签，快放开我。他不紧不慢地将契约展开，指尖在小绿眉心一点，在对方极其愿意的情况下，一滴泛着青光的精血轻而易举地被带了出来，缓缓落在契约上。同时曹孟德的一滴精血也落在主仆契约上。两人刚签订，契约瞬间透明化，化成2道光遁入两人的体内。主仆契约已成，小绿将永远受制于曹孟德。没有顾虑，他直接松开了束缚，至于封印只能让姬兰解开。刚一松开，小绿便直接扑了上来，一把将曹孟德压在身下啃了上去，龙尾更是缠住其中的一只脚踝，防止他逃跑。可笑，这种事情曹孟德可不怕。主人给，这一次是真成龙骑士了。驾！此时曹孟德骑着一条青龙，在高空中远远地跟着被放出来的龙傲天。魂体玉无穷飘在一旁，吃着根养魂木。徒儿，你到底是如何在短短4天就让一条龙签订主仆契约？为什么不能让为师看？就是小主人也太坏了，对灵儿也这样。依旧是2个丸子头 Q 版人物直接坐在曹孟德肩膀上，总是把我们关在灵魂识海中，哪有你这样当主人的？那可不能给你们俩看，都是我的独家秘方。别抱怨了，总有一天会给你们看的，到时候记得好好看，好好学。曹孟德笑着反驳了几句，要是给你俩看了，以后不得防着，那我怎么下手？这2人看着人畜无害，实际上一个个精得很。师尊玉无穷活了1万年，当灵魂还当了1万年，4舍5入就是2万年的老妖怪。这白灵丹塔气灵也一样，小小萝莉丸子头，可可爱爱，估计战斗起来彪悍的一批，直接掏出自己的本体，哐哐一顿砸，砸不死那就继续砸。想得手，慢慢来，特别是便宜2师尊现在没肉身，灵魂交融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没时间给他想那么多，下方的龙傲天已经像丧失了人生的斗志。也是哦，一个取向正常男修，不小心变成女的了，还被男的给上了，封印着，最后因为本能居然还迎合。这些曹孟德都知道，知道的原因还是苏妖娆来问他还有没有丹药，这样的事情都和他说了。嚯，什么东西这么神秘？玉无穷还想问什么，就被曹孟德连同白灵给强行召了回去。一人一塔傻傻的对视着，怎么感觉跟坐牢似的，每天放风时间还不固定。算了，徒儿估计有事，又是不方便给咱们看的。玉无穷整个人显得无所谓，他又逃不了，已经是一条蚂蚱上的绳子了。再说混沌灵魂识海中也不错，这里被曹孟德增加了许多混沌灵魂物品，经过多次灵魂修炼，他已经完全不反感与徒儿灵魂逐渐深入。只有丹塔白灵被丢进来就躲在塔里面，待在第2层，里面全都是他计划怎么帮助小主人攻略大主人的。夫君、清盛方等人已经进入宗门内，速来。另外龙傲天不见了。站在青龙头上看着姬兰传讯来的消息，曹孟德准备下场了，伸手拍了拍小绿的龙角，看着后者一整条龙躯微微颤抖，才笑地说，变成一条手环戴在我手上。遵命。他短暂悬空，向地面龙傲天的位置缓缓落去，小绿就是化作条手环，乖乖地缠在手腕上。龙师兄，好巧啊，你也在这。
正在路上浑浑噩噩地走着的龙傲天听到声音，全身仿佛被冻结般，自己这副模样要被认识的人看到了。不，我龙傲天已经不算龙傲天了，龙已经没了，变成凤了。经过那颗丹药整体的改造，就算是熟悉的人面对面都会觉得两人只是长得像罢了。随便一个宗门弟子怎么可能认出自己？宗门大比近在眼前，听说奖励里面还有前段时间剿灭的一些邪修物品。话音刚落，经过改头换面的曹孟德就已经站在龙傲天面前。两人对视那一刻，曹孟德装作惊呼一声：“抱歉，认错人了，我还以为你是龙师兄。”然后他急匆匆地飞走，仿佛是真的看见背影，才想着上来打声招呼。此话让他心中一松，注意力便已经集中在邪修物品上。剿灭了许多邪修，那些邪修剩下修资当奖励，那里面会不会有爷们丹丹方？就算背上过，他依旧想当男人，不会别的，被那东西突破到身体里面，舒服是舒服，但是真的膈应啊！想到这里，龙傲天美眸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他抬头望向曹孟德离去的方向，直接跟了上去。这位师兄，请留步！龙傲天快步追上，声音中带着几分急切。曹孟德假装惊讶地转身：“这位师妹有事？师兄刚才说的邪修物品，能否详细说说？”龙傲天已经大概能猜到是哪些东西，但还想确认一下。哦，这个啊。曹孟德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听说这次大比每个区域前3名都能挑选一件邪修遗留的修资，里面法宝丹药灵石丹方应有尽有。师妹若是想参加，记得尽快去报名，明天报名时间就截止了。说完，曹孟德用改头换面变成的普通面容男弟子直接飞走，根本不给也不听龙傲天接下来的话。看来是时候回去一趟，只要没人知道我经历的一切，我依旧是那个龙傲天。他羡慕的眼神看着师兄曹孟德离开。当个男人真好，直接将目标瞄准灵城，去里面的异宝阁淘一淘，有没有作为高深的易容之法。不管价格如何，就算倾家荡产也要买下来，只要让别人觉得他是男人就行。远遁到一定位置，曹孟德把小绿重新召唤出来。小绿，待会儿别露馅了。他又摸了摸龙角，小绿会意，周身青光闪烁，庞大的龙躯迅速收缩变形，化作一条青鳞巨蟒的模样，这样急速飞向玉灵宗宗主殿。整个宗门之人早就知道曹孟德这小子得到了一只元婴期的灵兽，从最开始的震惊到现在索然无味。很快他就赶到宗主殿外，里头正传来淡淡的交谈声，小绿依旧变成手环挂在手腕处。曹孟德直接踏入大殿，目光扫过，入眼处全是女修，没有一个男人。清圣方的2位化神长老一左一右端坐在客席，皆是气质清冷、姿容绝艳的女修。只是这清圣房道袍居然是该长的地方短到极点，开叉开到深处，内搭白色薄纱衣，风情若隐若现。后座弟子中也都是如此穿着，也就比合欢宗收敛一点。目光打量着，他一眼就锁定了李圣母是谁，就站在2位长老身后，丰腰抱乳，臀过肩。那原本布条就比较少的道袍穿在他的身上，直接变得鼓鼓囊囊，感觉下1秒就会被撑裂开来。整个人还表现出一副圣洁、雍容、典雅模样，不断散发着要净化世间一切邪恶的气息。他心中暗笑，这李圣母倒是有趣，明明穿着如此诱人，却偏偏摆出一副圣洁不可侵犯的姿态。他大步走入殿内，朝姬兰行了一礼。宗主，又对着终于出现的上官希月行了一礼。师尊，行礼什么的又不亏，晚上都可以讨回来，在外人面前还是要给自家女人面子的。这不就连一直躲在寒月宫的师尊上官希月都出来了。这段时间他根本进不去那寒月宫，希月把阵法各种的进出方式全改了，完全打造成一个铜墙铁壁专防自己。主位上的姬兰微微颔首，来了。这2位是清圣方的李长老和刘长老，此次前来是为了让2派之间互相交流经验。坐在次位的上官希月全程没有说一句话，2人在视线对碰的瞬间，他便慌慌张张地扭过头，不再看他，就是双手有些奇怪，一直捂着肚子。然后曹孟德目光转向清圣方2位化神长老，拱手道：“见过2位前辈。”其中李长老轻启朱唇：“这位便是曹小友吧？听闻你年纪轻轻便收服了一条元婴期青蟒，果然英雄出少年。前辈过奖了，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曹孟德谦虚一笑，他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李圣母，后者正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眼神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迷途的羔羊。那眼神让他心中一阵恶寒，这女人装的也太过了吧！不要让我逮到机会，不然我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堕落的坊间圣女，体验体验仙子的修行，仙子落凡尘。刘长老此时开口道：“此次前来，我们不光是为了交流一下小辈间的经验，还有一事相求。”听到这话，姬兰微微挑眉：“哦，不知柳长老有何事需要我玉灵宗相助？”同时眼光暗暗看了曹孟德，
瞧见兰儿这眼神，就知道需要他打配合了。以往那么多日夜，两人就是一个眼神就知道是该冲锋还是放缓。柳前辈，何事？居然以清圣方的实力都无法解决，还需要加上我宗？见姬兰都没有说话，反倒是一位筑基期亲传弟子先开口。柳如烟神色有所不悦，但并未表露出来。这件事我等不是当事人，还是由圣母来给你们讲一下吧。说着，柳如烟抬了抬手。李圣母缓步上前，双手交叠于腹前。他红唇一起，诸位前辈，此事说来惭愧，都知清圣方弟子在元婴之前不得有红尘艳事。圣母在拜入清圣方前，家中父母订过婚约，未婚夫是衡水门上门主王朝伟，一个废物，10年前修为全无，至今仍不同意退婚。2年前去退婚，还被羞辱一番，还定了个2年之约。如今修为已到元婴初期，半年后就会来访挑战。为了把握更大，圣母想购买或交易贵宗的破因果，争取半年内突破元婴期。听着这话，站在一旁的曹孟德心中了然，明显这又是一位气运之子。按照与李圣母沾边的命运轨迹，他应该会引起龙傲天与王朝伟的斗争，最后更强者胜出。这天道似乎在阳谷啊，让气运之子互相厮杀，从而决胜出最强者。可惜，现在多了我这个异类，你分给他们的资源都归我了，就连你要是个女的，那非得尝尝咸淡。这个李圣母居然将目标打到化阴树果子上。要知道，这棵灵树每150年可以结出2颗破因果，服用果子者突破概率100%，且是完美元婴，是玉灵宗门支柱之一，重要无比。自己宗门还在排队等，他想换。看着不断点头的曹孟德，姬兰内心淡定，东西不想给，但人想教训一下，又不伤和气，怎么办？简单，让李圣母当金丹类主，成功守下来就可以通过交易晋升合体珍惜资源的方式换一颗果子。有曹孟德这位最大的黑马存在，李圣母想守住擂台，难度无异于蚂蚁想一脚踩死大象，不自量力。拥有充足的底气，姬兰没什么好怕的。破因果乃我宗之宝，数量稀少，按规矩不可轻易外传。不过既然清圣方开口了，我们也不能不给面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李圣母。2天后是宗门大比，李圣母当金丹区域的一位类主。若李圣母能守擂成功，就拥有交换的资格；若守擂失败，那也是李圣母技不如人。刘长老眉头微皱，正要说话，李圣母却已上前一步，圣洁的面容上浮现出自信的笑容。多谢姬宗主成全，圣母愿意一试。他心中暗想，自己已是金丹大圆满，又有清圣方秘法加持，同阶之中难逢敌手，这破因果他志在必得。在一旁的曹孟德看得直乐，没有具体打听情况，直接答应下来，也太自负了。这位圣女话音刚落，柳如烟就出口呵斥：胡闹！你可知这位曹小友有元婴期灵兽相助，如果他挑战，你如何守擂？柳长老多虑了，宗门大比自有规矩，曹孟德不会使用灵兽相助。他目光转向曹孟德，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是吧？曹孟德会意，拱手道：弟子始终遵守宗门规矩，从不犯规，大比期间更不会借助外力。听到这话，上官希月真想一口吞了他。什么叫始终遵守宗门规矩，从不犯规？是谁让本长老怀孕的？是谁不尊师重道？你这个色贼会遵守规矩？整整2个月，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非常清晰，根本忘不了。叹，到底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这逆徒？没想到我上官希月居然会有教徒育人的一天。此刻曹孟德的注意力反而没在师尊身上，对付一个圣母还需要灵兽，未免太看得起他了。自己哐哐给他2拳，估计就翻白眼瘫在地上，丧失战斗力了。柳如烟与李长老交换了一个眼神，似在权衡利弊。既如此，柳如烟终于松口，圣母便叨扰贵宗几日参加这场大比。李圣母盈盈一礼，面容上的忧愁瞬间消失不见，更多的则是自信。多谢前辈成全，弟子定当全力以赴。他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曹孟德，根本没有重视，没有灵兽，这位金丹期都不是的亲传弟子，在他面前犹如土鸡瓦狗。转身回到2位长老身后，步子比较慢。就算如此，那比例夸张依旧在颤，真乃一位古神。得到满意的结果，清圣方众女自是告退，回到玉灵宗给他们安排的休息场所。人都离开的差不多了，现场只剩3人。曹孟德刚一靠近，师尊。话音刚落，唰的一声，上官希月便跑了，慌慌张张的跑了，根本不敢给曹孟德任何机会，生怕被带住后又是一顿欺负。现在光是碰见逆徒，身体都有些发软。大殿中剩下的姬兰目光上下打量了2眼他，不对啊，希月怎么如此害怕你？反观曹孟德四处瞧了瞧，确定没人后，直接一把揽住姬兰的腰。怎么可能？兰儿，你是知道我的为人，
师尊可能是有急事，所以先离开了。被他搂在怀里，姬兰俏脸微红，轻轻推了推他的胸膛。别闹，这里可是宗主殿，万一被人看见，影响不好。怕什么？你可是化神期，要是有人靠近，不立马就发现了。曹孟德嘿嘿一笑，不但没松手，反而搂着开始出现小动作。姬兰没有正扎刃，由着胡闹。你啊，就知道耍无赖。他顿了顿，正色道：对了，那个李圣母可不简单，清圣房的圣女，实力不容小觑。我知道你把握很大，你对她怎么看？胸大无脑。曹孟德脱口而出。姬兰看着他的眼神逐渐发生变化，又想到那几日隔空观战他与那青龙的战斗，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同时让姬兰大开眼界。当时还有些愤怒，想质问曹孟德怎么能这样，连一头龙兄弟都下得去，结果被拉入战场，在混沌圣体开了一丢丢的情况下，两人败得很惨，他也就没有了质问的想法。后面再战，慢慢的就接受了。没办法，从最开始一个人孟德遭不住，到现在他们一人一龙受不了孟德。看着自家男人似乎对李圣母有了些想法，感觉想法又不是很大，似乎是察觉到不对，曹孟德立马改口：我是说此女太过自负，她根本想不到我的真实实力，注定白费一趟。也是。姬兰挑眉将曹孟德的手放进良心里。那你觉得你能几招击败他？曹孟德伸出左手一根手指，不放水，可以一招直接干掉他，死死的那种，直接变成肉酱。呢。姬兰白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想让李圣母认我为主，变成奴仆，地位比小绿略低一些。对于这句话，变成手环的小绿十分受用。听到曹孟德如此直白的野心，姬兰微微一愣，随即掩嘴轻笑。你这人胃口倒是不小，清圣房的圣女岂是那么容易收服的？曹孟德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兰儿，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自有妙计。更何况玉灵宗宗主现在都在我怀中，一个小小的圣女而已，洒洒水了。姬兰被他挠得心痒，嗔怪地瞪了他一眼。真的是永远都满足不了你的胃口，现在就来满足呗。就在宗主殿，这里足够了。这一身宗主衣袍别脱别换，好好穿着，就是要有宗主的姿态与威严才更刺激。小绿，小绿，快救我！直到求救声传来，伪装成手环的小绿才显出人形，娇喝一声：我来助你。就这样，整个宗主殿化作上古战场，承受着来自天地大道的激烈战斗。最后，曹孟德昂首挺胸走了出去，留下彻底败北的两人在那复盘这场战斗失败的原因。刚回到韩岳峰自己的洞府，就发现门口蹲着一个人，不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个火人，由一团灵火化为人形地。他的师姐火灵，此刻他蹲在洞府门口，左手托腮，百无聊赖的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圈圈。听到脚步声，猛地抬起头，一双赤红如火的眼睛亮了起来，就连头发上淡淡的小火都旺盛了许多。师弟，你可算回来了！他欢呼一声，轻巧地跳了起来。随着他的动作，那对包裹在黄红色抹胸里的饱满微微颤动着，直接让曹孟德不由自主地开启了自瞄，锁定目标。今天他穿着火红色抹胸裙，中间一条束带将细腰展现出来，两条腿上是淡红色的薄袜，脚上穿着双火纹靴。师姐这是？曹孟德挑了挑眉，目光在他身上来回扫视。火灵在他面前转了个圈。怎么样？我新换的装扮？他得意的眨眨眼，等待着曹孟德的夸奖。不好看。曹孟德一张嘴就否定着衣着打扮。听到这样的评价，火灵像是被浇了一盆千年寒冰水似的，一头明亮旺盛的火焰发都暗淡了不少，嘟囔着嘴：怎么会不好看？我明明挑的都是红色。看着曾经被当枪使，现在已经反应过来的火灵，时不时过来献给自己看他的打扮。曹孟德有些无奈，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这一动作让火灵眯起了眼睛，内心更是尖叫了起来。师弟，他摸我脑袋，他才筑基不怕灵火灼伤吗？师姐，不是红色就会好看，要慢慢搭配。我觉得师姐非常适合穿丝袜、红底高跟鞋。那些是什么？火灵没有动弹，第一次被揉脑袋的他感到意外的舒服。嗨，那是一些可以百搭的衣服和鞋子，穿什么都好看，不穿也好看。火灵歪着头，眼中火焰跳动，露出困惑的表情。不穿也好看，那不就是光着身子吗？可师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曹孟德干咳一声，连忙转移话题。经过提醒，火灵这才想起正事，一拍手道：哎呀，差点忘了，我在路上碰到好几个穿着短道袍衫短围裙，大腿上是白色厚袜，踩着高高的鞋子的女子，我听到他们在诋毁师弟你。哦，曹孟德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们说了我什么坏话？
他们说师弟你一个筑基居然能掌控元婴灵兽，怎么可能是自己收服的？肯定是因为你这张脸靠宗主或者是师尊帮忙强制性的才把元婴青蟒收为灵兽。他们还说过几日的大比，想挑战你，让你露出真面目。你根本不配得到姬宗主和西月公主的喜爱。火灵右手食指点着下巴，想了想那几句话，现在还感觉有些气愤。听到这些话，曹孟德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师姐，他们这是在嫉妒我啊！火灵见他这副模样，更加着急了。师弟，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他们这样诋毁你，我都气死了。师姐别生气，他们不是喜欢说我吗？曹孟德说着，伸手捏了捏他气鼓鼓的脸颊，找个机会把他们打得半身不遂不就好了？嘴长在别人身上，管不住那就请他们吃沙包就行。沙包是什么？就是这个。曹孟德抬起手，扬了扬自己沙包大的拳头，一拳绝对吃得饱饱的，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看着那和大火包差不多规模的拳头，火灵凑近看了看，脑袋突然一抽，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拳头上传来一阵温热湿润的触感，这让曹孟德愣住了。这个单纯师姐在干啥？师尊连男女有别的没教他吗？火灵舔完还咂了咂嘴，一脸认真的点评道：师弟的拳头味道还不错，有好多灵火的味道。曹孟德哭笑不得地看着火灵，这师姐的脑回路还真是清奇。他收回拳头，无奈地说道：师姐，拳头可不是用来尝味道的。我知道用来吃饭穿衣服打人的。没错，就是用来打人的。曹孟德点点头，故意板起脸，尤其是那些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人。火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随即又兴奋地说道：那师弟，你带我去打架吧，我好久都没打过了。这种言语让他想起来火灵为啥会没架可打。从灵火中诞生，化形修炼，全身所有地方都可以散发灵焰，其中有毛发的地方更是一直燃烧，无法熄灭。与其他修行者一战斗，除非是修为高他一个大境界或修行极阴极寒功法的，不然那火一旦沾到身上，就需要不停用大量修为压制，最关键是还灭不了。时间一长，整个宗门除了极少数人外，根本没人敢和火灵对打。这种情况更是在12年前3位师兄师姐出发游历大陆后达到了顶峰。自此之后，基本上就没人陪火灵打架了。他也沉浸在闭关之中，想要早点突破到元婴，好去外面的大陆看一看。可是，一想到小师姐这单纯的性格，曹孟德就一阵头疼。既然这么单纯，被别人骗不如被我骗，只要成为我老曹家的人，多教教他就好了。这般想着，内心不断的开始邪笑。师姐，你闭关太久，实力不行了。你看我摸你脑袋都不会被火烧着。曹孟德故意提醒。火灵这才反应过来，对着摸他头顶的右手左瞧瞧，右看看，确实一点灵验都没有。怎么越闭关实力越弱了？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没事，以后师弟晚上有空就给师姐传讯，可以过来与孟德切磋切磋。我这可是有好东西给小师姐看。这般说着，曹孟德有种在骗无知小女孩的感觉。火灵一听有好东西看，立刻双眼放光，头上的火焰都窜高了几分。真的吗？什么好东西？现在能看吗？曹孟德神秘一笑，凑近他耳边低声道：现在可不行，今天晚上悄悄的打枪的不要。好呀好呀。火灵兴奋的拍手，心想着师弟是不是要给火属性零食。就在这时，天地不停的震动，上空传来上官西月充满怒火的声音：他们也配望加议论我徒儿？此事如此说定，尔等好自为之。记住，这是在我玉灵宗地界上，容不得尔等放肆。听着这3道饱含怒气和杀意的声音，抬头望向天空，耳旁还有火灵滴滴的声音，是师尊的声音。说着，他看了看曹孟德：我先和师尊说了才过来的。看到上官西月如此的表现，曹孟德心情大好。果然，有些女人嘴永远是最硬的，说的什么逆徒，什么有机会杀了你，才不会喜欢你。事到临头，还不是显出真形。他也真没想到小师姐居然还喜欢告状，不过这状告得好，对方人多，全是金丹，单纯的小师姐单人可不好对付他们一群。以后找机会多教一教他下九流手段。现在得上去和上官西月一同面对，这次就不用小绿了，估计还在那回味，直接将混沌之刃变化成一个骚包装逼王座，飞了上去。而一个时辰前，寒月宫中，上官西月脸色羞红的跑了回来。真是的，你好歹也是化神强者，现在怎么连逆徒都不敢见，居然还会被逆徒的眼神看得双腿发软。上官西月，你到底怎么了？他可是逆徒、孽徒、冲尸混账。坐在偏殿园林亭子里，上官西月不停地摇着头，内心激烈斗争。而依旧是狐狸样貌的涂山凤仪有些无奈地走了过来，只不过有条尾巴没有再隐藏着。
他蹭蹭上官西月的小腿，内心不断骂着曹孟德：该死的小贼，他自己进不来，居然让我来陪上官西月，害得如今自己的身份被发现了。想着想着，内心不断矛盾的上官西月干脆不想了，一把抱起涂山凤仪，开始撸狐狸。小白，真搞不懂逆徒是在哪里找到你的，居然是九尾天狐，肯定是你的族群抛弃了你，他们真不是东西。没事，以后好好跟着我，绝对比逆徒过得好。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会儿，宫殿阵法传来一阵波动，同时一道声音传了进来：师尊，火灵求见。听到火灵的声音，上官西月收敛了情绪，将涂山凤仪放在一旁，整理了一下因为撸狐狸有些乱了的衣服，恢复了往日清冷的模样。进来吧。得到允许，火灵快步走进来，头上的灵焰在发丝最外头缓缓亮着。他行了一礼，然后迫不及待地说道：师尊，我刚才听到清圣坊7名弟子在诋毁小师弟。听到有关曹孟德，上官西月眉头一皱，眼底原本的埋怨迅速转化为寒意和怒火。哦，清圣坊是怎么诋毁的？火灵将刚才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说着还叉起了腰。头上原本只在发丝最外端燃烧的灵焰，随着情绪的变化蔓延到头发全体发丝上。默默听完这一切，上官西月脸色彻底冷了下来，太阴之力四散开来，甚至宫殿都差点因其裂开。得亏上官西月瞬间收了回去，仅仅只是让周围的温度下降了100度左右，而涂山凤仪早就感受到他的怒意，默默退后了几步，躲在主位后面，对那几个人感到无语。真见过这么蠢的人，跑别人家地盘来，居然还管不住嘴，这不是粪坑里打灯，找死吗？好，很好。上官西月冷笑一声，来者是客，身为清圣坊金丹弟子，居然管不住嘴巴，看来是不把我玉灵宗放在眼里。如此得去看看他们的背景在清圣坊到底有多硬。他站起身，衣袖一挥，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寒月宫。火灵，你做得很好，待在此地不要到处走动，为师去就回。火灵眨了眨眼，问道：师尊，要不要叫上师弟一起？这话让上官西月脚步一顿，脑海中浮现出曹孟德那副贱贱的模样，不由得咬了咬唇。不必了，这点小事为师处理就好。哦。火灵乖巧的点点头，目送上官西月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殿外。他歪着头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对了，好久没见过小师弟了，看看他吧。另一边，上官西月凌空而立，神识瞬间覆盖整个玉灵宗，很快就锁定了那7名清圣坊弟子的位置。他们正在玉灵宗布置的大比场所闲逛着，有说有笑，浑然不知大祸临头。7人一身穿浅色灰白改良短道袍，小短围裙，过膝白长厚袜，重要的部位全部挡着，略微重要的露了一些，吸引了不少男弟子的目光。对于这些目光，他们早已经习惯了。搞不懂，堂堂玉灵宗怎么会喜欢把元婴核心弟子放出去游历？不怕都死在外面吗？那些人不出去，曹孟德怎么靠关系在玉灵宗作威作福？就是，我看玉灵宗的宗主和公主都被他迷惑了，说不定背地里多骚呢。嘘，你们不要命了？说曹孟德就算了，还敢讨论2位化神大能？这位女弟子说完，面容惊恐的与剩下6人拉开距离，迅速离开。胆子这么小？就是，他们哪那么多空？怎么会没事注意我们？就是，以后回坊就当不认识他。在坊内还想学圣女和10方女力贞洁牌坊，他也不看看自己的天赋配不配。算了，不说这个胆小鬼了。等大比开始，我一定要当众揭穿他的真面目。呵呵，凭他一个筑基期，真是自己收服的元婴灵蟒。这要是真的，我倒立被够操。你个浪蹄子，你就奖励他吧。哎呀，反正以后也要献祭给我，让他多舒服舒服。怎么了？你那个兽夫化形后怎么样？不行，我还是更喜欢没化形的状态。哎，还是天赋不够，不然根本没必要这么快找献祭夫君。真羡慕李圣女和1、2方女啊，若是不能突破化神，坊主才准他们找献祭夫君。几人正说的兴起，忽然感到一阵刺骨寒意袭来，抬头望去，只见一位白衣女子踏空而来，周身环绕着冰冷的太阴之力。纤手一抬，7人直接挪移到宗门无人空旷之地。发现自己位置变了，他们觉得坏了，可能回不去了。见过上官前辈，6女恭恭敬敬的行礼，可内心一直忐忑不安，甚至背后不停地流着冷汗。前面可是骂过这位的骚，还说他与徒弟关系不清不楚，要是被听见了，死可能死不了，但一顿毒打和房内的惩罚是跑不掉。6人之所以觉得死不了，是因为还有2位长老在这里，真就感觉良好。上官西月冷冷地扫视着他们，让6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清圣坊的弟子，好大的胆子！他声音冰冷，里面尽是杀意。在玉灵宗的地界上，也敢妄议我和宗主，还说无图靠关系上位。6人脸色瞬间煞白，
其中一人强撑着说道：“前辈，我们只是随口闲聊，并无恶意。”随口闲聊？上官西月冷笑一声，诋毁我徒儿靠女人上位，质疑本宫收徒的眼光，还说骚。他每说一句，周围的温度就下降10分，6人感觉血液都要凝固了。前辈恕罪。另一人慌忙跪下：“我们知错了，看在李长老、刘长老的面子上，饶我们一命。”其余5人也纷纷跪下求饶，额头冷汗直冒。可笑，现在知道害怕了。上官西月眼中寒光一闪，既然管不住自己的嘴，那就从头做起，再去投胎吧。说罢，他抬手一挥，6道太阴之力朝6人席卷而去。发现真的要他们命，姬女一边全力释放修为，招式挣扎，一边大呼：“啊！琉璃长老救命！”姬女话音刚落，早就注意到上官西月气息跟过来的2人急速飞来，挡在6人身前。上官公主且慢！西月公主手下留情。清圣方的刘长老和李长老同时出手，挡下了这一击。2人脸色都不太好看，他俩都是化神中期，要真是对上一位怒火值拉满的化神圆满，估计得搭半条命进去。柳如烟拱手道：“上官公主，小辈口无遮拦，确实该罚，但罪不至死，还请高抬贵手。”哦，这真是口无遮拦这么简单。上官西月目光扫过柳如烟和李长老，这是玉灵宗，他们居然敢肆无忌惮地讨论贬低宗主、公主和亲传弟子。到底是你们清圣方觉得玉灵宗好欺负，还是觉得玉灵宗没有人了？今天本宫话就放这里了，要么他们6人死，要么你们俩死。上官公主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李长老脸色阴沉，手中拂尘微动，向6人身上打了个护盾。不过是几句闲言碎语，就要取人性命，未免太过霸道。这番表现和话语已经很明显了，先打了再说。打不过，你杀他们6人，我俩也无愧于清圣方。不然，今天的这事要是传出去，乐子可大了。上官西月闻言，眸中寒芒更盛，周身太阴之力如潮水般翻涌。上天一战，本宫今日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霸道。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已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直入九霄。柳如烟与李长老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凝重。但事已至此，2人也只得硬着头皮跟上。轰！砰！高空之上，3道化神期的气息轰然碰撞，整个玉灵宗上空顿时风云变色。上官西月独有的太阴之力与清圣方众女修的献祭圣洁之气不断碰撞着，爆发出恐怖轰鸣。诡异的是，下方玉灵宗除了宗主姬兰外，只有失败天和一位身穿浅绿色衣物的女子发现上方的战况。至于其他化神，有4位暗中保护游历大陆的核心弟子。姬兰与失败天在发现浅绿衣女子出现的那一刻，纷纷上前恭敬行了一礼。见过宁祖。宁九彩微微颔首，目光却始终注视着高空中的战况。他面容清丽，眉目如画，看似年轻，却透着一股岁月沉淀的沧桑感。正是玉灵宗3位合体巅峰老祖之一，不过于前些日子突破大成初期，更是其中唯一的女子，至今未有道侣。西月这丫头性子还是这么烈。他轻叹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却又隐含赞赏。姬兰恭敬道：“老祖，此事是清圣方弟子无礼在先，西月他不必解释。”宁九才摆了摆手，在整个北国，甚至整个东北域，我玉灵宗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我们就好好欣赏欣赏西月一人是怎么虐的2名化神中期的。宁祖，我独孤儿突破化神所需的资源，经过100年搜寻，还缺5行灵物。失败天看着宁九彩从死关中出来，开始惦记宁老祖的武灵图。这下子真的把宁九彩突破的喜悦冲淡了不少。他才刚从渡劫之地回来，这失败天就惦记上自己储备的各种资源。你这小子怎么还是这般心急？宁九彩无奈地摇了摇头。那孩子还不到突破的层次，等他水到渠成的那一天，宗门该给的资源不会少的。你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忘了？宁祖说的对，是拜天心急了。行了，他话锋一转，目光投向高空中激战的3人。先看看西月如何收拾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吧。几人谈话间，高空中3人之间的元神神识已经爆发数次交锋，皆是清圣方2人处于下风。上官西月立于3万米高空，太阴之力在他周身凝聚成一轮皎洁的巨型明月虚影。他玉指轻动，竟然直接调动了太阴本源，凝聚出组织不尽的各式兵器，以1000万种方法铺天盖地朝柳如烟和李长老攻去周围的阴气在元神神识交手期间，已经完全侵入2人体内。他紧接着口中念念有声，背后的巨月开始从大陆上空显现，赫然是9阴圣体的大招之一，锁定性技能月陨，召唤连续不断的3轮虚月，对锁定目标进行锁定或范围任意切换的毁灭攻击。看到太阴本源攻击的柳如烟有些后悔了，
当时还不如不阻止，这上官西月怎么跟疯了一样，出手就是照着打死他俩来，根本没有留手。岳雨云，本源万千。李长老脸色大变，急忙祭出一面青色宝盾挡在身前，同时手中的拂尘上万千银丝化作屏障，试图先抵挡袭来的攻击。至于柳如烟，已经鸡贼地跑到李长老身后，口中的话语是我没防御法宝，李长老先帮我挡下这一击。当然也没有彻底摆烂，掺杂着血腥气息的圣洁之力在周围形成一道道灵力屏障，再迅速注入天地元力，使屏障更为坚固。咔嚓，各种本源武器与屏障青灵盾相撞，仅仅片刻，在本源武器的不断消磨下，剩下不多本源武器的冲破了防御，两人被震退数百丈，嘴角溢出鲜血。而这时杀招月陨3个月亮已经出现。上官西月，你当真要赶尽杀绝？李长老厉声喝道。赶尽杀绝是你们自己做的选择，那只好送你们一趟了。李长老是真的想指着他骂，你就不能把话说明白吗？你先前若是如此强硬，我根本不会现身，好不？可惜现在一切都晚了，他两人只是感觉心脏和元神一阵突突的狂跳，在警示着即将到来的危机。此片天地已经被锁定，想逃也逃不了。随着上官西月素手一挥，第一轮皎皎白月携带着无尽威势开始坠落。以两人化神中期的修为，根本挡不下圣体大招。这下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柳如烟咬牙取出一枚玉符捏碎，请老祖救命！他是真的没想到，为了圣女修行之路平坦，接外出任务护道，带出来女弟子说的那些话是怎么让上官西月愤怒到失去理智。一道圣光冲天而起，化作一位老妪虚影挡在月陨面前。轰！月陨与圣光相撞，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整片天空都被刺目的光芒所笼罩。宁九彩早已不在先前的位置，而是出现在上官西月身后，同时撤去了遮掩。待光芒散去，那老妪虚影只是暗淡了些许。清圣方的合体老祖。上官西月冷哼一声，白花前辈也要阻我？在他出现的那一刻，柳如烟和李长老已经把所有事情如实说出，根本不敢有一丝隐瞒。老妪虚影面容慈祥，和其弟子一样透露着慈祥的圣洁。上官小辈，得饶人处且饶人，此事是我清圣方弟子有错在先，老身待他们赔个不是。赔不是？上官西月冷笑连连。若今日我玉灵宗弟子在清圣房如此放肆，不知贵方会如何处置？他们也配望加议论我徒儿？老妪沉默片刻，叹道：罢了，此事确实是我清圣方管教不严，那6位弟子任你处置，至于柳、李2位长老，回到方内，老身自会严加惩戒。清圣方赔偿3份突破化神的资源，10柄灵阶法器当作欠礼，如此可满意？此事如此说定，尔等好自为之。上官西月只能答应下来，对方合体老祖一道分神在场。见上官西月答应下来，分神忌惮地看了一眼他身后的宁九彩，一点犹豫都不带，直接消散。看着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两人，上官西月语气森然：记住，这是在我玉灵宗地界上，容不得尔等放肆。而下方的6名女弟子知道自己被放弃时，面如死灰，他们瘫坐在地上，没有任何反抗的心思。面对一位愤怒的化神搞些小动作，那会弄得自己死得不够痛快。上官西月没有管他们，反而在想怎么把这3份资源送给逆徒。战败的两女更没有心思考虑这些，看都不看那6人，直接朝着他们入住之地飞去。想走现在也走不了，李圣母的破因果还没有拿到，都赔进去这么多资源，要是连个完美突破元婴的果子都拿不到，那回去后简直不敢想象会有多重的惩罚。今天小西月，你可是威风凛凛啊！宁九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上官西月立刻转身行礼，脸上冰冷的表情瞬间融化，露出笑容，恭敬道：宁祖，您出关了。宁九彩微微一笑，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所突破，刚刚回来，正好看见你大展神威。他顿了顿，目光柔和地看着上官西月：不过你做得对，我玉灵宗的人岂容他人随意诋毁。看见宁祖在这，他总算是知道清圣方合体老祖怎么这么好说话。多谢宁祖。那6个小辈你打算怎么处置？宁九彩点点头，目光转向下方。上官西月眼中寒光一闪，既然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嘴，那就送他们一程。不错对待这种人就要下狠手，清圣房要是赶上眼药，就戳瞎他们的眼睛。宁九彩满意的点头，他忽然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促狭。不过小西月啊，我听说你那徒弟曹孟德最近可是风头正盛啊。这话让上官西月心头一跳，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宁祖，那逆徒不过是有些小聪明罢了，不值一提。是吗？宁九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可听说他先是废了自己的大师兄，现在又收了一头元婴青蟒当坐骑。
是不是藏着我们都没有发现的天赋？看着看着，宁九彩眉头忽然皱了起来。小西月，你肚子里……下方失败天那些急得团团转，他可是听到了清盛方会赔偿3份资源，不知道能不能厚着脸皮求到1份。姬兰看到老祖上去后，立刻就溜了。现在他体内还有那个臭家伙留下的访客记录，尽量少接近老祖，被发现了可不好。而且小绿现在可还拜龙杂鱼半人半龙形态躺在宗主殿内，当时出来没想那么多，现在得赶快回去收拾战场。而玉灵宗不少弟子都看到了最后的战斗场景，还有高额的赔偿，一个个羡慕不已。你怎么有孩子了？宁九彩原本的从容之色消失，脸上表情有些复杂。是谁的？宁祖上官西月急忙打断，耳根微微发红，缓缓上前几步，拉着老祖的手撒娇道：现在还不能说，您就别问了。对此宁九彩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点头应下。不问不问，但你怀孕了，孩子的父亲知道吗？看见老祖不追问男人是谁，上官西月松了口气，又在问孩子的父亲知不知道，心中暗暗叫苦。要是让宁祖知道他和曹孟德之间的事，那还得了。孩子的事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逆徒说。3个月前逆徒一个劲地说有了羁绊就好，现在有了，他反倒说不出口。就在这时，一道流光从远处飞来，正是曹孟德。他驾驭着混沌之刃变化的骚包王座，潇洒地落在2人面前。师尊，您没事吧？曹孟德一脸关切地看着上官西月，目光中满满的都深情。上官西月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别过头去，以为是的修为能有什么事？徒儿你怎么来了？听小师姐说的。曹孟德嘿嘿一笑，那些敢诽谤师尊和宗主的人都在哪？10几年不见，你这徒孙孙怎么像变了个人？宁九彩上下打量着曹孟德，气血充足，根基扎实，筑基巅峰，体质倒是看不出来，貌似阴阳之气十分浓郁，身上居然有6种丹火的气息，是获得了2品炼丹师的传承。曹孟德这才注意到一旁的宁九彩和记忆中的一位老祖面容相似，自己好像就见过一次。在感受到他身上深不可测的气息，就已经确定是哪位，心中一凛，连忙把王座收了起来。晚辈曹孟德见过宁老祖，愧于浅滩18年，一朝龙吟，天赋不可测，根基扎实，难怪小西月对你另眼相看。宁老祖过奖了，都是师尊对我严格要求，倾囊相助，亲力亲为，才让徒孙有此成就。上官西月听得脸都黑了，这逆徒在宁祖面前还敢胡说八道。当他听不出倾囊相助和亲力亲为是啥意思，不错，懂得感恩，是个好孩子。接着他饶有兴趣地问道：听说你收服了一条元婴期的青蟒，怎么做到的？回老祖，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运气好。那青蟒看晚辈顺眼，就主动认主了。这般说着，曹孟德挠了挠头，露出憨厚的笑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老实。哦，宁九彩饱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看来你身上有不少秘密啊。见2人还想聊着，上官西月生怕出现马脚，连忙插话道：宁祖，您刚出关，不如先去寒月宫坐坐，小西月给您泡茶。宁九彩摆摆手：不急，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你们师徒先聊，晚些时候我再去找你。说完，他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原地。见老祖离开，过了一会儿，上官西月这才松了口气，转头瞪向曹孟德：逆徒，谁让你来的？师尊，这不是担心您吗？曹孟德嬉皮笑脸的凑近：以后在老祖面前不许胡说八道。是，弟子知错了。他连连点头，目光却不老实的在对方丰满的身材上扫视。师尊，您今天真好看。滚！上官西月俏脸微红，转身就要离开。曹孟德连忙拉住他的衣袖：师尊别走啊，那6个清圣坊的弟子怎么处理？交给弟子吧，保证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上官西月停下脚步，冷冷道：不用你操心，我自有打算。师尊希儿他突然语气一变，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就交给我吧。再说了，他们不止骂了我，还骂了希儿和宗主。看着他这副模样，尤其是听到希儿这2个字，使得心脏砰砰直跳，非常的慌，可是又感觉很开心。不能给他，本来就得寸进尺，这样就会更加放肆。可是他叫我希儿爱。罢了，好歹也是孩子的父亲，年纪还小，以后好好教育就行了。随你吧，别闹出太大动静。上官西月丢下这句话，又把进出寒月宫的方法告诉曹孟德，便慌慌张张地跑了。曹孟德一转身，脸上原本温和的笑容瞬间化为阿鼻地狱。看着下方已经被宗门执事长老捆好的6个人，直接带到寒玉峰监视，在他们惊恐的目光下，拿出个冒着黑紫黑气息的幡子，手上拿着人皇幡，紫黑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笑意。6名清圣坊女弟子被束缚在寒玉峰地牢中，
感受到那番旗上散发出的邪恶气息，一个个面色惨白，眼中满是惊恐。不是说玉灵宗是正道宗门吗？不是整个东北域正道宗门的带头大哥吗？这上官公主的亲传弟子怎么有万魂幡？你要做什么？为首的女弟子声音颤抖地问道。做什么？曹孟德慢条斯理地绕着他们踱步。你们不都认出来了吗？既然都知道这是什么，那也应该清楚你们的下场。6名女弟子闻言，脸色如死人般惨白僵硬，其中3人更是直接瘫软在地，浑身颤抖。不要！几女声音带着哭腔，我们知错了，求求你放过我们，我们什么都可以的，我什么都会的，很舒服，很舒服。另一个为了活命，对，我们知道的很多，绝对让师兄欲仙欲死。呸！一群烂货！你们要不是有修为在身，一个个都成生化母体了，老子会看得上你们。别求了，你们没错，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曹孟德冷笑一声，手中人黄幡轻轻一挥，顿时阴风阵阵，黑紫色的气息在牢房中弥漫开来。已经知道没了活着的希望，他们彻底绝望，话语中尽是癫狂。哈哈哈！正道弟子用魂幡，我们等着你。邪魔而已，以为披着正皮就是正道，我诅咒你！哈哈！凄厉的惨叫声在韩玉峰监视中回荡，但很快就被阴风吞噬。6道灵魂被人黄幡强行抽出，化作6道黑紫色的光点没入幡中。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应到什么，谁？猛地转身，直接蓄力一拳轰过去，拳头打在一个屏障上，一点波澜都未曾掀起来。阴影中，一道曼妙的身影缓缓走出，正是身着浅绿色长裙的宁九彩。宁老祖！曹孟德心头一跳，下意识将人黄幡藏在身后。他刚刚干了啥？想要攻击对方，捂脸笑无奈表情，警惕性足够，只是怎么藏在身后，敢用不敢现出来。宁九彩看着他，徒孙不敢。曹孟德想着，发现都发现了，索性光明正大的直接拿手上，把里面的灵魂处理了一下，收进储物戒指中。还算明白。说着，小鼻子嗅了嗅，连足轻移，缓步走近，伸手轻轻抬起他的下巴。小年纪，手段倒是很辣。不过，忽然凑近，温热的气息打在曹孟德耳边，轻声道：“你身上的丹火十分符合我的口味。”曹孟德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宁九彩已经直起身子，恢复了那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这番是从何处得来？他问道。回老祖，是弟子在仪外出做任务时从邪修手中抢得。曹孟德迅速挑了一个谎话，脸部红心不跳，眼神坚定地看着宁九彩。宁九彩点点头，此物虽邪，但用之正则正。不过，他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凌厉。若让我知道你用它为非作歹，大肆屠杀普通凡人、生灵，休怪我不讲情面。徒孙明白。曹孟德连忙应道。宁九彩满意的点点头，忽然问道：“你和小西月是什么关系？”被突然提这个问题，曹孟德差点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师徒关系，师尊待我极好，从小教书育人到现在。”行吧。宁九彩仔细的看了看，确定曹孟德表现的不是很清楚上官西月的状况，就走了。当曹孟德从监视出来时，天色居然已经暗了下来。不是吧，和宁老祖简简单单交流几句，怎么就过去了2-3个时辰？本来拿到了自由出入寒月宫的凭证，他还想去一趟呢。可看天这样子，只能先回去一趟，帮助一下小师姐火灵。赶到洞府时，果然看到红彤彤亮起来的一片，正是火灵蹲在今天中午蹲的地方。头发丝上面的焰灵更加的暗淡，显然心情不是很好。师弟怎么还不回来？火灵小声嘟囔着，手指在地上画着圆圈。嗨，听到咳嗽声，猛地抬起头，看到曹孟德站在不远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发丝间的焰灵也重新变得活跃。师弟！他欢呼一声，像一团跳动的火焰般扑了过来。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了好久好久。接触到火灵时，曹孟德身上衣物就因为接触到焰灵开始自动分解，他只能笑着揉了揉对方的头发，处理了一些事情，同时伸手将2人搂得更紧，感觉肌肤接触的地方有股火痒痒的柔润感，一脚踹开大门走了进去。石门重重的关上，火灵由于第一次享受这个姿势，有些不是很习惯，在怀中挣扎来挣扎去。小师弟，你说晚上有好东西给我看，是什么好东西？听到询问，他并没有回答，而是从储物戒中一样样往外掏东西。赤烈石、焰液、玄熔金矿、火灵果、烈阳竹、羊乳沙。随着一件件火属性物品摆出来，整个洞府的温度都开始上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火元素气息。火灵的眼睛越睁越大，小嘴张成了 O 型。这么多吃的，都是给我的吗？
曹孟德点头，谢谢小师弟，真的是爱死你了。火灵走上前来，踮起脚在曹孟德脸蛋旁亲了一口，刚想准备去拿东西，就被扯住了。小师姐，拿了这些东西，你就是我的人了，知道吗？已经被眼前堆成小山的美食给诱惑的火灵根本顾不得这么多，疯狂点头。好的，好的，师姐以后就是你的人了。哈哈哈哈！看到十分重视诺言的师姐应下，曹孟德笑着离开了。他现在要去寒月宫，好久没有教育过师尊了，真是有些怀念那种感觉。来到了寒月宫外，按照上官希月告诉他的方法，他轻松穿过了禁制，进入宫内。寒月宫内，上官希月正坐在玉床上调息，感受到孽徒的进入，他猛地睁开眼睛，闪过一丝喜色。逆徒，谁让你进来的？他纵然心情不错，却仍旧板着脸呵斥。曹孟德笑嘻嘻地走近，师尊，弟子想您了吗？胡闹！上官希月别过脸去，为师正在修炼，你阴呢？别！逆徒，你放肆！上官希月还想说什么，说话的嘴却被堵住了。他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最终还是沉沦在了逆徒的热情中，甚至占据有利位置，想彻底镇压曹孟德。可惜他不知道，今时不同往日，对方圣体小城进展了大约13，战斗能力那是大幅度飙升。要是姬、上官、涂山、绿四人联手组成同盟，说不定还有一战机会。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使尽全身手段，最终还是败了。只要吃下这，就放过为师吗？是的，这东西作用可大了。好，上官希月神识看了一下嘴后，直接咕咚咕咚的全部咽下去。这下曹孟德终于持续了，而是抱着换了一身色彩的上官希月去往寒池。师尊，你就在这里好好恢复恢复，休息好了再思考如何才能打败徒，要不然一点趣味都没有了。泡在池水中，原本只剩白眼的上官希月终于舒缓回神过来。逆徒，你给我等着，现在是为师经验不够。是的呢，弟子随时恭候师尊的教诲。快滚！他这般说着，可是又觉得语气重了一些，想到这狗男人还停留在筑基不突破，就有些无奈。在曹孟德走到门口时，一道声音传入耳中，同时一枚储物戒指飞了过来。努力修炼，尽快突破化神，这里面的资源足够你到元婴巅峰，到时候再来找为师。抬手接过戒指，神识一扫，里面装着的从突破到无漏金丹，一直到突破完美元婴至元婴巅峰的海量资源。他甚至都看到了一颗破因果。果然，就算嘴巴再硬的师尊，经过教育后也会变得温柔无比。这感觉颇为的好，便向着自己的洞府赶去。寒月宫池内，上官希月轻抚着小腹，眼中流露出幸福的神色。这个逆徒竟然还没发现，他低声自语，真的很期待发现的那一天。回到洞府时，火灵已经不在了，应当是带把吃的全部收起来，准备每天换着口味吃，也不过多在意，后续只要多忽悠几次，就能体验到炙热如水火的感觉。刚坐下，就听到识海中传来抗议的声音：逆徒，你到底还学不学炼丹？玉无穷的残魂在里面喊着，他是真见不得这个新收的徒儿浪费自己的天赋。一边的白领小萝莉坐在识海地面，把玩着自己的本体。大主人别叫了，小主人天赋100万年罕见，不如大主人把小主人拿下，这样也不用天天被关在里面。闭嘴！玉无穷的残魂恼羞成怒地瞪了白灵一眼，不说师徒有别，我还是一具残魂，你别太离谱。可话音刚落，混沌灵魂化作锁链，如日常一样把他绑住，开始缓慢以混沌恢复灵魂。刚刚还正气凛然的玉无穷，此时已经说不出话，只能低声呜咽着。白灵看着这熟悉的场景，撇了撇小嘴，说的那么好听，大主人你倒是拒绝自己徒儿的灵魂治疗啊。这下就安静多了，等玉无穷这个便宜二师尊忘不了时，就能跟进下一步进行灵魂交融。而这短短2天时间，曹孟德化身时间管理大师，一边在上官希月那狠狠教训这个不听话的逆师，还总是能一应战击蓝与小绿，同时不忘去施飞雪这位呢，给他一些爱打骂的赏赐，同时布局龙傲天。昨天龙傲天怀着最后的希望回到了宗门，长相、气质、声音和以往完全一模一样。要不是知道他购买了伪装法门，还真以为这小子找到了恢复二弟，重新变为男人的办法。明天就是宗门大比了，今天晚上曹孟德没有去逆师那，也没有去找宗主，更没有去给爱的教育。他躺在火灵身旁，怀里抱着全身是火的他，看了确实是所有发丝的发间都燃烧着灵焰，永不熄灭。这不拿下真的会错避遗憾，就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全身的温度很高，却完全伤不到他。而命运共同体上面就像涂了魔鬼辣椒油似的，没有任何痛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很强烈的灼烧，全是火焰的几种颜色。这可不是自己主动，反倒是火灵一把将他推倒，
想着要负责任，还想要吞噬这些丹火。小师姐，你我只是同门师姐弟罢了，如此珍贵的火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给呢？那你怎么才能给吗？只要我们2个人的关系迈入更深层次，这丹火还不是想吃就吃。我们现在是师姐和师弟的关系，再进一步的话，那就是道侣。没错，我虽然心有所属，可我不介意再加师姐一个。就算再单纯，火灵这个时候也脸红了起来。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脸红，头上火焰大帽。看着师弟英俊的脸庞，又想到这2天他被师弟抱着的时候，火焰烧完过衣服不少次。他看光了师弟的身体，确实要负责任。师弟长得也帅，以后生的活宝宝一个个肯定英俊无比。嘿嘿嘿，这样想着，火灵直接推倒曹孟德。他可不会装作正经人，既然送上门来，那可就别想跑，直接一口吃干抹净。现在的场景就是这样的。火灵的特制洞府因为他的行为导致到处都是极阳灵液，室内如同岩浆深处似的，对于火属性修士来说可谓是天地至宝。可惜此方天地间唯一的火灵已经被拿下，他们恐怕再也拿不到极阳灵液。火焰化形的生物产生的任何水有关的都是极阳灵液。第2天，一人一火来到了宗门大比的场所。前面1周时间为擂台自由比斗，只能使用自身的修为法器，不能用丹药、符箓、灵兽等其他手段。不反对结盟。与小说中的不同，并没有宗主长老讲话的时间，他们就是走过来坐下，等所有参赛弟子到齐后，季兰站在台上说了一句自由比斗，开始。3个大区块，27方擂台很快都有人占据。按照规矩，曹孟德要从打完筑基台后才能上升到下个区金丹台。随着他的走进一个擂台，那个瞬间就空了。就这样一直走到筑基排名第1的擂台擂主正是赵长空，台下还站着其他筑基圆满或后期的优秀弟子，仿佛早就料到他会来，一个个都站到了台上，显然是准备先解决最大的威胁，然后再争夺筑基第1。对于这8人聚拢在一起，曹孟德笑着摇了摇头，都站在一起，正好一波送走。你们准备好了没有？赵长空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曹孟德，别以为你可以龙化就无敌了，我们8人联手，今日定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其他7名筑基弟子也纷纷祭出法器，周身灵力涌动，显然已经蓄势待发。呵呵，只见曹孟德冷笑2声，右手一抬，大喝一声：“给我砸！”一方灰白色的9层玲珑巨塔出现在8人上空。他们抬头一看，只见那灰白色的9层玲珑巨塔遮天蔽日，带着恐怖的威压轰然砸下。不好，快躲！然而根本来不及反应，巨塔轰然落地，整个擂台剧烈震颤，狂暴的冲击波席卷四周。轰！砸完收好。待烟尘散去，只见巨塔之下8人横七竖八地躺着，个个口吐鲜血，气息萎靡，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眼中失去了对修仙的追求。这一击之下，道心都快破碎了。这还是只用了塔灵，5成的威力。看着他们眼神中的光都要消散了，曹孟德连忙给他们灌了一波鸡汤。人与人是不同的，不要因为我的光芒太过刺眼，你们就忽略了自己的闪耀之处。你们都不弱，只是我太强而已。记住，天才也需要找对方向，庸才并非一无是处，努力修炼有追赶上来的机会。做完大摇大摆地朝着金丹区块走去，周围观战的弟子和执事长老，包括4位化神都感到震惊。尤其是在暗处窥屏的宁九彩，在丹塔出现的那一刻，脸色再也无法从容平静。只有石海白灵看着空荡荡的地方发出尖锐爆鸣：“啊，我装修呢！”刚叫了没几句，本体丹塔又回来了。白灵继续乐呵乐呵的开始给自己的本体装修。而大比现场，如果看台上有元婴执事长老双眼放光的盯着曹孟德，曹孟德居然有如此法宝，不愧是我宗门天骄。姬兰和上官希月表面上看着台下的比斗，实际上已经将2眼放光的元婴执事长老悄咪咪的打上了必死标签。居然敢打我男人逆徒的主意，你有取死之道！来到金丹区块，这里的金丹第1擂台被李圣母和3位弟子站着，其中有1位是昨天侥幸活下来的。其他弟子已经知道曹孟德是来挑战的李圣母的，纷纷让开了位置，其中更有3人跟在他身后。看到曹孟德走来，李圣母脑袋微偏，嘴角勾起不屑的笑意。对于这种盲目自信的男人，他有太多办法可以击败了。曹道友，筑基区的比斗这么快就结束了？说话的声音依然那般清冷，甚至带着几分居高临下藐视的意味。对此，曹孟德毫不在意，目光在他身上扫过，只要抓住机会，这圣母必定会俯首称臣，到时候给他戴上脖链，刻上花纹，经过深刻教育，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啊，李道友，他们太热情了，非要一起上，我只能速战速决。哼，筑基和金丹的差距
可不是靠一件法宝就能弥补的。放心，为了公平，这一次我可不会动用法宝，我只会出一拳。若是道友还能站着，那就算我输。他身旁的2位女弟子听到这话露出冷笑，其中一人更是直接嘲讽道：曹孟德，你不会以为嘴皮子亦能在金丹区横行吧？身后还跟着几个手下败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厉害呢。试试不就知道了。曹孟德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还真是狂妄自大。李圣母从坐下莲花法器上站了起来，饱满的前堂与后堂一弹一弹的，浪感十足，十分适合被一巴掌截断，然后再掀起阵阵波浪。剩下一位没有表示的女弟子看见曹孟德目光投了过来，低下头去，生怕被注意到，让上官想起他2天前还跟那些人的关系。而作为李圣母忠诚狗腿的2女刚有动作，就被跟来的2玉灵宗金丹弟子拦住。道友，这边一站。这位道友，你的对手是我。2女被拦住，气得直咬牙。剩下幸存女不出意外的也对上了一位金丹弟子。看到自己的几位师妹被拦住，李圣母不由得冷笑，对方不会以为他是靠着师妹的保护才拿下第1台，看来得给他一些苦头吃了，顺便报一下杀我6位师妹之仇。见曹孟德站在原地不动，李圣母眼中闪过轻蔑，是吓傻了吗？他玉手轻抬，具出道金色光芒，朝曹孟德击射而去。清圣方的尽是圣光，曹孟德你挡得住吗？金光瞬息而至，然而曹孟德依旧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动作。金光直愣愣地击中他的胸口，除了将宗门弟子上衣彻底打烂，露出他精壮的上身，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这一幕十分的诡异，足以洞穿普通金丹修士的圣光，竟然无法伤到曹孟德。什么？这一场景让李圣母惊呼一声，神情皆震，略微对自己产生了些许不自信。台下主位上观战的柳如烟猛地站起身，这怎么可能？其他要不是曹孟德提前告诉了4女，此刻4人恐怕早就冲上台去检查受伤情况了。哼，原来你是炼体武夫，难怪修为这么低，不过一个蛮子罢了，看你能撑到几时。李圣母见自己的尽是圣光镜未能伤到曹孟德分毫，迅速找到了个借口。随后他全身散发起淡淡的金色光芒，一股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出来。10柄由圣光聚成的金色小剑在头顶形成，正是清圣方最常用的招式之一。清圣小剑术可以召唤最少1柄金剑，最多10柄，一同攻击之下，威力可达到当前境界巅峰，是清圣方女修最喜欢用的招式之一。台下观战的弟子们纷纷变色，就连几位元婴执事也不由得站起身来。这一击的威力已经接近元婴初期的力量了。对于这种情况，曹孟德动是没动，只是将混沌圣体无序领域运转了起来，同时龙化掩盖混沌圣体的强大。衣服爆裂开的瞬间，龙鳞龙角龙尾龙爪瞬间浮现，全部显现出来，整个人的气息瞬间暴涨，仿佛一头远古凶兽苏醒。龙化！台下有弟子惊呼，显然是第一次看见曹孟德化龙的状态。真帅！你就只有这一招吗？李圣母嘲讽道。你又不是真的龙族，就算拥有龙族手段又怎么样？在清圣方的圣光面前，皆为虚妄。10柄金剑同时朝曹孟德击射而去，速度之快，几乎撕裂空气。可惜这10柄金剑连龙鳞都没有触碰到，瞬间被无序领域吞噬得干干净净。李圣母脸上的圣洁完全消失，全是惊愕之色，红润的嘴唇微微张开，就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不可能，我的清圣小剑术怎么会伤不到你？他下意识后退半步，话语中全是不相信。对此，曹孟德活动了下脖子，觉得自己很公平了。我让你3招，打我2下，还有1招用于防守，多公平。这已经不符合反派的所作所为了。可是我是正派中的反派啊，我是正派中的魔修啊，我是行正义之举的反派魔修。不准备浪费时间的曹孟德将目光盯上李圣母，被注视的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那对龙瞳中闪烁的寒光，实际上是混沌之眼透露出来的威慑感。不可能，区区筑基居然给我带来如此威胁。他咬紧银牙，周身金光暴涨，一道道防御启动，圣光护体，金莲守护，清圣宝甲。他几乎将清圣方所有给他的防御手段都施展了出来，整个擂台都被耀眼的金光淹没，可内心的危险感就没有降下去过。台下观众一片哗然，那个李圣母不是金丹吗？居然被曹师兄逼到这种地步，我感觉我上我也行啊。是，你个大傻春你也行。只见曹孟德缓缓抬起右臂，混沌圣体的力量在手臂中奔涌，无序领域和无时无刻都在触发的吞噬神通，还将李圣母攻击过来的力量加了进来。准备好了吗？他咧嘴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我要来了。放心，头晕是正常的，出拳我是专业的。话音未落，原地的身影缓缓消失。可恶！李圣母惊骇欲绝，本能地将所有防御催动到极致。下一刻，给我砸！
与话语同时响起的是接连不断的轰轰呜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中，曹孟德的拳头毫无花哨的轰在最外层的金莲上，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防御就像纸糊的一般，瞬间土崩瓦解。拳头去势不减，接连贯穿7层圣光护盾。李圣母仓皇后退，却根本来不及闪避。他眼睁睁看着那只恐怖的拳头穿透最后一层清圣玄甲，狠狠砸在自己高耸巨大的胸脯上。噗！鲜血从他口中狂喷而出，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竟然把3道擂台防御结界穿透，在地上离出一道数10丈长的沟壑。当烟尘散去时，众人只见李圣母瘫倒在废墟中，诱人的道袍破烂不堪，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他双眼翻白，嘴角不断溢出鲜血和口水，胸口明显凹陷下去，哪里还有半点清圣房圣女的高傲模样。整件事发生的速度之快，让柳如烟和李长老都没有反应过来。等他们回过神来，李圣母已经像条死狗一样瘫在碎石堆里，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圣母！被拦下的3名清圣方的女弟子们尖叫着冲过去，手忙脚乱地往她嘴里塞丹药，可惜不起丝毫作用。她胸口上的混沌之气在疗伤丹药的滋润，反而变得更加旺盛。主看台上柳如烟脸色铁青，猛地拍案而起：曹孟德，两宗比试你竟敢下如此重手！这直接出现了各类小说中的经典名场面，问罪。可惜这个罪问的有些不对，场合不对。曹孟德慢条斯理地收回融化状态，无辜的摊手：柳前辈，你这话就错了，晚辈只出了一拳而已。谁知道李道友这么脆弱，连个筑基的一拳都接不住。他故意把脆弱2个字咬得特别重，气得柳如烟胸口起伏，根本没有剧烈2字，因为平的都能起飞机了。而被喂了大量丹药，终于苏醒过来，李圣母听到最后一句，连一拳都接不住，又晕了过去。其内心某个坚不可摧的信念正在崩塌破碎。站起来了的柳如烟逼逼了几句，又坐了下去，就仿佛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似的。没办法，形势比人强，这个闷亏他们只能吞下。一直没说话的李长老起身离开，带着圣女回去治疗。这下整个擂台战也没什么好看的内容了，金丹区块第一直接由曹孟德提前锁定，在场参赛弟子全都万分赞同。他就先慢悠悠的退场，要是一直待在这里，某个人可不会出现的。正如曹孟德所料，龙傲天一直躲在暗处，根本不敢出来，生怕被针对，甚至连一丝仇恨的情绪都不敢表现出来。看到金丹巅峰的李圣母都接不下一拳，他对于自己之前败在曹孟德手下也就没那么难以接受了。只要成为筑基第一，拿到爷们丹丹方，那他龙傲天终究还会有雄起的资本。殊不知他等待着曹孟德离开，对方也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又静静的待会儿，确定没有杀个回马枪，这才小心翼翼的现身走向筑基区的擂台。此时筑基区的弟子们刚刚从曹孟德那一击的震撼中缓过神来，见龙傲天出现，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这不是龙傲天吗？听说他之前被曹师兄废了。嘘，小声点，他不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突然回来，谁知道又想闹什么事。要说他也活该，曹师兄这些年一直在隐忍而已，只是18年期已满，所以才将自己封印的天赋放了出来。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龙傲天虽心中怒火滚滚，却依旧维持着脸上的平静。他看着9个台子，代表着第一的位置一直是空悬的，没有人，那就可以随意上去站擂。不犹豫，直接跃上筑基区第一的擂台。筑基区第一，我守了。自信的模样，洪亮的声音，仿佛那个龙傲天又回来了。台下个牛马弟子一片哗然，他疯了吧？刚刚曹师兄才把赵长空他们全打趴下，他这就敢来占位置？哼，估计是觉得曹师兄不会回来了，想捡漏吧。亏我还以为他只是喜欢欺负自己的师弟，没想到人品也不怎么好。听到这些话，龙傲天冷笑一声，目光扫过台下众人，怎么只敢在台下逼逼，没人敢上来一战？话音刚落，一道身影缓缓走上擂台。看到上来的这人，龙傲天傻眼了。熟悉的样貌，青丝如瀑，眉眼含阴气，红唇微抿，尽显利落果敢。雪儿师妹，你怎么上来了？他疑惑地说了一句，抬手摆了摆，赶快下去，这第一我拿着有用，过段时间再去找你玩。给我闭嘴！施飞雪举起长剑对准龙傲天，谁准你这条杂鱼用这张臭嘴称呼我，真让人感到恶心。闻言，龙傲天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施飞雪竟敢如此顶撞自己。雪儿师妹，我是你的傲天哥哥呀！住口！施飞雪眼中闪过寒意，一点犹豫之色都没有，握着剑直接冲了过来，仅仅几息就瞬间逼了过来，剑气直击龙傲天咽喉。雪飞速度怎么这么快？他瞳孔一缩，仓促间侧身闪避，却仍被剑气攻击到衣服，在右手臂上留下一道血痕。你疯了！
龙傲天惊怒交加，双手一展运转拳法。我是傲天，闭嘴！施飞雪见势不停，一剑直刺龙傲天心口。废物杂鱼！台下弟子今天吃的瓜比以往1年都要多，怎么回事？施师姐不是一直对龙傲天？听说前2天师姐闭关，里面吵得很。是啊，施师姐肯定是在练剑法，里面时不时啪啪作响，威力极大。真没想到出关后居然变了，刀下死手，实力真强啊！要是师姐这样打我一顿后喜欢上我怎么办？谁尿黄滋醒他？权势和剑势相撞在一起，他这才发现施飞雪居然到筑基后期了，还有了剑势，只是这是怎么古古怪怪的？但时间根本没办法让他多想，因为又有2剑朝着他的胸口袭来，这可不能被打中，一旦被击中就露馅了。狼狈地躲闪着施飞雪的剑招，额头上渗出冷汗，这剑光招招致命。雪儿，你是不是被他人挑拨？龙傲天勉强架住一剑，却没有料到直接来了个撩阴脚，狠狠地踢在姐妹上。这种疼痛虽不及兄弟的逝去，却让他的伪装松了几分。脚法过后迅速接暴掌，打在他胸口上，如同李圣母一样被直直地轰飞出去。趴在地上的龙傲天又被一脚直接踩在脑袋上，狠狠地碾压。施飞雪将脑袋低了下去，朱唇轻启：你是什么玩意，也配与主人相提并论？听到主人2字，还想说些什么，挣扎的他直接被打晕，身上的伪装法术再也无法持续，显出原形。看着被丢下台的龙傲天，有眼尖的弟子发现这不对劲啊！有人惊呼一声：等等，那龙傲天怎么变成女的了？这一嗓子瞬间引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被丢下擂台的龙傲天身上。只见他长发散乱，面容姣好，胸前的衣襟被剑气划破，露出雪白的肌肤和明显的女性曲线。原本英气逼人的龙傲天，此刻竟完全是一副女子娇弱的模样，让多数没有双修道侣的弟子咽了咽口水。太好了，本来就喜欢他，龙傲天是女的更好了。难怪他以前总喜欢欺负曹师弟。等等，那他之前还总调戏师妹，这算什么？女扮男装骗感情？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他每次泡澡比大小都找借口不去，原来是怕露馅。施飞雪站在擂台上，冷冷地瞥了一眼台下昏迷的龙傲天。雪儿可是助人的专属称呼，这个杂鱼也敢随便叫。好在完成了任务，只要继续守着，等擂台战结束，将假爷们单方当着他的面销毁就行，所有步骤完美的按照曹孟德安排进行。若是有什么意外，他会亲自出手纠正，让龙傲天重新回到正道上。刚刚回到洞府，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他住的地方自从姬兰离开后就没有这股幽香了，而现在不仅有了香味，还混杂着淡淡的茶花香，肯定有人是那2位化神要对他出手了。感受到后方的波动，曹孟德决定先下手为强。混沌之刃幻化成防御衣物，瞬间覆盖全身。白灵本体丹塔直接从石海中召唤出来，携着万钧之势砸向波动处，往前冲袭没多远就止住了。塔身剧烈震颤，发出嗡嗡声，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你小子再次见面打招呼的手段还真是特殊啊！宁九彩这般说着，握着手上的塔走了过来。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曹孟德大呼倒霉，怎么又是这个老祖？怎么这么闲？这回深深的着装又换了，从先前的绿色衣服改回了素白长裙，就站在他身后。丹塔正被他抓在手上。见过老祖。曹孟德恭进行一礼。弟子一时未曾察觉，还请恕罪。哼！殷九彩把丹塔往他这一丢，过来是有事问你，这座丹塔从何获得？有何发现？有没有个叫玉无穷的灵魂？你都一一道来，如实回答。他眼神炙热地盯着曹孟德。身为2品玄阶炼丹师，非常清楚这座丹塔代表的意义。这可是整片大陆唯一的1品天阶炼丹圣师玉无穷生前法宝。前面在大比场地时看到还有些不相信，以为只是炼制的像，刚刚握在手中仔细观摩了一会儿，彻底确定这就是炼丹圣师的丹塔。这种表现落在曹孟德眼中，瞬间安定下来。既然宁九彩有所求，那就好办了。以他现在的天赋，再加上宗门2位化神老仆的支持，宁九彩就算再霸道，也不可能直接抢夺他的机缘。更何况玉无穷现在可是他的师傅，每天还得靠他的混沌灵魂之力滋养魂体，根本离不开他。回老祖，此塔是弟子在外历练时偶然在一处古村遗迹中所得。曹孟德坦然道。至于老祖所说的灵魂，确实存在，并且已经收弟子为徒。说着，他主动放开识海限制。唰，一道曼妙的女子虚影缓缓浮现，灵魂身子随意的舒展，让他原本看起来爆炸的身材更加的摇摇欲坠。臭小子，终于舍得放我出来了。这一回的玉无穷改变了灵魂，穿着是紫纱上衣，束腰净裤，整个灵魂体英姿飒爽。
眉眼间透露着几分被混沌灵魂力滋润的妩媚，可本身又携带着不容亵渎的气质，正是炼丹圣师玉无穷。与此同时，白灵的本体灵石也从中飘出，咂着丸子头萝莉少女嘟囔道：“小主人，里面太无聊了，什么都没有，就别关着我了，我又不需要灵魂力，就关大主人就行了。”宁九彩见到玉无穷的瞬间，眼中闪过狂喜之色，他迅速取出一幅古老的画卷，仔细比对，没错，真的是您。他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万年前陨落的炼丹圣师竟然真的还活着，虽然是灵魂体状态，但也够用了。他语气恭敬道：“晚辈宁九彩，拜见玉前辈。”原本以为是出来放风的，结果好像是出来处理事情的。收起眼中的妩媚，玉无穷看向宁九彩：“哦，你认识我？前辈乃万年来唯一一位一品天阶炼丹师，晚辈自幼便以您为目标，苦修丹道。看到此塔时便有所猜测，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晚辈想拜前辈为师，学习丹道，更进一步。”这话反倒让他轻笑一声，飘到曹孟德身旁，懒洋洋地靠在他肩上。小丫头目标倒是不错，不过嘛，本圣现在可是有徒弟了，而且看起来你们的身份差距有点大。这没事的，前辈，我不介意，以后曹孟德就是我的师兄，师尊叫我炼丹，我护师兄平安。姬上官，天塌了，辈分突然掉了。这个好，这个好，曹孟德真的想直接替穷无穷答应下来，这样他就多了一个保镖，以玉无穷离不开自己的状态，不就是相当于多了个老婆吗？还是个修为至少合体巅峰的，不知情已突破到大成，这根本不亏，完完全全的肥水不流外人，从便宜师尊到所有徒弟直接包圆。而玉无穷并没有做出这个选择，反而是将权力交给了曹孟德。乖徒儿，想不想要一个年龄比你大几千岁的师妹？嗨嗨，他轻咳两声，看向之前还是老祖，现在已经变成师妹的宁九彩，胆子大了不少，叫声师兄听听。听到这样的要求，他老脸微红，却毫不犹豫地朝曹孟德拱手。师兄，这一声叫得干脆利落，反倒让曹孟德有些意外。要知道宁九彩可是玉灵宗老祖级人物，居然真能放下身段。而灵魂玉无穷对这样的表现也颇为满意，一道灵魂印记直接打入对方眉心。这里面是为师当时对二品玄阶的一些感悟和见解，了解通畅后再进一步不是问题。谢谢师尊。宁九彩道谢一声，如获至宝。弟子这就去闭关感悟。说着正准备走，又突然想起什么，对着曹孟德玉手一抬，3道玉简符在他面前，一丝神念元神瞬间附在他身上。师兄，这3道玉简内分别储存着我的全力一击，同时有1道神念元神在身上，足以护师兄安全。确定自己没有遗漏什么，便闪身去闭关感悟，突破丹道。得到这3项攻击，曹孟德那真是如鱼得水，恐怕出门后会更加放肆。你说什么当保底用？那怎么可能？保底肯定是让宁师妹一直陪着才是，要不然不好下手啊。至于和宗主师尊他们的辈分问题，表示没什么，他们叫我小师祖不就行了。将这些好东西收下，他捋了捋储物界内的资源，爬塔就不准备去了，直接突破混沌金丹。还没走呢，门口又有动静传来，一人一灵瞬间就被收了回去。而来者正是清圣坊李长老，他带着昏迷不醒的李圣母直接闯了进来。此时被灵力托付着的李圣母胸口已经恢复如炬，只是他双眼依旧闭着，身子时不时的颤一颤，带起一阵波澜。曹小友，台上圣母不敌就算了，为何下台后他身上的这股权势一直未曾消散？没认出混沌之气，也是没见过，当然认不出来。想化解，除非自己亲自出手，否则他们只能请合体老祖了。可以，但目前我还无法彻底清除干净，只能等我突破金丹。可以先把圣母放在这，我先用手段维持现状即可。那不知曹小友何时突破金丹？这你就不用知道了，反正会还给你一个完好无缺的圣女。曹孟德背过身去，这种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正好可以种下魂印。结，感觉单独留下圣女有些不妥。李长老想留下，防止这个帅气后被动什么手脚，结果被功法秘籍不得他人观看给拒绝了。想着两家不是敌对，曹孟德应该犯不着把圣女给杀了，从而得罪清圣坊，掀起2派大战。这般想着就回去了。走到床前，他细仔打量着昏迷中的李圣母，精致的鹅蛋脸因痛苦而微微扭曲，长睫毛轻颤着，口不时溢出几声微弱的呻吟，就连处在昏迷中都时刻散发着圣洁气息。清圣坊李圣母，他伸手抚过滑嫩嫩的脸颊，你恐怕想不到会以这种方式落到我手中吧？以后的你会庆幸这一天的。当时为了不暴露混沌圣体的真正力量，他刻意收敛了8分力道，否则那一拳足以将他整个打成肉酱。正常手段，以清圣坊女修的尿性，他们前几位道侣都是用来献祭的，如此只能用非正常手段了。
那个天命之子还没见面，甚至连命运轨迹还没看到，就先夺走了一位对立红颜。轻叹一声，曹孟德从储物戒指中拿出魂印，趁着李圣母处于昏迷状态，防御全无，只能任由他摆弄。双手一控，漆黑的魂印悬浮于李圣母眉心3寸之处，高速缓缓旋转着，不断散发出缕缕黑气，混合着混沌之气，一同侵入他的灵魂识海。当魂印进入的那一刻，李圣母的身体猛地绷直，像布丁一样晃动起来。即使在昏迷中，也感受到了灵魂深处的不适，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整个过程非常顺畅，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他还以为清圣方会设置护魂禁制，已经做好了随时呼叫二师尊覆灭护魂禁制的手段，真是白担心一场。顺顺利利种下魂印后，曹孟德把门一关，出去准备突破金丹楼。整个大比现场此刻比较诡异，金丹第一无人敢战，筑基区块被施飞雪与龙傲天打得一团乱糟糟。只要龙傲天换一个台，施飞雪立马跟上。经过曹孟德教育提升的他，打一个天赋降低 60% 的龙傲天和玩一样。这场面被众弟子称为双凤争霸。为什么叫双凤？龙傲天被发现后就彻底摆烂了，也不隐藏，光明正大的穿着女修宗门服装，拉娇俏模样，让很多男弟子心动不已。他们以为龙傲天一直都是男的，之前在伪装身份，直到今天被揭穿了才正式亮相。而施飞雪的针锋相对则被解读为喜欢的人居然变成了女的，恼羞成怒。看台上的化神，除了失败天与柳如烟外，姬兰与上官希月先后找借口离开。他俩是知道夫君逆途要突破金丹的，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去宗主殿等着了。而此刻的宗主殿氛围逐渐不对劲，先一步到来的姬兰靠在窗边，等着自家小男人过来，到时候带他去准备好的场地突破就行。可等了一阵，曹孟德没有等来，反倒是好姐妹来了。希月，你怎么也来了？姬兰看着来人，问出自己的疑惑。上官希月神色如常，轻抚了一下鬓角的发丝。大比那边无趣的很，便过来看看。倒是你，不是说有要事处理，怎么坐在这发呆？他没有回答，敏锐察觉到上官希月腹部有一丝异样的气息波动，隐隐有股强大的生命力在孕育。上面的气息有些熟悉，只是姐妹怀孕的震惊先给压了下去。你，姬兰眼睛瞪大，语气中尽是震惊。你居然怀孕了？孩子是谁的？我认识吗？上官希月神色一滞，随即笑道：胡说什么？你看错了没？别装了。姬兰打断他：你这生命气息最少3个月了，瞒不住我的。他顿了顿，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腹部。这孩子是谁的？天赋这么好，才几个月，大生命力就如此强，还有混沌气息。说着这话，姬兰的声音戛然而止，脑袋开始彻底凌乱。混沌气息，他没记错的话，好像自家小男人好像拥有混沌圣体。那姐妹的这个孩子是曹孟德的。他只觉得脑中轰然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瞬间明朗了，一切事情脉络全部清晰起来。而上官希月感觉已经瞒不住了，消息传出去就传出去吧，反正也不知道是曹孟德的。可姬兰的下一句话却让他傻眼了：这孩子是你和曹孟德的？这话吓他一跳。上官希月强装镇定：兰，你莫不是修炼出了岔子？那逆徒不过筑基修为，如何能？希月，姬兰突然栖身上前，稍微有些凌厉的气息避开好姐妹，防止惊动了胎儿。混沌圣体根本没有记载，你腹中胎儿气息分明与孟德同源。当这句话说出来时，上官希月只感觉窗外的风突然静了，整个世界都静了，就像突然聋了一样。自家姐妹怎么会知道逆徒体质？心思细腻的她立刻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神识上下一扫，具体情况瞬间知晓，反手握住姬兰的玉腕：兰姐，怎么叫得那么亲密？这原因怎么没了？还不等两人继续交谈下去，曹孟德直接飞了进来。看着两人，他落在一旁笑呵呵道：宗主、师尊都在啊，并没有察觉到现场的微妙氛围。看到小男人过来了，姬兰压下心中的醋坛子，挤出一丝笑容：孟德来了，随我来吧，已经为你寻找了一处特殊的突破场地。一旁的上官希月知道轻重缓急，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突破金丹非同小可，我会在一旁护法，以防意外。而这时，曹孟德终于感觉到了氛围不对劲，两人的对话和表情都有些僵硬。但此刻突破在即，也顾不得多想，便点头应道：那就有劳宗主和师尊了。话音刚落，阵法启动，一道空间门户在殿中展开。随我来。姬兰率先进去，三人穿过空间通道，来到一处灵气氤氲的山谷中。这里山峦叠翠，灵泉化叶，中央一座白玉高台悬浮于空，四周刻满了巨灵，防御阵法。此地乃我宗历代宗主突破炼虚所用，今天放心突破。姬兰说着，取出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
这是2品玄阶9转金丹，可助你凝聚无漏金丹。看见姐妹给了好东西，上官希月不甘落后，也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物，此乃紫雷道果，服下后3个时辰内可用雷劫淬炼体魄，掌握雷霆之力。看着2位家人递来的宝物，曹孟德心中感动，正要道谢，却见2人目光在空中交汇，似有电光闪过。嗨嗨，弟子这就去准备了。他识趣地接过宝物，飞身跃上白玉台。待他盘膝坐定，姬兰与上官希月各自退到一旁，却是不约而同地布下防护结界。2人对视一眼，又同时别过脸去。兰姐倒是关心妹妹的徒弟。这般说着，上官希月却故意摸了摸肚子，意有所指。希月身为师尊，更是寒月公主，对门下弟子真是关爱有加呢。兰姐作为宗主，不是一样在以身作则，哪能比得上希月啊？居然真的教书育人。2人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的曹孟德悄悄地将2品丹药放进丹塔，让白灵帮他拿了1品天阶9转道纹金丹吞了下去，开始运转混沌圣体自带的混沌心经。随着1品天阶9转道纹金丹被吞入吸收，一股如汪洋般的能量瞬间在曹孟德体内炸开，又迅速被吸得一干二净。撕了！白玉灵台上几乎液态的灵气突然暴动，形成数十道半灵液漩涡。山谷上方的天空骤然变色，乌云密布，雷光隐现，这种威势让原本还在斗嘴的姬兰和上官希月同时变色。这是金丹雷劫！上官希月难以置信地抬头望天，这种规模怎么会降临在刚刚突破金丹的逆徒身上？姬兰也紧盯着高台上的身影，眼中欣赏之色毫不掩盖。混沌圣体突破金丹就有这般场景，果然非同凡响。要是突破元婴、化神、炼虚，此刻的曹孟德浑身被混沌之气包裹，体内灵力正在发生质变，大量的灵力不断交织融合在一起，不停地被吞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一颗伪混沌金丹。想要彻底突破，还需要他度过这些天劫，最终才能凝聚出金丹。而曹孟德，你在雷劈下来之前，先把果子吃了下去。咔嘣！刚吸收果子，第一道劫雷劈下，粗如双人沐浴桶大小的紫色雷电直击曹孟德天灵盖。嗨嗨嗨！他仰天长啸，只是运转混沌圣体，配合着道果，十分嚣张地张开双臂迎接雷劫，挑衅意味十足。在雷劈上来的那一刻，紫雷道果的效果开始显现，雷劫之力被他吸收转化，淬炼着每一寸血肉。第2道、第3道，劫雷越来越强，连续不停地劈了2天，到最后进化作9色神雷。天道的自动程序雷劫云十分兴奋，好久没有感觉到有如此天赋的人突破了。可往下一看，根本没有人啊！整个地面空空如也，除了远处有2个人族女子，啥也没有了。那契机怎么锁定这里？不管了，就这样吧，直接劈。而不断遭雷劈的曹孟德，这样这些账全部算在天道身上。等抓住后，肯定要狠狠报复。9色神雷！姬兰惊呼出声，这是传说中必定飞升的9彩雷劫。出于对臭男人的信任，并没有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反观上官希月已经取出了本命法宝，随时准备出手相助。他知道混沌圣体很强大，很逆天，但总该有个上限，真撑不住他就立刻出手相助。但让他震惊的是，逆徒不仅扛住了所有雷劫，还借着道果的特性，居然将雷霆之力全部吸收。不对劲，非常不对劲，就算有果子也无法吸收全部雷劫啊！这体质如此暴，那这孩子……他的手再一次摸了摸肚子，感到莫名的幸福，很突然，不知为何。轰隆隆，当最后一道雷劫落下时，整座山谷都在震颤。曹孟德的身影被雷光吞没，但下一刻，一股浩瀚的气息冲天而起。混沌金丹城，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似有混沌初开之景。举手投足间，天地灵气自动汇聚，仿佛他就是这片天地的主宰。这就是混沌金丹的力量吗？曹孟德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果然够强，够超标。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2女见他突破成功，便同时飞身上前。2人目光在空中交汇，竟默契的一左一右掐住了他的腰。没有任何感觉的曹孟德装作倒吸一口凉气，宗主，师尊，这是何意？你个臭男人！姬兰手指用力一拧，美眸含嗔，有了本宗主和小绿还不够，居然还偷偷摸摸将西月拿下。他嗔怒的眼底藏着些许揭露秘密的坏笑。上官西月的手也没闲着，揪着他腰间的软肉转了个180度。逆徒，你什么时候把宗主给拿下了？等下，小绿是谁？你还有……听着2人的发言，他总算明白2天前觉得不对劲的点在哪。这种解释偏向哪一方都不好，干脆把2人抱住宣誓都是他的，一边亲一下，然后趁着2人没反应过来，先溜为敬，直接冲进过了2天依旧开着的阵法，
姬兰藏在背后的手默默启动，曹孟德就这样跑了。逆徒，你跑什么？上官希月由于怀着孕，更容易被情绪左右。现在他只想抓住逆徒，两人进行永久性访问，并快速结成战略同盟，防止被其他外来势力干扰。希月，我们好好聊聊。他一把拉住正想跟上的上官希月，不要拦我，我要去问一问。你现在和他结成同盟没用，经济体量不相等，科技供给力度跟不上，最后还不是需要我们这些其他产业帮忙。你现在最需要保持好你的情绪，孩子最重要。虽然你怀里的胎儿不会被轻易影响的，可总怕万一不是吗？通过传送阵法，曹孟德迅速朝着自己的洞府狂奔而去。他已经突破金丹，是时候该多收一位女仆了，插手下一位天命之子。回到洞府，曹孟德看着依旧昏迷的李圣母，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拿出石头改头换面一带，把白灵叫了出来。小主人叫我干啥？假冒我，陪我演一出戏，录下来，等一会给他看，让他以为自己被宗门长老卖给我了。可以，就是小萝莉白灵扭捏了一下身子。有什么要求直说，你都多大了，不要再装小姑娘了。万年时间过去了，肯定有很多新的彩绘黄画本，小主人帮白灵买一些呗，不多，200-300本就行。曹孟德闻言嘴角一抽，他还以为是什么上点强度的要求，结果就这，直接爽快点头，成交。一番录制，最后准备妥当，伸出手放在他的面门上，将体内不断侵蚀吞混沌全部吸了出来。该醒了，圣洁的堕凡圣女。李圣母睫毛轻颤，缓缓睁开双眼。当他看清眼前之人时，眼睛猛地一缩，根本不想面对他，扭头开始四下观望起。刘长老，李长老，别叫了，他们俩把你卖给我了。听闻此言，刚刚苏醒的李圣母如遭雷击，苍白的嘴唇微微颤抖。不可能，刘长老怎会做出这等事？坐在一旁的曹孟德慢悠悠地拿出一块石头，里面记录了一切过程，你可以仔细瞧瞧。那2位长老说你一拳被我打废了，原本还有突破元婴的希望战胜王朝伟，可现在废的不能再废了。原本打算将你卖给合欢宗好，补充一些你所消耗的资源，被我拦了下来。见李圣母无言，他继续道：你给我站起来，蹲下来喵喵叫几声。听到对方的命令，他的思想并没有执行，可身体十分听从指令。喵喵喵，相信了吗？从你开始修炼起，他们就在你体内种下魂印，现在被我买下来了，自然转移到我手中。李圣母没有说话，只是无声地闭上眼睛，2滴清泪从眼角滑落。再次睁眼时，里面的圣洁已然充满想要复仇的怒火。很好，看到这个状态的圣母，曹孟德知道稳了，他逃不掉了，只需要继续添油加醋，就能彻底改变心中的想法，增加仇恨，最后有求于自己。边说着边想，曹孟德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块石头，递到李圣母面前，你自己看吧，我就不多说了。李圣母颤抖着手接过石头看了起来，看得越多，手逐渐慢慢颤抖起来，脸色从苍白不可置信变得像死人白一样难看。不，这不是真的，我是圣女，天资无双。他手中的石头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如遭雷击。如果你这个圣女真的这么重要，他们为何不在你身旁？一个天赋不行的圣女丢掉就丢掉，反正还有很多备选，不是吗？这些话彻底击溃了李圣母的心理防线。他猛地抬头，为什么？我从入方开始努力修炼，都是为了圣方，把你卖的不一样，是为清圣房榨干你最后一丝价值。曹孟德嗤笑一声，连我一拳都接不住的废物是不会得到重视的，天赋废了，没有背景你就会成为一个消耗品。李圣母咬紧嘴唇，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恢复了些许的他看着威势比先前更加摄人的曹孟德，道心破碎，心念崩塌的李圣母直接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求求你放我回去，圣母想问为什么？这可不行，以你现在的奴仆的身份回去问为什么，怕是会被一掌拍死。为什么不努力修炼，回去报仇呢？闻言，李圣母抬起头，眼底疑惑和些许仇恨浮现，原本圣洁的面容此刻满是挣扎与痛苦，崩溃的道心有缓缓愈合的痕迹，只不过这合上来的并不是圣洁的净光，而是些许红色、紫色的堕气，只在彻底融合的那一刻，他便无法挽回了。跟着你，他声音嘶哑，带着一丝自嘲，我堂堂清圣房圣女，如今却沦落到要依附于之前的对手。哼！曹孟德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迫对方与自己对视。认清现实吧，李圣母，现在的你，除了我会帮你，没人会再帮助你。方主的记名弟子罢了，他太多了。对于这些话，他想要反驳，可身体却不受控制的抖动。他确实败了，败得彻底，甚至连宗门都抛弃了他。我还有机会吗？
他低声问道：“你该叫我什么？主人，圣母还有机会吗？”“当然可以。”曹孟德松开手，轻拍他侧脸：“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不仅能让你恢复，甚至能让你比从前更强。”李圣母沉默片刻，内心对如今处境思索，缓缓闭上眼睛。她本就是凡人之女，被发现后带回清圣坊，通过修炼获得了一定地位。现在梦该醒了，只要还活着，她一定可以堂堂正正地问他们为什么。眼前之人实力超群，筑基战原因为真，现在还突破到金丹，只要能从中学到些许，他李圣母就算受制于曹孟德又如何？想通后，跪着的身姿彻底俯首下去，额头紧贴着地面，头低后高。圣母见过助人，请助人垂怜，赐圣母新生。很好。看着跪倒在眼前的李圣母，曹孟德知道大局已定，只要再深入访问2天，加深魂印影响，就能把他当作钉子返回清圣坊。在没有使用魂印影响的情况下，下达第一个命令：卸甲。李圣母闻言，浑身仿佛被冻住，一动不动，双手食指死死握紧。怎么？曹孟德冷笑一声：“你的决心好像不够坚定。”圣母自当顺从。他这般说着，纤手缓缓搭在束腰带上，内心实则还是有些暗喜。看来就算如此绝世妖孽，都无法拒绝自己的魅力。肃杀如同秋天的落叶般片片掉落，目视给人的震撼感稍微比喻无穷小些，但依旧是无与伦比的邪恶。整体就像略微缩小版圣洁光明欲无穷。姐，今天我就给你机会来打败我这种绝世天骄。来吧，只要战胜了我，便让你的修行速度提升一番。没有任何限制的李圣母听到如此诱人的奖励，便不再矜持，追着攻击过来。这一场大战又持续了3天之久，而整整6天，完全错过了大比时间。但龙傲天依旧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整整3天的擂台战时间，他一直被施飞雪追着打，不论如何解释，如何请求都没有用，反倒是有不少男弟子为了一搏芳心，居然帮忙拖延飞雪师妹。这算什么？算另一种优势吗？擂台战拿不到，那就去爬塔。这种模式参赛者是无法当首关 BOSS 的，只要没有这个讨厌的女人，他绝对可以狂刷30层，直接拿下一次挑选名额。结果当第30层的 BOSS 出现时，龙傲天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次的首关 BOSS 居然是一位金丹，喜的是这位金丹他认识，正是之前一段时间变成孟德挂件的火灵。小师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守关？不应该是一位筑基圆满的外派弟子吗？灵儿师妹，行行好，放师兄过去怎么样？火灵并没有回答，甚至于对这位大师兄称呼灵儿师妹感到厌恶。就是他先前一直蒙骗自己，使得自己深深误会了孟德小师弟。好在经过师尊的提醒，他幡然醒悟，为时不晚。现在也算修成正果，各种火属性吃地囤的满满的，前段时间还结成道侣，在这里碰到，那就先帮他出一口恶气。想到这里，火灵眼睛中的灵焰瞬间大涨，直接娇喝一声：“火幻！”话音落下，他周身爆发出耀眼的3色灵焰光芒，炙热的温度充斥着试炼塔30层所有空间。橘红色的主焰化呈战甲覆盖住火灵全身，紫色明焰围绕着甲胄各处增添攻击速度，防御附魔。精进圣焰在背后形成一条长长焰火飘带，3种灵焰交汇处，容貌也发生了改变。原本红色的双眼，左眼变成赤金色，右眼化作浅紫色。眉心处除了红焰印记外，又增加了一金一紫2道印记。看见全力爆发的火灵，龙傲天阴唇张大，美眸瞪大。这些天出现的震撼太多了。灵儿咒还没说完，一道火焰长枪直击他姐妹阿米诺斯。龙傲天不得不防，内心气的一个劲的跳脚骂：到底是谁教他们俩这么下三滥的招数？怎么都喜欢打妹子？第75章纯情忠贞魅魔女皇进入深渊魔域。龙、雄起、曹都是鹅的。自爬塔结束后，不是结束，而是被火灵提着丢了出来。一头长发被烧得光溜溜，全身都光溜溜的，让他非常的羞耻。这种感觉只有在玉城进行3方协议的时候才有，羞耻中还带着些许兴奋。在这样的情况下，愣了半分钟左右，才从储物戒指中掏出衣服，迅速穿上，然后趁着在场弟子仍处于目瞪口呆中，慌慌张张的逃走。实则摸到后勤堂，他得盯着来领奖励的人中谁选择了单方，确认是爷们单后能买下来就买下来，不能就抢。做了1天，过来拿奖励的没有一人选择单方，看得他抓耳挠腮的，连邪恶都气大不少。最后过来的施飞雪倒是拿了一堆丹药相关的，其中正好有一张单方，还没走上前去呢，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葬于灵气小火球中。不！龙傲天仰头双手大开，发出一声痛苦又凄凉的哀嚎。嚎叫过后，双腿一软无力地瘫坐在地上。难道他此生只能被人撅一辈子？
直到因为他瘫坐在这里，引起大量弟子围观，导致进出不方便，才被后勤堂执勤弟子请了出去。失魂落魄地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一不留神就撞到块板子。抬头一看，是深渊魔族介绍，顿时就失去了兴趣。这些魔物从修炼开始就学习了，除了黑暗精灵、堕天使、花魔族、蛇魔族、魅魔族等等以外，对其他的根本不感兴趣。等等，魅魔族。记起这个种族，好像在学习的时候，当时书籍中有过记载，有些特殊的魅魔可以在男女性别之中随意转换，数量较少，而且这种特殊的魅魔相较于其他的同类非常弱小，喜欢生活在深渊魔域最外围。以现在筑基后期的修为，一点问题都没有。想到这些，龙傲天一扫颓废之色，开始做准备，到时候接个任务就有正当理由前往深渊魔域。而完成自己任务的施飞雪此时兴冲冲地赶往曹孟德的洞府，准备讨要奖励。刚到发现石门闭得紧紧，便传讯了一次，得到回复有事让他再等半个时辰。就这样等了半个时辰，石门终于打开。正当他准备走进去，李圣母一瘸一拐地从里面走了出来。看见这一幕，施飞雪愣了愣，就低下了头。现在他没有资格左右孟德的想法和行为，只要孟德能一直奖励他就行了。他没有在意门口的小爱慕，直接对着李圣母判妇道：记住不能多问，被发现的下场你只有死路一条，记住处理好身上的情况。他只是点头，发出重重的鼻音，并没有说话，俏脸红扑扑的，身上全是战斗过后的硝烟味。等李圣母离开，施飞雪被拉进洞府的瞬间，石门轰然闭合，他还未站稳，就被一股大力按在了冰凉的石壁上。我主，他的话被粗暴打断。曹孟德捏起他的下巴，任务完成的怎么样？施飞雪呼吸急促，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石头，里面记录了整个过程，以及最后爷们单方被销毁时龙傲天的状态。仅仅是扫了一眼，便知晓了全部的经过。做得好，龙傲天经历了希望绝望，希望又绝望，现在最后的希望摆在他眼前，只剩这一个选择了。施飞雪浑身颤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他能感觉到曹孟德身上还未散尽的硝烟味，这种火药的气息让他既嫉妒又刺激。想要什么奖励？曹孟德问道。施飞雪咬了咬唇，默默地将定制的鞭子双手奉了上去。老师，请教授我火药制造全程。如此，甚好，先谢驾。这位师兄，你真的要接这个2星任务，前往深渊魔物斩杀1000只1级古魔？是的。龙傲天应下。负责发放任务的执勤弟子皱了皱眉，好心提醒道：这位师兄，古魔虽然只是1级魔物，但深渊魔域环境恶劣，而且最近外围区域似乎有异常波动。多谢提醒。龙傲天不耐烦地打断对方的话，我自有分寸。这弟子见状也不再多言，将任务玉简递了过去。龙傲天接过玉简，转身就走，连基本的礼节都懒得维持。走出人物堂，龙傲天握紧拳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只要能找到那种特殊魅魔，我就能重新雄起。心情激动的他根本没有发现有一道神石在这时落了下来，曹孟德的身影出现在任务堂。接这个外围区域4星任务。他指了指其中一个玉简。执勤弟子看了看对方的修为和具体任务目的，没有多说什么，直接递了过去。拿过来后直接跟上龙傲天。对方此刻正御剑飞行，一路疾驰向深渊魔域的入口方向，足以见龙傲天心中有多急，就想立刻找到那传说中的特殊魅魔。只要找到他，我就能恢复男儿身，再也不用受这种屈辱。他咬牙切齿地想着，脑海中闪过自己被火灵烧光头发，狼狈逃窜的画面，还有施飞雪当着他的面毁掉爷们单方时的绝望，更多的则是苏妖娆居然用2个男人上塔，实在可恶。通过入口进去，深渊魔域外围阴风阵阵，空气中弥漫着腐朽与魔气。他收起长剑，警惕地观察四周。也不是第一次来，以前接任务过来的时候无比轻松，现在需要注意，只要到达雌雄魅魔的栖息地就行。按照书籍记载，雌雄魅魔一族喜欢栖息在相对安全的外围区域，尤其是靠近幻魔森林的地带。龙傲天展开神识，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等他离开没多久，入口缓缓波动起来，曹孟德从中走了出来。以前修为不够，这还是他第一次进深渊魔域。这里的环境比他想象中还要恶劣，地面布满裂缝，不时有黑色的魔气渗出，远处隐约传来魔物的嘶吼声。魅魔女皇，你的主人文石与天阶防护道器我要了。书中可是有记录，魅魔女皇为魅魔族的掌控者，与其他魅魔完全不同。她具有魅惑、纯情、忠贞等10几项固定品性，是魅魔族最理性的领导人。可魅魔女皇也有个缺点，主人文石中封印着她所有的欲望，一旦炼化将会变成魅魔女皇唯一的男人助人。
忠贞美丽熟透的魅魔，嘿嘿嘿。想到这里，曹孟德眼中闪过一丝邪异的光芒，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残影，悄无声息地跟在龙傲天身后。得跟着他的轨迹走，命运轨迹根本没有提示他接下来的命运发生改变，所以跟着他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龙傲天此时正全神贯注地赶路。8个时辰后，他来到一片幽暗的森林边缘，这里的树木扭曲怪异，枝叶间泛着诡异的紫光。就是这里，幻魔森林，我找到了。龙傲天喜悦地低声自语，同时将警惕心拉升到最高。虽然同为外围区，但雨林和草原在物种丰富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也导致了危险程度不一样。森林内部比外围更加阴森，空气中诡异地弥漫着香甜的气息，仅只是多吸2口就让人感觉心神荡漾，忍不住沉入其中。意识到这是什么气体，龙傲天立刻屏住呼吸，运转功法抵御着魅惑的气息。咯咯咯！而就在这时，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突然在林中回荡。龙傲天猛地转身，只见一个娇小的身影在树影间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皮肤呈淡紫色的魅魔，背后一对小巧的蝠翼轻轻扇动，尾巴不安分地摆动着，身上只穿了衫点式，不料扫地可怜又十分贴近，这种遮遮漏漏最吸引目光。人类修士又是进来做任务的，不介意侍奉一些阴气吧？魅魔娇媚地说着，甜美的声音加诱人的姿态，极具蛊惑性。雌雄魅魔，龙傲天大喜，正准备大展身手时，就清楚地看到了尾巴末端尖尖上的透明小爱心。这种标志是欢愉魅魔的特征，最喜欢进行最纯粹的肉修炼，将被抓住的人榨干后，就会将其一点点吃掉。外围区域多为筑基实力，正面战斗力不是很强，主要靠魅惑和释放欲望气体。龙傲天心中一凛，立刻抬手拍出一道清心符在自己额头上。区区欢愉魅魔也敢打我的主意？他冷笑一声，手中长剑泛起寒光，直指对方。那魅魔见诱惑不成，眼中闪过一丝恼怒，随即发出一声尖锐的笑叫。瞬间，四周的树影晃动，又有3、4只欢愉魅魔从阴影中现身，将他团团围住。嘻嘻，这个人类女修士看起来细皮嫩肉的，一定很美味。姐妹们，一起上拿下后吸死他！看见5只魅魔一齐攻来，龙傲天脸色微变，但很快镇定下来。他虽被尸飞雪和火灵轮番压制，但对付这些低阶脆皮魅魔还是绰绰有余。找死！冷哼一声，手中剑光如虹，瞬间斩向最近的一只魅魔。那魅魔躲闪不及，那诱人饱满的身姿被一剑瞬间劈成2半。不能趁热！其余魅魔见状，纷纷露出惊惧之色，但很快又露出狰狞的表情，齐齐扑了上来。人多优势在我，可惜这种围攻被龙傲天轻松化解。他身形如电，剑法凌厉，几个呼吸间便将这几只魅魔全部斩杀。哼，不堪一击！他收起长剑，继续深入森林。可随着不断的深入，林中其他魔族的身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只有体型只有小腿规模的骷髅，像潮水一样涌来。为了找到雌雄魅魔，龙傲天只能不断朝深处杀过去。可随着越杀，小骷髅、大骷髅、血符也越多。经过不停歇的战斗，他还是打算偷偷摸进这片森林深处，具体查看一番。要是真杀完，以幻魔森林的面积，他估计这辈子都得在里面。把最后顺着动静追过来的魔物击杀，将自己的身形隐匿好。龙傲天小心翼翼地朝着森林探索。整个过程中，他头一次看见了传说中的花魔，人类的模样，全身许多地方都长着花瓣，看着诡异身无片缕，但十分受特殊群体的喜爱。抓出去的话，完整一只可卖10灵石。这种生物是群居且十分记仇的，不招惹为好，默默地绕开。这一番探索，看到了许多魔物，召唤骷髅的女巫、绿皮小人、紫角斑马人等等，全都是记载中的生物。可很快，他就在森林中发现了一座建筑，非常突兀地出现在眼前。这座殿堂通体漆黑，外表是暗红色的，不是特别的显眼。周围环绕着大量的画皮与验尸，这2种由人类修士死亡后被魔气侵蚀而形成的种族。凭借着隐匿符，他缓缓靠近着。这么多魔物聚集，里面肯定有宝物。龙傲天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随着距离的靠近，还发现了3种不同类别的魅魔，这绝对是在守护着什么。只要成功拿下，不亏。而且里面有这么多类魅魔，雌雄魅魔肯定也有。他不断的逼近，很快就被10多只筑基圆满的画皮验尸觉察到。龙傲天心中一紧，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索性不再隐藏，手中长剑爆发出璀璨的剑光，直接冲入魔物群中。区画皮验尸也敢拦我！他大喝一声，瞬间斩下3只筑基初期魔物的头颅。可仅只是又挥了几剑，便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危机感，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根魅魔尾巴击中，整个人倒飞出去10丈有余，腹部被打出一个血淋淋的口子。一个身材高挑的魅魔款步而来，
它有着深紫色的皮肤，头顶弯曲的犄角，背后巨大的蝠翼缓缓扇动。与其他魅魔不同的是，它的尾巴末端不是爱心、三角形、正方形、圆形，而是一个锋利的倒钩，上面光滑无比，被带出来的血肉已经被尽数吞噬。尾蛟肉，味道还是不错。龙傲天强忍剧痛，捂着腹部的伤口踉跄站起，眼中闪过一丝惊骇。金丹魅魔，咯咯咯！高挑魅魔眼唇轻笑，眼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小家伙，胆子不小嘛，竟敢闯到这里来！但事已至此，唯有拼死一搏。他没有废话，身形骤然暴起，直斩魅魔咽喉。当，这魅魔不闪不避，只是轻轻抬起手臂，以皮肤生生挡下了这一剑。锋利的剑刃砍在他深紫色的肌肤上，宝气玄铁剑竟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可恶！龙傲天暗呸一声，心中大骇。力道不错，可惜不是男人。魅魔轻笑一声，尾巴骤然刺出，扑哧，速度之快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胸口便被那锋利的倒钩贯穿，鲜血喷涌而出，他直接昏厥过去了。战斗魅魔缓缓上前，抬起高跟鞋子，脚后跟一甩，高跟突出长刺，直接插入丹田，搅和搅和，然后锋利的尾巴自下后门一路突进到脑袋处，直接将龙傲天划成两半。跟在后方的曹孟德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并没有出手救援的打算，对方死了就死了，最后一个机缘他基本上不可能获得。至于给苏妖娆的诺言，笑话龙傲天自己死在魔渊中，关他什么事？而位于深渊魔域核心处的魅魔族地，魅魔女皇莉莉丝此刻感到十分不安，她存放保护欲望纹石的殿堂居然凭空消失了，原本守护的炼虚战斗魅魔居然没有一个被带走，仅仅是2对金丹巅峰的一同消失。现在连续找了3天，甚至把化神期长老派出去不少，依旧没有传来好消息。要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获得，那他是不是也会变成其他魅魔那样放荡？此刻他都无法感知到具体的位置。魅魔女神，请您保佑文石安然无恙。由于不知名原因，天道他完全无法感知到自己这座殿堂到底所在何处，只能向魅魔始祖祈福，以求心安。可惜终究是做无用功，有些人一出生，他这辈子的命运就已经固定在某些轨道上，没有外力下降，永远这样运行下去。而莉莉丝心心念念的欲望文石，主人文石所在的场所正在曹孟德眼前。看见这只金丹巅峰战斗魅魔杀了龙傲天，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先不打草惊蛇，这只魅魔确认只有龙傲天一人后便离开了。又等了一会儿，旁边的一颗小石子消失，重新出现的正是曹孟德。他走到龙傲天的尸体旁，要准备彻底毁尸灭迹，让这位气运之子彻底死得透透的，没有任何复活的可能。先将混沌侵蚀之力把残存的灵魂全部侵蚀破坏，随后将一身的细胞组织全都搞坏死，再用灵力将其挤压成一团肉酱，最后用混沌道焰将龙傲天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除干干净净，什么都没留下。就算天道想要复活，也需要灵魂，也需要他的血脉，这些都没有。小世界的天道又没有逆转时空的能力，如此情况下才是完完全全断绝复活的可能。既然这些事情做完了，那是该去收获魅魔女皇的文石了。他大大咧咧直接走了进去，没有丝毫隐藏，因为在感知中，这座宫殿里根本没有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存在。刚走出林子，进入这一小片林中空旷区，无数双颜色各异的眼神纷纷盯上了他，缓缓围了过来，全都是被魅魔控制着守护在宫殿附近的魔物。不只有画皮、验尸和花魔，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魔，有些只要看见了就会生理性不适。对此，曹孟德金丹一转，轰轰轰，连续7道拳势远距离轰杀过去，瞬间将周围清空，留下一道道黄绿紫颜色的血液拖拽拳势痕迹。如此动静自然引起了森林内其他魔族的注意力，他们纷纷开始迁移。没办法，外围区域随便来个金丹就能称王称霸，大多数都是筑基实力，对方太强搬家就行了，只要能活着就行。这一番动静把控制魔物过来的战斗魅魔吓得够呛，但察觉到对方只是一个人，还是个金丹初期。再看看己方，12人全都是金丹巅峰，还有一位半步元婴。再看看对方，好像还开过大招了，那一定很疲惫吧。正好他们守在这里已经许久没有得到过充足的阳气滋润那些筑基的，根本经不起玩弄，一下就没了。活捉他！半步元婴战斗魅魔下达命令。11双粉眸对视一眼，纷纷点头应下。他们也十分饥渴了，就算现场有100位筑基雄性，恐怕都无法满足。这群魅魔得到命令后，迅速从宫殿中出来，从各个方向把曹孟德包围住。咯咯咯为首的半步元婴魅魔扭动着腰肢和巨大山峰，舔了舔嘴唇。小哥哥好厉害呢，不如留下来陪我们姐妹玩玩。姐妹们一定让哥哥体会到欲罢不能、如痴如醉的巅峰感觉。他话音未落，
其余魅魔已经迫不及待地释放出魅惑气息，粉色气体不断喷涌而出，向着曹孟德涌去。这些粉色气体，他冷笑一声，周身灵力骤然爆发，形成一个完美的防护罩。那些魅惑气息刚一接触就被震荡殆尽。什么？魅魔们脸色大变，一个金丹初期的灵力护罩能阻挡就算了，还能直接清除？姐妹们小心，这人不对劲！半步猿因魅魔厉声喝道，同时背后符翼展开，尾巴高高扬起，瞬间进入战斗状态。对这些放荡不已的魅魔，曹孟德懒得废话，直接抬手就是双拳轰出，连功法都懒得运转，用了都浪费了。轰！恐怖的拳势直接将3名金丹巅峰魅魔轰成血雾。这不可能！剩下的魅魔惊恐万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金丹修士，这威力说他是元婴巅峰都不为过。而曹孟德趁着他们失神的瞬间，对着剩下的魅魔都是一拳，唯有给半步元婴时稍微减了大半力量，他还需要有人帮忙打开这座宫殿的阵法。随着拳风呼啸，剩余的魅魔纷纷化作血雾炸开，唯有那名半步元婴的魅魔被轰断了双臂，金丹破损，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解除宫殿的防御阵法，我可以饶你不死。那魅魔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颤抖着声音道：你到底是谁？这是莉莉丝女皇的宫殿，我劝。聒噪！曹孟德眉头一皱，一脚踩在他的腿上，慢慢使劲，骨骼一点点被碾碎的声音清晰可闻。要是不开，我就把你丢给绿皮，让你变成绿皮的运子机器。结，你可以想象一群绿皮叫你妈妈的场景，而你的丈夫是整个绿皮合族。啊！魅魔发出凄厉的惨叫，尤其是听到最后的威胁，是真的害怕。我开，我这就开。他艰难地爬向宫殿大门，用仅剩的符翼尖端在大门上划出复杂的符号步骤，将整座防御宫殿还在运行的阵法停止了。宫殿大门缓缓开启，一股魅魔身上独特浓郁的魅惑香气息扑面而来。曹孟德满意地点点头，随即一脚将魅魔踢开。滚吧！那魅魔如蒙大赦，强忍剧痛想要逃离，却见一道金光闪过，他的头颅已经高高飞起，粉色眼睛瞪得大大的，欣喜之色还没褪去。没办法，我只给你0.0000001秒的逃跑时间，你太慢了。说着，他将人黄幡召出，把这些灵魂尽数收进去，再重复龙傲天之前的步骤，这才作罢。踏入宫殿，内部装饰极尽奢华，到处都是粉紫色的轻纱幔帐。正中央的高台上悬浮着一颗散发着粉色光芒的菱形晶体，正是欲望纹石。而在纹石旁边是一件银白色的软甲，上面散发出淡淡的光华，显然就是那天阶防护道器。而四周地面上堆满了元婴化神炼虚魔族的各种生物材料和特有的天才地宝，这些东西的重要程度根本不及纹石与软甲，看都没怎么仔细看，全部收了起来。终于到手了！曹孟德狂笑，一把抓住主人纹石，顷刻间炼化。与此同时，远在深渊魔域核心的魅魔女皇莉莉丝猛然睁眼，脸色骤变。不，我的欲望纹石被炼化了。她那原本皎洁无瑕的小腹上出现了独特的印记。被积压了8000年之久的玉潮裹挟着曹孟德的身影、样貌、气质、话语，甚至是一言一行，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原本粉紫色的圆眸正在朝着爱心转变，他在如此冲击下一时失神，口中喃喃道：孟德，孟德。随后他一身合体巅峰修为完全扛不住这冲刷，阵阵倦意涌上心头，莉莉丝就这样靠在王座上睡着了。没过多久，几位炼虚境战斗魅魔走了进来，正想开口，却发现女皇睡着了，便悄咪咪地退下来。王座上莉莉丝是因为欲望纹石而陷入自我精神的梦境幻想中，看着走到面前的男子，她咬了咬下唇，三角形的尾巴不由自主地将这个男人拉入怀中。孟德说着，一个翻身压了上去，庞大的符翅将一魔一人包裹在内，一些军火装备被丢了出来。好啊！莉莉丝剧烈颤抖，接翻身摔了下来。即使这样，她依旧没有从梦境幻想中挣脱出来，只是她仿佛变成了空气增湿机与真空机，庞大的殿内空间居然云雾缭绕，这些物体不停地从莉莉丝身体中排出，又被吸了进去，形成了内外漩涡。由于第一批魅魔守在外面，说女皇正在休息，因此倒也没有哪个魔进来看到这幅场景。也没过多久，仅仅是一炷香时间，她便睁开了粉眸。居然是梦！抬手摸了摸发烫的腹部，轻声念叨着：曹孟德，你可还苦了我，我该怎么把你抓回来？你最好死在人界，省得我被玉石彻底冲昏头脑。一想到魔渊只要出动化神级以上的战力，就会立刻被人界察觉到，从而对方也派出战力相当者。最重要的是，
不知道现在已经烙印进他心中，这男子到底所在何处？闻食药，距离在5万公里内才能察觉到对方的位置。那么多空间裂隙所形成的出入口，每一处都被合体或以上强者势力占据，派金丹和元婴修为的一个个找，无疑是海量的工程。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只要找到玉宫在哪，就能确定曹孟德是哪方势力的人。立刻传音出去，加大力量寻找遗失的玉宫。小家伙，既然炼化了本皇的文石，就算你在天涯海角，本皇也把你彻底吃干抹净。这般想着，他伸出舌头舔了舔上下唇。该去沐浴了，该死的太多了。对于莉莉丝所发生的一切，他自然是不知晓的。要是知道了的话，嗨，直接大范围战术打击。炼化文石后，曹孟德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看来只是单纯的对魅魔女皇有用。接下来的目光投向天阶级别的防护软甲，本以为一样会有一只器灵在其中，可谁曾想拿到手中时才发现竟然是一件残破的护甲。残破状态下居然是天阶，那完整状态岂不是仙气？可惜了，不过就算残破，这天阶软甲的防御力也远超一般的道器。曹孟德将软甲收入储物戒中，目光扫视着这座空荡荡的宫殿，看来这里已经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忽然脚步一顿，目光落在了宫殿角落的一处暗门上。还有密室，门这么明显，一点遮掩也没有。这么明显，他抬手按在暗门上，混沌之力涌动，轻易就破解了残存的禁制。暗门无声划开，露出一个狭小的密室。密室中央悬浮着一枚漆黑的玉简，周围环绕着淡淡的玉气。这是魅魔族的传承玉简。曹孟德伸手取下玉简，确定没什么问题后，神识探入其中，顿时一篇功法的信息涌入脑海。玉魅真经，魅魔族的核心功法，只有女皇一脉才能修炼的至高秘典。他快速浏览了一遍，发现这功法虽然以魅惑、玉气为主，但其中记载的访客转化之术却极为玄妙，可以将道侣的访客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好东西，虽然不适合我修炼，但可以给施飞雪、李圣母、小绿用。至于其他女人，宗主和师尊修为太高，用不着。火灵只要吃有火属性的食物，就能慢慢提升。收起玉简，这回仔细搜查了一遍，确认密室再无他物后，曹孟德就离开了宫殿。走出宫殿，他看了看四周，这片区域因为刚才的战斗已经变得一片狼藉。看了一下任务，获取任意筑基巅峰魔族材料20，挺轻松的一个任务。直接屠了一个小部落的绿皮短脚矮人，依旧是熟悉的灭绝魂飞魄散打法。凑齐材料后，曹孟德便离开深渊魔域空间交了任务。刚踏出人物堂，迎面便撞上了姬兰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他依旧一袭素灰宫装，双手负于身后，来前的饱满高高撑起，两柳眉皱起，跟我来。姬兰红唇轻启，吐出3个字便转身离去。跟在身后能闻到一阵暗香，曹孟德直接开启自瞄，在那摇曳生姿的曲线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这是吃醋了，这次来堵他，该不会是兴师问罪的吧？不应该啊，都不介意和小绿呢，只是再加个师尊，还能更好的为同盟分担压力，他不应该乐呵呵吗？正想着呢，那清冷的声音又传入耳中。清圣方李圣母要见你，听说他单独和你待了3天3夜，要不是原因还在，我还以为夫君这般厉害，3天就将清圣房圣女拿下。嗨，怎么可能？曹孟德就是反驳一句，然后略有心虚的说了谎。他实力不济，沾染上我的混沌侵蚀之力，需要我来治疗。同时心中想着，又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世间道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心房。单独留那一垒没打，用来迷惑清圣方强者，其他的已经完美通关了。是吗？那怎么今天离开时提出了想和你单独见一面？还有你居然还答应帮他对战元婴期的前未婚夫。卧槽！看姬兰不断的分析，曹孟德惊讶之下连忙上前一把搂住他。都是我的计划，乖哦听话，别捣蛋。今天晚上请你吃大餐。姬兰被他突然搂住，身子微微一僵，但很快又放松下来。他冷哼一声，别过脸去。谁稀罕你的大餐？你那些花花肠子，真以为我不知道？他嘿嘿一笑，凑到耳边低声道：我的花花肠子不都是用来给你了？再说了，李圣母那事儿我自有安排，别乱掺和。看着自家男人正经的神情，姬兰内心感到愧疚，怎么自己老是多想，没办法先有小绿，然后自家姐妹她的师尊。既然如此，那你去吧，他在偏殿等你。好，记得好好收拾一下，今天晚上有大餐。曹孟德在姬兰右脸上亲了一下，就离开中门议事大殿，前往不远处的偏殿。一进门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李圣母抱住了双腿。那圣洁无比的脸庞抬起，眸子中起了雾气。曹兄，战备储存物资没有了，圣母想要更多。说着他啊起来，示意他看看已经干净无比的战备储存库。好，这些物资你要多少？我这里有多少？
曹孟德只觉得当时使用下作手段收服李圣母一点都不亏，没想到这才几天不见，竟然痴迷到这种程度。来，储物戒指打开，我都给你，记得收好，不要被发现了。第79章杂鱼，宗主杂鱼师尊杂鱼小绿都败北了，铺垫多想，记得别露馅了。曹孟德站在门口对着他嘱咐道。李圣母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的点头，并发出鼻音表示自己知道了。只是现在的他得到了充足的战备物资，十分开心，表现有些孩子气。他不仅得到自己想要的，还能随着主一直成长，不断侍奉自己，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献祭，只是形式不同罢了。看着李圣母心满意足的离开，曹孟德嘴转身往回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该履行诺言，好好教训教训杂鱼宗主，看这一次的大餐他一个人能不能消化。回到洞府，推开门进去，就发现姬兰已经换上了一袭轻薄的纱衣，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怎么来得这么慢？他嗔怪地瞪了他一眼。我的好夫君对西月是什么打算啊？曹孟德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大步上前，一把将他拦腰抱起。前面就说过了，只能是我的，谁也跑不掉。真的是中了你的毒，现在想逃也逃不掉了。姬兰轻捶他的胸膛，别想逃，今晚说过给你吃大餐。他直接开始展示专武，绝对让宗主大人终身难忘。把你的剑收起来，嘿嘿，帮你切肉用的，别切。别闹，我有正事和你讲。姬兰微微反抗了一下，然后反抗无效，这便是洞府大战的导火索，点燃了所有易燃物体，让这片空间的温度不断上升。哦，寒月峰，上官西月还在想着前面在突破之地兰姐对自己说的话。兰姐，你早就知道了，我也是刚刚才确定的。若非你腹中胎儿的气息与孟德同源，我怎会想到你们？说起来，我们姐妹倒是运气不错，被同一个男人给。兰姐，你刚才提到的小绿又是谁？就是曹孟德前段时间收服的那条蛇。什么？这逆徒竟还玩蛇？太过分了！西月，冷静些，其实不是蛇，是他的伪装状态，其实是条龙。孟德身负混沌圣体，注定不凡。你我皆是修行之人，应当明白，这等天骄身边怎会只有一位道侣？可，要是孩子出来后看到这么多小妈，会怎么想孟德？哼，懂事后大概是想他老爹怎么这么厉害。还是西月你有福气，修道之人怀孕有多难，你是知道的。也是，这孩子还没有出生，更没有到达检测天赋的年龄，光气息就已经如此恐怖，这孽徒的天赋实在不敢想象。还有半身成长法器呢，混沌圣体的子嗣自然不凡。西月，不如我们先放下争执，好好谈谈。好，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孟德怀孕的消息？再等等吧，现在光想想他，我就浑身发软。好吗？以后咱们姐妹齐心合力断金。你是不知道他有多狂，已经压制我和小绿多次，在军备竞赛中完全打不过他。要是不加以限制，他肯定会牵扯更多方势力参与进来，到时候分给你我的蛋糕和牛奶就会少了很多。想到那个时候，他不知为何经过一番内心的激烈斗争，居然鬼使神差答应了下来。这逆徒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上官西月想到自己刚开始的凄惨模样，无奈地摇了摇头。先去看看他回来了没，如果来了却没有过来给个交代，那就惩罚3天不理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将几颗阴阳果服下炼化后，用法术将微微隆起的小腹隐藏住，起身赶往逆徒的洞府。刚到这还没动呢，就听到里面传来姬兰的声音：小绿不要怂，随我一起冲锋。兰姐姐小绿看着躲在门口的姬兰，语气颇为幽怨。别说的那么好听，结果行动神么都不付出，让小绿一个人面对。我这是战略撤退，先恢复灵力，到时候好绝地反击，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兰，小绿只吐出这一个字，就被曹孟德的一个无尽能源野猪冲刺撞飞了，轰击在墙上，彻底昏死过去。小绿，姬兰大呼一声，看着无比嚣张的曹孟德，绕柔指神功直接轰杀上去，想要为小绿报仇雪恨，完全不顾身体的疲惫。不断交手中，想着小绿的悲惨下场，双眼不禁流出了泪滴。最后更是施展吸星大法，企图同归于尽。可这样的攻击对魔王曹孟德不起丝毫作用。上官西月站在洞府外，听着里面传来的动静，脸色神色难看。他咬了咬唇，心中又羞又恼。这逆徒刚到金丹就同时对战2大凶兽，这是不要命了。可是想到自己过来的目的和姬兰前面说的那些话，犹豫片刻，他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抬手敲了敲门。孟德，你在里面吗？师尊，这么晚了，有何要事？上官西月冷哼一声，怎么，为师来找你，还需要理由？门内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接着是姬兰压低的笑声。看来有人坐不住了。他很想反驳，
但固定在原地的双腿让其找不到借口，只能在内心吐槽：真好意思说，你一个宗主想要什么徒弟没有？居然抢我的，还带着一条青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不管，他也要。今他就是来彻底管制曹孟德，引导他回归正路的。思绪混乱了些，门瞬间打开，上官西月直接被拉了进去。逆徒，你才突破，居然敢对姬兰兰兰不敬！仅仅说出一句话，声音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上官西月就没有来过此地似的。一场多方势力介入，不同势力结盟，共同讨伐世界霸主魔王的征战之旅，在4个时辰后彻底宣布失败。师尊，你怀孕了？怎么有没有？逆徒，你不是感受得很清楚吗？这句话让他话语异业，确实感受得很清楚，都提前见面了，要不然在对方修为以及各种法器的隐藏下，不深入调查一下，还真的发现不了。手掌轻轻抚摸过上官西月的小腹，曹孟德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有股生命的气息在酝酿着，他眼神复杂，有知道血脉延续的喜悦，更有一股责任的加持。以后自己对敌人那是绝对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能用马甲就用马甲，能直接将亲朋好友杀干净就杀得彻彻底底，连家里养的鸡鸭牛马，任何活着的生物都得灭杀干净，如此才是没有任何顾虑。师尊，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声音中带着笑，双手揉了揉他的肚子。我感知到了混沌的气息，这孩子将来定是个混世魔王。你还说？上官西月羞恼地拍开他的手，若不是你这逆徒，我怎会？话音未落，他突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被曹孟德打横抱起。既然是尊有了我的骨肉，顿了顿又接着说，今晚的联军就不算你了。闻言，上官西月反而不爽了，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他吗？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寒月仙子，就算怀孕了，会脆弱到连接蓝牙都不行。逆徒，你什么意思？说着，一只手已经自动导航到曹孟德的右耳上，狠狠一拧。这种情况他根本不痛，但还是表现出受到了牵制。师尊，疼，松手！哼哼，我又不是废了，你就不能小心点？这话说的曹孟德哪还能不明白上官西月这事？这可是师尊自己说的，那今晚徒儿就有分寸的放肆一回。而姬兰早就扶着小绿，在上官西月这个烟雾弹进来后，瞬间溜了出去。对于卖了自家姐妹这事，一点都不心疼，反正有免死金牌，总比访客停留3天以上好。回到自己的寝宫，神识投入过去，看见上官西月的状况，忍不住笑着传音：西月，你现在知道这混账有多猖狂了吧？呜。而小绿也在此时悠悠转醒，龙尾无力的摆了摆，看着不远处的姬兰幽怨道：兰姐姐，说好的其利断金，同生共死呢？你怎么跑这么快？嗨嗨，姬兰心虚的别过脸，这不是给你创造单独表现的机会吗？小绿闻言，龙瞳中闪过一丝委屈，尾巴轻轻拍打着地面。兰姐姐，说话不算数，下回我再也不帮你了。嗨嗨，姬兰轻咳一声，伸手揉了揉小绿的龙角。好啦，下次一定帮你打，不过你看，现在不是有西月顶上了吗？他这样说着，一直注视着那边，忽的瞳孔一缩，居然这么溜，还能这么玩？浑身感到一阵恶寒，下意识的咽口水和看了看小绿的龙尾。翌日清晨，上官西月坐在石床上，手上拿着众多曹孟德给予的深渊魔域的天才地宝，不停的吸收转换给腹中的胎儿。如今3个月大，仅拢起来一丁点，和正常修士没有任何差别。太阴圣体与混沌圣体的血脉，我的孩子绝对比他爹还厉害，到时候你出来帮娘狠狠地揍那混蛋爹，让他知道你的厉害。他轻轻抚摸着腹部，感受着那股蓬勃的生命力，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丝温柔的笑意。逆徒！此刻他低声呢喃，话语中早就没了往日的严厉，反而多了些嗔怪和依赖。就在这时，洞府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师尊，我回来了。曹孟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他迅速收敛表情，恢复成往日高冷的模样，淡淡道：进来。径直进入，曹孟德手里还提着一个玉盒，笑道：西月，这是我特意买来的9转养元丹，对胎儿和你都有益处，实际上是从丹塔里面拿出来的，找了个借口塞给逆师。上官西月瞥了一眼，哼道：算你还有点良心。师尊，昨晚走错路又不是1、2次了。曹孟德嘿嘿一笑，凑近了些。闭嘴！上官西月耳根一红，瞪了他一眼。再提昨晚的事，我就要狠狠压榨惩罚你。他故作委屈：师尊，您这就不讲道理了，明明是你自己当时也很喜欢啊。你还说？上官西月抬手就要打，曹孟德连忙后退2步，举手投降。好，不说了。你身上怎么有火灵的味道？去找了小师姐一趟，给她一些东西。
是过去晨练的吧？上官希月看着逆徒十分笃定道。现在他非常了解曹孟德的性格，这家伙就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要是和他没点深层次关系，理都不会理。是，晨练过后给他一些东西啊。听到目的已经被说出来，他直接承认了，谁说晨练不是给东西？我怎么收了你这个色小鬼当徒弟？上官希月看着他这副模样，又好气又好笑，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了，希月，曹孟德忽然正色道，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什么事？上官希月笑眯眯地盯着他。我准备离开了。怎么？你要叛宗？有些震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来者正是姬兰与小绿。这怎么可能？我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去做，不然最开始的目标可能达不成。曹孟德微微一笑，并没有将想捅天的目标说出来。要去多久？我们怎么办？希月还有个孩子，你就要跑？为了你们，我必须去。这一句听着十分大义凛然的话，让三女沉默下来。那我跟你去，保护你安全。姬兰出言道。对于二老婆的目的，曹孟德直接拒绝了。开玩笑，要是跟去了，他还怎么泡妞？不说天道，其他气运之子那么多，未来路上的红颜哪一个不是让人征服欲满满？还有宁九彩这个新收的师妹，正好可以用玉无穷教她炼丹为理由，一起带走当保镖，顺便找机会拿下她。兰儿，不用了，此行我的安全有保障，宁老祖会随行，宗门现在离不开你。希月，你什么也别说，乖乖待在宗门内养胎。我离开了，又不是不能传讯，要是想我了，我抽空回来一趟，到时候包你们满意。小绿，在这也待了一段时间，该回去给龙姬月汇报我的情况，应该知道怎么说吧？知道，主人。他这才说完，三方势力瞬间将他合围起来。既然要走，不付出一些代价，夫君你休想离开。逆徒，你真当为师拿你没办法？主人，小绿这次站在姐姐们这边。看着美眸中的怒火，曹孟德丝毫不惧。一场由超级大国准备离开而导致的世界大战就此爆发，姬方甚至又悄悄呼叫了2位盟友。狮方势力得到消息前来加入战场，火方势力得到消息前来加入战场。涂山被曹孟德拎着过来，被迫加入战场。对，站好了，摆好拍照姿势，双手举起笔耶，跟我一喊茄子。曹孟德这样指挥着，几人十分的话摆好了姿势，举起了手，喊道：茄子。希月，软甲我就给你了，注意安全。你现在身上可是有2条命。兰儿，这2颗1品天阶破虚丹，故虚丹收好，希望下次见面就突破炼虚了，到时候承受力更强。灵儿，这里面都是魔域的火属性材料和草药，都给你了。飞雪，2品天阶断资丹，等会儿跟兰儿走，在他的注视下立刻炼化，能让你的天赋更上一层楼，早日突破金丹元婴。至于龙娘小绿与狐娘涂山凤仪，都被他带走了。需要相处更多的时间，让涂山凤仪这只傲娇的九尾天狐从身体到身心彻彻底底变成曹孟德的形象，严严实实的没有任何空间，就能从他手中逐渐布局掌控妖类九尾天狐一族。小绿回去先迷惑龙姬月，最后征服过程中观察他的属性，要是和施飞雪与李圣母一样，你越强他们就越兴奋，越俯首臣服，那就轻松多了。如果不是就增加羁绊和后天开发，让这条龙逐渐离不开他，从而名正言顺可以入手东海龙宫。而曹孟德的身后正站着一位白衣女子，正是宁九彩。为了学习炼丹之术，还没等曹孟德开口，他就跟着上来。对于炼丹的痴迷已经到了不可言喻的地步，而这也是他宁九彩最大的弱点。四女看着曹孟德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整个玉灵山脉主山巅峰上空的云层似乎都暗淡了几分。望着他消失的方向，上官希月手指不自觉地抚上小腹，轻声道：这逆徒可一定要平安回来。季兰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吧，这家伙命硬得很，同辈之人无人能敌，更何况有老祖在，这天下能伤他的人可不多。瞥了他一眼，上官希月悠悠道：兰姐，你倒是心大。他这一走，指不定又要招惹多少风流债回来。怎么，希月吃醋了？你是他师尊，你自己从小没教好，成了这个样子，反倒担心起这个了。谁吃醋了？上官希月耳根微红，别过脸去。我只是担心他耽误修行。一旁的施飞雪和火灵对视一眼，默契的没有拆穿他的口是心非。他们俩现在心虚的很，特别是昨天晚上6人一见面那尴尬的场景，其中火灵是最快撑不住的，没法子和师尊一起交流，还是太上头了。特别是2人并驾齐驱时，看着上官希月那眼神，他身上的火焰跟不要钱似的瞬间暴涨，直接充满了整个洞府。你们2个跟我来。上官希月回过神后，看着自己还在宗门，现今名义上的大师姐火灵和失拜天的孙女施飞雪。姬兰就算了，这2人胆子是真的大，偷水晶居然偷到他头上。与此同时，万里高空之上，
宁九彩丢下一句：“你只要有危险，我就会随时出现。”然后又猫起来炼丹去了，让曹孟德自己一个人遇见慢悠悠的朝着清盛坊赶。这路途可是有5万里之遥，他身后还跟着涂山凤仪和龙女小绿。涂山凤仪一脸不情愿地甩着9条尾巴，嘟囔道：“凭什么本皇要跟你这个人类到处跑？特别是昨天晚上，我真的是把9尾天狐一族的脸都丢光了，居然在这么多女人面前将自己的战备储存全部交了出来，真不知道这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曹孟德不语，只是一味地摸摸头，让他说的话语气越来越软。凤仪当时不是很喜欢吗？我可记得。你……涂山凤仪瞬间炸毛，9条尾巴砰的全部竖起。不许再说了，鹰，你犯规不准摸本皇的尾巴，松开你的臭手，真够傲娇的。曹孟德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不但没有松开，反而握紧揉了揉。哟，涂山凤仪无力地靠着，明明是你自己愿意交出来的，我可是问了很多遍，你说了出来了。还不等他有所反应，站在左侧的小绿凑了上来，直接补刀。凤仪，你当时可狂野了，不愧是狐狸精啊！你们俩，不许再说了。他刚想发作，曹孟德却在他耳边低声道：“凤仪，你现在的样子可比昨晚还要可爱。”轰！涂山凤仪白色狐狸耳朵迅速转变为粉色，整个狐僵在原地，就连原本气愤而挣扎的尾巴都停了下来。小绿在一旁掩嘴偷笑，笼统里满是揶揄：“主人，凤仪姐姐这是害羞了吗？”谁害羞了？涂山凤仪猛地后退2步，双手抱胸，9条尾巴警惕地竖起。本皇只是觉得你曹孟德太过分了，居然用这种下流手段。曹孟德摊手，一脸无辜：“我可什么都没做，是你自己反应这么大。”你……涂山凤仪气得跺脚，却又拿他没办法。他堂堂9尾天狐一族的皇女，居然被一个人类拿捏得死死的，看来自己是彻底栽在他手上了。现在不仅契约无法解除，居然还逐渐沉沦。可是他真的好香啊，而且昨晚也是事实，都没说错。想到那些画面，涂山凤仪的脸更红了。他想用尾巴遮住脸，可是抽不出来。好在曹孟德只是日常逗弄一下，见好就收。好了，不逗你了。他再次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接下来我们要赶路，你要是累了，可以变小一点，我抱着你走。谁要你抱？涂山凤仪先是反驳，但转念一想，这臭男人欠自己这么多，让他抱怎么了？而且怀里也很舒服的。于是他冷哼一声，身体缩小成9尾白狐，轻盈地跳到了曹孟德的肩膀上。哼，本皇只是懒得飞，可不是想让你抱。曹孟德失笑，伸手轻轻捏了捏他的耳朵。是，凤仪大人只是累了。听到这话，涂山凤仪十分受用，傲娇地抬了抬狐狸脑袋，主动地蹭进怀中。果然是知傲娇杂于狐狸，嘴上说的讨厌，实际行动却喜欢的要紧，看来还没意识到。小绿见状也凑了过来，眨巴着大眼睛：“主人，小绿也要抱抱。”“好，都抱。”曹孟德伸手一揽，将小绿也搂进怀里。于是他左肩趴着一只傲娇的9尾狐，怀里抱着一条软萌的青龙，御剑飞行，朝着清盛坊的方向疾驰而去。天道赤足站着，结束在无尽虚空与其他位面化形战斗。刚刚回到家里，就发现龙傲天已经死得透透了，还有个天命之子被女人被刺死了。一个死得不明不白，已经完全找不到了，一个被最爱的女人杀了。要复活他们吗？复活好像有些浪费老娘的气运本源，你们就不能悠着点吗？这般吐槽着，天道将目光投射到龙傲天的新手村。新手村都没出就死了，复活你个蛋！复活后要是还这么废怎么办？规则气运可是很宝贵的，不能再浪费了。老娘干脆重新找个天命之子，然后开始仔细搜寻未出生和已经出生年龄在6岁以下的。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上官希月的身上，再也移不开。这是天道雪白的眸子猛然睁开，瞳孔中倒映着一个尚在母体中的胎儿。那胎儿周围环绕着混沌未分的气息，手掌中隐约有一件钟状器物，随着心跳缓缓脉动。不要乱想，曹不会杀自己的孩子的，给气运是一个伏笔，不是毒点。混沌体，天道的嗓音陡然拔高，同时将实力全部提升到极致，将那胎儿看得清清楚楚。混沌气息凝为实质，在经脉中奔流不息。那件钟状道器悬浮在小手掌心处，随着胎儿呼吸而变化。真的是混沌体。还有半生成长型道器。天道激动得语无伦次，纤细的手指都在颤抖。我的世界竟然孕育出了这等存在。他忽然仰天大笑，笑声震得虚空寸寸碎裂。那个短命鬼死得好啊，不死老娘怎么发现这等宝贝？笑够了，天道引动世界本源之力，无数金色光点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在他掌心凝成一团气运之光。小家伙，这可是老娘压箱底的存货了。天道隔空轻抚腹部，仿佛能隔着无数空间触摸到那个胎儿。好好成长，将来与本道一起护住此界，让他们知道下界不是他们的后花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气运之光化作涓涓细流，悄无声息地渗入胎儿体内。原本还在流淌的混沌气息微微一顿，随后变得更为庞大。天道满意的点头，忽然心念一动，等等，这么厉害的小家伙，母亲是上官西月，太阴圣体，化神巅峰强者，那他父亲是谁？这样说，着想查看一下胎儿的父亲是谁。开始顺着血脉因果线查看起来，可是只得到了迷雾、未知、不祥、恐怖这4种答案，甚至上官西月的未来都出现了偏差，完全看不见了。然后天道就没有继续查下去的信心了。他又不傻，仅仅只是探查就会得到这样的事情，绝非普通人罢了。反正这个孩子生活在他这个世界中就行。老娘我期盼了千万年，终于快要轻松了。天道随意地舒展着身姿，意念一动，全身上下不着片衣，那挺翘的两端至今无人见过其真面目，还是把所有的束缚都去除才够舒坦。望着镜子中自己茂密的头发，光洁如一的身姿，非常自恋道：我要是男人肯定非常痴狂。他征战了这么久，难得有机会就不能好好享受享受美食画本，嘿嘿。他在上亿万本中开始挑选最为刺激的。玉灵宗内，他们4女正式达成了联盟，称玉灵众，归属为玉灵宗一脉，暂时只有4人，共同携手防御那些浪疯狂蝶。随着曹孟德截胡的越来越多，其内部的派系也会逐渐增多。而众女心心念念的曹孟德，经过了短时间的奔波，不劳累的他来到了玉灵宗所控制的最远城池天山城。只要离开了这座城，便离开了玉灵宗，正式进入北国与陈国交界处。来这里的原因是打算见一面古鄂，对方因年龄和天赋不行，已经来到这座城市安家，给了一名妻子和3位小妾，想看看唯一的朋友，他的3个孩子天赋到底怎么样，同时也有可能是最后一面。站在天山城的城门前，望着这座巍峨的城池，心中感慨万千。主人，我们直接进去吗？小绿从他怀里探出脑袋，好奇地张望着。先去找个人。曹孟德微微一笑，伸手揉了揉他的龙角。涂山凤仪懒洋洋地趴在他肩膀上，9条尾巴轻轻摆动，哼道：臭男人又要去见哪个红颜知己？不是红颜知己，是朋友。曹孟德失笑，一个曾经帮过我的人。朋友？涂山凤仪狐疑地瞥了他一眼。你这种人除了女人外，居然还有朋友？怎么，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堪？曹孟德挑眉，哼，本皇只是觉得像你这种到处拈花惹草的家伙，能交到朋友才奇怪。涂山凤仪傲娇地别过头，他无奈摇头，不再与他争辩，迈步走入城中。天山城虽不如玉灵宗主城繁华，但也算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修士与凡人混杂，叫卖声此起彼伏。2个小家伙早就变换成正常模样，让别人根本看不出真实情况。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发生其他小说中有人想要抢灵宠的狗血剧情，只是行人看着他带着2只宠物便纷纷让开。按照古鄂给予的地址，他来到城西的一处宅院前，院门紧闭，但隐约能听到里面孩童的嬉闹声。曹孟德抬手敲了敲门，谁啊？一个温婉的女声传来，在下曹孟德，特来拜访古鄂。他朗声道。门内沉默了一瞬，随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吱呀，厚重的木门被拉开，一位面容姣好的妇人站在门口，眼中带着几分警惕和疑惑。妾身见过仙长，仙长是来找夫君古鄂吗？曹孟德微微一笑，我是古鄂的朋友，路过天山城，特来看看他。妇人闻言，神情稍稍放松，但仍有些迟疑。仙长请见谅，夫君他正在后院教导孩子修炼，妾身这就带仙长过去。有劳了。跟在妇人身后，曹孟德并没有表露出过多的好色之心。1. 对方是他朋友的妻子。2. 是个凡人，容貌也许在凡俗之中颇为不俗，可对比女修而言如小溪与江河。很快，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正在教导孩子的古鄂像是感觉到了什么，身体僵硬地转过头来。看见来人，他脸上就是闪过一丝喜悦，让孩子去玩，然后迅速压了下来，恭敬道：见过曹师兄。曹孟德笑着点头，你我何时如此生分？前面说过不必如此。经过这话，古鄂终于恢复往常，上下打量着他，感慨道：这才多久不见，曹兄你的修为越发深不可测了，略有突破罢了。曹孟德谦虚道，随后看向他身后，这次过来见你一面，顺便看看你的3个孩子。提到孩子，古鄂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是啊，大儿子6岁，二女儿4岁，小儿子刚满2岁。走，进去说。他热情地拉着曹孟德向孩子们走去。
刚刚得到解放的3个孩童正追逐打闹，见有生人进来，纷纷停下，好奇地望过来。来，叫曹叔叔。古鄂招呼道。曹叔叔好。3个孩子乖巧地行礼。而曹孟德在看到那个女孩子，神色产生了些许波动。这一趟果然没白来，居然发现了个气运之女，可以提前让古鄂带她回玉灵宗交给西月，以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就多个媳妇儿；是个女孩，就多个侍女、死士或者是姐妹。曹孟德蹲下身，温和地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叫什么名字？哥哥好，俺叫古德莫。小女孩脆生生地回答，大眼睛里闪着灵动的光，奶声奶气，再加上一些绕舌，听起来就像在听英文似的。这根本不像女子的名字，而且4岁的小孩子还没到检测天赋的年龄段，不能用这个当借口。曹兄，古鄂见他出神，轻声唤道：“古兄好福气。”曹孟德从储物界取出2个小袋子，这些资源给你家那2个臭小子修炼。古鄂娘子见状连忙推辞：“仙长，这太贵重了。无碍，以我和他的交情，全当礼物。”曹孟德将袋子塞到2个男孩手中，唯独空了小女孩。你女儿古德莫，我看着感觉挺合眼缘的，若是不嫌弃，送进宗门寒月宫。古鄂闻言脸色骤变，他下意识要将女儿护在身后，可最终还是推了过去。谢谢曹兄，我古鄂的女儿能被看上是他的荣幸，直接带走吧。不巧我没空，只能你这个做父亲的自己送过去。曹孟德拍了拍他的肩膀，丢下一枚加封的玉简给石鄂。到达寒月宫后，将此简交于我师尊，他自会收下。说完这句话，整个人消失不见，显然已经离开了。古鄂握着那枚玉简，神情复杂地望着曹孟德消失的方向。娘子走上前，轻轻握住他的手，担忧道：“夫君，这没事。”古鄂低头看着女儿古德莫，蹲下身来，柔声道：“默默，你想不想去一个有很多仙子姐姐的地方？”小女孩眨了眨大眼睛，天真地问道：“爹爹也去吗？”古鄂苦笑了一下，摇头道：“爹爹暂时不去，但那里会有更好的师傅教默默，以后你会变得很厉害。”古德莫歪着头想了想，忽然露出灿烂的笑容：“那默默要去，等默默变厉害了，就能保护爹爹和娘亲。”这话让古鄂眼眶微红，揉了揉女儿的脑袋，低声道：“好，那爹爹过几日就送你过去。他还是欠曹兄太多了，只不过是在他低谷时帮了点忙，现在得到了如此巨大的回报，当真惭愧。默默才4岁，根本没有到检测天赋的年龄，出生时更没有各种灵物增加底蕴，所以在古鄂看来，曹孟德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报答他。大儿子天赋不行，此生最多筑基，小儿子才2岁更不合适，因此唯一的女儿就被挑上了。与此同时，天山城外，曹孟德站在云端，俯瞰着这座城池，嘴角微微扬起。主人，你刚刚是不是又动什么坏心思了？小绿趴在他肩膀上，笑嘻嘻地问道。坏心思？曹孟德挑眉。我明明是做好事，送他一场造化。涂山凤仪轻哼一声，9条尾巴轻轻摆动。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说不定是想顽童养媳那一套。哼，我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一个人成长。走吧，该去清圣房了。他御剑而起，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方疾驰而去。数日后，玉灵宗寒月宫，上官西月看着眼前怯生生的小女孩，又看了看古鄂递来的玉简，眉头微蹙。曹孟德让你送来的。古鄂恭敬行礼。回寒月仙子，正是曹师兄让弟子过来的。在看到玉简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相信了。拿到手后，直接读取里面的内容，大概了解了逆徒的意思，就是此女气运深厚，可以当孩子的侍女、死士或姐妹玩伴。上官西月收起玉简，目光柔和地看向古德莫。小女孩正怯生生地躲在父亲身后，只露出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过来。上官西月招了招手。古鄂轻轻推了推女儿。默默，去吧，这位仙子以后就是你的师祖了。小女孩犹豫了一下，还是迈着小步子走上前，脆生生地喊道：仙子姐姐好。这一声姐姐让上官西月忍不住莞尔。他伸手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温声道：以后叫我师祖就好，不要乱叫姐姐。是，师祖。古德莫乖巧地点头。上官西月抬眸看向古鄂，你且放心，这孩子会得到教导，既是那孟德推荐来的，待遇不会差的。多谢寒月仙子，弟子告退。古鄂感激地连连磕头行礼。待古鄂离开后，上官西月牵着古德莫的小手，带他参观寒月宫。就算有逆徒的推荐，在孩子出生前的这一大段时间，也要好好考察一番对方的性格，若是不合适，那就只能拜拜。而正在炼丹偏殿睡觉的是非雪，小鼻子动了动，像是嗅到了什么味道，瞬间爬了起来，从房间里面跑了出来，目光火热地盯着主位扶手上的玉简，一把抓到手里，狠狠地吸了一口。主人的味道
99成，一手新，值得好好收藏。将玉简用男弟子外袍孟德战损版包裹好，放进盒子中，收入储物戒指内，直接返回炼丹偏殿，趴在软榻上，闻着熟悉的味道，开始补觉。至于曹孟德的洞府，不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变成姬兰的洞府了。就在昨天，他正式将宗主的位置交给失败天，开始全力修炼，打好根基，准备突破炼虚期。不为别的，只为下次见面有一战之力，而不是接敌不过一炷香的时间就全线崩溃，一泻如注，彻底被打上失败者的标签。他要将曹孟德在大腿上一笔一画记录出来的16个正字全都还给曹孟德。赶路中，仅过了1天，便到达北国与陈国交界处最大的城市陈北城。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一半属于北国，一半属于陈国。这座城市的特殊适应使其基本不会遭受战争，也得益于此。这座城市是两国除了都城外聚集修士最多的。曹孟德来到此城主要有2个目的，一是给白灵买那些画本，二是找炼丹师协会鉴定8品炼丹师，同时租炼丹室，把玉无穷放出来教他炼丹。走在陈北城中，曹孟德带着涂山凤仪和小绿2女，由于依旧是灵宠模样，就是有些吸引眼球外，毕竟修士很常见，但是年轻还有2个灵宠的就不常见。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叫卖声此起彼伏，各种灵材、丹药、法器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形成独属于修炼者的市井气息。主人，我们先去哪里啊？小绿龙同四处张望了一下，并没有兴趣了，趴在肩膀上严严地问。先去书房。曹孟德摸了摸他的脑袋，我可是答应给某个家伙买很多画本的。哟，这才离开多久，这么饥渴，宁愿看书都不碰小绿。涂山凤仪撇了撇嘴道，狐狸脑袋上面的红润成功被白色的毛发掩盖。可就算这样，曹孟德依旧听出了对方话语中的傲娇醋意。行，到时候别求饶，求饶也没用，昏过去也不行。他直接放下狠话，直接让涂山凤仪傻眼了，尾巴不停地推着小绿，可小绿也害怕遭到同等待遇，根本不理他。这种好果子只能他一个人享受了。带着2兽穿过熙攘的街道，来到城中心最负盛名的万卷书坊。书坊内各类典籍琳琅满目，从修炼功法到奇闻异录，应有尽有。一位中年书员迎了上来，恭敬道：这位仙长需要什么书籍？小店应有尽有，可有最新的画本？特别是那种类型的？曹孟德意有所指。书员会意一笑，压低声音：仙长来的正好，昨日刚到一批新货，都是名家手笔，保证精彩。说着，他引着曹孟德来到一处隐蔽的角落，从暗格中取出10几本装帧精美的书籍。堕落仙子与百兽，仙子洛凡记，霸道宗主爱上我与师尊不可说的秘密。书名一个比一个劲爆。趴在肩膀上的涂山凤仪瞥了一眼名字和封面，内心不停地骂着下流，但一颗狐心却对这些画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只有这点吗？曹孟德轻咳一声，将书全部收入储物戒。你们还有多少存货？我全要了，记得不能有重复的。听到这巨大的需求量，书员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可以是可以，仙长先去等待片刻，小人这就去通知掌柜。书员匆匆离去，不一会儿便带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快步走来。看着曹孟德，老者拱手笑道：这位仙长，老朽是万卷书坊的朱掌柜，听说您要采购大量画本。不错，只要彩绘版的，劲爆刺激，有多少要多少。朱掌柜眼中金光一闪，捋须道：仙长爽快。实不相瞒，小店后院还存有1万余册画本，新旧不一，但都是各大青楼名家联合画师所著，包您满意。1万册有点少了。曹孟德略一沉吟，行吧，全部打包吧，我都要了。朱掌柜大喜过望，连忙拿着钥匙，领着曹孟德往书库走去。不多时，3人进入一座储书库中，里面密密麻麻摆着让人热血上头的彩绘画本。小绿与涂山凤仪偷偷用神识扫过，发现其中不少书名更是露骨，什么狐仙夜话、72般秘典、变长变大法术语，我的魔物娘们。虽然封面的图片让他们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书，可内心仍是止不住好奇。付完账，曹孟德正准备前往炼丹师公会，忽然听到书坊外传来一阵骚动。快看，是丹霞宗的宋清音云音仙子。天啊，真的是她！据说已经是6品炼丹师了。听说她才50岁不到，不仅金丹圆满，这炼丹天赋也是恐怖如斯。曹孟德眉头一挑，透过窗户看到一位身着鹅黄色霞衣、身材火爆的女子正从街道上走过，周围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来，眼中满是仰慕。朱掌柜见状，解释道：仙长是外地人吧？云音仙子可是我们陈北城的名人，年纪轻轻就已经是6品炼丹师，据说有望冲击5品呢。丹霞宗是炼丹师协会的下属宗门。正是。
掌柜点头。仙长若是对炼丹有兴趣，可以去瞧瞧。随意点头应下，目光一直没有脱离云霞仙子。他在看到对方的那一瞬间，许久没有反应的系统直接弹出了提醒。宋清音，气运女主，丹妹圣体，经丹期圆满，胜于6次。近期命运，遭遇小师妹陷害其偷盗筑基丹，宗门长老与师尊师兄皆怪罪于他。为了自证清白，与其辩论3天3夜，最后棋差一招，修为被废，关入宗主禁闭室。机缘，即使修为被废，依旧在努力修炼，最终在床底发现一株9转素魂草，吞服后丹田经脉被修复。不是吧，哥们儿，女频讲道理主角怎么会在这个世界？又想了想来，这种主角也不错，太心善了，很容易对付。还有这次的机缘居然是9转素魂草，按照师尊谕，无穷给9转还魂丹丹方，这第9转的素魂草可是最难寻找的材料。不仅是因为这草可以炼制丹药重活一次，其中的素字更是能重铸经脉丹田，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果然主角就是不讲道理的，在下界用来给大能重活一世的草，居然被用来重塑丹田和全身经脉，这太浪费了。不行，这草只能是他的，第一个机缘就如此大，后面的简直不敢想。至于这宋清音，看了看他那长相，得亏他早就吃得非常好了，提升了抵抗力，要不然就那规模，那圆润，是个男人都会开启自瞄上下打量。整体规模相当于缩小点的李圣母，但腰更细，臀看比例可能是桃状。丹妹圣体，这种体质不仅会提升丹药的炼制成功率，更会有一种天生自带的魅惑力。这先好好教育一番，只要宋清音从讲道理善人转变为坚定谁拳头大谁就是真理，那也算是教培合格产品，能够收下。没作用，机缘吃了，他就可以死了。曹孟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只会讲道理的乖乖女，一旦释放出天性，那将会是最狂野的。想到这里，曹孟德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非常邪恶的笑容。这个高度邪恶的表情被涂山凤仪看见，内心愈发的美丽，想到今晚肯定会被狠狠的拿捏，开始期待起来，娇滴滴的问：主人，你在打什么坏主意？没什么，只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曹孟德收回目光，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走吧，先去炼丹师协会。看样子宋清音也要去炼丹师协会，既然同路，就有机会引起他的注意力，从而产生交集，再多聊一些炼丹知识，如此还不是手到擒来。离开万卷书坊，快速超过宋清音，朝着陈北城中心的炼丹师协会走去。炼丹师公会是一座宏伟的8角形建筑，通体由赤红色的火灵石砌成，远远望去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大门上方悬挂着一枚巨大的金色丹炉标志，象征着炼丹师的至高荣耀，一品炼丹师。刚踏其中，大厅内人来人往，不少炼丹师身着各色丹袍，胸前佩戴着代表品级的徽章。这位道友有何贵干？一位身着青色丹袍的执事迎了上来。曹孟德直接取出一枚玉简递了过去。我来进行8品炼丹师认证。8品。执事闻言一惊，看着这年轻人的模样，虽然有些质疑，但还是接过玉简查看，随即恭敬道：前辈请随我来。在执事的引领下，曹孟德来到一间雅致的静室。不多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推门而入，胸前佩戴着6品炼丹师的徽章。老朽乃陈北城炼丹师协会的副会长周红，听闻道友要进行8品认证。老者上下打量着曹孟德，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正视。曹孟德微微颔首，道友可知8品炼丹师认证需要现场炼制1炉8品丹药，且成丹率需达到5成以上。自然知晓，不知需要炼制何种丹药？任意一种8品丹药就行，若准备妥当，随时可以开始。那就炼制8品凝灵丹吧。周红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凝灵丹虽是8品丹药中较为基础的，但炼制难度不低，对火候和药材融合的要求极高。好，道友请随我来。领着曹孟德来到炼丹室，室内中央摆放着一尊青铜丹炉，炉身刻有丹纹。道友可需准备药材？周红问道。曹孟德摇头，不必，我自备了。说着，他从储物戒中取出数株灵药，每一株都散发着浓郁的灵气，显然是上等品质。见状，周红心中暗暗点头，这位前辈年纪轻轻就达到金丹，现在更是认证8品炼丹师，光是这些药材的选取就足以看出前辈天赋之高，甚至比云音仙子都要恐怖。那老朽便在一旁观摩，道友请便。曹孟德不再多言，掌心一翻，一缕黑白交映的火焰跃然而出，正是他体内的混沌之火。此火焰一出，整个炼丹室的温度骤然升高。周红瞳孔一缩，心中震撼，这火焰竟有如此威势。他将药材一一投入丹炉，火焰在他的操控下如臂使指，药材迅速融化，药液在炉中流转，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滞涩，仿佛他已经炼制过千百次一般，让人越看越是心惊。
这年轻人的炼丹手法竟比他这个6品炼丹师还要娴熟。半个时辰后，丹炉内传来一阵清脆的嗡鸣声，炉盖微微震动，一缕丹香飘散而出。成了！周红忍不住低呼。曹孟德抬手一挥，炉盖开启，12颗圆润如玉的聚气丹悬浮而出，每一颗都散发着莹润的光泽，天阶丹纹清晰可见。12颗成丹，全部天阶。周红瞪大了眼睛，声音都有些颤抖。8品丹药，成丹率5成即可通过认证，而曹孟德不仅全部成功，还全部是天阶品质。这已经不仅仅是8品炼丹师的水平了，甚至可能触及6品门槛。周红深吸一口气，郑重道：道友的炼丹造诣，老朽佩服。这8品认证自然是通过了。说着，他取出一枚银色徽章，递给曹孟德。这是8品炼丹师徽章，道友收好。曹孟德接过徽章，随手收了起来，淡淡道：我还要继续认证7品。在路上与宗门其他师姐议论了一番的宋清音，才刚刚到达炼丹师协会分会，就听到门口2名丹师正在议论着今天的大事。刚刚那位前辈可真厉害，居然一口气平了8品与7品。就是我还听说炼制出来的都是天阶丹药，当真恐怖如斯啊！要是我也有这种天赋多好，不知多少女秀会扑上。细溜。听到2人的交谈，宋清音脚步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他作为丹霞宗的天才弟子，自然明白连续通过8品和7品认证意味着什么。2位师兄，不知你们说的那位前辈现在何处？他上前轻声问道。2名丹师见是宋清音，连忙行礼。见过云音仙子。那位前辈刚刚去了5楼，应当是去租借炼丹室使用了。他此次前来炼丹师协会，正是为了租借一间高级炼丹室，炼制一炉5品丹药。若能结识这位前辈，认识他的师傅，或许自己的丹道可以更进一步。多谢告知。他匆匆道谢，连步轻移，朝楼梯方向走去。身后传来师姐们的呼唤：清音，你去哪？我们还要去见周副会长呢。你们先去吧，我还有事就不去了。宋清音头也不回地答道，心中已被好奇填满。而5楼炼丹室内，曹孟德已经将师尊玉无穷和白灵放了出来。拿到了那么多珍品的白灵一句话都没说，又回去了。他要好好品鉴品鉴。至于涂山凤仪与小绿，在感知到这如海一般庞大的灵魂力时，一个个大气不敢出。玉无穷环顾四周，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炼丹室还算不错，勉强够用。师尊，弟子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材料，随时可以开始学习。很好，看来你这段时日没有荒废。今日为师便教你炼制6品丹药玄元丹。说着，玉无穷魂体缓缓靠近他。这火爆的身材让人瞄准直接自动开启，根本移不开视线。徒儿，曹孟德瞬间板正起来。师尊，这6品丹药如此玄奥，恐怕需要手把手教学。你这逆徒倒是会找机会。他飘然而至，魂体轻盈地贴在曹孟德身后，纤纤玉手附在他的手背上。炼丹之道讲究心、神、火3者合一。玉无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一丝酥麻。徒儿可要专心些。曹孟德感受着背后传来的柔软触感，心中暗笑，同时混沌灵魂力缓慢输出连接上去。师尊教导的是，弟子一定认真学习。在混沌灵魂力与玉无穷魂体交织的那一刻，一股沉沦感再次包围住他，整个魂体直接无力地靠在曹孟德身上。即使这样，他依旧没松手，对于这股灵魂力的注入早已习惯，有些舍不得。为了保持师尊的颜面，话语中依旧教着炼丹。手，先将火候控制在玉无穷覆盖住他的手，引导着将混沌之火缓缓注入丹炉。而曹孟德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感受硕大的柔软，慢慢突破着底线。火焰在炉中跳跃，一个凝实状的魂体紧紧地贴着一个男子。涂山凤仪和小绿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哪是什么炼丹教学，分明是炼丹进阶教程。师尊，这火候该如何控制？曹孟德故作正经地问道，手上却悄悄加大了混沌灵魂力的输出。玉无穷的魂体微微颤抖，声音带着沉沉的压制：徒儿，你专心点。弟子很专心啊。曹孟德一脸无辜，对于灵魂力的输出改成停一下动一下，停一下动一下。师尊不是说心神3者合一吗？弟子正在努力体会。玉无穷想要斥责，却被突如其来的灵魂力波浪段弄得说不出话来。在他故意加大了灵魂力的输出波浪段后，玉无穷的魂体顿时软成一团，连飘都飘不起来了。师尊。把魂体娇躯抱在怀中，曹孟德假装关切：您怎么了？是不是教导炼丹太累了？玉无穷羞恼不已，却无力反抗，只能咬着牙道：逆徒，等为师恢复肉身，定要你好看。是弟子做错了什么吗？曹孟德轻笑，
手上的动作却不停，继续专心炼丹。放入青莲花，将其炼化镀在外层，药液慢慢凝合，发出淡淡清香，让一人一魂并没有纠结先前的亲密。没办法，玉无穷已经被灵魂力滋润了很久，就是嘴硬，想要端着师尊的架子。就在这淡淡的暧昧气氛中，丹炉突然发出一声嗡鸣，炉盖震动，一缕丹香飘散而出。咦，居然成了！曹孟德有些意外，看了一眼丹炉，玉无穷惊讶道：“6品玄元丹，而且是天阶品质。”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曹孟德：“你第一次炼制6品丹药就能达到天阶？”对此，曹孟德谦虚地笑了笑：“没办法，天赋好，还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师尊，成功率自然高。油嘴滑舌，不知道骗了多少女人身子。”这番话意有所指的打在涂山凤仪与小绿身上，两人暂时不敢反驳，先将这件事记在小本本上，等主人进行长时间访客登录时，就是他俩吹响反攻号角的时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便响起轻轻的敲门声。听到这声音，曹孟德先前的坏笑再次出现，猎物自投罗网来了。两女一个乖乖的变成手环，一个继续当灵宠。道友，丹霞宗宋清音，冒昧打扰，不知可否请教几个炼丹上的问题？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玉无穷如梦初醒，猛地从曹孟德怀中飘开，魂体更为凝实，显然混沌灵魂力好处颇大。逆徒，你羞恼地瞪了曹孟德一眼，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的玉无穷立即化作一道流光，钻回了灵魂识海中。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貌似已经逃不掉了。请进。门被轻轻推开，宋清音款款走入。当他看到室内的曹孟德时，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么年轻，这气质，这么帅。他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盈盈一礼：“道友，小女子宋清音，丹霞宗弟子，方才听闻道友连过8品、7品认证，特来请教。”近距离打量着眼前这女子，曹孟德只觉得看得更清楚，也更想吃大西瓜了。没办法，便宜师尊的吃不到那鹅黄色霞衣勾勒出惊人的曲线，精致的面容上带着温婉的笑意，眼底充满着善意，充满了清澈愚蠢。宋仙子客气了，请教谈不上，互相交流罢了。他做了个请的手势，不知仙子有何疑问？道友年纪轻轻，取得如此成就，不知师从何处？清音想见一见道友师尊。曹某家师不喜见外人，有什么问题不妨讲一讲，万一有解决办法呢？知道自己的心思落空，宋清音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又展露笑颜。曹道友说的是，实不相瞒，清音近日在炼制5品丹药时，总在凝丹环节出现丹气外泄的问题，导致品质一直停留在黄阶，不知可有解决之法？丹气外泄多半是火候不稳，或是药材融合时灵力不均。仙子不妨在凝丹前以神识包裹药液，再缓慢收火，最后用灵魂力急速淬炼，可保丹气内敛。如此，思考一会儿，宋清音眸光一亮，此法推理一番，没有任何问题，只需再实验一番即可。多谢曹道友之言，如果可以，清音是否能在此一试？请便。这些知识在炼丹秘境中就已经全部获得了，对他而言，理论知识绝对秒杀一大片1、2品炼丹师。宋清音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尊小巧的蓝金丹炉，手掌一挥，一缕青色火焰跃然而出，在炉底静静燃烧。青莲心火，难怪丹霞宗如此看重宋仙子。这段话落入宋清音耳中，让他手上一颤，惊讶地抬头。曹道友竟识得此火，这可是他最大的秘密，连宗门长老都只当是普通兽火。略懂1、2。曹孟德微微一笑，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簇青色火焰。被他看得有些心慌，宋清音连忙低下头，专心操控火焰。他将药材一一投入炉中，在凝丹时，按照曹孟德所说的方法，以神识包裹药液，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然而，就在凝丹的关键时刻，他的神识忽然一滞，火焰微微晃动，眼看丹气又要外泄时，稳住！一只温暖的手轻轻附在他的手背上，沉稳的灵魂力顺着他的经脉涌入，瞬间稳住了即将失控的丹炉。他侧头看去，正对上曹孟德那双明亮的眼睛，心跳开始不受控制的加速。别分心，他低声道。宋清音耳尖微红，连忙集中精神，在曹孟德的辅助下，药液顺利凝合，丹香渐渐浓郁。成了！他欣喜地看着丹炉中那颗圆润的丹药，品质赫然达到了玄阶，比之前提升了一阶。多谢曹道友指点，举手之劳。曹道友丹道造诣如此之高，清音实在佩服，不知道可有兴趣加入我丹霞宗？以你的天赋，定能成为核心弟子，甚至成为宗主的亲传弟子。宋清音咬了咬唇，清音可以代为引荐。他话未说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紧接着几名身着丹霞宗服饰的弟子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名面容娇艳却眼神阴冷的女子。师姐，原来你在这儿。那女子冷笑一声，
师尊正寻你呢，你却在此与陌生男子私会。听到这栽赃的话，宋清音脸色骤变，连忙起身。小师妹，你胡说什么？我只是在向曹道友请教炼丹之术。那妖艳女子目光在曹孟德身上扫过，看到他俊朗的容貌时，眼中闪过一丝嫉妒。这臭婊子怎么总是遇到如此阳光帅气英俊的男修？为什么不是我？请教，师姐不是一向自诩丹道天才吗？怎么还需要向一个外人请教？先不说这个，宋师姐还是尽快与师妹回宗门去，有一件事大家正等着你的解释呢。好，我宋清音就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居然能让师尊师兄如此着急。说着他站起，把丹炉收好，目光依旧充斥着清澈的愚蠢，要是被捅一下，估计得哭好久。而一切事件的主导者小师妹不紧不慢地将目光看向曹孟德，这位道友不知如何称呼？小女子譬如。小师妹眼中闪过一丝想法，故作娇媚地问道。听到这女子的话，她觉得不用多言，跟着节奏走，自然可以进去。在下曹孟德，原来是曹道友。譬如眼波流转，故意靠近几步。师姐性子执拗，若有得罪之处，还望海涵。道友不如来我丹霞宗做客，让师妹好好招待一番。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胸脯，试图吸引曹孟德的注意。作为修仙者，他的模样确实普通人要好看，除了一张脸，其他的与修仙者相比，就属于普普通通的一种。但这小 A 平臀，萝莉不像萝莉，御姐不像御姐，真不是他的菜。看见小师妹还要干扰他的人，宋清音眉头微蹙。譬如，你不得无礼。哟，师姐这是吃醋了。平日里装的清高，原来也会为男人着急啊。说着，他掩嘴一笑。你……宋清音气得脸色发白，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现在确实对教他炼丹的曹孟德有好感，但没离谱到这种程度。曹孟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这譬如明显是在故意激怒宋清音，让人陷入愤怒，后续的一切步骤跟着他的节奏走，看来陷害之事已经开始了。宋仙子，他忽然开口，既然贵宗有事，不如在下陪你走一趟。宋清音一愣，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初次见面竟然如此担心自己，怪让人不好意思。这恐怕不妥。有何不妥？曹孟德笑道。清音不是邀请我过去吗？正好见识见识丹霞宗的风采。譬如眼珠一转，立刻接话。是啊，曹道友若能来我丹霞宗，定是蓬荜生辉。这男人若是跟去，正好可以一网打尽。他修为虽高，可宗门内论耍嘴皮子，谁也比不过他。譬如在师尊这位元婴强者的威势下，嘿嘿嘿，到时候在师尊面前，还可以说宋清音勾结外人，图谋不轨，趁机胁迫这美男子，好好品尝一下他的滋味。听到叫他清音如此亲密的称呼，脸蛋泛起红晕，内心有些不知所措，还想拒绝，却见曹孟德已经站起身，一副不容拒绝的模样。走吧，清音。他微微一笑，过去一关，说不定还能看到一些戏呢。见他如此坚持，宋清音只好点头。那有劳曹道友了。一行人离开炼丹师协会，朝城外的丹霞宗方向走去。路上，譬如故意放慢脚步，凑到曹孟德身边。曹道友，我师姐性子冷淡，不善言辞，你可别见怪。曹孟德目不斜视。无妨，清音心性纯良，真是难得。这话让受尽宠爱的譬如脸色一僵，内心痛骂，这婊子有什么好？不就是前面后面多2、3两肉吗？我用法术加持一下不还一样，真是肤浅下流恶心的男人，等回到宗门定有你好果子吃。为了不让他察觉到异常，只好顺着话回应。是的，师姐单纯无比，至今还不曾见过与男修出双入对，今日还是头一次见呢。小师妹。宋清音突然回头，眼中带着警告，莫要在曹道友面前胡言乱语。小师妹撇了撇嘴，暂时闭上了嘴，等着，过会儿看你如何解释。很快，众人来到丹霞宗山门前。丹霞宗坐落于城北城外的丹霞山上，整座山峰常年笼罩在雾气之中，倒是显得仙气十足。守门弟子见到宋清音，恭敬行礼。云音师姐。但当他们看到小师妹时，眼中却闪过一丝畏惧，连忙低头。见过小师叔。曹孟德眉头一挑，这小师妹辈分竟比宋清音还高，似乎是察觉到他的疑惑。宋清音低声解释道：小师妹是宗主的亲传弟子，虽然入门晚，但辈分比我高，之所以还叫我师姐，是因为之前的比试输了，奖励就是改一下称呼。原来如此。曹孟德点点头，对其中的套路更加了解了。进入宗门后，小师妹立刻变了脸色，高声喊道：师尊，弟子把师姐带回来了。他还带了个外人，这一嗓子顿时引来了众多弟子的围观。那不是云音师姐吗？她身边那个男修是谁？好生俊朗。听说小师叔发现师姐偷了筑基丹，议论声传入耳中。宋清音脸色骤变。什么筑基丹？小师妹，你到底和他们说了什么？
譬如冷笑一声：“师姐何必装糊涂？前些日丹房失窃，丢失3瓶筑基丹，而有人看见你曾在丹房附近徘徊，你血口喷人！”宋清音气得浑身发抖。我何时去过丹房？装什么装？有没有去过？等师尊来了，自有分晓。正说着，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到底怎么回事？”人群自动分开，2位白发老者缓步走来，身后跟着几名中年修士。师尊，匹若立刻朝着北海宗主扑上去，委屈巴巴地道：“弟子奉命去寻师姐，却发现他与这陌生男子在炼丹师协会私会，共处一室，脸色红润。”什么？北海脸色一沉，看向宋清音。宋清音，可有此事？看了一眼站在宗主身旁的师尊，并没有站出来帮他说话。宋清音只能硬着头皮开口：“宗主明鉴，弟子只是向曹道友请教炼丹之术，绝无越矩之举。”请教？他冷哼一声：“你身为丹霞宗弟子，却要向一个外人请教，岂不是说我丹霞宗无人？”宗主，这问题清音先问过宗门那个长老，没有得到答案才自己去寻的。哼，一个毛头小子就能解决5品丹药炼制成功率？宋清音他若不是你的姘头，有必要这样帮他说话？还带到宗门内，你曹大师兄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掌打得神魂俱灭。唧唧歪歪什么？曹孟德站了出来，有些人就是想找死，拦也拦不住，好端端的把他扯进来干啥？真当他是嘴皮子修士，只会讲道理。这一掌下去，全场瞬间鸦雀无声，大多人都震惊地看着曹孟德，他是怎么敢的？居然在宗主和各位长老面前杀了曹师兄，好可怕啊！居然连道理都不讲，直接动手了。可是我觉得好是爱，刚刚动手展露出的气势才金丹初期，一下就打死了金丹后期的大师兄。你个花痴，赶快回去用黄瓜、萝卜吧，这等人物看不上你的地。缓过来后，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丹霞宗宗主北海苍老的面容没有任何变化，唯一让他感到心惊的就是根本没看清曹孟德是如何出手的。作为大长老亲传弟子的曹胜，修为可是金丹中期，被一掌打得形神俱灭就算了，他反应不过来，更无法阻止。站在一旁的大长老操花花老嘴张得大大的，内心极度愤怒。这他的好大孙操家的元婴种子就这么一眨眼灰都不剩了。你个黄口小儿，居然如此嚣张，在我丹霞宗行凶，真当宗门无人？大长老操花花怒发冲冠，元婴初期的威压瞬间爆发。在这股威压之下，曹孟德负手而立，一脸不屑，还轻蔑地笑了笑：“嘴贱就该死，怎么，老家伙你也想试试？你要是能伤到我，算你厉害。”狂妄！曹花花怒火旺盛，双手往前压，一道赤红色的火焰瞬间凝聚成巨蟒形状，朝着曹孟德呼啸而去。小心！宋清音惊呼出声，甚至都忘了对面出手之人是他的师尊。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曹孟德只是轻轻抬手，那看似凶猛的火焰巨蟒在距离他3尺之处突然凝固，随后竟调转方向，以更快的速度、更狂暴的威力反扑向曹花花。这不可能！曹花花仓促间祭出一面铜镜法宝，想要阻挡这一道攻，可惜根本没有作用。这道火蟒直接穿透防镜，接着直接从胸口处穿过，就像捅破一层膜似的，轻轻松松。他低头看着胸口处不停往外冒着血，意识到这是个硬茬子，直接放出元婴，想要喷出元婴级别的丹火与精神冲击，彻底消灭曹孟德。由于是元婴初期，飞出来的小人整体比较模糊暗淡。这元婴小人刚一出现，便张开小嘴，喷出一道赤白色的丹火，同时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冲击，直袭曹孟德识海。区元婴初期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只见他右手轻轻一抓，那团赤白丹火竟被他徒手捏住，在掌心化作一颗跳动的小火球，而那股冲入全身的精神攻击更是如同泥牛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没能激起。这不可能！曹花花的元婴惊恐地尖叫起来，转身就要逃窜。想跑？曹孟德五指一握，混沌道火瞬间将曹花花的元婴团团缠住。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丹霞宗，那元婴在火线中痛苦挣扎，却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道友手下留情！北海宗主终于忍不住出声，额头渗出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年轻的修士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其背景一定深不可测。留情！曹孟德斜睨了他一眼，方才这老东西要杀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喊留情？怎么不见你出手阻止？现在他要死了，你反倒跳出来，是不是觉得我很好欺负？北海宗主一时语塞，脸色难看至极。他虽然是元婴中期修为，但自问也做不到如此轻松的碾压曹花花。要是他也动手，下场肯定是一样的。曹道友！宋清音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声音小小的：“这其中肯定有误会，解释清楚就行了。”误会？
曹孟德冷哼一声：“你师尊要杀我，也是误会。”宋清英面色苍白，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看着师尊的原因即将消散，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自己与曹道友相识没多久，根本没有这么深的交情。清英，你过来。曹孟德突然开口道。犹豫了一下，宋清英还是走到了他身边。你给我看清楚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宗门？他指着那些噤若寒蝉的丹霞宗众人，他们根本不关心真相，只想找个替罪羊罢了。就算你如此天赋，如此资质，就可以被当作替罪羊丢出来，你怎么不确定以后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不会把你送到炼丹师协会某些人的床上？宋清英咬着嘴唇，眼中满是挣扎。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多年来对宗门的感情让他始终抱有一丝幻想，觉得靠自己的嘴总有一天可以说服。至于你，曹孟德目光转向早已下瘫在地的匹如，说说吧，筑基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被这骇人的气息注视着，匹如浑身发抖，眼神飘忽，嘴巴真硬啊。曹孟德也不再问，直接甩出混沌侵蚀之力到他身上。匹如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修为不断下降，经脉剧痛无比，灵魂就像被无数根玄针扎入似的。混沌之力侵蚀着他的经脉和灵魂，那种痛苦根本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我说，匹如在地上疯狂打滚，试图缓解疼痛。是曹师兄指使我偷换了青音师姐的筑基丹，他答应事成之后和我上床。此言一出，北海宗主脸色铁青，他没想到爱徒间后期的匹如居然玩得那么花，不止从他这里拿走了那么多好处，居然……这话让宋清英陷入了沉默。很好，曹孟德点点头，一掌拍向匹如天灵盖。既然交代清楚了，那你也去陪你的曹师兄吧。住手！北海宗主终于忍不住出手，一道青光从袖中射出。然而这道攻击还未靠近曹孟德，就有一条龙影从袖子中冲了出来。小绿先是将其撞开，然后一口龙息直接吐了上去，疯狂压着元婴中期的北海打，肩膀上的涂山凤仪急得团团转。这臭男人怎么不解开他的封印？本皇也想上去帮忙啊！可还没开口请求，一股恐怖的杀机笼罩此地，除了曹孟德与宋清英两人一龙一狐外，尽数绞杀干净。全场真的变成了死的境地。出手之人正是躲在暗处的宁九彩，看着师兄唧唧歪歪的，直接出手帮忙。要是再早一点，估计就直接把计划给破坏了。宋清英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整个丹霞宗的长老、弟子，包括宗主北海在内，全部化作了一地血泥，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被曹孟德一把扶住。怎么，觉得我的护道者太残忍了？曹孟德淡淡问道。张了张嘴，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一切都因他而起。从小在丹霞宗长大，虽然宗门内勾心斗角，但终究是他的家。清英，修仙界弱肉强食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天赋卓绝，却太过天真。若非今日遇到我，你的下场只会比他们更惨。他回想起刚才匹如的陷害，师尊的冷漠，宗主的偏袒。是啊，若非曹孟德出手，恐怕他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我明白了，多谢曹道友指点。很好，既然丹霞宗已灭，你不如成为我的追随者。曹孟德微微一笑，我可以教你更高深的丹道，让你成为真正的炼丹大师。宋清英抬头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随即点了点头。好，我愿意跟随曹道友。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今天晚上就手把手教你怎么进入炼丹意境。不过现在带我去宗主禁闭室。还有些呆滞的宋清英非常乖巧的带路。曹孟德轻轻松松就床底拿到了9转塑魂草，让他待在这，自己飞到整个宗门上空，把万魂幡直接摆了出来，给我练。整个丹霞宗400多条灵魂全部被收了进去，然后两人又回到了炼丹师协会5层。他就这样无助的被牵着，想到了前面那龙那狐，还有护道者，身份肯定不一般。自己作为追随者，按道理来说应该叫他主人，可总有些别扭。好了，今天晚上就教你如何更快的进入炼丹意境。可能有点快，但正常写的话，起码还要1张多才能下手，感觉会有点水。好的，助人。两人进入炼丹教学。曹，助人为什么要这样？双方进行共同访课后，更加方便学习，激发炼丹意境。应，骗人，痛，凝气结神，周天星斗。凝，气结神，周斗。两人意念合一，接入命运共同体状态。宋清英被曹力挺，不断加深对炼丹的磨合与掌控，不复之前青涩的样子。骗子，大骗子，好痛啊，都好痛，怎么能这么粗暴？这样炼丹怎么可能集中精神？宋清英声音嘶哑地骂着，眼角边边还挂着泪痕，他已经完全不想动了。俏脸侧在一边，
眼神穿过龙角，死死地盯着炼丹室的大门，根本不敢看向中央。对着大门的方向还躺着已经昏死过去的小绿，就是先前看到把宗主当儿子打死的青龙，其妖族强悍的体质居然也遭不住。尤其是处于无神状态中的小绿，一直念叨着：“我是拜龙杂鱼。”真是无法想象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他试图捂住耳朵，但这种做法只是掩耳盗铃，依旧无法掩盖声音。无奈放下手，掏出帕子为小绿擦流出来的龙淌。而位于中心曹孟德与涂山凤仪，整个场面可谓是非常的焦灼。这位九尾天狐不知为何变得异常疯狂，就像开了狂暴似的，完全不惧怕曹孟德的天机武器打击。为什么还封印着本皇？涂山凤仪张开红唇，狠狠咬在肩膀上。是不是认为本皇还想杀你？是不是对本皇不放心？他呜咽地说着，每说一下又会在同一个位置狠狠咬一口。虽然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又震得牙齿发麻，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发泄一番。小绿也签订了主仆契约，为什么他不需要封印？涂山凤仪以为自己很生气，实际上是很吃醋。凤仪你先冷静一下。曹孟德装作吃痛的皱眉，却不敢强行挣脱，生怕把他的狐狸牙齿给崩碎。要是这牙齿没了，可就少几分乐趣。更何况现在两人的命运紧紧相连，越是挣扎就越是。听到臭男人的话，涂山凤仪抬起泪眼朦胧的脸，9条雪白的尾巴已经紧紧地将他包围。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那个小青龙都能自由自在的，凭什么我还要被封印着？契约都签订了那么久，还不放心我吗？他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尾巴也无力地垂落，最后干脆把脸埋在他胸口，闷闷地说：孟德，你是不是还是不信我？炼丹室内一时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只剩下宋清音给小绿擦龙淌时的窸窣声。听到这话，曹孟德有些无奈，这就是事情太多，要考虑的太多，老婆太多的弊端，总有些事情会忘记。这下好了，狐狸精开始发难，可不等他解释，涂山凤仪便紧紧抱住他，两人的额头紧紧贴着，与他那粉色的眼睛对视的一瞬间，9尾闪烁出18道光线，射在两人身上。9尾天狐族皇女涂山凤仪在今日宣誓，曹孟德为吾之夫，永世不变，缔结天狐婚契，生死与共，永不背弃，天地见证，契。涂山凤仪一字一句吐字清晰地说完，那已经接触到身体的9线将自己和他紧紧缠绕在一起，仿佛命运的垂青，再也无法分开。这些字传入曹孟德耳中，让他一怔，有一股规则之力涌入体内，经过他的允许后，才得到一些灵魂印在契约之上。这是天狐一族的至高婚契，一旦缔结，便意味着两人永远同生共死，灵魂相依，就算死亡轮回转世，依旧无法避免。凤仪，他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驯服这么简单，没想到驯服的这么彻底，直接走到了最后一步。涂山凤仪抬起头，粉色的眼眸中带着倔强和一丝委屈，但更多的是坚定。他轻哼一声道：现在契约已成，除非两人共同解开，否则你这个色痞子就等着被本皇女纠缠千万事。看着他这副模样，曹孟德承认心中感动无比，伸手轻轻抚过他的脸颊，扭过来亲了一下。最近事情太多，一时疏忽了凤仪的感受，是为夫的错。哼，借口，我就没见你歇过。涂山凤仪嘴上不饶人，得到解封的他身上气息暴涨，一直到元婴期巅峰，9条尾巴更是变得庞大无比。那双狐狸眼狡黠地盯着曹某处，手有尾巴一取，两人就被包裹在内。今天本皇要好好教训教训夫君，让你害无伤心。嘿嘿，曹孟德发出一阵怪笑，这方面他可没怕过谁，没办法，战绩可查，1打6全面碾压。对付一个化神都不是的狐狸精，比对付姬兰与上官西月这2位化神轻松得多。世界大战导火索根本没有熄灭，一触即发。就在这时，角落里传来一声虚弱的呻吟：我这是在哪儿？小绿龙眸从上逐渐回到中位，神色中带着迷茫，显然还没从先前的极致战斗中完全清醒过来。宋清音见状，连忙收起帕子，故作镇定地咳嗽一声：醒了，感觉如何？没有受伤吧？小绿晃了晃脑袋，龙角不小心撞到了墙壁，牵扯到全身，疼得他龇牙咧嘴，死好痛，我怎么感觉全身都散架了似的。他努力回忆着昏迷前的画面，却看到炼丹室中间有一大团白色毛球，一下子就想起了一切。因为自己与狐狸精共同挑衅住人，所以在宋清音后整晚都在遭受惩罚。他承受不住极致惩罚，昏了过去，只剩狐狸精还在强撑着。可现在狐狸精怎么变成团球了？那是怎么回事？小绿向宋清音询问。宋清音闻言，脸颊微红，连忙别过脸去，支支吾吾道：你还是别问了，他们这是在忙。听着这欲盖弥彰的回答，小绿眨了眨眼睛，龙眸中闪过一丝困惑，
但随即恍然大悟，整张脸瞬间涨得通红。啊，怎么还？会闹出人命的。他刚想站起来，却因为浑身痛苦跌坐回去，只能懊恼地捶了下地面。可恶，明明说好一起对抗住人的，我居然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就在这时，那团白色毛球突然剧烈震动起来，隐约传出涂山凤仪带着哭腔的声音。夫君，我错了，饶了我吧。凤仪以后再也不与夫君作对了。然而毛球中却传来曹孟德那令三人感到发软的声音。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既然敢挑衅为夫，就要承担后果。今天你就给我报护吧。报护？不要报护，那太多了。凤仪真的知错了啊。涂山凤仪这般惨叫，显得无比的凄惨愉悦。宋清英和小绿面面相觑，两人的脸都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们要不要先离开？小绿小声提议，龙尾不安地在地上拍打着，生怕也被抓进去再一次进行一顿批评教育。对于这个提议，宋清英十分赞同，看了看门，咬唇犹豫道：可是炼丹室的门被封印了，我们出不去，万一门口有人，影响不好。一段时间后，夫君，九尾天狐一族还有几位未曾有心上人的角色，还有单一属性8尾、7尾，本皇可以大发慈悲的介绍哦。靠，还诱惑我是吧？看来还是我的强度太低了。双马尾启动。此刻的九尾天狐族，他们派出了6人组的搜寻小队，2 8尾、2 7尾、2 6尾，一共2位合体、2化神、2元婴。他们身旁还跟着当代人王女派来帮忙的几人。得到了允许，所以能派化神和以上的，其他人类既帮忙又是监视。根据大祭司的感知，他们一族的9尾皇女应该就是掉落在此地，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大问题，不然妖族与人族的矛盾就会更加激烈。殊不知再见时，涂山凤仪已经把整个9尾天狐一族的命运压在了曹孟德的身上。而此刻他们心心念念的皇女正在遭受无尽的征伐，前面想要回去推翻主仆契约、灭杀曹的所有想法，全部在无尽的访客中烟消云散。终于在宋清英颤颤巍巍地出去续了几次炼丹室的使用时间后，包裹毛球的尾巴全部瘫了下来。罪魁祸首躺在曹孟德怀中，已经不知今夕是何年，脑袋彻底成了一团浆糊。当然不止这傻傻的脑袋，其他也是。从储物戒指中拿出早就备好的软垫，将已经进入神仙境的涂山放了上去，这才笑眯眯地转头看向窝在角落深深把脑袋埋了下去的两人。怎么，你俩就这么不想见我？没有，怎么可能？两人一同开口，脑袋依旧紧紧凑在一起。真的是，你们俩该以为我不会顾及你们的身体状况。曹孟德将两人揪了过来。助人轻点。小绿被一把抓住龙角，原本坚硬锋利无比的角此刻脆弱无比，他尾巴紧紧缩成一团角不能这样。话落双眼紧闭颤抖着，不敢看曹孟德。被揪住耳朵的宋清声音细若蚊蝇：主人，青音已经完全掌握那些意境了，现在要炼丹，请多给青音一些时间。就在交谈间，炼丹室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宋师姐，协会有人找你。一个稚嫩的女声传了进来。对于有人来找，曹孟德毫不意外，应当是协会的人发现了丹霞宗被灭门之事，作为这个宗门的顶头大哥，肯定得调查一番，要不然人心可不好带。而丹霞宗唯一存活的弟子宋清音就是调查目标。这次灭门非常全面，在外执行宗门任务和外派到更小宗门教学炼丹的弟子，竟然全都诡异死亡。意念一动，将整个炼丹室模样恢复正常状态。至于已经被彻底损坏的丹炉，那就没办法了，谁让昨晚战况激烈。收拾好，推开门，外面站着4个人。除了正在执勤的女炼丹师，剩下3位中2人身上散发的气息是元婴，还有1位化神。在看到曹孟德时，化神大叔的话语直接卡在了嘴里，没有说出来。但2位元婴虽然没有获得相关情报，但瞧见领头的大哥都没有说话，他俩也闭上了嘴。你是曹孟德？化神大叔看着2人一狐狸，眼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前辈认识小子。说着，他特意抬了抬手，露出了右手上的青芒手环。看到这标志性的手环和比协会发的样貌图还要亮上几分的人，终于确定这是曹孟德。这一下可肯定是谁灭了丹霞宗了，就是眼前这位玉灵宗最新风云人物，比这个宗门在大陆上行走的那些核心弟子名气还要大，至少距离玉灵宗越近名气越大，毕竟他可是莫名其妙有了一头元婴做起，让很多人都眼热。丹霞宗是曹小友所灭。曹孟德瞪着卡姿兰大眼睛看着这位大叔。前辈说什么，晚辈好像听不懂。没事，找错人了。化神大叔丢下这一句话，带着人转身就跑了。他才初入化神，可不想调查一件事情就丢掉自己的性命。砰，门又被关上。好了，这次是正经真的炼丹教学。八供奉，明明宋清音就在那，为何不抓住审问一番？你个傻波一，想送死自己去，不要拉上我。
8供奉，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另一位元婴不解地问。你们没有看过协会发下来的各种不可得罪人名单？看过。刚刚那男的就是位列第30的曹孟德，筑基巅峰，真实战力未知，有一头元婴妖宠，寒月仙子3弟子，其表现战绩一拳秒杀清圣方清金丹巅峰圣女。既然和他有关，作为一个正派人士，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丹霞宗有人得罪了他，还狠狠侮辱了，所以被护道者给灭了。2位元婴修士闻言脸色变得煞白，时不时朝4面8方看一眼，生怕下一秒就死在这里。清圣方回来有段时日的李圣母此刻正在努力修炼，他在金丹时访客记录就访不过，必须得更加努力修行，不说在实力上堪比，至少进度上不要被甩开。体内不断运行的圣洁光芒下隐藏着些许混沌侵蚀吞噬之力，没有被任何人发现，正是曹留下的，让李修炼速度更快。这种不停吞噬天地灵力的感觉让圣母有些上瘾，这种感觉就如同跪着低头，双手举起托着某便，等待着对方教育似的。我主，你什么时候过来？圣母想我主了。李圣母现在是修炼一会儿，发勺一会儿，没办法，整体下来就他的访问数量是最少。脑海中回忆着当时的场景，心中满足了一次，又坐了起来继续修炼。很快，一旁的传讯玉减亮起，李圣母立刻拿了起来。看到信息后，原本兴奋的神色一下垮。不是我主的讯息，是他派人去调查王朝伟近期的信息道，于他也没什么作用，都是主要求的，在没有突破元婴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击败他，只能等了。等待曹孟德过来。依旧是炼丹师协会这里，宋清英在默默提升炼丹的技巧，涂山凤仪与小绿2人抱在一起呼呼大睡，他俩实在是累坏了，就算是用上修为，依旧比不过开挂的。曹孟德盘膝坐在一角，双眼微闭，没有任何动静，实际上刚刚进入灵魂识海中。逆徒，不能继续用灵魂力灌输，为师受不了。本圣当初就不该收你为徒，没想到你狼子野心欲无穷，被数道混沌灵魂不停地注入，无法言喻的感觉时时刻刻包围着他。即使在无法反抗的状态下，欲无穷高超的自控能力依旧让他保持清醒，魂体无法反抗，但话语不停地说着反驳着。在灵魂识海内，所有的动静绝对逃脱不了逆徒的关注。比如已经获得1万多本黄画本的白灵丸子头小气灵此刻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第136本，趴着小脸红扑扑的，小腿反勾有节奏地晃动着。逆徒，为师的灵魂已经很稳定了，不再需要你的灵魂力，快住手。刚进来的曹孟德看着不断挣扎欲无穷，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尝试灵魂的滋味了。师尊，弟子这不是担心您的魂体不稳吗？这混沌灵魂力虽然出自我身，可对于师尊你来说是大补之物呢。听到熟悉的声音，欲无穷猛然一颤，那双琥珀眸子慌张地看着一步步走过来的曹孟德。徒儿，听为师的话，不能再这样浪费灵魂力了，一旦消耗过多，对你来的修行之路会造成影响的。不需要如此为师考虑，只要你未来突破到1品炼丹师后再来帮助也不迟。他说话的语速极快，想让对方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只因这些灵魂力正不断侵蚀他，试图击溃理智，击穿防线。这些话当然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全不理会，慢慢的靠近，直接一把搂住。师尊真的是说笑了，当弟子的不应该为师尊倾囊相助吗？只是弟子如今实力太浅，只能提供这种有限的帮助。没有了那些灵魂力的日常加入，缓过来的欲无穷想挣脱开来，却被抱得更紧，魂体羞愤交加。徒儿，你先放开为师。师尊，弟子这是在帮你稳固魂体。说着，曹孟德魂体直接一个声东击西，放在腰间的手狠狠地捏了一下，让欲无穷分了一下心。等再回过神来时，就已经被封住朱唇。魂与魂之间的触碰，比之前灵魂与肉身的接触更让人深刻。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曹孟德，魂体已然僵硬，殊不知完全没有反抗动作和表情，相当于默认，让对方更为过分。灵魂方面的访客治疗颇为高深，时间也耗费得比较久。混沌灵魂力与欲无穷这彩色的灵魂力交织在一起，让欲无穷的挣扎渐渐微弱，原本清冷的琥珀色眸子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抗拒，只是侧着头，仍不敢面对。他可是1品天阶炼丹师，渡劫强者，就算因为寿元即将耗尽，想重活一世炼丹失败，成为一条残魂，依旧保持着属于自己的高傲。可今天他的高傲和清冷被孽徒彻底击碎。逆徒，你胆大包天！欲无穷维持着最后的理智，不好好修行炼丹之道，居然对为师不怀好意。告诉为师，这些想法你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般说着，为数不多的理智被源源不断的混沌灵魂力冲击的溃不成军第一面。而同样在里面的白灵有戏可看的情况下，当然不会继续看画本了。他直接丢掉手上的画本，怕2人察觉，不敢靠得太近，偷摸的爬到塔顶上，
占据最开阔的视野，居高临下津津有味地看着，还拿出不少糖果，边吃边看边点评。小主人也真是的，我之前就说过了，可以帮他拿下大主人的，就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拖了这么久才下手，原来是喜欢循序渐进啊。哦，这个好标准，一模一样哎。没过多久，进去一些的玉无穷突然闪过一丝清明，趁机挣脱开来，只是浑脸上充满了不自然。逆徒，白灵小塔他还在上面看着呢，停手吧。原本只是随意的一说，没想到曹孟德真的停下了，这反倒让玉无穷有些不适应。徒儿都听师尊的，刚刚师尊那副模样非常的美艳动人哦。曹孟德笑着指了指他魂体上还未消散的光晕，这份治疗你还满意不？满意？怎么可能满意？你个孽徒！玉无穷闻言更是羞恼，原本都打算继续下去就不抵抗了，爱谁谁，反正单身2万多年，正好尝一尝恋爱的滋味。结果事到临头，逆徒直接紧急撤回一大串。既然治疗结束，你快出去吧，还是要少进来为好。他直接开口赶人，好像要发泄心中的不满与积攒了2万多年的怒火。徒儿都懂，师尊既然没反抗，其实就已经接受了，但徒儿更喜欢主动的无穷。丢下这一句话，曹孟德立马就溜了。留在原地的玉无穷只感觉自己灵魂脑袋炸了，红了，红了，完全红了。要不是灵魂识海中没有水，此刻估计已经变成蒸汽机了。什么叫他没有反抗？本圣只是害怕伤了你这个逆徒，才不是被亲了一口后就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师徒名分已定，大义不可违。玉无穷在恒温状态下不停地自我洗刷，可惜没有用，只需要再来10几根稻草就能压垮他这个骆驼。岂料理论经验丰富的白灵从塔上跳了下来，补了最后的关键道：大主人，修仙世界强者为尊，师徒相恋的例子还少吗？一句话直接帮曹孟德剪去了那10几根稻草，直直地插在玉无穷心间。你有吗？你有经验吗？你亲过嘴吗？你摸男人吗？你知道男人什么味道吗？玉无穷先是愣住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直接发出了5连问反击，最后又接了一记自认为的绝杀。你什么都不懂，在这乱说什么？这些口舌之剑根本伤不到理论经验丰富的白灵。他吐了吐粉色的舌头，对于大主人一点都不害怕。无穷姐，你现在可不是我的主人了，又不能打我屁股，更何况本塔可是看了上万本画本呢。什么师徒虐恋、禁忌之爱、转世续缘，我都门儿清。他掰着手指说道。而且小主人血脉这么优秀，大主人您就接受了吧。说着他还悄咪咪靠近，到时生个孩子，继承你的样貌和他的天赋。啧。住口，你只会说说而已。玉无穷有些气急。你个叛徒！还有，我是叛徒，大主人既然不想要的话，那我就找机会去试一试，我到时候亲摸仔细品尝味道，还要怀他的孩子。白灵眨巴着大眼睛，装作一脸天真无邪地说。你敢？你急了，脸都红到脖子根了。被这么一说，玉无穷下意识捂住脸，这才想起自己是魂体状态，哪来的脸红？他恼羞成怒，你这小妮子，看我不收拾你！白灵早有准备，一个闪身躲到远处，笑嘻嘻道：大主人恼羞成怒了，被我说中了。两位在识海中开始打闹起来，而出去的曹孟德已经带着3女出了炼丹师协会，一路向着清圣坊的位置赶去。这一次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除了路上偶尔休息一下，他便基本不会停留了。因为浪费的时间越久，可能就会错失王朝伟的某些机缘，这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他的机缘啊。唯一可惜的就是在路上，宁九彩再也没有显露出来过，就好像在躲着他似的。问题不大，等玉无穷被彻底拿下，让师尊帮他助攻，嘿嘿嘿，这想法好邪恶啊。连续5天的赶路，他终于到达了清圣坊建筑群外。由于这个势力的特殊性，里面的成员全是女性，包括杂役以及其他辅助人员都是女的。在快要到时，便给李圣母发了讯息，通知要到了，赶快出来接人。暗中一直跟随过来的分身此刻并没有在身旁，反倒是出现在清圣坊3位合体老祖躲避延长寿命的地方。这位老祖其中2位都是仅剩100余年寿命，只有1人还算年轻，8000岁不到。3人此刻正在交流着。2位师姐，我能确定了。当时想想，那人光是站在那里就感觉是无尽的危险，应当是已经突破了那一步。但自从你用了分神后，我等得知这个消息真的是夜不能寐，生怕玉灵宗哪天就打上门来。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吾等寿元不多，要是那人想要覆灭我清圣坊，老身拼着自爆也要让他付出代价。2位师姐不必如此。李圣母回来后带来个消息，玉灵宗无意称霸此地界，而且其实力天赋强劲的曹孟德不日就会抵达我方。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只要圣母那丫头可以拿下此子，以对方那种天赋献祭过后，合体不是梦啊！听了许久的宁九彩
分身实在是有些忍不住想笑。这些人背后区区曹孟德，可惜你们委以重任的李圣母已经彻底被拿下。想了想，还是要震慑一下三人，以防对面狗急跳墙，用一些下三滥手段。于是身上针对三人的死亡气息微微泄露一些。谁？感受到危机，合体期巅峰的老婆子身体猛然转了过来，剩下圆满和后期的两老身反应慢一步，全都警惕地看向宁九彩的位置。空无一人，但有一张小纸条：曹正常交流，如果有问题，清盛方面。三位老祖看到纸条上的字，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那凌厉的杀意仿佛还残留在空气中，让他们浑身发冷。是宁九彩。合体巅峰的老祖深吸一口气，眼中满是惊惧。刚刚直接下手，三人都难逃一死。他一直在暗中保护那曹孟德。三人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后怕。曹的地位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高啊！刚才还在谋划，都被听到了。幸亏还没有要求李圣母，要不然那献祭计划，没有这个计划从来没有过。巅峰老祖厉声打断：今天的事情咱们都咽在肚子里知道就行。就在三位老祖暗自庆幸时，曹孟德已经带着三女来到了清圣方山门前。李圣母早已等候多时，一袭白衣圣学子，端庄圣洁。当他远远望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时，眸中瞬间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欣喜。我主！他快步迎上前去，暗中传音，在距离3步时硬生生止住脚步，强装镇定地行了一礼。曹道友远道而来，圣母有失远迎。曹孟德看着他这副模样，故意道：李道友客气了，不知贵房可准备好了？自然。李圣母强忍着想要扑上去的冲动，转身引路：请随我来。身后，宋清音怀里抱着还在睡觉的涂山凤仪。他们在过来4个时辰之前，变成青蟒蛇的小绿环绕在曹脖子上，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清圣坊的建筑风格典雅精致，处处透着女性特有的柔美与奔放。我主！趁着转弯的间隙，李圣母终于忍不住低声唤道，眼中满是渴求，就像是一条小狗等待着主人的摸摸头。急什么？到时候有你受的。说着，曹孟德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被揉捏了几下的李圣母顿时耳根通红，双腿紧凑在一起，过会儿才重新动了起来，只是脚步有些扭捏。就在此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插了进来：圣母师姐，这位就是玉灵宗的曹道友吧？来人是一位身着鹅黄色改造道袍的少女，容貌清丽，但眼神中带着几分审视。黄师妹。李圣母瞬间恢复了那副清冷圣洁的模样。这位正是曹道友，曹道友，这位是我师妹黄莹。听完简短的介绍，曹孟德可以清晰感受到这女人对他的敌意，真的是莫名其妙。他才刚来，怎么就被人记恨上了？听说是你打败了圣母。看着眼前的帅男，黄莹并没有被容貌所欺骗。今天要做的是打败眼前这个男人，从而获得李圣母的重视。他建立的并蒂会已经拥有了100多位正式弟子，500多位杂役，全都是同或者双师弟。没办法，宗门里连男蚊子都见不到，自然同就多。只要李圣母再加入其中，名气与声响肯定能涨不少，还能吃到圣母牌大包子。黄莹对自家圣女可是眼馋了许久，但一直没有被正眼瞧过，甚至是交流都很少，一直拿不下。到现在，除了并蒂会里面的人全部光顾过，外面只吃了王朝伟和生物爹，总感觉有些遗憾。只看一步成功搭上关系，后面引诱，这样的情况反倒激起了他的征服欲。嘿嘿嘿，越神圣的女子体会到那种感觉后，就会越疯狂。圣母，圣母，嘿嘿，只要加入并蒂会，到时候独属于他们的聚会，几百亿起种豆子磨豆腐和豆腐汤，而且要是可以，还能擒下曹孟德灌药，再迷惑王朝伟，直走2人共同上。想着就又想回并蒂会的驻地去找妹妹了。摇了摇头，回过神来，那2个人已经走远了。他急忙追上去，拦在曹孟德一行人面前，扬起下巴道：曹道友，既然能击败圣母师姐，想必实力非凡，不如与我切磋一番如何？被拦住，听到这口出狂言，李圣母眉眼不悦，正欲开口呵斥，却被曹孟德抬手制止。他打量着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感受到了对方眼中的热切，不知为何感到一阵恶寒。哦，黄道友想怎么切磋？我作为金丹中期，就不欺负你了，和我去并蒂会一战如何？听到这令人无语的发言，曹孟德看他就像看傻子一样。不是，你都知道我打败你方圣女了，她金丹圆满，你金丹中期，什么分量不清楚？除非还有其他手段，可惜你不配。直接撂下一句：哼，没那么多时间胡闹，想让我过去也行，接住我一掌。听到曹孟德的话，黄莹脸上闪过一丝不屑。一掌？曹道友未免太瞧不起人了。说着，金丹中期的修为迅速运转。他话音刚落，曹孟德已经轻描淡写地抬起右手，凝聚出青石之力，随意地向前一推。砰！一声闷响，
直接打在刚刚做好防御的动作上，他整个人只感觉撞上了千吨王巨剑，全身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柔美的身姿在空中旋转36000度的同时，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重重地撞在20丈外的山门上，砸出一个人形。刻着清盛坊3个大字的牌匾被震得都差点掉了下来。阿黄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张脸都被打得扭曲变形，左眼歪斜到几乎看不见，右眼则肿得只剩一条缝，嘴巴歪斜着不停地淌着口水。更令人难看的是，他身下突然涌出一滩液体，刺鼻的骚味瞬间弥漫开来。李圣母看着眼前这一幕，虽然伤势没有那么重，可好像更侮辱人类。周围路过的清盛坊弟子们也都惊呆了，有人捂住鼻子后退，有人指着黄莹窃窃私语，更多人则是用看戏、疑惑、不解的目光看向曹孟德。他们都很好奇，怎么会有个男的进来？师姐，救救我！黄莹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发现全身骨头像散架一样使不上力，根本起不来，只能任由身体瘫在这被当成猴子看。更让他羞愤欲死的是，自己竟然当众失敬了。对于这个要求，李圣母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并没有答应。黄师妹，这就是你冒犯他人的代价。说着转向曹孟德，语气立刻变得温柔。曹道友，我主，我们走吧。曹孟德点点头，看都没看瘫在地上的黄莹一眼，迈步向前走去。小绿则冲着黄莹丝丝吐了吐分叉的性子，眼中满是嘲讽。三人离开不久，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带着10几个同样打扮的弟子冲了过来，看到黄莹的惨状后惊呼：会长，你怎么了？过来的都是并地会成员，领头的女子情意绵绵地盯着黄莹：快带我回去请房市长脑给我治疗。你快去通知朝委，就说李圣母拉表杂把小三都带到坊里面来了。就算眼歪口斜流口水，黄莹看到自己人来了后，顶着口齿不清下达了命令。很快，李圣母就带着曹孟德到了清盛坊安排的住所，是一座2层高的竹屋，竹子做的栅栏围了一圈，屋外还有石桌，距灵阵的品级也不低，灵气充裕，周围种满了灵竹，环境清幽雅致，微风吹过，带起一阵竹林特有的沙沙响声。我主，这里就是为您准备的住处。没有外人在，李圣母兴奋地说出了主子，眼中充满期待的光芒。环顾四周，曹孟德满意的点点头，单人一栋，还带着院子，不错，有心了。宋清英抱着涂山凤仪，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环境。小绿则从曹孟德脖子上滑下来，在竹屋周围游走，似乎在检查安全性。而李圣母已经悄咪咪地靠了上去，脸色羞红，要不是这是在外面，他早就迫不及待扑了上去。走吧，咱俩进去。曹孟德率先迈步走进竹屋，李圣母紧随其后，进屋的瞬间就迫不及待地关上了门，完全不管宗门长老会不会注视着。其实预估的也没错，被警告过后，所有盯着的人都已经撤了。竹屋内陈设简，鼻尖全是淡淡的竹香。李圣母刚转身，就被曹孟德一把搂住纤腰，整个人贴在了竹墙上。小圣母，这么着急？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温热的气息直接拿下了所有防御。我主，圣母。李圣母扬起泛红的脸颊，眼中水雾环绕。圣母日夜都在想您，想我主的神威。他的手指不安分地到处摸着，却被一把扣住手腕，按在头顶。黄莹是怎么回事？原本软如水的李圣母身子一僵，急忙解释：那都是些不成器的弟子胡闹，我从未参与过。是吗？那个黄莹似乎对你很有想法。他算什么东西？李圣母急得眼眶都红了，直接啃了上去。在我主面前，连蝼蚁都不如。呜呜咽咽地说着，这般动静没有任何遮掩，直接传到了门外。听到声音的三女耳朵直接竖了起来，尤其是宋清音，脸皮一下子就染上红色，完全没有预料到曹孟德竟然可以直接拿下清盛坊圣女。这可是有好几位合体7级坐镇的一流势力，还是全都是女修，这么可的吗？我主，圣母想被访问一整天。李圣母啃完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圣母的战备储存物资不够了，需要装满。圣母想躺在战备储存物资里面。就在竹屋里面天雷地火时，衡水门王朝尾处。你说什么？他一掌把面前的桌子拍碎，双眼赤红，气喘如牛地盯着过来禀告消息的房女。那件女人居然带回来个男的，不是说没拿到破因果吗？带回一个男的是什么意思？王少主，听说那人一拳就打败了李圣母。房女说着跪了下，将头发盘起。我说呢，很快挑战日期就到了，自己打不赢就拉个姘头来，用点力。他以为我王朝伟好欺负，长得骚就算了，立什么牌坊？3年前退婚这么嚣张，现在反倒要拉外援。说着，王朝伟的眉头皱了皱，狠狠拍了房女一巴掌。碧池，不知道要收着点牙齿。四老王说的果然没错，
你们清圣坊50%的人就是立着贞节牌坊的合欢宗弟子，这么欠。碧池，只要服侍好本少主，灵石丹药少不了你，趴那去。20秒后，王朝伟整理好衣衫，眼中闪过一丝阴狠。那曹孟德什么来头？清楚吗？他冷声问道。房女擦了擦，低声道：是玉灵宗的天骄，寒月仙子3弟子，实力极强，连圣女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哼，玉灵宗。王朝伟冷哼一声，距离这么遥远，也敢让核心亲传弟子过来插手我的事，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他来回踱步，忽然停下，嘴角歪到耳后根。既然他李圣母敢带男人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去找几个渠道把消息传出去，就说李圣母作为清圣坊圣女勾结外人，意图颠覆清圣坊。房女一愣，有些迟疑，这会不会太过了？过。王朝伟一把掐住他的下巴，眼神阴冷。当初过来退婚时，难道没有想过那是羞辱我？都找男人了，还想当清纯圣女，想得美。是。房女被他的眼神吓得浑身发抖，连忙点头，身上也不整理了，直接慌慌张张地跑了季伯。少主，季伯在。一个老者缓缓现身，跟在他后面，没有去就动作带回来，去了帮我办了这件事，也动作带回来。明白。还有，这件事弄完后去通知我爹，就说我需要支援，我倒要看看那曹孟德能嚣张到几时。说完，王朝伟摆了摆手，示意可以行动了。是。站在窗前看着那方女拿着储物袋，扭着小臀慌张地看着四周警惕地离开。想走？没用的都是我的女人了，永远只能是想走那就变成标本吧。哈哈哈，曹孟德你师尊不过化神，我爹可是炼虚强者，我还元婴中期，你拿什么跟我斗？还带着如此美丽的标本过来，都要便宜我了。哈哈哈哈，有背景你不用，真是愚蠢啊。与此同时，竹屋内太多了，物资太多了，装不下了。李圣母瘫着一动不动，此刻他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这朵红花依旧留着，可其他罗马大盗已经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无比。我主，你真好，给那么多物资，圣母所有储物空间都装满了。他轻轻蹭，表示现在心情十分美好。这就装满了？不是还有一处地方没有放置战备物资？曹孟德捏了捏他的脸蛋，盯着红唇怪笑。这里不是还空空如也？被这样一有所指，他又莽了上去。那就请求我主将物资全部放好，就是不要嫌弃圣母太过贪心。结，怎么会呢？说着，曹孟德端坐好，双手一抬，掌控住储物空间，脑子思。3个时辰后，这座竹屋终于停止了狂暴状态。可是只有曹孟德走了出来，并不见李圣母的身影。已经有丰富经验的涂山两女瞪了曹一眼，连忙进去检查情况。屋内，他躺在靠椅上，全身都是各种物资和零食，完全不想动弹，也无力动弹。这种被包围的感觉太美妙了。小绿与涂山凤仪上前帮忙整理。好疯啊！别说了，小心用到凤仪你身上。本皇可不是你这种杂鱼，作为龙族居然扛不住，太逊了。本皇觉得越疯越好，到时候还能早点有，早点生。听到涂山凤仪这番豪言壮语，小绿顿时羞恼地甩了甩尾巴。凤仪，你懂什么？龙族的肉体强悍之处，岂是你所能想象？我只是不想与主计较。那下一次你一个人哦，我可不会帮忙。你不讲武德，斗嘴而已，怎么能这样？那你要不要帮忙？要。说这个字的时候，小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遭遇就会一败涂地。这情况完全和他龙族那强悍的肉体不符合，难道是太敏感了？小绿由于战绩太差，只好出口转移话题，我们还是先帮他把清理干净吧。涂山凤仪撇了撇嘴，两人一同施展清洁术，瞬间清理干净。多谢两位。如释重负的李圣母上泛的眼睛回归，把口水吞下后，说话的声音显得有些沙哑。屋外，曹孟德正坐在石桌边品茶，宋清英站在一旁，时刻准备泡茶。就这样坐了1刻钟左右，三人出来添了一张竹椅，围坐好。信息。曹孟德摊了摊手，李圣母连忙将收集到王朝伟信息的预检递了过去。神识一扫，大概信息和能调查到的都知道得清清楚楚。86岁，元婴中期，拥有跨小境界战斗能力，主修火属性功法，拥有兵籍幽燕，还有一门逃跑秘术。喜欢收集各种标本，尤其是同类异性，十分自信、自傲，善于动用背景势力。有2位女修追随者，修为皆是元婴巅峰，总是喜欢一个人对着戒指神神叨叨。目前刚刚尝试炼气，已经可以炼制出完美级别的凡气。还是个兽人控、福瑞控，最近获得一株5品级生魂草。看完预检中的信息，曹孟德觉得制作标本这个是真的恶心，如此邪修该杀。天赋也没多强
86岁了才元婴中期。嗨嗨，虽然他靠系统火属性的功法以及一朵煅烧火焰，这不更送菜了？唯一麻烦就是逃跑秘术，得先把空间给封闭再杀。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种变态居然还有2位女追随者，还都是元婴巅峰。估计都是变态。知道曹孟德看完里面的情况后，李圣母脸上闪过一丝厌恶。此人表面道貌岸然，实则内心阴暗。3年前我过去退婚时，他还想让家族的人帮他对随行的几位师妹下手。哦，曹孟德来了兴趣，掏出一把瓜子发了下去。详细说说。3年前过去退婚，随行的有2位师妹与长老，他居然让季伯对我们下手。要不是长老在，恐怕当时2位师妹就被他拿下，然后做成标本。除了兽人的标本外，他还特别喜欢各种脚与其他部位的标本，恶心至极。嗑了不少瓜子的宋清英倒吸一口凉气，小小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而涂山凤仪则眯起了眼睛，这种手段倒是让我想起了妖族那边已经被销毁的功法——雕刻附魔血法，一本级阴火属性功法。修炼此功法者，火焰威力会大增，随着熟练度和境界的提升，能同时驾驭60种不同的火焰。唯一的缺陷就是需要不断制作各种标本才能提供附魔产生作用。最开始这种欲望会持续在火属性灵根出众的修士身上，到后面只要是漂亮女修都想做成标本。原本还在专心嗑着瓜子的小绿吐了吐信子，主人，要不我找个机会把他嘎掉。曹孟德给他小小的蛇脑袋上起手，就是一个老爹专属敲击黑鸭，你可不能乱去，对方作为衡水门少门主角，对有护道者的。哎呦，知道了吗？主人再敲一下，有些舒服哎。看着小绿撒娇的样子，曹孟德无奈的又轻轻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对于他我自有安排，你们不要擅自做什么决定。这个变态可是个福瑞控。福瑞控是什么？涂山凤仪不解道。和喜欢兽人差不多，不过更喜欢没有彻底化为人形的，全身都是毛茸茸的，大概就这样。这么变态，恶心，畜生。4女皆是吐槽。一想到那个场景，人怎么能这样？至少要化形后生理结构一样才能下手啊。就是这样，所以都别急，我的实力打10个他轻轻松松。这场游戏要慢慢玩才有意思。他看向李圣母，挑战日期是什么时候？还有5个月，在清圣坊的演武场，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前。李圣母答道，按照约定，若他胜了就是他休我，要是我赢了，一切一笔勾销。说到这里，他炙热地盯着曹孟德，想知道是主帮他上场，还是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从而彻底击败王朝伟。我来吧。曹孟德轻抚他的发丝，对于气运之子的尿性他可是很清楚的，关键时刻可以爆发，要是一个不慎翻车了，那可就搞笑了。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我主请吩咐。李圣母立刻正色道，以你圣女的名义，在清圣坊举办一场以我为核心的炼丹挑战。炼丹挑战？李圣母有些疑惑，但很快反应过来，我主是想用炼丹挑战来引他过来。不错。曹孟德点了点头。按照信息上的记载，如果他足够自傲，就算不会炼丹，只要奖励可观，也会过来凑热闹。以炼丹为引，正好见一见他，不然他一直龟缩在衡水门里面，那可不好玩。而且情报中显示，他最近获得一株生魂草。李圣母眼睛一亮，我明白了，主是想拿出一件价值相当的物品当做奖励，挑战者也要拿出价值相当宝物，以此来比炼丹。聪明。曹孟德赞许的点头。你明天去安排吧，就说我在清圣坊中炼丹技术年轻一辈无人能敌，限立台1个月，6品之下所有炼丹师都能来挑战，只要胜出者就能获得2品玄阶破阴丹1枚，灵石300颗。破阴丹！李圣母惊呼出声，大吃一惊。这破阴丹可是能让金丹巅峰修士突破元婴时成功率提升30%的珍贵丹药，虽然在清圣坊这样的势力中比较常见，但大多都是2品黄阶或3品天阶的。2品玄阶即便在清圣坊这样的势力中，数量也是有限的。主，这会不会太贵重了？他有些迟疑地问，是真的不想把这个当彩头，感觉太浪费了。曹孟德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无妨，反正没人能赢走。他这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让在场众女都放下心来。也是夫君若是没有100%的信心，可不会这般。那我这就去安排。李圣母起身就要离开，却被曹孟德一把拉住。急什么？他坏笑着将人拉回怀中。物资还没清点完呢。李圣母顿时羞红了脸，小声道：可是物资已经塞满了，都没怎么消耗。没事，物资你可以多吃一些。曹孟德在他耳边低语几句，惹得李圣母耳红身软。主他娇嗔一声，却乖乖坐了回去。我去准备些茶点。宋清音说着起身准备离开，小绿也化为人形跟在身后。清音等一下，我来帮你。只有涂山凤仪倒是淡定，只是轻咳一声，本皇去监督他们。
对于他们的借口，曹孟德心知肚明，直接开口阻止：“你们走什么？今天晚上的修炼物资交付，你们一个都别想走。也不看看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这个境界，都得麻烦我费心费力的不断灌输混沌，帮你们提升，还不积极点？”曹孟德的话让吉女停下了动作，羞红了脸，却又无法反驳。他说的没错，自从跟随他以来，他们的修为确实突飞猛进，这都多亏了他的混沌精华。青音、小绿、小白，听到这呼唤，他们走了进去。这竹屋明天早上能不能存在都是个问题。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主上明天圣母还要去安排炼丹之事啊！别青音的储物袋已经装满了，物资太多了，不能再装了，再装袋子就要坏了。主上，别摸龙角，精华这些遭不住。杂鱼青龙这么快就扛不住了，都丢到本皇身上来了。主上看不到那么大个储物袋吗？放进去啊！这滑溜溜几乎透明的袜子穿上，有助于修炼。3日后，清圣坊中央广场，经过提前报备和说明宣传，一座高台拔地而起，围了一圈位置，装着2品玄阶破阴丹的玉瓶摆在最高处，不停地诱惑着附近的人。高台两侧竖着2面大旗，一面写着炼丹争锋，另一面则是圣方获宝。台下早已围满了清圣坊的弟子，会炼丹的、不会炼丹的，个个翘首以盼，或是等着看热闹。听说了吗？玉灵宗那位天骄要在此摆类比炼丹，胜者能得到破阴丹呢，就放在那上面。真的假的？那可是能让金丹突破元婴的成功率提升3成的丹啊！我宗比较常见，也才2成，这不得去试一试。议论声中，李圣母身走上台，他环视四周，清冷的声音传遍全场。今日前来拜访清圣坊的玉灵宗亲传弟子曹孟德道友在此立下挑战，凡6品以下炼丹师皆可上台挑战，胜者将获得破阴丹1枚，灵石300颗，仅1位名额，诸位感兴趣的道友可以准备了。话音刚落，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挑战者需以价值相当的宝物作为赌注。李圣母继续说道：“若无合适宝物，也可用等值灵石替代。”这时，一道清朗的声音从后方传来：“曹某不才，愿以丹会友，结交诸位。”众人回头，只见一名俊朗青年缓步而来。他身着一袭墨色长袍，腰间挂着一座古朴的小塔，全身上下散发着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气质。来者正是曹孟德，在他身后，宋青音跟着，涂山凤仪与小绿则盘踞在他2肩边，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那位玉灵宗天骄，好生俊朗。他肩上那狐狸、小蛇，莫非是2只灵宠？看来是又收服了一只妖兽，就是不知道这狐狸修为。骚丹，我一来就诱惑我，是不是早就想给我了？窃窃私语中，曹孟德已登上高台，他朝李圣母点头示意，后者会意，宣布道：“炼丹挑战，从现在开始，有意者可以登台挑战。”衡水门，少主，清圣坊那边传来消息，一名弟子急匆匆跑进大殿，将情报一五一十地说出来。王朝伟斜躺着，听着，脸色逐渐阴沉下来。好个曹孟德，竟敢在我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他猛地捏碎手中的玉竹标本杯子，眼里尽是疯狂的光芒。破阴丹倒是件不错的宝物，老爹给我的才2品黄阶，这一刻我要了。季伯，他高声唤道。老者出现在他身后，少主有何吩咐？准备一下，我要去会那个曹孟德。这，季伯有些迟疑。门主吩咐过，让少主近期不要离开宗门。哼！王朝伟冷哼一声，我爹那边我自会解释，区一个金丹修士也敢在我的地盘嚣张。对于这件事根本忍不了，受功法的影响，他完全把整个清圣坊当成自己的活体标本基地。他转身走进内室，丢下一句话：去告诉那小睡、小卒，随我一同前往清圣坊。是。季伯躬身退下。王朝伟来到一面铜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曹孟德，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要把你狠狠踩在脚下。他从怀中取出一枚漆黑的戒指。老师，这次可能需要您出手了。戒指微微闪烁，传出一道沙哑的声音：放心，区金丹翻不起什么浪花。清圣坊广场，台上的曹孟德已经连续击败了7位挑战者，每一位上台的炼丹师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比炼丹败下阵来。第8位，还有谁要挑战？李圣母的声音回荡在广场上，却无人应答。台下众人看向曹孟德的眼神已经充满敬畏，太强了。连炼丹师协会的7品炼丹师张三都败了，他炼丹能力好强，不管什么品级的都是天阶的爱，难怪敢摆下这样的擂台，果然有真本事。只有我觉得他更帅了吗？不行了，今天晚上就要定制一个一模一样的，还得是超大号。于是又这样不断有挑战者上台，
随后败了下来。第二天，就当众人以为又是重复明天的样子时，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本少主来会会你。”人群自动分开，只见一名锦衣青年带着2名蒙面女子缓步而来。他面容阴鸷，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王朝伟，有坊女惊呼出声。曹孟德眼睛微眯，打量着这位气运之子。王朝伟，气运之子，总机元9，胜于6，近期命运。于退婚挑战中击败李圣母，获得亲圣方部分补偿。半月后再次前往深渊猎杀各种类人生物，闯入深渊天道陨落场所，获得碎片等天道遗留物。近期机缘：亲圣方少量修行资源，深渊魔族小世界法则碎片2，破碎魔气若干，深渊魔域天道残躯，可捏面容。终于来了。曹孟德心中暗笑，表面却不动声色。道友也要来挑战炼丹？他故意问道。王朝伟冷哼一声：是又如何？不过你的彩头有点少，好像比不上我的东西。他拍了拍手，身后一名蒙面女子上前取出一个玉盒。听说胜者能得破阴丹，正好我这里有一株生魂草，价值略微高出一点点。打开玉盒，一株通体碧绿的小草静静躺在其中，散发着淡淡的精神波动。确实是生魂草。曹孟德眼睛一亮，原本只是想引他出来看看有什么机缘，没想到居然还把草拿出来了，这就不用他费尽心思去谋划喽。因为高一点，王朝伟突然话锋一转，所以我觉得你的彩头应该再多加一些。哦，多加一点。曹孟德挑眉，将他们3都加入用于平衡我多出来的。王朝伟阴冷一笑，伸手指着宋图律3人，当然这样你的彩头又多了，本少主大发慈悲的再加1000颗灵石。声音不大，但在一身修为的加持下，清晰地传入周围所有人耳中。先是一静，然后彻底炸锅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就是要把女人架上。这要是同意了，输了后可是要被做成标本的。这么重口，连妖兽都不放。才知道，宋清音脸色瞬间煞白，她修为最弱的对这一股恶意的抵抗最弱，而并没有化为人形涂山与小绿充满怒意地盯着王朝伟，恨不得直接咬死他。就连曹孟德脸上伪装的笑容也渐渐消失，声音冷了下来：可以是可以，但你那1000灵石配不上得换个条件。你说只要能做到，本少一定同意。王朝伟兴奋地说：把你娘他们当筹码押上如何？听到这话，原本就对老娘有非分之想并正在实施的王朝伟一脸的玩味瞬间消失，眼中杀意暴涨。曹孟德，你找死！他周身灵力翻涌，元婴中期的威压骤然释放，广场上修为较低的弟子顿时呼吸困难。怎么玩不起？曹孟德冷笑一声，用更嘲讽的话开始反击。我一说你娘就这样，怎么只许你提要求，不准我提？哦，哟，眼睛都红了，怎么了这么大喘气声音啊？面对压过来的气势，曹孟德没有任何动作，根本不受影响，反而一直用话语狠狠地扎他。你该不会是玩不起吧？我玩你个！怒骂一句，王朝伟直接冲了上来。有背景又如何？现在离宗门这么远，你一个金丹中期居然如此嚣张。金丹中期了，中期又如何？这么嚣张，要在这杀了你，事后玉灵宗可不会为了一位已经死掉的天才与衡水门交恶。看着冲上来的王朝伟，他的邪恶之笑又出现了。这可是你自己上来的，怪不了他。今天你的命可以留下，但二弟不行，放心，就是有点痛，习惯就好。思索间同时传音给李圣母3女，让他们不要上来帮忙，他得好好揍一揍这嚣张的小子。给我死！王朝伟怒吼一声，掌心出现一团幽蓝色冰极幽焰，火焰中夹杂着刺骨寒意，朝曹孟德猛然拍去。区区金丹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冰极幽焰所过之处，空气都被冻结，地面凝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围观的弟子纷纷后退，生怕被波及。然而面对这凶悍的一击，曹孟德却只是轻笑一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这，他抬手一挥，散发出一股浩瀚龙威，将这道冰焰彻底蒸发。面对这个小菜鸡，根本不打算用圣体，直接融化就行。现在的融化可不是普通地，而是融合了混沌的力量，其威力更上18层楼，也不会把衣服给爆掉。融化出来的龙角、龙尾、龙爪全都附着在表面。什么？王朝伟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冰极幽焰被轻易化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曹孟德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不对劲，化落身上的寒焰不断升腾，直接将自己罩起来，形成一个绝对防御。可惜没有起到作用。噗呲，龙爪轻松穿透护罩，刺入王朝伟腹部1寸，就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重击之下，他整个人攻成虾米状，被轰飞数十丈远，撞塌了广场边缘的石柱。噗！王朝伟喷出一口鲜血，眼中满是惊骇，身形接连闪避，
出现在远处。不可能，你明明只是金丹中期，为何速度力量这么大？龙尾轻轻摆动，曹孟德唰的一下消失不见，他才不想继续废话下去。见状，王朝伟脸色凝重，三面小旗浮现，环绕在周围，组成一道6品防御阵法，用来防御实力接近元婴的天才再好不过。同时，神识向周围扩散，寻找着对方的身影。可惜，曹孟德已经到达了他的下方，幻化出来的龙尾尖冲破了所有防御，狠狠地扎进后门中。啊啊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整个广场，他整个人像触电般弹起，脸色瞬间惨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防御阵法在龙尾面前形同虚设，那粗壮的龙尾直接贯穿了所有防御，精准地命中了他的要害。你，王朝伟痛苦地捂住臀部，没想到他居然也会背。收回龙尾，曹孟德一脸嫌弃地甩了甩，这么不经打，我还没用力呢。围观的众人目瞪口呆，有些女修甚至捂住了眼睛，却又忍不住从指缝中偷看。这也太狠了，学到了，以后专捅别人后门，直接爆局。这曹孟德也太凶残了，不愧是御林宗的天骄，连出手都这么精准，速度别致。王朝伟的2个追随者小卒，小睡急忙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他。少主，滚开！王朝伟一把推开他们，眼中燃烧着疯狂的怒火。他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枚漆黑的丹药，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曹孟德，今天你必须得死，谁也救不了你，我说的。随着丹药入腹，王朝伟的气息骤然暴涨，瞬间突破到了元婴后期。他的皮肤开始泛红，血管暴起，整个人看起来狰狞可怖。燃命丹！李圣母惊呼，果然是疯子，打不过就克命。随着他身上的气势不断飙升，刹那间整个广场的温度骤降，无数幽蓝色的冰晶在空中凝结，化作漫天冰刃向曹孟德席卷而去。可刚刚还有人的位置，现在已经只剩空气了。真是个傻蛋，我又不是木桩子，要站圆的被你揍。巨大的阴影笼罩在王朝伟头上，3人所处的位置空间直接被封锁住，完全无法动弹。抬起头，瞳孔中是一座巨大的灰白塔底，还有一声给我砸。看见少主即将面临危险，暗处的纪伯刚想插手，却发现全身都动弹不得，一股凉意瞬间笼罩全身，随后慢慢碎成灰，被风吹散。轰隆！震天动地的巨响中，丹塔重重砸落，这片地面都在剧烈震颤。广场上烟尘四起，碎石飞溅，围观的人群纷纷后退，有些修为较低的弟子甚至被冲击波掀翻在地。当烟尘散去，众人看清场中情形时，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王朝伟和他的2名追随者被死死压在塔底，只露出半个身子。王朝伟满脸是血，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而那2个蒙面女子已经昏死过去。而曹孟德手上正拿着一枚漆黑的戒指，里面的半部大成灵魂受到魂鞭的压制和欲无穷的气息，根本不敢动弹，被瞬间拿出来的魂幡吸入，又收了起来。你居然敢这样对本少，你完了，我爹可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曹孟德狠狠甩了一耳光。你爹就知道喊爹。曹孟德嫌弃地甩了甩手，这么大个人了，打架输了就喊爹，丢不丢人？我可没你这个不孝子。噗！王朝伟气得又喷出一口血，将吐了半口的血咽了下去，怒吼道：给本少上！2道身形完整、面容清晰可见的小元婴攻击袭来，正是小睡和小卒2女。他们并不是晕倒，而是在被压倒的那一瞬间，元婴离体，伺机偷袭。对此，曹孟德早有预料，左右2龙爪各抓住元婴小人。看着2女的元婴被曹孟德捏在掌心，他眼底终于浮现出惊恐之色。住手！你敢！他歇斯底里的嘶吼。然而话音未落，曹孟德五指猛然收拢，噗噗，2声轻响过后，晶莹剔透的小元婴在龙爪中炸开，化作点点灵光，消散于天地间。与此同时，被压在塔下的2具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腐朽，转眼间就化作了2具枯骨。小睡与小卒彻底魂飞魄散，肉身枯萎。不！王朝伟目眦欲裂，浑身剧烈颤抖起来。这2人不仅是他的左膀右臂，更是他这些年最得意的收藏品，也是数10万中长相与娘亲有8、9分相似的女子。现在居然就这么轻易的被毁掉了。纪伯，你怎么还不出来？你到底在干什么？他疯狂地嘶吼着，声音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慌乱。然而四周除了各方女私底下的交谈声外，没有任何回应。你还是太天真了，你有护道者，难道我就没有吗？曹孟德蹲下来，在他耳旁说下这句话，顺便把储物戒指摘了下来，轻松磨灭附着在上面的神识。在里面不仅找到生魂草，还有大量灵石、丹药，还有10几具栩栩如生的标本，全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水晶棺，里面封存着一位宫装美妇，容貌与王朝伟、
有7分相似。在他探查战利品的时候，王朝伟想上前爬，却一直动不了，被白灵本体狠狠地踩着，修为还被禁了。把戒指还给我，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只要他留给我就行，拜托拜托，只要你还给我，你就是我爹。王朝伟不停地说着。谁想当你爹？别恶心人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你娘吧？王朝伟闻言，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要是被爆了出来，老爹绝对会把他给撕了。结合之前的机缘，再加上储物戒指中被保存完好的人，曹孟德大概知道王朝伟要干啥了，所以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机。不过敢惦记他女人，先割以永志，再为娘们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储物戒指中的物品除了那个女人全部移走，这破戒指还回去。龙爪一抬，先是将她打晕，一化一块肉直接掉入混沌之火中，1秒钟都没有，直接消成了虚无。然后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颗娘们丹，喂入王朝伟口中，再助其消化。在其他人都看不见的塔下，王朝伟的身体正在发生不为人知的变化，喉结消失，脖子变得半圆润光滑，胸膛隆起，平整的2D缩了回去，变为2美。除此之外，腰肢皮肤声音并没有彻底娘化。等这一切都做完后，曹孟德才风度翩翩地站起，将小塔收好，重新回到擂台上。诸位，咱们的挑战继续。而王朝伟那只站着一个人，就是他爹。其实在发现季伯死亡后就过来了，只不过根本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废话，他刚到背后就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回头一看，被拍的地方只剩骨头了，骨头上面还被绑了10个结。那一刻开始，王者知道自己栽了，对方在警告他不能干预，否则死。还好交手的小贝知道深浅，只是将朝伟的手下杀了，并没有动他唯一的崽。结果他上前一看，愣在了这里，这是他儿子。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少女，一时间竟不敢相信。可这熟悉的服饰，身上熟悉的气息，还有这张和亡妻有着几分相似的脸，是儿子没错啊。现在怎么变成女的了？他神识疯狂探查，这一探不要紧，王者整个人如遭雷击，怎么会是女的呢？生儿育女，不对劲，肯定是那小贝搞的鬼。心中怒意不断升腾，可想到背后站着的人，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门内2位老祖必死关，飞衡水门生死存亡大事不得打扰，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资格反抗。深深地看了一眼曹孟德，将样貌和气息记下，王者抱着他的女儿迅速地离开。他得抓紧时间，说不定门内供奉或者长老有办法可以救治。这个炼丹挑战擂台的目的已经到达，继续守了2天就撤去了。不过发生的事情以极快的速度向整片大陆传开。北国日报震惊，玉灵宗一弟子竟以金丹实力重创元婴中7衡水门少门主。陈国惊报，衡水门后继无人，少门主被金丹修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其他国家和势力信息传递与外界势力的注视不同，曹孟德这里可谓过的是十分痛苦。哎呀，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哎呀，尾巴怎么露出来了？涂山凤仪这样说着，完全不躲避，被抓住遭遇狠狠的教导，让小绿、宋清音与李圣母都无语了。说好了封印无感，不用神识，玩捉迷藏，谁被抓到就要接受单独教育一番。可这只狐狸精已经是第20次被抓了，先前被抓住的原因也是破绽百出，不是尾巴太多了藏不住，就是封印的无感。可他身上还有一股体香，还有悄咪咪狐狸叫，演都不演了，是吧？于是单独针对涂山凤仪的防守反击开始了，由宋清音开始带头冲锋，一举占领山头，小绿与李圣母策应随时支援。这可就让曹孟德参与感满满，每次都满载而入，空桶而回。第99章拿下玉无穷魂体攻略，宁九彩第1部。灵魂识海中，自从上次一番掐架后，一人一灵反倒是能坐在一起共同观赏文学作品。现在2个人正共同看着傲娇师尊的堕落之路这异彩绘本。哇，这里面的师尊简直和大主人描写的一模一样，都大还很嘴硬，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酷御教。白灵你啰嗦了，要是喜欢你上啊。大主人，这可是你说的，自从融合那滴血后，我可是对小主人的身体向往不已。哎嘿嘿，被对了一句，白灵直接应了下来。至于刚刚接触彩曼没多久，大主人肯定是搞不清楚感情之间的事情，陪伴这么久，他太清楚了。一个劲的宅在洞府里面炼丹，前面3个弟子都是女的，哪有机会接触男的？将书合上，玉无穷顺手拿起下一本，不看了。他贪图美色，你居然贪图男色，我真是看错你了。大主人，你同意不就行了？到时候监督他，鞭策他，把他培养成最满意的状态。白灵依旧笑嘻嘻的，哼，会听我的。就前段时间让为师帮他震慑了1半部大成残魂，到现在都没见人影。化落玉无穷魂体被人从身后突然抱了起来，
师尊，弟子这不是来了吗？曹孟德的声音突然在识海中响起，吓得玉无穷手一抖，彩绘本啪嗒掉在地上。早就发现的白灵立刻化作流光溜走，临走还不忘丢下一句：大主人加油，我看好你们哦。逆徒松开为师。惊慌下，玉无穷魂体挣扎一番，没有效果，反倒是曹孟德把这蹲下捡起地上的书，瞥见书明先 M 的修行5个大字，咧嘴一笑：师尊喜欢这个调调吗？徒儿可以叫。闭嘴！玉无穷抬手直接堵住他嘴，却一不小心魂指直接戳进了嘴中，魂体就像应激的猫和老鼠一样，全身上下起了一阵魂刺，走了一波，魂体高操了。简而言之，就是看了太多磁机的东西，灵魂的一些已经到了临界点，只需要稍微破开闸口，洪水就会全部涌出来，而玉无穷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仅仅影响到魂指，原本明亮的魂眼暗淡无神，坚硬凝实魂体更是瘫喽。趁着这个机会，曹孟德说了一些更抚人心的话：师尊不是想徒儿吗？徒儿这就来了。胡说，本圣没有想，那是……侧着头话未说完就被封住。他瞪大眼睛，原本还没有退下的缓缓再次积累起来，背身的玉无穷魂体几乎要烧起来，由于背对着挣扎无效，只好任由着徒儿胡闹了。看着嘴巴上依旧十分强硬，但行动和魂体却十分诚实的大主人，白灵撇了撇嘴，还说自己不喜欢，碰一下就这个模样了。你逆徒，住口！玉无穷的声音断断续续，魂体没有任何反抗，说的话中想维持师尊的威严，可曹孟德的动作已经停了下来，完全是他自己偏着脑袋，甚至连舌头都来了。得到允许，知道今天就可以拿，曹孟德一把咬住，含糊笑道：师尊这么主动，真是徒儿开心啊。白灵，逆徒不管一下他，师尊才是主菜，应不能进行访客登录啊。你孽徒！师尊，你的灵魂现在已经彻底属于我了。躲在角落的白灵原本的大眼睛瞪得更大，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这是把着？哦吼吼，一模一样哎。他迅速找出一本彩漫对比，唯一有瑕疵的就是彩漫上的比较瘦弱。孽徒啊！师尊，不出意外很快就能恢复肉身了，材料都已经收集好2株了。孽徒、逆徒、混账！你去教他炼丹吧。为师同意了。便宜二师尊在一炷香后彻底败北，整个魂体接受太多灵魂力，彻底混乱。而安抚过后，曹孟德便将目光投向了理论大师白灵。随着他的靠近，白灵将脑袋埋进了双腿之中。怎么，不是说要拿下我吗？怎么来了都不敢看我？没有回应，可埋着头的白灵却蹲着悄咪咪的移动，直接被曹孟德捕获。你这个大功臣可不能离开，作为主人，我可是要好好奖励奖励白灵哦。等等，大主人还在旁边呢。白灵被高高提起来，小脸涨得通红，脚尖在还差3厘米就能碰到地了，可惜没碰到，只能乱扑腾。把不安分的气灵转过来，发现他正用彩绘本死死挡着脸，书背后露出2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不是向往不已吗？哼！白灵突然把书本往下一拉，露出张牙舞爪的表情。我才不会像某个嘴硬的师尊那样。话没说完就被捏住了脸蛋。曹孟德凑近他耳边，正好师尊不省人事了，你本体那么坚硬，咱们实践一下你珍藏的那些，应该撑得住吧？不行，又不是和本体来，会死灵的，本器灵会死的。小主人白灵错了，呸！大主人能不能温柔一点？白灵整个灵体像烧开的茶壶般冒出丝丝白气。说完，他手忙脚乱地拿出其他彩绘本，至少要按照106页的流程。行了，既然同意，就先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有事。说完，曹孟德就出去了。外面竹屋里，宁九彩分身就坐在一旁，前面还摆着他的丹炉。他看见曹孟德睁开眼睛，四周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玉无穷的身影。师妹，师尊正在恢复灵魂，需要尽量减少外出，所以教导你炼丹的这个重任交给我了。这一下，他古井无波的脸蛋上终于出现了情绪波动，充满了疑惑。若是没记错的话，师兄好像才7品，这怎么教他一个2品？师尊这样说的。可是你才7品，怎么教？对此，曹孟德可是一点都不虚，要亲自上手可能不行，但他被灌溉了丰富的理论经验，发现群众的错误点还是可以的。可别小瞧我。曹孟德笑眯眯地拍了拍丹炉，虽然我炼丹品阶不高，但理论知识可是师尊灌输了全部经验，看一些错误还是没问题。宁九彩将信将疑地看着他，那先看看我这炉丹药的问题。他说着掀开丹炉，一股焦糊味顿时弥漫开来。而为了方便查看丹炉情况，曹孟德不要脸的直接靠着宁九彩，看到对方没有反应，直接上手拉住。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火候控制的不对。他直接打断，引出自己的话题，右手不松开，左手开始指点，吸引对方注意力。二品玄阶魔杖丹讲究的是3转9炼，这一看就是前3转没有把控好时间。感受我右手产生丹火的时间把控，温度和速度以我的修为目前无法展现，但你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把控。这话让宁九彩将注意力集中在温暖的左手，刚开始还好，在尝试着火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脸上终究是挂上了一些不自然。他的火在压制威力的情况下，居然被曹孟德的火给吞了，而且握得越久，怎么感觉他的手这么烫？对待大成期的强者还是得谨慎些，得一步步引诱，最好在绝对的优势下一路猛攻拿下。曹孟德只是教了一些小动作，就没有了其他多余动作，这朵花得一口一口的慢慢吃，才能让清冷平静的面容变得潮红。被曹孟德握住手腕，他意识到后本想挣脱，但感受到他掌心传来的丹火节奏，不由怔住了。丹火操控确实精准，每一丝温度的变化都恰到好处，虽然修为不足，无法完全模拟2品丹药的炼制，但节奏把控却近乎完美。如此天赋，他平眉微皱，师尊居然教了你那么多，真重视啊。当然，曹孟德面不改色，握着的手感觉到对方并没有挣脱和反感，直接变成十指相扣，但面上说话的语气一本正经。师尊说了，炼丹最重要的是意，而非单纯的力与巧。你的问题不在控火技巧，而在于节奏感的意境。沉默片刻，仿佛在思考属于他的意境。过了会儿，忽然道：那能示范一次完整的意境吗？示范，这让他直接想到了一个套路。可以说他有意境，但是以他的修为完全施展不出来，要是操作的话，需要有他的修为加持才能彻底展现出来，而这种帮助需要亲密接触。姐，好话呀，我的意境可以示范，只是说到这，曹孟德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等着对方的反问。宁九彩也没有让他失望，对于炼丹技术的提升，他还是很认真的。难道就连大师级丹道意境都不行？只是什么？师兄我修为不够，展现出来的丹意意境不够深，这就需要师妹的帮助。如何帮助？宁九彩微微侧手，清冷眸子中闪过一丝疑惑。曹孟德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故作严肃道：需要修为借我一用，共同操控丹火，只是这方法需要肢体接触颇为亲密。他故意停顿片刻，观察着宁九彩的反应。只见他眼睛转了又转，似在权衡，片刻后淡然道：无妨，为求丹道，这些小节不必在意。那得罪了。计谋得逞，曹孟德心中暗喜，一副自己吃亏的模样。站到宁九彩身后，双手轻轻环过他的腰际，附在他操控丹火的双手上。不用管我，借我修为，你感受这股丹意。被环抱着的宁九彩身子微微一僵，但很快恢复平静。他能感受到背后传来的温度，以及耳边若有若无的呼吸。这种亲密的接触让他有些不自在，但为了丹道，他强自忍耐。注意意的变化。曹孟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温热的气息直直地扑向耳垂，让宁九彩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显然耳朵正是他的敏感之处。丹炉中的火焰随着周围的提高，逐渐演化出周天星辰、3元4象28宿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象7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个出现。惊讶地看着周围的场景，宁九彩没有管，依旧环着腰间的手，开始沉下心来慢慢感悟。星辰意境如此之多，不错，每一种有独特的作用。没有被阻止，曹孟德手就慢慢磨蹭了一点，借机又贴近了几分，几乎是将他整个人环在怀中。丹道如人，亦如星辰，有呼吸，有节奏，可感受到了。专注地感受着火焰的变化，他不知不觉间身体也逐渐放松，靠在了曹孟德怀中。就在这暧昧的气氛中，曹孟德忽然察觉到不对劲，他的手都快摸到山峰上去了，怎么宁九彩还没任何反应？低头看去，发现对方耳根不知何时已染上一抹绯红，可神情依旧专注，仿佛完全沉浸在丹道意境之中，对外界的一切浑然不觉。他故意将下巴轻轻搁在他肩膀上，低声道：可曾感受到星辰流转的韵律？青龙七宿的火候变化确实精妙。那这样呢？曹孟德忽然引动朱雀七宿的丹火，炉中火焰骤然化作一只展翅朱雀。啊！宁九彩轻呼一声，往后一仰，正好完全贴入曹孟德怀中。别动！抓住机会的他收紧手臂，开始得寸进尺。朱雀主火，最忌分心，若此刻乱了心神，宗师意境感悟就会失效。闻言，他只得僵着身子继续维持丹火。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心跳，以及腰间那只不安分的手正悄悄上移。你的手好像有些得寸进尺。被警告后，手僵住了，可宁九彩居然没有推开。以对方这一路护道的情况，肯定是知道他有多少女人的，没有推开就代表有机会。
停止下来后，依旧没有离怀，只是在感悟中动来动去，让兄弟有些难受。最后，整个人直接转了个身，变成面对面贴在他怀里，还张开了双眼，四目相对，呼吸可闻。宁九彩清冷的眼睛微微失神，红唇微张，似乎想说什么。这么靠近，曹孟德哪会放过这个机会，低头就吻了上去。宁九彩瞪大眼睛，刚刚凝聚出来的周天星辰宗师丹翼瞬间破碎开来。他下意识要推开，却被曹孟德扣住后脑，加深了这个吻。刚想动修为镇压，却发现这个吻居然诞生了些许宗师级丹翼，这就很纠结了，到底是推开还是深入，然后感悟。好在不用他纠结了，在感知中，竹屋外除了3人外，又过来了一个人。赶来的正是伪装好的姬兰。作为老祖宁九彩，自然不能让他看见自己分身的糗态，狠狠给冒犯自己的家伙腰子上拧一下，分身瞬间消失，撕腰间瞬间传来疼痛。曹孟德大吸一口香气，谋杀亲夫啊！竹门随即被推开。夫君，你和谁在里面打得如此火热？姬兰走了进来。兰儿你怎么来了？准备要突破炼虚了，估计要一段时间，所以想过来最后品尝品尝你。那就希望姬兰宗主撑得住哦，不要几个时辰就不行了。夫君可别小瞧人，这次定要狠狠教训你，教训你。话音未落，他指尖轻挑，一道静止瞬间笼罩竹屋，将内外隔绝。曹孟德见状，丝毫不惧，看来兰儿是有备而来啊。那是自然。姬兰莲步轻移来到他身前，玉手抚上他的胸膛，不然怎么教训不听话的夫君？这才几日不见，又多了几位姐妹，当真是精力旺盛啊。夫君不将储存物资全部交出来，妾身可不打算走哦。哼，就怕你戒指装不下，到时候还要求饶。哀叹终于主角拿下杂鱼夫君了。姬兰说完这句话，直接昏了过去，陷入了深层次睡眠。而原本装作不堪重负彻底失败的曹孟德瞬间恢复坐起来，真的是太疯狂了，不装作失败一次居然不停，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衣服都换了个色。第3天，曹孟德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不在竹屋中，位置完全换了，他的眼睛被蒙上，全身被捆住，一身修为神识感知被封印，只剩最基础的五感。难道是他爹王者下的手？不对啊，宁九彩还在，怎么可能让他得手？难道昨天亲了一下直接气跑了？根本没有想多久，吸了几口气，闻到一股熟悉又陌生的香味，是昨天的香味。要是自己的女人肯定非常熟悉，感觉有些陌生，就证明接触不是很多。这些天接触较少的女帝只有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真相只有一个，闻香识女人，她是宁九彩。她绑我过来干啥？总不会因为昨天亲了她一下，今天就要把我活埋了吧？事实证明，还是曹孟德想多了。宁九彩悬空坐在一旁，露着小腿晃啊晃。昨天和这臭小子亲那一下，居然会产生丹翼，可惜最后被姬兰打扰了，要不然继续下去，说不定就能让他大师级丹翼迈出关键一步，进入宗师。为了验证还会不会产生丹翼，他等姬兰离开后，直接绑了过来。看着黑布下那红唇，宁九彩沉寂了不知多久的心又开始跳起来。罢了，就当实验一次，大概不可能猜出他是谁。站到曹孟德面前，低下头抿了抿唇，心一狠，闭上眼睛，直接印上去。在接触到的一瞬间，鞋中的脚趾狠狠地蜷缩抓底，一股触电感妈妈痒痒的席卷全身。虽然被蒙着眼，但唇上柔软的触感让曹孟德瞬间确认了对方的身份，于是便故意装作惊慌的样子，含糊不清地嗯了几声，身体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察觉到他的反应，宁九彩立刻退开，清冷的嗓音故作低沉：“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对此，曹孟德心中暗笑，这伪装也太不走心了。他装作害怕地点头：“前辈饶命，我什么都听您的。”宁九彩满意的嗯了一声，再次靠近。这次他胆子大了些，双手捧住他的脸，认真的吻了上去。果然，那种奇妙的丹翼又出现了，他心中惊喜，更加投入的探索起来。可是，这股丹翼居然仅散发了这一种层次，只能帮助前进一些。难道要更过分一些？想用射头撬开牙齿，更进一步好尝试尝试。可这生涩的动作让曹有些想笑，配合着松开牙关，开始应付。尝了尝味道，确认是宁老祖，这才下嘴咬了一下。在感悟着丹翼的宁九才只感觉一阵瘙痒，感悟瞬间被破坏了，气得牙痒痒的，一把将曹孟德推倒，抬起手对着屁股一顿打：“让你多嘴，让你多嘴！宁师妹，你打我做什么？”曹孟德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戏谑。宁九彩的手顿时僵在了半空中，整个人一动不动。他怎么认出我的？我不都封印神识、封印修为了？靠，不能承认！要是承认了，我老祖的面子往哪个？平时顶多在师尊面前叫他一声师兄，剩下的时候都直接叫名字，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现在绑过来了，
做如此亲密的行为，居然还被认出来了。划一下，宁九彩撕裂空间直接跑了，把曹孟德遗忘在屋子里，甚至忘了解封。等一会儿，没听到任何动静的曹孟德暗道坏了，该不会跑了吧？不是你走就算了，不给我解封一下？全身被羞耻的捆着，直到宁九彩记起来忘了解绑，才得以重回李圣母那。幸亏他消失的时间只过去了半天，他没有偏离王朝伟的主线，躺在床上抱着女人，嘴里和他们聊着，内心里时则在记小本本，只要抓住机会，一定让宁九彩跪着叫他爸爸，不光叫这2个字，还要一脸幸福。居然敢打我屁股！视线往前移4天，王者抱着昏迷的女儿，原王朝伟踏入衡水门时，守门弟子险些没认出来怀中之人是少门主，直到感受到门主身上那滔天的怒意，才慌忙让开道路。明6中，召集所有长老供奉。立刻，王者声音嘶哑，抱着女儿的手都在发抖。当当当，6声镇魂钟响彻云霄，这是衡水门召集所有长老和供奉义士的钟声。不过半炷香时间，在门内的12位元婴长老、4位化神供奉长老齐聚议事大殿。宗主，这是……大长老王岩看到王者怀中少女时摸不着头脑，这个女的怎么穿着王朝伟的少门主服装？都看看。王者将稳定好伤势的女儿放在桌子上，声音里带着压抑到极致的暴怒。我儿朝伟被歹人用了邪术，诸位供奉长老看一看有没有恢复男儿身的办法。药堂首座第一个上前探查，当他的灵力扫过少女经脉时，苍老的面皮猛地抽搐，阴阳逆转，根性重塑。这说人话。王者一掌拍碎了屋顶。公子，不，现在该称小姐了。药堂首座硬着头皮道，整个身体构造都已经被改成了女性，没有保留丝毫男性特征，这等法子根本无解，除非……听到这里，执法长老突然暴起，门主是哪些歹人干的？老夫这就带人平了他们的山门，收一收你的暴躁脾气。王者听到还有解决的法子，心情好了许多。李堂主说一下，除非什么？我们炼丹古籍中记载，万年前和深渊魔域中有邪恶炼丹师，他们炼制了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丹，其中就有爷们丹和娘们丹，作用就是转换性别。而刚醒不久的王朝伟听到性别转换、深渊魔域、爷们丹、娘们丹，还是一头雾水，直到他们说起自己已经成女的了，略微感知了一下二弟，没了，顿时两眼一黑，接受不了，又晕了过去。这些邪恶炼丹师在万年前就已经被丹圣赶尽杀绝，没有任何遗留。这么说，我王者现在是生儿育女了？李堂主沉默了下来，作为3品天阶炼丹师，他没有办法解决，除非获得特殊的宝物。可是最快开启的秘境也要等到半年后，还限定元婴期及以下才能进去，有没有都不一定。曹孟德，你最好祈祷那位一直跟着你，不然我必杀你。是他害的少门主，什么人从来都没听过，在哪里？盟主告诉我，我去把他抓过来。莽夫，咱们都不可轻举妄动，他背后有一位顶尖强者罩着，得等待机会。说着，王者看了一眼儿子，大手一挥，将其转移回住所。他身上的变化需要点时间接受。昏迷了许久的王朝伟终于苏醒过来，大脑迟钝地开始反应二弟消失的痛苦。他下意识想武当，却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摸到。原来在大厅听到的话都是真的。少门主，您醒了。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床边传来，过来伺候这位只感觉自己命不久矣。王朝伟猛地转头，看到一个穿着翠绿衣裙的陌生侍女正端着药碗站在床边。他张嘴想呵斥，却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是一种陌生清脆中带着粗犷的男声。滚出去！嘴巴又张了几回，最终他尖叫道，声音在房内不断回荡，显得更加清晰。侍女吓得一哆嗦，药碗差点脱手。门主吩咐，您醒来就要喝药，还有这些可能有帮助的丹药也要吃。我说滚出去！王朝伟大吼一声，抬手就准备杀掉这侍女，可是女早就放下药碗退出房间。这下方便检查自身的情况，他伸手就是武当，摸了摸，没有碰到心中的期望，反而是摸到了青春兜，挺了挺胸膛，规模还不小，带起一阵晃动，让人感到颇为不适。然后就傻眼地坐着，连续待了好几个时辰，终于回过神来，眼神清晰了许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让王者不出所料，捧起自己的脚嗅了嗅，尝了尝，随后开始衡量身体各地方的尺寸。好，这才是我的好儿子，没有因为变成女的就丧失斗志。看完全程后，王者弯了弯腰，转身去找女人。而室内的王朝伟给自己做出一身合身的衣服后，检查储物戒指，看见里面母亲的尸体依旧在，欢喜异常，直接取了出来，打开冰棺盖，仔细端详着。娘，等着我，就算变成了女人，依旧改变不了朝伟对你的爱。那些保存材料没了，我还能再去深渊魔域找，
可你要是没了，就真的没了。他轻轻抚摸着母亲的脸庞，脸上尽是病态的笑，看着一旁镜子上自己与母亲达到9分相似的脸庞，嘴角的勾直接裂到了耳后根。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这种场景已经连续出现了7年，得亏王者发现，不然父慈女孝的名场面将会提前发生。亲生儿子居然盗母亲的墓，还将尸体偷走。这回他憋在衡水门中一直待了半个月，才慢腾腾的出门接了任务，前往深渊魔域。对于这个情况早就知道的曹孟德，直接通过圣母从清圣方接了任务，一直守在2宗深渊交接处的入口。终于在半个月满后，王朝伟姗姗来迟。清圣方与衡水门深渊魔域入口处，斜倚在一棵枯树上，混迹在等待组队的修士群中，玩转着手上缩小版的万魂幡，审问着戒指残魂，教了心法，告诉了王朝伟大陆哪些地方有炼气锤法，最主要的是说了一些复活他妈的办法。得知这个信息就好办了，反正现在没人能认出自己。看着远处一道纤细身影正缓步而来，终于来了。曹孟德眯起眼睛，望着与半月前完全不一样的人。现在或许该叫王朝威更合适，他穿着一袭素白长裙，腰间系着一条冰蓝色丝带，那张原本阴鸷的脸如今清丽绝伦，只是眉宇间依旧带着挥之不去的戾气。曹孟德，此生我必杀你，杀不了你我就诱惑你，让你爱上我，得到你的孩子给你做局，折磨你这一辈子。以上想法就是王朝伟内心真实的写真照，他准备复活母亲之后就付诸行动。现在的姿色可是所有标本都比不上的，除了母亲裴仙姿外无人可敌啊！哈哈，王朝伟癫狂一笑，你把我变成女的，肯定想不到我现在的样子，到时候将你狠狠踩在脚下，看你对本少主欲罢不能的模样。哈哈哈哈！内心一阵意外，让他眼睛越来越亮，仿佛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要不是他身上浓郁的气运之力，这番行为和 BT 的思想真是比反派还反派。在经过的一瞬间，看到那群人眼前放光的盯着自己，王朝伟更加得意，冷哼一声，踏入深渊魔域传送门。等待许久，曹孟德立马跟上，刚起身就听到身后几个散修的嘲笑：“喂，那小子急吼吼的跟进去，该不会是想对刚才那美人下手吧？”满脸横肉的壮汉咧嘴，露出猥琐的笑容：“嘿嘿，看他那猴急样，估计是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修，想进去捡尸尝尝鲜。”有瘦高个修士附和道：“得了吧，就他那女身上的穿着一看就是衡水门的弟子，他敢碰，怕不是找死？”另一个尖嘴猴腮的修士嗤笑。完完整整的听到这些话，曹孟德脚步一顿，缓缓回头：“咋的？不服啊？比划比划。就是你个毛头小子，打听打听我们狂沙帮，别被吓尿了。”呵呵。曹孟德吐出这2个字，手中的万魂幡一抬，黑雾翻涌，数百冤魂尖啸而出，瞬间笼罩住那几名修士啊！邪修！壮汉刚想反抗，魂魄已被硬生生扯出肉身，被万魂幡吞噬殆尽。瘦高个修士惊恐后退，却没有任何作用，被带走。整个散修组队的林子一息间直接空了，数百位筑基散修根本毫无反抗之力，十分自愿变成万魂幡中的一员。狂沙帮嘛，放心，出来后一定去一趟，把你们的帮主和其他成员一起送进来。狂沙帮帮主，怎么感觉一股寒意笼罩全身？将任务出示，有人一前一后的进入深渊魔域清圣方衡水门镇守区。曹孟德经验丰富的跟在身后。这一回需要前往的是深渊中层，比边缘更靠内一些，需要经过边缘区域、外层区域。这个区域的魔族大部分成年后就会有金丹的实力，其中血脉纯度较高的会突破到元婴。在王朝伟身后，看着他夸张的扭着臀，曹孟德只感觉一阵恶心，怎么把他变成女的后，好像释放了本性。一路上，这人似乎对自己的新身份适应的异常迅速，甚至有些享受。他时不时停下来，对着路边的水洼整理发髻，或是故意放慢脚步，让裙摆随风轻扬。每当有魔族靠近，他都粗狂夹杂着尖阴的声音惊呼：“哎呀，好可怕！”然后慌乱的施展术法，将魔族斩杀。那姿态，那神情，不听声音的话，活脱脱一个矫揉造作的绿茶。跟在后面看着这一切，他嘴角抽搐，胃里翻江倒海。这家伙该不会很早之前就想变成女的吧？要是不是，这接受程度也太高了。忽然，前方的王朝伟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对着空气道：“这位道友躲躲藏藏的，不敢露面，莫非是对本少有意？”远处要不是早就发现树上有人，曹孟德还以为是自己被发现了呢。话音一落，王朝伟前面的树顶一阵晃动，跳下来2位身穿黑衣的男子。嘿嘿，小娘子好敏锐的感知。为首的黑衣男子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淫邪的光芒。衡水门的女修果然名不虚传，这身段，这脸蛋，这腿绝对会很滋润。面对2人，王朝伟故作惊慌的后退一步，双手护在胸前，声音颤抖：“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衡水门弟子，你们不怕被清算？清算？另一名黑衣人哈哈大笑，爽过后把你杀了不就行了？小娘子，不要反抗哦，哥哥会让你舒服的。随着两人的逼近，他眼眶微红，低下头拿出一把匕首。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动手了。动手啊？看你这娇娇嫩嫩的样子，恐怕是第一次来深渊魔域吧？我最喜欢你这种了。黑衣人狞笑着逼近。就在两人即将碰到王朝伟的瞬间，他的表情骤然一变，嘴角勾起诡异笑容。既然你们这么想碰我，那就永远留下来吧。话音刚落，王朝伟猛然抬腿，一柄细长的斜尖剑携带着寒焰，瞬间穿透了两位黑衣人的裆部。才助机修为胆子就这么大，你们俩死得真不冤啊！说着，鞋子往上一跳，踢倒两人。不等他俩痛苦的挣扎，王朝伟元婴中期的威压一出，两人完全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走近，抬起脚用鞋跟对着二弟狠狠地踩了下去，不停地碾压，发出吱吱声，鲜血不停地涌出，混杂着些许黄白。真没意思。王朝伟甩了甩鞋上的白血珠，一脸嫌弃，就这点本事也敢学人劫色。他蹲下身，直接精神力震死两人，熟练地摸到储物袋看了一下，眼睛瞬间亮了起来。随后指尖燃起一缕幽蓝火焰，将尸体烧成灰烬。不过这具身体还真是好用呢。王朝伟低头看了看自己白皙的手掌，轻声笑道：男人啊，果然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蠢货。他现在非常确定，王朝伟这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变态。解决完两个黑衣人后，王朝伟继续前进。这一次他不再刻意扭捏作态，迅速地朝着外层赶去。整片区域跨度之大，足有3万里，非常消磨时间。刚刚从那两人的袋子里面，除了一些垃圾外，获得了最关键的隐藏地图，上面标注着中层未被发现的绿皮魔族聚集地，正好要过去重新收集复活的基础材料。有了聚集地，他们会储藏不少，就不用去寻找躲藏着的魔物。至于深渊魔族的大城市，他才不会傻兮兮的过去送死。就这样，王朝伟一路疾行，朝着中层区域进发，身后始终跟着一棵小草或者一块石头，不眠不休，谨慎赶路。3日后，王朝伟终于抵达了地图上标注的绿皮魔族聚集地，是一片被黑色荆棘包围的洼地，空气中弥漫着腐朽与血腥的气息，还有不少人类或其他魔族的脑壳被吊在树枝上。终于到了，王朝伟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神识一扫，发现只有一只元婴中期的老绿皮，剩下的就是2只金丹，其余都是筑基。这股神识波动自然被老绿皮察觉到了，他熟练地放出自己的气势，嗷道：人类，你找死！然而这一回没有如前些年一样被气势给震慑退走，反而抗衡住了。他浑浊的眼睛中闪过疑惑，拿着白骨杖从树皮帐篷里出来，看到的是人类女修，特别是在修为样貌，直接让老绿皮兴奋起来。绝妙，绝妙，绝妙的育儿体啊！老绿皮激动得浑身颤抖，白骨杖在地上重重一顿。皮神赐福，皮神赐福啊！奖励我等如此优良的母体，感谢皮神。这样祷告了一段，然后老绿皮仿佛变了一个魔，全身褶皱的皮肤，浑浊的眼珠子全都消失不见，整个魔变得年轻无比。皮肤泛起诡异的翠绿色光泽，肌肉虬结，连手中的白骨杖都镀上了一层幽绿的荧光。人类，成为我族的母体吧！他发出沙哑的嘶吼，周围的绿皮魔族纷纷从藏身处涌出，将王朝伟团团围住。对此，王朝伟却丝毫不慌，反而掩嘴发出雄厚响笑：哎呀，这么多绿皮啊，有些不够打呀！话音未落，他突然抬手，一道幽蓝火线瞬间洞穿了最近的60只筑基期绿皮，那火焰如同活物般在他们体内窜动，转眼间就将他们烧成焦黑的骨架。不过嘛，他甩了甩手指，眼中寒光乍现：想碰本少，你们先活下来再说。老绿皮大怒，白骨杖猛地砸向地面，霎时间无数荆棘从地下窜出，如同毒蛇般朝王朝伟缠绕而去。同时他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股腥臭的绿色毒物。王朝伟身形一闪，跃至半空，周身浮现出数十朵幽蓝火莲，旋转着朝四周旋转扩张。火莲所过之处，荆棘化为灰烬，毒物被焚烧殆尽。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老绿皮身后，修长玉指如刀，直插其后心。老绿皮仓促转身，白骨杖横挡，当的一声脆响，骨杖承受不住侵蚀破碎开来。远处观战的曹孟德无动于衷，等跟着一起进入深渊天道陨落的空间后，让王朝伟怀上魔族绿皮的孩子再被衡水门一众发现，他们是该清理门户还是掩盖丑闻？结！激战过后，王朝伟成功将这小规模的绿皮聚集地全部屠杀干净，各种方法寻找了一会儿，只发现了好几个空的仓库，什么东西都没有。操，这绿皮也太穷了吧，连根毛都没有，
果然死得不冤，居然敢耍本少。王朝伟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实际上里面的物资此刻全都躺在曹孟德的储物戒指中，趁着打架的空档悄咪咪地过来，把4个仓库里面的物资全部薅走了。拿出地图，他朝着下一个聚集点赶去。按照地图上所标注的，这个点是花魔族的一处聚落。想到花魔族，王朝伟就一阵口干舌燥。他的标本中可没有多少花魔，这一趟正好可以收集不少。花魔族由花朵沾染深渊魔域死亡的天道气息而形成的，战斗力低下，人形的身体中却拥有植物的作用，同时还具备肉体的柔软和润滑，是深渊魔域8大顶级星气魔族之一。尤其是花魔的兔兔和 GRGL 配合着植物的纹路与光元素的呼吸孔，让10年前体验过一次的王朝伟真的是念念不忘。只可惜当时下手重了点，不小心撕成2半了。可惜由于战斗力的低下和极致的体验，让花魔族深受人类、妖族和魔族的喜欢，被大量捕杀和圈养，野生的数量极其稀少，更别说聚集成群的。遇到的那2个人真是幸运，连这种地图都看不懂，便宜了他一路疾行，很快来到了一片幽暗的森林边缘。这里树木高大扭曲，枝叶间隐约可见银光闪烁的花朵，果然是花魔族的聚集地。他深吸一口气，鼻腔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花香，让人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寻找到下风口位置，小心翼翼地踏入其中，很快就在一处林中低谷内看见了各种花魔。所有花魔都靠在各种植物上面，它们的呼吸孔不断张开着，第一眼看到的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密集恐惧症肯定会犯的。这是他们最放松的状态，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那些负责警戒的花魔才筑基期太弱了，嘿嘿，这次一定要抓几只活的回去。说着正要上前，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寒意。人类，你竟敢打花魔族的主意！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王朝伟转头看去，发现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为西魔族元婴巅峰强者。西魔族强者全身覆盖着厚重的黑色鳞甲，头顶一根螺旋状的独角闪烁着寒光，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王朝伟。人类女子，你居然觊觎花魔族！声音中充斥着欲望，上下打量凹凸有致的身材。正好，本君到现在还没有品尝过人类女子的滋味，你做本君的女人如何？再生几只蜥，这小日子岂不美哉？聒噪！王朝伟对于长得丑的人形生物完全没有好感，话音一落，他抱起发难，朝着西魔各要害攻去。找死！西魔怒吼一声，独角迸发出刺目黑光，瞬间将几道掌全是吞噬。那庞大的身躯灵活异常，一个闪身便逼近王朝伟，布满尖刺的拳头狠狠砸下。砰！王朝伟仓促架起的护盾应声碎裂，整个人被击飞数十丈，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元婴巅峰，果然棘手。他擦去血迹，眼中燃起战意，全身燃起幽蓝色的火焰，手上出现一把长枪。长枪一出，幽蓝色的火焰瞬间缠绕其上，枪尖吞吐着寒芒。王朝伟眼神凌厉，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残影直刺西魔咽喉。西魔冷笑一声，不闪不避，独角上黑光暴涨，形成黑色屏障。枪尖刺在屏障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不断炸响。区人类也敢在本君面前放肆！西魔怒吼，猛然一拳轰出，拳风裹挟着狂暴的能量，直逼王朝伟面门。王朝伟身形急退，长枪横扫，幽蓝火焰化做一道火墙，挡下了这一击。这西魔的防御和力量都远超普通元婴巅峰，不能硬拼。他迅速改变策略，身形如鬼魅般游走，长枪不断刺出，每一击都瞄准西魔的关节和薄弱之处。然而西魔的鳞甲坚硬无比，枪尖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哈哈，人类，你的攻击对本君无效！西魔狂笑，猛然跺脚，地面剧烈震动，无数尖锐的石刺从地下突起，逼得王朝伟不得不腾空而起。就在他跃起的瞬间，西魔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独角上的黑光骤然凝聚成一道黑色闪电，直劈王朝伟。不好！王朝伟仓促间挥枪格挡，黑色闪电击中长枪，恐怖的冲击力将他狠狠砸向地面。他闷哼一声，口中鲜血溢出。西魔大步逼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人类，现在投降还来得及，本君可以饶你一命，只要你乖乖做我的女人。抬手擦去嘴角的血迹，王朝伟呸了一口，做梦。随后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出，化作一团血光向远处遁去，然而却撞在一团空间屏障上。见状，西魔猖狂大笑起来，哈哈，小美人，你跑不掉的，此处空间特殊，无法遁逃。说完，直接一个蛮牛暴冲对着王朝伟阴爆撞去。就在这时，一人一魔中间位置却打开了一道门，瞬间将他们吸了进去，甚至都无法反抗。时刻关注着此地的曹孟德赶上了最后一趟末班车，蹭着最后的空间之力进去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混沌，
他下意识地抓紧长枪，3道阵旗与幽蓝火焰在周身形成防御。耳边传来西魔愤怒的咆哮和咒骂声。这是哪里？摔在碎石上，王朝伟稳住身形，警惕地环顾四周。他们被抛入一片灰蒙蒙的空间，没有天空，也没有地面，只有无数漂浮的碎石和扭曲的光线。远处，空间裂缝像活物般蠕动，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危机感。感受着可以直接将它秒掉的波动，内心只有一个想法：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并没有发觉，有颗小石头一同从空间门洞中掉了下来。是不是你搞的鬼？西魔族强者怒吼一声，独角上黑光闪烁，时刻准备发动远程攻击。这时，他所站在的石块上直接被突如其来的空间裂缝给吞下。摩西瞬间跳到另一块碎石上，在这处未知空间内，身体不断发出极度危险的警示，就连一身修为都被限制住，无法飞行，原因不能离体，神识探测距离被限制在50米内。蠢货，在这里动手，我们都会死！王朝伟厉声喝道，他指向远处，看那边，一道横贯整个视野的空间裂缝正不断扩大，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散发着不祥的气息。暂时休战。王朝伟主动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这个场面，他们2人必须共同应对，才能渡过难关。西魔冷哼一声，可以，先活下来再说。2人不约而同地朝远离风暴的方向移动，后面还跟着这个小石子。王朝伟和西魔族强者一路疾奔，周围的虚空不断扭曲，碎石漂浮，仿佛置身于一片混沌之中。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西魔族暴躁的低喃，眼中闪烁着不安。王朝伟没有回答，他眉头紧锁，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异样，这片空间确实很危险，却隐隐约约又有一线生机，似乎在引导着往前方走。小心！他突然大喊，一把拽住西魔族强者向后跃去。就在他们刚才站立的地方，地面突然塌陷，一直充满诡异不祥的黑色触须从里面探了出来，在原地卷了卷，最后缩了回去。看见这一场景，西魔族强者惊出一身冷汗，看向王朝伟的眼神中，除了先前的欲望外，多了几分感激。你为什么要救我？别自作多情，我只是需要你的力量，一起离开这里。王朝伟冷笑着说，率先往前走去。很快就发现了一块狭小且完整的长条形陆地，一直通往探查不到的位置。前面是目前唯一看见的大块陆地，能否出去的线索应该就在上面。他指向远处，刚好是神识被限制住的极限范围，可以看见一条可以容下2匹马车并行的道路，两边堆积着一些残破的建筑。2人加速前进，可不祥的感觉始终没有消失。就在即将抵达时，王朝伟前面的空间突然破碎，他猝不及防，眼看就要被吞噬。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西魔环住他的腰，猛地拉回。小心点，我可不想你这个美人就这样死在这。被环住腰贴身抱着，王朝伟闻到一股西魔身上特有的腥味，他强忍着恶心，假意感激道：拉我一下，谢谢你，但我们之间不可能的。没办法，谁让这个魔身上没长毛，全都是光秃秃的肩胛。破碎的空间裂缝在身后缓缓闭合，他挣脱西魔的手臂，整了整被扯乱的衣服，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别碰我，他冷冷道，指尖燃起一缕幽蓝火焰作为警告。西魔强者那覆盖着角质层的脸上露出狰狞笑容。小美人，在这鬼地方，我们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轻哼一声，王朝伟不再理会，转身望向那条延伸向未知处的狭长路道。道路两旁堆积的建筑残骸像是被某种巨大力量撕碎后又随意丢弃，有些石柱上还残留着诡异的爪痕。跟紧点，死了可别怪我。他迈步踏上路道，裙摆扫过地面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西魔舔了舔獠牙，大步跟上。他每走一步就会发出不小的声响。你能不能轻点？想把那些东西引过来吗？他压低声音呵斥。本君也想啊，可是被这片空间压制的控制不了。2人继续前行，诡异的是，这一路竟出奇的平静。破碎虚空中常见的裂缝和乱流，还有前面碰到的不祥怪物，在这里完全不见踪影，仿佛有某种力量在维持着这条路道的稳定。太安静了。王朝伟喃喃自语，手上的长枪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危险。道路尽头，一座半坍塌的古城轮廓渐渐清晰，城墙上的砖石呈现出不自然的暗红色，像是被鲜血浸透后又风干了千万年，城门早已不知所踪。至于下一个黑洞洞的入口，宛如巨兽张开的嘴，要进去。西魔的声音里罕见地带上了一丝迟疑，与生俱来的感知告诉他，这里面很危险，非常危险。王朝伟眯起眼睛，神识尽力延伸，却在接触到城门时如泥牛入海。没得选，除非我们想一直困在这里面。2人进入城内，警惕性提升到最高，可惜一路过来全都是残破的建筑和各种魔族尸体残骸，并没有遭遇任何敌人，看不到任何字体，
什么信息都没有获得。当一路来到建筑最为豪华的地界时，场景更为惨烈。所有建筑布满裂痕，轻轻一碰就瞬间风化，没有尸体，地面黑漆漆的，仿佛只要站上去就会掉落无尽虚空。而建筑中间有着一颗大茧，正在不断搏动。更深处的边缘，王朝伟看见了许多魔气，上面的气息最低都是玄阶的，还有许多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级别。最主要的是，发现了一具躯体，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却散发着庞大的威压与气势，超越了合体，最低都是大成，甚至可能是渡劫。只要拿到了，母亲的灵魂就能拥有容器，更容易复活。他不由自主往前踏了一步，踩在黑暗上，并没有掉下去，更没受到影响，反而在躯体前一点发现了2道本源气息。这下西魔与王朝伟从原本的队友瞬间转化为对手。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悄然握紧手中的长枪，枪尖泛起幽蓝色的寒光。在这片压制魔族力量的空间里，他的优势远比西魔要大得多。你看那边，他突然指向大茧后方，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慌。西魔果然中计，转头望去，抓住机会，王朝伟手中长枪如毒蛇般刺出，直取西魔后心。噗嗤，枪尖刺入西魔坚硬的角质层，入肉5分，成功伤到心脉。受到伤害，西魔怒吼一声，周身魔气暴涨，猛地转身挥爪。贱人，竟敢偷袭本君！他双目赤红，独角上黑光凝聚，显然愤怒到了极点。王朝伟轻盈后跃，冷笑道：蠢货，在这里你连一半实力都发挥不出来，乖乖受死吧！他双手持长枪悬置于身前，瞬间分化出数十道幽焰枪影，如暴雨般向西魔倾泻而去。西魔被迫连连后退，每退一步，脚下的黑暗就泛起诡异的波纹，正在不断吸收他的魔气，严重影响实力。一路尾随过来的曹孟德并没有被此处空间影响，体内的混沌身体不断抗衡着不祥气息，只有一缕。这2人的战斗着实无趣，悄咪咪一点点挪过去，准备先把自己落在这里的魔气、法则碎片、天道残躯，还有一堆杂七杂八的收起来。耳边全是2人战斗动静，由于神识和元婴及修为被限制，这一人一魔并没有发现有老六的存在。等到曹孟德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收进去后，挪到这茧边时，库擦不断搏动的玉茧划开一道口子，一只淡灰微红色的手从里面伸了出来。